快给我，我要！这不好吧？叶晨看着眼前的女子，强压心中火焰拒绝道：“倒不是眼前女子不美，实话说，这是叶晨迄今为止见过，无论是长相气质还是身材都无可挑剔的绝世美女。实在是因为他跟眼前女子根本不熟，是被女子强掳到这处山洞中。叶晨为了活命不敢轻举妄动，若是女子采阳补阴，自己这点修为恐怕小命不保。别废话，脱衣服，我要你助我修行，帮我解毒，别逼我用强。”女子面色红润，呼吸急促，看起来忍得十分痛苦。她可是天剑圣地的圣女，天之骄子，多少人追求她，她都不曾动过心。今日若不是中了妖女的银龙毒，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更不会便宜了这个小子。而她在毒发之前搜索了整个天妖山脉外围，只有叶晨这么一个年轻人还算入眼。虽然叶晨修为实力低，但长得不错，还年轻。叶晨原本还想要拒绝，可女子实力太强，他全盛时期也不是其对手，更不要说现在的他根基受损，实力大减。若不是女子将他强掳到这里，他已经葬身在妖兽口中了。既然不能反抗，那就只好享受了，跟如此风华绝代的仙女风流快活一夜，死了也值了。下定决心的叶晨一边朝着女子走去，一边脱自己的衣服。结果他刚解开腰带，女子就已经扑了上来，强行扒掉了叶晨的衣服，将叶晨给推倒在地。他还是用强了。1个时辰之后，叶晨从享受变成了恐惧，体内精气正在快速流逝。若是继续这么下去，他恐怕真的要被吸干了。叶晨想要做点什么，却是什么都做不了。此刻的他犹如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叶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美女在他身上驰骋。2个时辰之后，叶晨已经气若游丝，只剩一口气在这吊着，随时都要丧命。性命垂危之际，一道声音出现在叶晨的脑海之中：窃阴阳，夺造化，逆乾坤。阴阳造化鼎激活成功。下一刻，一股强大的吸力从叶晨丹田处释放了出来，正是阴阳造化鼎所在的位置。这小鼎从叶晨出生时就有，悬浮在丹田处，一直没有任何动静。没想到在如今这种情况下，竟然误打误撞将这尊小鼎给激活了。原本要被榨干的叶晨竟开始反向吸收女子体内的精气为己用。叶晨身上的伤势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整个人瞬间变得龙精虎猛。叶晨也开始从被动变主动。3个时辰之后，叶晨只觉得神清气爽，而一旁的女子早已经昏睡了过去。只见女子嘴角挂着满足的笑容，浑身香汗淋漓，脸上泛着红晕，雪白的肌肤上也透着一丝粉红色，看起来性感诱人。看着身旁的绝美女子，叶晨神情恍惚，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有这等艳福。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得赶紧跑。这女子实力太强，若是等她醒来，一个不顺心，很可能直接杀了自己。毕竟自己玷污了她的清白，不对，是她玷污了自己的清白。不过叶晨不跟她计较，叶晨赶紧起身穿好衣服，临走之时不舍得回头看了2眼。这身材，这长相，简直就是完美。叶晨都忍不住想要过去亲一口，不过为了保住小命，他还是忍住了冲动，蹑手蹑脚地快步离开了山洞。叶晨感受了一下自己如今的实力，他这才惊讶地发现，修为已经从炼体5重突破到了炼体巅峰，距离先天境也只是临门一脚了。没想到跟那名绝色美女双修，竟然有如此大的好处。而叶晨前脚刚刚离开不久，女子的眼皮动了动，一双美眸缓缓睁开。睁开双眼的女子下意识地朝着一旁看了过去，结果发现山洞内空无一人，只剩下不着寸缕的她。一想到刚刚的疯狂的举动，女子绝美的脸蛋上泛起了一抹红晕。女子穿好衣服，立刻检查自己的身体，身上的毒已经解了，甚至困扰许久的瓶颈竟然也突破了，这倒是意外之喜。难道双修真的可以提升修为？那种感觉她倒是第一次感受过，甚至有种想要再来一次的想法。呸，我怎么会这么想？女子清脆一口摇了摇头，冷哼了一声，暗暗发誓道：这一次算你跑得快，别让我找到你，找到你我绝对不会放过你。青岩城叶家，叶晨一路没有停歇，借着月色狂奔回了住处，关紧房门。做好这一切之后，叶晨迫不及待地将阴阳造化鼎取了出来，同时也回想着之前激活阴阳造化鼎时脑海中传来的信息。阴阳造化鼎，窃阴阳，夺造化，积攒造化之力，可造化万物，让其不断被强化。而此刻阴阳造化鼎上的数字是1000，代表着叶晨有1000造化之力可用来强化。这1000造化之力正是之前跟那名绝色美女双修得来的。此次被抓去双修，对叶晨来说可是捡了大便宜，不仅恢复了伤势，还激活了阴阳造化鼎，甚至获得了造化之力，可谓一举3得。只是要强化什么，叶晨有些犯难了。丹药也好，功法也罢，叶晨现在手上都没有，只有随身携带的佩剑。可若是将这佩剑强化成了品阶更高的宝剑，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反倒是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毕竟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思来想去，叶晨想到了一样东西：强化任何物品终究都只是外物，不如强化自己的身体。打铁还需自身硬，有一副好身体比什么都强。我要强化自己的身体。叶晨站在阴阳造化鼎面前，选择强化自己的肉身。下一刻，只见到金黄色的阴阳造化鼎中金光大作，金色光芒瞬间将叶晨给笼罩其中。叶晨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吸力传来，
整个人直接被吸入了阴阳造化鼎之中。阴阳造化鼎之中，阴阳之力与混沌之气交织，其中还夹杂着造化之力，3种力量氤氲弥漫在四周，将叶晨牢牢包裹在其中。叶晨只觉得有着一道造化之力顺着毛孔钻入了自己的体内，沿着经脉游走于四肢百骸，身体的每一处都在被改造。整个过程并没有任何痛苦，反倒是有些舒爽。良久，叶晨重新出现在房间之中，阴阳造化鼎回到了丹田之内。一道声音传入叶晨的脑海之中：肉身强化成功，当前肉身从凡体强化至先天剑体，消耗1000造化之力。叶晨闻言顿时眼前一亮，握了握拳头，仔细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肉身，发现此刻的自己力量比之前大了10倍不止。不仅仅是力量，整体身体素质都有了显著提升，整个人犹如一把出鞘利剑，锋芒毕露。世间体质共分为凡体、灵体、黄体、圣体、神体等5大体质。凡体乃是世人最常见的体质，灵体则是万中无一，每出现都会引起各大宗门势力的重点培养。而叶晨此刻的先天剑体便是灵体的一种，先天清净剑道的体质。至于黄体则是更加稀有，每一位拥有黄体的修士将来都将成为一方巨擘。至于更强的圣体和神体，那都是传说中的存在，现实没人见过。对于自己的先天剑体，叶晨十分满意。不过叶晨很好奇地问道，继续强化成黄体需要多少造化之力？1万造化之力。1万！叶晨心中震惊不已，这1万造化之力自己要如何才能攒够？想要获得造化之力，就需要与女子阴阳调和，自己去哪里找那么多女子？叶晨，你在吗？一道熟悉的女子声音从房间外响起。叶晨闻言立刻起身将反锁的房门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一名身材纤细的美艳少女，此人乃是叶晨的未婚妻楚灵儿。你没死？楚灵儿见到叶晨顿时一愣，下意识地问了一句。楚灵儿起初听到下人禀报，好像看到叶晨回来了，一开始她还不相信，如今看来叶晨还真是命大，这样都能活着回来。是啊，我没死，是不是让你很失望啊？叶晨冷哼了一声，冷笑着问道。他之所以在天妖山脉之中受伤，就是拜楚灵儿所赐。现在想来，楚灵儿让他陪着去寻宝，就是故意引诱他去天妖山脉。好在那里伙同赵岩将他给杀了。当时遇到危险，赵岩带着楚灵儿第一时间跑路，临走之时更是暗算叶晨，给了叶晨一掌，将叶晨打成重伤。好在那名仙女将他掳走，也算是变相救了他的性命，否则身上有伤的叶晨不可能活着走出天妖山脉。叶晨此次回来就是要找他们这对狗男女报仇雪恨，如今见到楚灵儿敢出现在自己面前，叶晨顿时起了杀心。而就在这个时候，丹田内的阴阳造化鼎却是颤动了一下，一道信息传入了叶晨的脑海之中：与楚灵儿双修可获得造化之力。叶晨闻言顿时眼前一亮，正愁没有地方弄造化之力呢，楚灵儿自己送上门来了。叶晨一把将楚灵儿拽进了房间，楚灵儿想要反抗，却是发现自己炼体5重的修为竟然毫无反抗之力，楚灵儿顿时慌了。叶晨，你冷静一点，我虽然与你有婚约在身，可我已经与赵岩私定终身了。赵岩可是我们青岩城天赋最高的人，要不了多久就会成为天剑圣地的弟子，你敢动我，他绝对不会放过你。楚灵儿一字一句地威胁道。私定终身？你们楚家拿了我叶家那么多聘礼，现在跟我说私定终身？叶晨冷笑了一声，我可以不杀你，不过你得补偿我。补偿？你想要什么补偿？等我跟着赵岩进入天剑圣地，到时候你想要什么补偿我都会给你。楚灵儿连忙说道。我现在就要，现在就要，对，我现在就要拿你的身体当补偿。不行，绝对不行，你放开我。楚灵儿闻言立刻挣扎了起来，然而叶晨掐着脖子的手却是越来越紧，任凭楚灵儿怎么挣扎都无法挣脱叶晨的掌控。你只有2条路，要么陪我一晚，要么死。叶晨目光冰冷，死死盯着楚灵儿，不容置疑地说道。不，你不能这样，你若是杀了我，赵岩绝对不会放过你，我们楚家也不会放过你。楚灵儿吓得脸色大变，整个人显得慌乱不已，因为他发现叶晨说得很认真，根本不是跟他开玩笑，甚至叶晨手上力道再大一些的话，他的脖子就要断了。叶晨闻言冷笑道。赵岩，他不来杀我，我也不会放过他，我还有账跟他算。楚灵儿闻言是彻底害怕了，此刻的叶晨已经变了，变得跟之前不一样了，不再是那个对他百依百顺的叶晨了。我的耐心是有限的，3个数，再不做出选择，我就替你选择了。叶晨冷冷地说道。1，叶晨低喝了一声。楚灵儿脸上神色慌乱紧张，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2，叶晨语气更加冰冷，充满了杀意，手上的力度甚至都加强了几分。我同意陪你一夜。楚灵儿终于下定决心，还没数到3，楚灵儿就屈服了，这倒是让叶晨没有想到，看来楚灵儿很怕死，比起你想要杀我，我不杀你，只是让你陪我一夜，已经是对你的恩赐了，拖吧。叶晨面无表情地说道。楚灵儿只觉得十分屈辱，但又无可奈何，叶晨的实力不知道为何变得这么强，他完全不是叶晨的对手，为了活命只能如此。楚灵儿原本只是来确认叶晨死没死，结果却是羊入虎口，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叶晨看楚灵儿脱衣服太慢，直接上前3下5除2将楚灵儿扒了一个精光。对于想要自己命的女人，
叶晨可不会怜香惜玉。1个时辰之后，楚灵儿梨花带雨的穿上衣服，临走之时，恶狠狠地瞪了叶晨一眼，说道：“今日之事你不准对任何人说，否则就算不是你的对手，我也要跟你鱼死网破。滚吧，回去让赵岩洗干净脖子等着，他的命我要定了。”叶晨冷哼了一声，杀意十足地说道：“至于你，若是下一次还敢跟赵岩一起算计我，我依然会杀了你。你这个恶人，赵岩一定会杀了你。”楚灵儿擦着眼泪，咬牙说了一句，一跺脚，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叶晨的房间。叶晨懒得理会楚灵儿，若不是看在他能够贡献造化之力的份上，对于这个曾经算计自己、想要杀自己的女人，他早就杀了她了。楚灵儿走后，叶晨立刻查看阴阳造化鼎。经过刚刚的双修，阴阳造化鼎中积攒了50造化之力。只是让叶晨有些疑惑的是，为何这一次这么少？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因为楚灵儿长得不如那名仙女漂亮，还是说楚灵儿实力太低了？不管怎么样，聊胜于无。只是50造化之力强化自身肯定不够用，只能看看别的东西了。想到这里，叶晨拿起了自己的佩剑，手一握上这柄剑，叶晨瞬间人剑合一，仿佛这柄剑就是他的手臂一样，如臂挥使。这就是先天剑体，先天接近剑道。既然自己现在是先天剑体，那自然是要有一柄好剑以及一部好的剑法，只是不知道这50造化之力够不够。功法玄技共分为天地玄黄4级12阶，高等级地功法玄技都掌握在强大的圣地宗门手中。市面上流通地功法玄技，大部分都只是最低的黄级初阶，即便是黄级中阶，那也是可遇不可求。许多寻常人甚至连像样地功法都没有，只能靠野路子来打磨肉身，这也导致大部分人始终都只停留在练体境。这也是为何世人挤破脑袋想方设法要进入圣地宗门的原因。那里底蕴深厚，功法玄技更是多得数不胜数，一旦加入其中，前途无量。剑法叶家倒是有一部，乃是最低级的黄级初阶剑法清风剑诀。清风剑诀走的是轻灵路线，施展起来犹如清风拂过，威力有限，毕竟只是黄级初阶剑法。叶晨之前修炼的就是清风剑诀，只是没有完全领悟，算是有所小成。而如今有着先天剑体的叶晨，对于清风剑诀已经彻底领悟，不用修炼就已经大成。叶晨对清风剑诀已经是倒背如流，十分轻松地默写了下来，紧接着祭出阴阳造化鼎，将清风剑诀扔到了其中。我要强化清风剑诀。下一刻，只见到阴阳造化鼎上金光大作，清风剑诀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道金光化作的小人。这些小人在挥动着手中的长剑，不断地从阴阳造化鼎中冲出来，没入了叶晨的眉心。一道信息传入了叶晨的脑海之中，消耗30造化之力，剑法强化成功，清风剑诀强化为黄级高阶剑法疾风剑诀。叶晨闻言顿时眼前一亮，黄级高阶剑法，放眼整个青岩城，恐怕也没有谁会黄级高阶玄技。功法玄技本就稀有珍贵，更不要说是在这小小的青岩城，即便是身为青岩城3大家族的叶家，也只有一部黄级初阶的剑法而已。而这也不是谁想修炼就能修炼的，只有叶家直系血脉，或者是为叶家立过大功之人才有资格修炼清风剑诀。疾风剑诀在清风剑诀的基础上，比清风剑诀更快，威力更强。最主要的是，强化完成之后，叶晨就已经自动领悟成功了。疾风剑诀仿佛烙印在了他的灵魂之中，不用修炼就已经大成。剑法有了，叶晨又看向了腰间佩剑，这柄佩剑可是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虽然没有品级，但也算是凡器中最顶级的存在，削铁如泥。而兵器等级最低的是凡器，其上则是宝器、灵器。灵器则是划分为天地人3阶，天阶最高，人阶最低。至于灵器之上，则是还有传说中的圣器。叶晨将佩剑放入阴阳造化鼎之中，强化我的清风剑。阴阳造化鼎上金光大作，叶晨仿佛能够听到佩剑在被重新锻造的声音传来。片刻之后，阴阳造化鼎中的金光消失，一柄长剑从其中飞了出来，漂浮在了叶晨的面前。一道信息传入了叶晨的脑海之中，消耗20造化之力，清风剑从凡器强化成终极宝器。叶晨一挥手，清风剑重新回到了手中。看着手中的宝剑，叶晨忍不住伸手摸了一下剑身，伴随着叶晨手指划过清风剑的剑身，清风剑颤鸣不止，仿佛在回应叶晨。感受着剑身上的锋锐剑气，叶晨忍不住开口说道：“不愧是宝器，就是比凡器要强大的多。只是可惜，只剩20造化之力，若是有更多的造化之力，这柄剑能够强化成灵器。”叶晨想到这里，开始琢磨着要如何才能弄到更多造化之力。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熟悉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叶晨，滚出来受死！”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同为青岩城3大家族之一的赵家少主赵岩。楚灵儿从叶晨那出来，就去找了赵岩，听说叶晨没有死，还欺负楚灵儿。看着楚灵儿哭得梨花带雨、楚楚可怜的样子，赵岩顿时气得额头上青筋暴起，直接起身朝着叶家赶了过去。怒火中烧的赵岩说什么也要为楚灵儿出这口恶气，亲手杀了叶晨。上一次没有能够杀得了叶晨，让他活着回到了叶家，这一次他绝对不会放过叶晨。叶晨走出房间，看着站在院子中气势汹汹的赵岩，眼中闪过了一道寒光，杀意十足的说道：“我没去找你，
你竟然主动找上门来送死，是谁给你的勇气，敢在我叶家如此撒野？叶晨冷笑着问道。叶晨，你把灵儿怎么了？你是不是欺负她了？赵岩咬牙切齿的大声质问道。怎么了？你自己去问她呀，在这里问我？叶晨冷笑着讥讽道。别忘了，我与楚灵儿有婚约在身，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质问我？婚约现在没有了，就在刚刚，楚家已经重新与我赵家订了婚，楚灵儿现在是我的未婚妻。赵岩一脸得意的笑道。你就等着楚家来你们叶家登门退婚吧。退婚？楚家也得赶？叶晨冷哼了一声说道。有何不敢？楚家现在有我赵家罩着，你觉得我们会怕你们叶家？我即将加入天剑圣地，成为天剑圣地的弟子，你觉得你们叶家还能跟我们赵家比？以后青岩城3大家族将以我赵家为尊。不对，以后青岩城将没有3大家族。赵岩仰起头，十分嚣张地说道。天剑圣地？叶晨闻言顿时皱起了眉头，这倒是出乎他的预料。若是赵岩真的成为天剑圣地的弟子，那赵家的地位可就真的水涨船高了。不过那又如何？在他没有加入天剑圣地之前，杀了他就是了。想到这里，叶晨一脸不屑地看着赵岩说道。何况你这样的都能成为天剑圣地弟子的话，那我也可以。你以为你是谁，还想要加入天剑圣地？你也配？赵岩嗤笑一声，一脸不屑地看着叶晨，嘲讽道。你以为天剑圣地是你想加入就加入的地方吗？那可是圣地，没有天剑令，你连大门都进不去。赵岩说着画晃了晃手中的天剑令，在叶晨面前显摆了起来。这天剑令可是天剑圣地外门长老亲自送给我的，现在他老人家还在我们赵家做客呢，你拿什么跟我比？叶晨闻言嗤笑一声，对于赵岩的炫耀完全不放在心上，只是杀意十足地看着赵岩，冷声说道。打我手中剑跟你比，既然你这么有自信，那你可敢上比武台与我一决生死？赵岩满脸不屑地挑衅道。有何不敢？叶晨也不跟赵岩废话，直接朝着叶家比武台的方向走去。赵岩闻言嘴角泛起了一丝得意的冷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杀了叶晨这个眼中钉了。叶晨的眼底同样闪过一道寒光，这一次新仇旧恨一起犯。叶晨与赵岩准备生死战的消息瞬间传遍了整个叶家，直接惊动了叶家家主叶庆。原本以为只是小辈们之间的一些矛盾，小辈之间的打打闹闹而已，他身为叶家家主无需过问，让叶晨自己处理即可。可没想到事情竟然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2大家族的少主竟然要在叶家生死战，这可不是打打闹闹的小事了，这甚至关乎到整个家族的大事。这件事情若是一个处理不好的话，那可是要引起2大家族之间的争斗。而就在这个时候，楚家家主楚骁龙带着楚灵儿，在赵家家主赵玄风的陪同下，也赶来了叶家。自从得知赵岩即将成为天剑圣地弟子之后，楚骁龙就后悔答应楚灵儿与叶晨之间的婚事了，如今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前来退婚。赵岩赶来叶家闹事，他身为父亲自然也要来给自己儿子撑场子，他可不想看到赵岩被叶家人欺负。正好天剑圣地外门长老在赵家做客，请来给赵家撑场面，也可以让孙长老亲眼看到赵岩的天赋实力是如何碾压叶晨的。这一次叶晨就是赵岩的垫脚石，他要让赵岩踩着叶晨一战成名，让叶家彻底颜面扫地，直接击垮叶家。他要让青岩城的人知道，我儿赵岩是青岩城第一天才，赵家是青岩城第一世家。叶庆见到楚骁龙和赵玄风一起来的，就知道此事肯定是他们2家商量好的了。只是叶庆不清楚叶晨好端端的为何会犯傻，明知道赵岩即将成为天剑圣地的弟子了，还要答应与赵岩决斗呢，这不是自己找死吗？晨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2个小辈之间打打闹闹也就算了，怎么还要一决生死？未免太冲动了一些。叶庆皱着眉头看向叶晨问道。父亲，我与他的恩怨太多，一时半会儿说不过来，你只知道今日我与他不死不休。叶晨语气坚决地说道。既然如此，那你可有把握战胜赵岩？叶庆原本还想要劝说一下叶晨，但见到叶晨如此坚决，作为父亲的他也就将劝说的话咽了回去，只问了这一句。叶晨点了点头说道，十成把握。好，为父相信你，去吧。叶庆点了点头，伸出手拍了拍叶晨的肩膀，鼓励道，其他事情交给我，只管活着走下比武台。叶晨点了点头，随即朝着比武台的方向走了过去。叶晨父子2人之间的对话却是引来了一旁赵楚2家人的嘲讽。赵玄风一脸鄙夷地看着叶晨的背影说道，就凭你儿子也想要战胜我儿赵岩，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我儿赵岩可是青岩城第一天才，未来的天剑圣地弟子。赵玄风仰着头，眉宇间尽显狂傲之色，完全不将赵岩父子放在眼里。就是叶晨也配跟赵岩比？楚骁龙跟着附和了一声，随即冷声说道，原本今日来是跟你提退婚一事，叶晨根本配不上我女儿，不过如今看来退婚已经没有必要了，毕竟叶晨马上就是一个死人了，既然人都死了，那婚约自然就作废了。楚骁龙得意地笑道。楚骁龙，不要忘了，当初可是你上赶着要跟我们叶家联姻的，现在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你还真够无耻的。叶庆冷哼了一声，死死盯着楚骁龙说道。楚骁龙闻言顿时急了，脸红脖子粗的说道，当初那是我看走眼了，瞎了眼才会跟你们叶家定下婚约。我女儿与赵岩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他们2人皆天赋出众，郎才女貌，是最般配之人。叶晨不过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根本配不上我女儿。楚萧龙大声说道。说得好。赵玄风闻言哈哈大笑道，叶晨根本没资格跟我儿相提并论，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你们别得意的太早。叶庆冷哼了一声，随即也不去理会这些人，而是朝着比武台的方向看了过去。虽然他相信叶晨，但是心中未免还是担心自己儿子有什么闪失，毕竟赵岩实力不俗，加上又受到了天剑圣地长老的青睐，说不定有什么底牌。在老夫看来，叶晨必败，赵岩必胜。一旁的天剑圣地孙长老忍不住开口说道。有孙长老您这句话，那我就更放心了，我们家妍儿以后还要您多多照顾。赵玄风在一旁谄媚的笑道。好说，以我跟你父亲的交情，你不说我也会对赵岩照顾有加。孙长老点头笑道。听到他们的对话，叶青这才明白为何天剑圣地会收赵岩为弟子，原来他们之间早就认识。不过叶庆还是不服气的说道，尊长老，若是论天赋和实力的话，我儿叶晨可不输给赵岩，就算二人修为实力相当，获胜的人也只会是赵岩。孙长老十分笃定的说道。叶庆闻言眉头紧皱，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比武台上，赵岩一脸不屑地看着叶晨，随即拔出了腰间佩剑，用手轻抚剑身，十分得意地说道，叶晨，看好了，我这柄剑可是孙长老亲自送给我的见面礼，我这可是宝器，怎么样，是不是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好的剑？赵岩挑衅地冲着叶晨挑了挑眉毛，嘴角泛起了一丝得意的冷笑，十分神气地说道，不说别的，就是你手中那柄破剑，跟我这宝剑碰一下它就得断，你拿什么跟我比？台下的叶庆见状，原本就皱着的眉头此刻更是要拧在一起了，难怪他们有恃无恐，原来是仗着手中有神兵利器，这下可不好办了，这不公平。叶庆连忙大声说道，仗着神兵利器算什么真本事？真本事？赵玄风闻言嗤笑道，兵器本身也是修饰自身实力的一部分，你有本事给叶晨也弄一件宝器级别的宝剑就是了。叶庆还想要反驳，可没等他开口呢，台上的叶晨就已经将腰间佩剑给抽了出来，伴随着一道寒光一闪，一道凌厉剑气从清风剑上释放了出来。在场众人的目光瞬间被叶晨手中的清风剑吸引了，这清风剑看起来要比赵岩手中的宝剑还要有气势，这怎么可能？孙长老见状顿时一愣，忍不住脱口而出道，他竟然有中级宝器级别的宝剑。要知道，低级宝器跟中级宝器之间虽然只差了一个级别，但品质和价值那可是差了10万8千里，即便是在天剑圣地外门弟子之中能够拥有中级宝剑之人，那也是少数。这一个小小的青岩城，连宝器都没见过的地方，怎么会有中级宝器？这小子从何处得来的？什么？在场众人闻言也是大吃一惊，赵岩手中的低级宝器就已经很令人震撼了，他们之前连见都没见过，没想到叶晨手中竟然有中级宝器，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刚刚还十分得意的赵玄风，此刻更是大惊失色，原本以为有宝剑傍身，这一战赵岩必胜，可如今却是不由得担心了起来。不公平！赵玄风情急之下连忙大声喊道，仗着神兵利器获胜不算真本事，有本事就赤手空拳一战。哦，刚刚是谁说的兵器本身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叶庆满脸不屑地看着赵玄风，反问道，怎么现在见到我儿拿出更好的剑，你又改口了？赵玄风被对得哑口无言，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情急之下只能看向一旁的孙长老，向其求助道，孙长老，这一战还请您老人家给主持公道。孙长老闻言清了清嗓子，咳嗽了一声说道，既然如此的话，那就由我来主持这一战。既然双方对兵器都有异议，那依我看，此战就都不用兵器，赤手空拳，全凭自身实力。孙长老，您这未免太偏袒赵家了，这分明是欺负我儿叶晨。叶庆连忙据理力争道。孙长老闻言却是板着脸，冷声说道，你是在质疑我？孙长老说话间，强大的气势从其身上释放了出来，瞬间压制的叶庆喘不过气来。叶家众人此刻也是气愤不已，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就是在针对叶晨，简直就是欺人太甚。奈何对方是天剑圣地的长老，随手就能拍死他们，他们叶家众人也是敢怒不敢言。叶庆咬牙坚持，还想要据理力争，但却被台上的叶晨给阻止了。叶晨开口说道，无妨，不用剑就不用剑，你儿子比你识物。孙长老闻言收起了气势，冷笑着说了一句，这一次是不是没有什么借口了？可以开始了吗？叶晨看向台下的孙长老等人，赵玄风则是有些紧张地看向孙长老，小声问道，没有宝剑，我怕妍儿不是其对手，毕竟此子狡诈阴险，我怕他使阴招。无妨，有我在，放心好了，必要时候我会出手。孙长老无淡淡地说了一句，既然都准备好了，那就开始吧。孙长老开口说道。孙长老的话音刚落，叶晨就迫不及待地朝着赵岩冲了过去，他早就忍不住了，若不是有孙长老在，他岂会跟赵岩废话？上台第一时间就一剑斩了赵岩。赵岩也不甘示弱，直接朝着叶晨冲了过去，握紧了拳头朝着叶晨砸了过去。他可是突破到了炼体6种，岂会怕叶晨一个炼体5重的垃圾？然而等到二人双拳对撞在一起的时候，赵岩却是傻眼了。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力量从叶晨的拳头上传来，这力量之大，他根本抵挡不住。只听到咔嚓声传来，赵岩的拳骨连带着手臂都被叶晨这一拳给震断了。
赵岩甚至都来不及发出惨叫，叶晨的下一拳就已经直奔着他的面门砸了过去。这一拳当场将赵岩的整张脸都打得凹陷了进去，赵岩整个人都被这一拳巨大的力量给震得倒飞了出去。在场众人见状也都傻眼了，谁也没想到气势汹汹的赵岩竟然连叶晨一拳都接不住，二者之间的差距竟然如此之大。呀！赵玄风吓得脸色大变，惊呼一声，直接冲了上去，准备将半空中的赵岩给接住。赵岩可是赵家的未来，无论如何都不能有事。叶晨趁势冲了上去，准备抢在赵玄风之前再来一拳，直接击杀了赵岩。然而一道身影却是抢先冲了过来，挡在了叶晨的面前。来人不是别人，正是观战的孙长老。小子，还想在我面前逞凶？孙长老冷哼了一声，随即强大的气势从其身上释放了出来，当场将叶晨给震飞了出去。叶晨只觉得体内气血翻涌，没想到这个孙长老竟然这么强，光是气势就将自己给震飞出去了。好在叶晨现在不是凡体，肉身强横，否则仅仅只是这一道气势，叶晨就要身受重伤了。而孙长老也是十分诧异的看着叶晨，没想到叶晨竟然只是被震飞出去，并没有受伤，这倒是让他有些意外。叶晨皱着眉头，死死盯着孙长老，咬牙问道：一战是生死战，只论生死，我杀他也是情理之中。孙长老为何拦我？我为何拦你？我做事还需要给你理由？你算是什么东西？孙长老不屑地冷哼了一声，难道就因为你是天剑圣地的长老，就可以如此藐视生死战的规矩？叶晨不服气地开口，一字一句地质问道：规矩？孙长老闻言哈哈大笑了起来，随即十分不屑地说道：在这小小的青岩城，我就是天，我就是规矩，你区区一个炼体境修士也敢质问我？谁给你的胆子？孙长老勃然大怒道，强大的气势瞬间从孙长老的身上释放了出来，直奔着叶晨冲击了过去。原本还想要上前的叶家众人也被孙长老的气势给压制的动弹不得，众人咬牙坚持，却是无法迈出一步。孙长老，杀了他，替言儿报仇！赵玄风在一旁大声喊道：区区一个天剑圣地外门长老而已，竟然敢如此仗势欺人！伴随着一道悦耳的声音传来，只见到一名女子从远处飞来，女子身穿一袭白衣，蒙着面纱，虽然看不清容貌，但无论气质还是身材，那都是最顶级的存在。叶晨和孙长老见到女子的时候都愣住了，二人都没想到她竟然会出现在这里。虽然看不清楚容貌，但光是从气质和身材，叶晨就已经认出来，此人就是将他掳走的那名仙女。在场众人见到女子的那一刻，也都被其身上的气质给惊艳到了，这简直就是画中仙子。没想到在这里会出现如此完美的女子，即便是看不清容貌，众人也知道此女子绝对是世间一等一的美人。只是让众人有些疑惑的是，此等完美的仙女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而刚刚还气势十足的孙长老，在见到这名女子之后，身上的气势瞬间消失不见，脸上的怒容也瞬间转换，满脸笑容的看向了来人。叶晨则是有些心虚的看着眼前女子，心中有些忐忑，毕竟若她是来找自己算账的话，那可就不好办了。这位女子的到来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一瞬间成为了全场焦点。没办法，她的气质实在是太出众了。楚溜儿怔怔地望着空中的女子，虽然没有见到女子容貌，但光是气质和身材就让她这个青岩城第一美女觉得有些自惭形秽。原本气焰嚣张的孙长老，此刻却是满脸笑容，冲着眼前女子躬身施礼道：孙骁见过圣女。圣女！在场众人闻言无不倒吸一口凉气，满脸震惊地看着眼前女子。谁也没想到有生之年竟然能够在青岩城亲眼见到天剑圣地的圣女。天剑圣地圣女那是什么身份？完全超出了众人的认知。若不是今日圣女亲临，他们这辈子都没有这个荣幸见圣女一面。参见圣女殿下！参见圣女殿下！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的青岩城众人也不知道是谁开的头，纷纷躬身施礼，十分尊敬地冲着圣女参拜了起来。女子头戴面纱，俯视着在场所有人，目光最终落在了叶晨的身上。叶晨见状，心里顿时咯噔一下，心想这女子还真是来找他的。叶晨知道此人实力不俗，身份地位肯定不一般，可他万万没想到，眼前女子竟然是天剑圣地的圣女。自己睡了天剑圣地的圣女？不对，应该说是自己被天剑圣地的圣女给睡了。天剑圣地的圣女瑶溪看着叶晨，缓缓开口，声音清冷地说道：怎么不认识我了？圣女这一句话让在场众人再一次大吃一惊，纷纷一脸诧异地看向了叶晨，心想这叶晨竟然跟圣女认识。叶家众人心中兴奋不已，没想到叶晨竟然认识圣女，那去天剑圣地的事情岂不是就好办了？今日的事情也有人给撑腰了，叶家的危机迎刃而解。可恶，这叶晨竟然认识圣女殿下，他凭什么认识圣女殿下？赵玄风气得直咬牙，怀中抱着赵岩，死死盯着远处的叶晨，咬牙切齿地说道：真是该死！原本以为仗着孙长老可以彻底压制叶家，孙长老只需要略微出手就可以轻松灭了叶家，可没想到半路竟然杀出来一名圣女，就连孙长老都得毕恭毕敬，那他们还怎么对付叶家？以后岂不是要对叶家马首是瞻？妍儿被重伤的仇岂不是报不了了？这怎么能让赵玄风甘心？叶晨怕圣女是来找他报仇的，自然是打死都不会承认。
不由得装糊涂的说道，竖在下眼桌，还真没看出来你是谁。我不记得我认识天剑圣地的圣女。叶晨心想，只要自己不承认身为天剑圣地的圣女，为了维护自己的光辉形象，她绝对不会当众杀了自己。你敢说你不认识我？姚希闻言顿时皱起了眉头，随即一挥手，叶晨感觉到跟之前一样，自己毫无反抗之力的被姚希给带走。青岩城外的树林中，姚希死死盯着叶晨，目光冰冷。叶晨此刻心跳加速，有些紧张的看着姚希，强装镇定的说道：“圣女殿下，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真的不认识你啊！我认错人。”姚希冷哼了一声，狠狠瞪了叶晨一眼，随即摘下了面纱，露出了那张完美的脸，问道：“现在呢？你还不认识我？”饶是叶晨跟姚希发生过关系，如今近距离再一次见到姚希的容貌，还是会被惊艳到。叶晨盯着姚希的脸，一时间有些看呆了，美实在是太美了。姚希看到叶晨看自己看呆了，嘴角不由得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开口说道：“你以为你跑了我就找不到你了？怎么提起裤子就打算不认账了？”此话一出口，姚希就想到了之前的情景，白皙的脸颊上瞬间布满了红晕，甚至连耳朵都红了起来。姚希心想自己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出来，真是不知羞。回过神来的叶晨咽了口水，随即笑道：“你真的认错人了，我真的没见过你。就算是你一口咬定你不认识我，你觉得我就不能杀你了？”姚希沉声说道：“我想杀你，不过是随手的事情。”叶晨闻言心瞬间提到嗓子眼了，此刻的他真的不是圣女的对手，完全就是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放心吧，我不是来杀你的，不用害怕。姚希看着紧张的叶晨说道：“我若是想要杀你的话，都不用我出手，孙长老就能随手杀了你。你觉得你能活到现在吗？”叶晨闻言这才松了一口气，笑着说道：“早说啊，我以为你是来杀我的。”然而叶晨的话刚说完，只见到刚刚还带着笑意的姚希瞬间面若寒霜，目光冰冷地盯着叶晨，杀意十足地威胁道：“我来是警告你，你与我之间的事情，你若是敢泄露出去半个字，我会立即杀了你，不管你跑到哪里，天涯海角，我都会找到你。”叶晨闻言连连点头道：“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说出半个字的，保证不会毁了您的名誉。”叶晨没想到这个女人变脸的速度竟然这么快，上一秒还说不杀自己，下一秒就已经杀气腾腾。那是一场意外，我是因为中毒了，否则以你的修为根本无法入我眼。我姚希的男人必须要比我强。”姚希十分高傲地说道。“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姚希看着叶晨话锋一转：“机会？”叶晨闻言顿时眼前一亮，十分好奇地盯着姚希：“你跟我去天剑圣地，只要你能够在3年内成为天剑圣地的圣子，并且凭实力打败我，我就承认你是我的男人。”姚希十分认真地说道。这叶晨闻言有些愣住了，十分无奈地说道：“这是机会，3年内成为天剑圣地的圣子，还要打败你，这简直就是难如登天。这是命令，若是你做不到的话，我会杀了你。”姚希冷冷地说道。“啊！”叶晨闻言顿时傻眼了，没想到姚希这么狠，一言不合就要杀了自己，不就是自己睡了他吗？至于吗？不对，准确的说是自己被他给睡了。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你也不用想着耍花招，在我面前你逃不掉，你只有这一条路可选择。”姚希冷冷地说道。叶晨知道自己没得选，不由得一咬牙，点头说道：“3年就3年，等我成为圣子，亲手打败你，到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你，我等着你。”姚希闻言非但没有动怒，反而充满挑衅意味地说道：“就怕你没有那个实力，小瞧我有没有实力，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叶晨哼了一声，意味深长地说道：“呸，你这个下流的色胚，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姚希脸色涨红，做事就要对叶晨动手。叶晨见状，连忙摆手求饶道：“错了，我错了，圣女大人，您大人大量，就不要跟我一般见识了。何况我是被动的，你还说？”姚希闻言顿时瞪起了眼睛，不过一想到是自己抓的叶晨，姚希的俏脸就更红了，甚至心都在砰砰直跳。“再废话，我现在就杀了你！”姚希板着脸冷声说道。叶晨也知道适可而止，若是真的将姚希给惹生气了，那后果不堪设想。“跟我回天剑圣地。”姚希用命令的口吻说道。叶晨闻言则是说道：“我这边还有一些事情没处理完，等我处理完这边的事情再去天剑圣地可以吗？随你便，反正你只有3年的时间，若是将时间浪费在这里，3年之后达不到我的要求，那你只有死路一条。”姚希语气冰冷地说道。“我知道。”叶晨郑重地点了点头。“知道就好，这是天剑令，你拿着它随时可以进入天剑圣地。”姚希说着话翻手拿出了一枚令牌，递给了叶晨。“记住，你只有3年的时间。”姚希再一次强调了一句，随即转身御剑离去。叶晨看着姚希离去的背影，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成为天剑圣地圣子，到时候将姚希这个圣女压在身下，让她知道自己的厉害。最主要的是跟姚希双修，造化之力给的多，只可惜现在姚希肯定不答应，否则不用3年，叶晨就能凭借着造化之力成为天剑圣地圣子。叶晨也没想到姚希竟然能够找到这里来，不过今日也多亏了他的出现，否则还真不好办了。毕竟整个叶家也没有人是孙长老的对手。叶晨返回了叶家，而在场的众人没有得到圣女的命令，谁也不敢轻易离开，生怕惹怒了圣女。“怎么你自己回来了？圣女呢？”叶庆有些疑惑地看着叶晨问道。
在场众人也十分疑惑地看着叶晨，为何圣女没有回来？走了。叶晨想都没想地回复道：走了，她来就是为了看你一眼，然后就这么走了。叶青一脸诧异地看着叶晨，满脸的疑惑不解，实在是搞不懂到底怎么回事。你跟为父说说，你是怎么认识圣女的？叶青好奇地问道。前些日子进天妖山脉，危急时刻赵岩带着楚灵儿跑了，将我自己扔在了那里，还出手偷袭我，将我打成重伤。碰巧圣女路过，随手将我给救了下来。圣女可能是看我天赋好，想要让我加入天剑圣地，只是当时她有急事没来得及说，这不找到这里，让我加入天剑圣地。叶晨随口编了一套说辞，只不过真假参半，血口喷人，我儿才不会那样做，何况就凭你的天赋实力，怎么可能让圣女主动来找你？赵玄风死死盯着叶晨，用手指着叶晨大声吼道：我看分明就是圣女认错了人，所以才会离开，你这样的人根本不可能被圣女看中，还说什么圣女亲自请你加入天剑圣地，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也配？赵玄风一脸鄙夷地看着叶晨出言嘲讽道。赵玄风看向了一旁的孙长老，恳求道：还请孙长老为我儿主持公道，杀了这个满嘴胡言乱语影响天剑圣地名声的家伙，我儿可是天剑圣地的弟子，他重创了天剑圣地弟子，理应受罚。赵玄风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句，连借口都为孙长老想好了。赵玄风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生死战就是知论生死，现在赵岩只是重伤还没死，这已经是叶晨手下留情了，你还想怎么样？叶庆气的脸色铁青，大声反驳道。赵玄风对此却是充耳不闻，只是看着孙长老，想要孙长老为他撑腰，只要孙长老动手，那就可以轻松灭了叶家。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孙长老此刻却是全然没有出手的意图。非但如此，孙长老还狠狠瞪了赵玄风一眼，正义凛然地说道：我身为天剑圣地外门长老，岂会如此不分是非对错？生死战，叶晨没有杀赵岩，就已经是手下留情了，你们赵家应该感谢人家的不杀之恩。赵玄风闻言彻底愣住了，一脸疑惑地看着孙长老问道：孙长老，你怎么？我怎么了？我公平公正，秉公执法。没等赵玄风话说完，孙长老就直接将其打断，大声呵斥道：还不赶紧道谢，然后带着赵岩滚回赵家养伤。别怪我没提醒你，若是伤势治疗不及时，留下什么隐患，到时候天剑圣地可就不收了。赵玄风傻眼了，整个人完全懵了，不知道为何孙长老前后态度转变如此之大，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孙长老已经发话了，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冲着叶晨说道：多谢手下留情，这份恩情我记下了。赵玄风故意在恩情两个字上加重了语气，叶晨闻言却是嘴角泛起了一丝不屑的冷笑，完全不将赵玄风等人放在眼里。之所以不继续追究了，完全是想给孙长老一个面子，毕竟孙长老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很明显是不想让自己杀了赵岩。叶晨即将成为天剑圣地的弟子，自然不想得罪孙长老，至于赵岩，以后有的是机会杀他。而孙长老之所以态度转变得如此之快，是因为瑶溪给他传话了，让他看着叶晨，带叶晨加入天剑圣地，圣女亲自招收进天剑圣地之人，这叶晨跟圣女的关系肯定不一般，他自然不想因为赵家而得罪叶晨。对了，这天剑令我也有，还是刚刚圣女亲手给我的。叶晨看着即将离开叶家的赵玄风等人，把玩着手中的天剑令，漫不经心地说道：天剑令？真的是天剑令？在场众人见状顿时瞪大了眼睛，满眼羡慕地看着眼前的天剑令，谁也没想到叶晨竟然真的获得了天剑令。楚离儿满眼羡慕地看着叶晨手中的天剑令，看向叶晨的眼中也闪过了一丝异样的光彩，随即拉了一下身旁楚萧龙的衣袖。楚萧龙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看了眼楚灵儿，随即点了点头。二人心照不宣，之前只有赵岩是天剑圣地弟子，如今叶晨也是，那二人之间选择谁就很简单了。刚刚想要走出叶家的赵玄风顿时浑身一颤，随即回过头看向了叶晨手中的天剑令，只见到叶晨手中拿着一枚巴掌大小的银色令牌，一面刻着天剑二字，一面刻着一个令字，跟孙长老之前给赵岩的天剑令一般无二。赵玄风只感觉脑袋嗡的一下，没想到叶晨竟然真的得到了圣女的赏识，获得了天剑令，难怪孙长老的态度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赵玄风无奈之下，只能灰溜溜地带着赵岩离开叶家。不管怎么样，先治好赵岩的伤势，这笔账只能暂时先记下，以后有机会再找叶晨算。赵家人离开之后，叶家众人的目光纷纷看向了一旁的楚家众人身上，毕竟他们可是要来退婚的。之前叶家处于劣势，他们楚家落井下石，而现在叶家站起来了，自然不将楚家放在眼里了。恭喜恭喜啊！恭喜叶晨成为天剑圣地的弟子，我就说我没看错人，从小我就看你天赋异禀，将来肯定有出息，没想到真是厉害了，让天剑圣地圣女亲自来送天剑令，比赵岩强了100倍。楚萧龙好像是完全忘记了他是来干什么的，不顾一旁叶家众人的目光，对着叶晨竖起了大拇指，满脸笑容的大声夸赞了起来。赵岩跟叶晨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赵岩连给叶晨提鞋都不配。楚家大长老也在一旁大声附和道。叶青看了眼楚萧龙和楚家大长老等人，板着脸忍不住开口道：我记得你们楚家众人兴师动众，今日来我们叶家是来退婚的，刚刚不是还说叶晨比不上赵岩吗？
怎么现在又反过来了？叶家大长老在一旁冷哼了一声，说道：“是看叶晨实力强，有天剑令，现在又来巴结我们叶家了。你们楚家如此墙头草的做派，真是令人觉得作呕。你们自己说出这样的话，自己不觉得脸红吗？就是刚刚还不将我们叶家放在眼里，跟着赵家一起来上门闹事，现在又如此做派，拿我们叶家当什么了？今日就算是你们楚家不退婚，我们叶家也要退婚。楚灵儿根本配不上我们家叶晨。”叶庆冷哼了一声，态度十分强硬地说道：“刚刚赵家和楚家联手上门给叶家带来的屈辱，这一刻叶庆要全部返还回去。说得对，楚灵儿配不上叶晨。”叶家众人也跟着大声附和了起来。这一次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把，将刚刚憋在心里的怨气全部释放了出来。不仅仅是楚萧龙、楚家在内的所有人见到叶家如此态度，神情也都变得尴尬了起来。要怪只能怪之前他们判断失误，以为靠上了赵家这座靠山，甚至还妄想着让赵岩将楚灵儿也带去天剑圣地，借助赵家一飞冲天。结果没想到玩砸了，赵岩完全不是叶晨的对手，而被他们看不上的叶晨更是得到了天剑圣地圣女的青睐，圣女亲自给送的天剑令，这赵岩怎么比？为了楚家，为了女儿的未来，即便是豁出去老脸，楚萧龙也要将婚事给做实了。楚萧龙满脸堆笑的看着叶庆说道：“叶庆兄，不要动怒，之前我也是身不由己，毕竟我身为楚家家主，一切都要以楚家的利益为重，许多事情都不是我本意。赵家是大，压我楚家一头，赵岩又即将成为天剑圣地弟子，你说我敢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这件事情的确是我做的不对，我在这里给叶家赔不是了。不过你们要相信我，以后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楚萧龙信誓旦旦地说道。“所以这婚事，我看还是先不要退了吧。实在不行，现在就让两个孩子完婚，这总能看出我楚家的诚意了吧？”楚萧龙十分认真地说道。叶庆闻言却是不为所动，并没有答应楚萧龙，而是转头看向了叶晨，询问叶晨的意见：“你怎么看？这毕竟是你的婚事，你自己做主，你想怎么办？为父都支持你。”叶庆沉声说道。叶家众人也跟着附和道：“这件事情你自己说了算，你若是还喜欢楚灵儿，那我们叶家可以不计前嫌，现在就给你们操办婚事。”楚萧龙闻言顿时眼前一亮，脸上的笑容更盛。叶晨对他女儿那可是一直都很好，在他看来，叶家众人不阻拦，让叶晨自己拿主意，那这件事情就稳了。叶晨怎么可能不喜欢自己女儿呢？一直低着头的楚灵儿此刻也抬起了头，满眼期待地看向了叶晨。然而叶晨却是摆了摆手说道：“这婚事就算了吧，变了心的女人我叶晨不要，你还是去找你的赵岩哥哥吧。”这楚萧龙闻言顿时傻眼了，没想到叶晨竟然会拒绝得如此干脆，这完全出乎了他的预料。楚灵儿闻言也是瞪大了眼睛，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叶晨，随即眼圈湿润，脸色涨红。“不管你信不信，我只想告诉你，我之前的所作所为都是被赵岩胁迫，是迫于赵岩天剑圣地弟子的身份，我喜欢的人一直都是你，跟赵岩只是逢场作戏。”楚灵儿说着话委屈地哭了起来，随即转身朝着叶家外跑去。“退婚一事我们以后再说，我们都先冷静冷静。”楚萧龙满脸歉意地说了一句，随后带着楚家众人借着追楚灵儿的由头离开了叶家。叶晨闻言却是嘴角泛起了一丝冷笑，他完全不将楚灵儿放在眼里，楚灵儿的话他一个字都不信。对于这个曾经联合赵岩想要杀自己的女人，叶晨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好感，这样的女人不要也罢。叶家众人此刻脸上都洋溢着笑容，这一次真是扬眉吐气，狠狠出了一口恶气。叶庆则是看向了一旁还没有离开的孙长老，笑着说道：“让孙长老您看笑话了。”孙长老笑着说道：“这是你们的家事，我管不着，你们之间的恩怨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我在这里是奉圣女之命，等叶晨处理好这边的事情，好带叶晨回天剑圣地。既然如此，不如孙长老就在我叶家住下吧，我这就吩咐人摆上酒席，等吃了今晚这顿饭之后，明日就让叶晨跟孙长老回天剑圣地。”叶庆连忙说道：“那也好。”孙长老点了点头。不多时，叶家酒席准备好了，整个叶家都开始狂欢了起来，为叶晨能够加入天剑圣地而高兴。孙长老没有回赵家，让赵玄风更是心里没底。孙长老是他们唯一的人脉，若是孙长老都站对叶家的话，那他们赵家就彻底没戏了，以后只能夹起尾巴做人了。酒足饭饱之后，叶晨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刚刚躺下，门外就传来了脚步声。“叶晨，我有话要跟你说。”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楚灵儿。”叶晨闻言有些疑惑，随即脸上露出了一抹坏笑，开口说道：“门没锁，进来吧。”“叶晨，我想跟你好好谈谈。”楚灵儿推门进来，反手将门给插上，站在门口，深情款款地看着叶晨。叶晨借着月光看着穿着清凉露出大片风光的楚灵儿，加上还是夜里，立刻就清楚楚灵儿想要干什么了。叶晨笑着说道：“你想怎么谈？”楚灵儿笑着走到了叶晨的床边，伸出纤纤玉指拉住了叶晨的手，缓缓将叶晨的手拿起来，放在了自己胸口心脏的位置。叶晨顿时明白怎么回事了，既然有美人投怀送抱，那他自然是来者不拒了，更何况叶晨还正愁不知道去哪里弄造化之力呢。叶晨一把将楚灵儿拽到了怀中，三下五除二的就将楚灵儿给扒光了，紧接着欺身压了上去。这一次楚灵儿就是为了勾引叶晨而来，
想要跟叶晨的名分做实了，自然是十分的配合。叶晨为了造化之力，那也是相当的卖力气，一直到天快亮了，这才停了下来，搂着楚灵儿沉睡了过去。清晨，外面嘈杂的声音将叶晨和楚灵儿吵醒。叶晨立刻检查了一下体内的阴阳造化鼎，自己昨夜那么卖力气，获得了多少造化之力？然而让叶晨没想到的是，一夜不管他与楚灵儿双修多少次，都只能获得50造化之力，这让他有些无奈。而这50造化之力，叶晨也并没有急着使用，准备等到了天剑圣地再说。楚灵儿眼睫毛动了动，随即睁开眼睛看着身旁的叶晨，说道：“我整个人都是你的了，你还不准备娶我吗？我跟赵岩真的只是逢场作戏，我的第一次也给了你，你难道真的这么狠心吗？”叶晨闻言面无表情地说道：“若不是看在你陪我的份上，我早就动手杀了你了。毕竟你跟赵岩当初可是要置我于死地，你觉得我会原谅你们？”叶晨冷哼了一声：“当初是我做的不好，我也不奢求你娶我，我只希望你不要针对我们楚家，放我们一条生路。”楚灵儿楚楚可怜地看着叶晨，哀求道：“叶晨早就不是当初那个满眼是他，毫无保留的对他好的那个叶晨了。现在的叶晨，他只能仰望，他自知自己配不上叶晨，只能希望叶晨放过楚家。”叶晨沉声说道：“看在你陪我的份上，我可以不追究你之前的事情，只要楚家老老实实的，我自然不会针对楚家。”叶晨说完话，起身离开了房间。叶庆带着叶家众人在院中已经等候多时了。不仅是叶家众人，楚萧龙也早早来到了叶家，舔着脸来给叶晨送行，伸手不打笑脸人。楚萧龙如此低姿态，叶家众人也不好说什么。孙长老站在叶庆身边，看着走出来的叶晨，开口询问道：“可准备好与我一起去天剑圣地了？”“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出发。”叶晨郑重点了点头，说道：“那我们就出发吧。”孙长老说着，画一柄飞剑凭空出现，迎风便掌，变成了足够2个人站在上面的宝剑。孙长老站在飞剑之上，对叶晨说道：“上来吧，我带你去天剑圣地。”“好。”叶晨点了点头，随即跳上了飞剑。到了天剑圣地，一定要努力修炼，千万不要懈怠，凡事自己多注意，多加小心。叶庆不放心地对着叶晨嘱咐道：“放心吧，父亲。”叶晨冲着众人挥了挥手，随即在孙长老的带领下，直接腾空而起，御剑直奔着天剑圣地而去。叶晨这边刚刚离开，只见到收拾好的楚灵儿从叶晨的房间中走了出来。见到外面这么多人，楚灵儿满脸害羞，低着头不敢看众人，尤其是人群中的楚萧龙。“你怎么在这里？”楚萧龙故作惊讶地看着楚灵儿，随即看向了一旁的叶庆，质问道：“叶兄，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解释？我女儿怎么从叶晨的房间出来的？昨晚他们干了什么？”叶庆见状也是一脸的错愕。昨晚陪着孙长老喝酒，他喝多了，其余众人也都高兴多喝了一些，谁都没有注意到楚灵儿是何时进入的叶家。我也不清楚怎么回事，不如问问你女儿吧。我儿叶晨也已经去天剑圣地了，一切都要等他回来再说了。叶庆有些无奈地说道。楚萧龙借题发挥道：“今日之事绝对不能这么算了，你们叶家不能毁我女儿清白，我看这婚事就定下来吧。叶晨已经去了天剑圣地，婚事还是等他回来再说吧。”叶庆连忙说道：“反正以后都是一家人，不急于这一时。”楚萧龙脸上露出了笑容，随即看着楚灵儿呵斥道：“你怎么跑叶晨房间去了？我想着跟叶晨解释解释，昨夜叶晨喝多了。”楚灵儿越说越害羞，最后那几个字没有说出口。不过在场的众人也都明白怎么回事了。行了，叶晨也不是那不负责任的人，等他从天剑圣地回来再说吧。跟我回家。楚萧龙瞪了楚灵儿一眼，带着楚灵儿离开了叶家。这楚家是要沾上我们叶家呀？叶家众人皱着眉头说道。叶庆沉思了片刻，说道：“等叶晨回来再说，这种事情还是让叶晨自己做主吧。我们叶家暂时不针对楚家，至于赵家，我们一起商讨一下。”叶晨沉声说道。叶晨这边在孙长老的带领下，御剑飞行，直接朝着天剑山脉飞去。天剑山脉的山峰直插云霄，仿佛一柄柄插在地上的宝剑，一山更比一山高。天剑圣地位于天剑山脉中央，以天剑峰为中心，朝着四周扩散开来，几乎囊括了整个天剑圣地。期间，叶晨见到许多人御剑飞行，穿梭在云海之中，看得他是羡慕不已。叶晨也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加快速度修炼，争取早日能够御剑飞行。孙长老将叶晨带到了外门广场之上，将叶晨交给了一旁的女子，吩咐道：“新入门的外门弟子，你带他去制作身份令牌，安排好住处。”是。女子闻言点了点头，声音轻柔的开口说道：“跟我来吧。”叶晨打量着眼前女子，其容貌姣好，明眸皓齿，身材纤细，一袭火红色的紧身衣让原本就纤细的腰肢更显得盈盈一握，仿佛一用力就能够扭断一样，真是个妖精。叶晨忍不住在心中腹诽了一句。在下叶晨，见过师姐，还不知道师姐您的芳名。叶晨跟在女子身后，笑着问道：“我叫红烛。”女子淡淡的说了一句。而这个时候，叶晨体内的阴阳造化鼎颤动了一下，一道信息传入了叶晨的脑海之中：与红烛双修可获得造化之力。什么？叶晨闻言顿时眼前一亮，忍不住继续打量着眼前的红烛师姐。造化之力可是了不得的好东西，可如何获得让叶晨有些犯难了。总不能上去就问师姐：“你愿意与我双修吗？”这不被红烛师姐把屎打出来，
都算自己拉得干净。叶晨一路上都在想着如何才能让红竹师姐帮助自己，奈何绞尽脑汁也没想到什么好的办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顺其自然了。红竹师姐，你来天剑圣地多久了？现在是什么境界？叶晨好奇地问道。我拜入天剑圣地已经10年了，现在是聚气境巅峰，由于资质愚钝，始终无法突破至先天境。红竹说话间，嘴角露出了一丝无奈的苦笑。叶晨之后还想要问些什么，只是红竹都没有搭话，带着叶晨办理了入宗门的身份，也就是将一滴精血滴入了天剑令之中，同时由专门的长老将叶晨的名字刻在其上。这天剑令以后就是叶晨的身份令牌了。叶晨以后只要随身携带天剑令，就可以自由出入天剑圣地了。由于叶晨有圣女给的天剑令，省去了入门考核这一项，否则还需要经历严苛的入门考核，只有通过考核之人才能成为天剑圣地的弟子。叶晨又在红竹的带领下领取了宗门福利，刚入门的弟子都可以领到1瓶百草叶以及1颗聚气丹。领取完宗门福利，叶晨又在红竹的带领下挑选了自己的住处。由于天剑圣地外门很大，弟子之间都不怎么挨着，叶晨也找了一个偏僻的住下。事情办完了，你安心修炼吧，等你突破至聚气境，可以去外门功法阁挑选合适自己修炼地功法。红竹淡淡的叮嘱了一句，紧接着就转身离去。红竹师姐，如何才能帮你突破桎梏？叶晨看着红竹的背影，忍不住开口询问道。红竹闻言身形一顿，没有转头，只是淡淡的说道，破境丹，只有破境丹可以帮助我突破至先天境。红竹说完话，不由得摇了摇头，心想跟叶晨这个新来的师弟说这些也没有用，甚至叶晨可能连破境丹是什么都不清楚。破境丹？叶晨闻言眉毛一挑，随即看着红竹的背影问道，师姐，若是我得到破境丹，你拿什么跟我换？你若是有破境丹的话，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红竹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随即快步消失在了叶晨的眼前。叶晨回到自己的房间，将院门和房间门都锁好之后，祭出了阴阳造化鼎，50造化之力，不知道够不够将聚气丹强化至破境丹。叶晨看着阴阳造化鼎，直接将聚气丹给扔了进去，心念一动问道，可否将聚气丹强化至破境丹？叶晨说完心中也没底，有些紧张地看着眼前的阴阳造化鼎，毕竟他也没试过可不可以指定强化。然而下一刻，只见到阴阳造化鼎中泛起了金光，金色光芒越来越刺眼，造化之力在其中不断运转。片刻之后，金光消失，叶晨之前扔进去的聚气丹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颗泛着金光的丹药悬浮在阴阳造化鼎之中。紧接着一道信息传入了叶晨的脑海之中，消耗50造化之力，聚气丹强化至破境丹，成了。叶晨见状大喜，没想到竟然真的可以指定强化。只不过让叶晨没想到的是，将聚气丹强化至破境丹，竟然消耗了他整整50造化之力。要知道他可只有50造化之力，这样一来，他现在又没有造化之力了。原本还想着将百草叶给强化一下呢，现在看来只能这么用了。叶晨现在是炼体巅峰，急需突破至聚气境，原本百草叶配合着聚气丹，可以大大提高聚气的成功率，如今没有了聚气丹，破境丹又不能用，他只能硬着头皮服下百草叶试试了。毕竟若是不突破聚气境的话，叶晨也不敢去找红竹，万一红竹动歪心思对他动手的话，炼体境的他根本没有自保之力。叶晨收起了阴阳造化鼎，看了眼手中的百草叶，将玉瓶打开，顿时一阵沁人心脾的草木清香传来。叶晨拿在鼻子前用力闻了闻，紧接着放在嘴前，一仰头一饮而尽。百草叶入口清凉，进入腹中之后，叶晨只感觉到有一股精纯的能量从其中释放了出来。叶晨立刻盘膝坐在床上，仔细感受着其中的能量，尝试着控制这股能量，让其游走于自己的四肢百骸，运行1个周天之后，让其朝着丹田部位冲了过去。与此同时，叶晨也在仔细感受着四周的天地灵气。天剑圣地之所以被称之为圣地，就是因为这里的天地灵气异常浓郁，是外界的数倍不止。而这还只是在外门，若是进入内门的话，天地灵气会浓郁到什么地步，简直不敢想象。伴随着百草叶中的能量冲入丹田之中，叶晨的丹田仿佛轰然炸开了一般，丹田从一块顽石变成了一个空间，能够容纳更多的天地灵气。叶晨立刻调动丹田，伴随着呼吸吐纳，将四周的天地灵气吸入自己体内，经过经脉的运转吸收，最终汇聚于丹田之中。聚气境成了。叶晨见状，顿时眼前一亮，没想到自己如此轻松的就突破至聚气境了。而叶晨之所以如此轻松突破至聚气境，完全靠着阴阳造化鼎将他的肉身强化成了灵体。若是凡体想要突破，单单靠百草叶根本无法如此轻松。对于拥有着先天剑体的叶晨来说，那突破至聚气境自然如此轻松。甚至有的一些特殊体质生来就是聚气境，更有一些强大的体质生来就是先天境。突破至聚气境的叶晨可以聚集天地灵气于丹田，与人对战之时可调动丹田内的天地灵气，有着天地灵气加持，实力自然更强。叶晨突破聚气境之后，看了眼手中的破境丹，准备拿破境丹去找红竹师姐。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声音从门外传来，有人大声喊道：“新来的，赶紧出来！”叶晨听出来外面的人口气不对，就知道来者不善，不由得皱着眉头走了出来。
只见到门外站着2个人，一高一矮，高个子的男子比较瘦，而那名矮个子男子却是十分壮实，2个人看起来十分反差。2人见到叶晨出来，立刻上下打量叶晨：“你小子就是那个新来的，知不知道这里的规矩？”为首的瘦高男子出声问道：“规矩？什么规矩？我只知道宗门的那些规则，我已经记下来了。”叶晨故作疑惑地说道：“新来的要上交你的百草叶和聚气丹。”矮壮男子直截了当地说道：“这是谁定的规矩？”叶晨闻言皱起了眉头，好奇地问道。矮壮男子不耐烦地说道：“你别管是谁定的规矩，今日我兄弟2人来了，就不可能空着手回去。你若是乖乖交出来的话，我们兄弟2人也不会为难你，就当是交个朋友。到时候你在这外门，我们兄弟2人罩着你。我若是不上交呢？”叶晨沉声说道：“你觉得我们2个是在跟你商量吗？”为首的高个子男子冷哼了一声，眼中更是闪过了一道寒光。宗门不允许杀同门，但没有说不允许弟子之间切磋。你若是不识相的话，那我们兄弟2人就要跟你好好切磋了。矮个子男子出言威胁道。矮个子男子原本以为叶晨肯定会被吓到，毕竟一个刚入门的新人，怎么敢跟他们动手？他们可都是具气境2重的修为，收拾一个练体境的修士，还不是手到擒来？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叶晨根本不怕他们，直接开口说道：“那我倒是想要领教一番。”叶晨说话间直接拔出了腰间的清风剑，随时准备动手。握住清风剑的那一刻，叶晨整个人的气势都发生了转变。此刻的叶晨仿佛一柄出鞘利剑，锋芒毕露。2人一瞬间反倒是被叶晨的气势给吓到了，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避其锋芒。2人对视了一眼，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震惊之色。眼前的叶晨跟之前的那些人都不一样，最主要的是叶晨手中的剑竟然是终极宝器，比他们2个人的还要好。2人死死盯着叶晨手中的清风剑，眼中满是贪婪之色。一个新人拿这么好的剑，岂能不让人觊觎？这柄剑可是要比聚气丹和百草叶值钱多了，若是能够据为己有的话，那可赚大了。上！2人使了一个眼色，随即也顾不上那么多了，直接朝着叶晨冲了过去，准备联手先将叶晨给打服了再说。然而他们刚冲过去，还没等出剑呢，就见到叶晨动了。叶晨后发先至，手中清风剑犹如疾风骤雨一般朝着2人刺了过去。一瞬间，2人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2人只觉得眼前漫天剑影，快到让他们眼花缭乱，拼命抵挡都挡不住。仅仅只是几个呼吸，2人身上就分别多出了10几道剑伤。饶命！饶命啊！2人见势不妙，直接跪在了叶晨的面前，大声求饶。若是继续下去的话，他们怕被叶晨手中的剑给活剐了。叶晨也没想到这2个家伙竟然这么弱，早知道就不施斩疾风剑诀了。初来乍到，叶晨以为天剑圣地的弟子都很强，加上是1对2，所以一上来就施展了疾风剑诀。结果没想到这2个家伙太弱了，完全抵挡不住。好在叶晨手下留情了，他们身上的剑伤虽然多，但不致命。叶晨手持着清风剑，剑尖直指跪在地上的2人，冷声说道：“就你们2个这点实力，也敢找我麻烦？我看你们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我们错了，我们兄弟2人就是因为实力弱，所以才想着走捷径，抢一些新人的聚气丹，借着聚气丹好能够快点突破。”高个子男子带着哭腔说道：“这么说你们抢了不少人了？”叶晨瞪了他们2人一眼，冷声问道：“没有，你是第一个。”高个子男子连忙说道：“我是第一个，你在这骗谁呢？”叶晨闻言顿时眯起了眼睛，剑尖更是直指高个男子的脖子。男子吓得浑身一颤，说话都带着颤音：“没骗你，最近1个月只有你一个新人。”叶晨也懒得跟他们废话，直接开口说道：“将你们身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吧。”啊！2人闻言顿时一愣，一脸诧异地看着叶晨，万万没想到叶晨竟然准备抢劫他们啊！什么？要么交出值钱的东西，要么你们就准备成为废人吧。宗门不让杀人，但没说不让废人。叶晨语气冰冷地威胁道。这2人顿时傻眼了，迫于叶晨的威胁，他们2人只能从怀中掏出了自己的家底，1人2块下品灵石。我们只有这些灵石了。矮壮男子有些欲哭无泪地说道。若是我从你们身上搜出来更多的东西，你们2个可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叶晨冷哼了一声，再一次威胁道。真的没了，若是身上有多余的资源，我们也不至于出此下策。我们也是被逼无奈，想着能够在3个月后的外门弟子大比上获得一定的名次，所以才会出来抢聚气丹和百草叶。既然如此，那这4块灵石我就收下了，算是给你们一个教训，以后要走正道，修行一途还是要靠自己。叶晨一边将4块灵石收入囊中，一边正义凛然地说道。是。2人连连点头，紧接着站起身，逃也似的朝着远处跑去。原本想要欺负一下新人，没想到被新人给欺负了，真是丢人丢大了。高瘦男子忍不住吐槽道：“这件事情打死都不能外传出去，否则我们兄弟2人可就要名声扫地了。”我知道，丢不起这个人。矮壮男子满脸憋屈地说道。叶晨看着手中4块灵石，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没想到刚来就有人上门送灵石，不过这也让叶晨看出了修行一途的艰难，财履法地缺一不可。所谓的财就是修炼资源，哪怕是天剑圣地的外门弟子，为了修炼资源也要互相算计，甚至化身强盗。
世道如此艰辛，不知道红烛师姐愿不愿意为了破镜丹而现身呢？叶晨直奔着红烛师姐住处赶去。之前在选择住处的时候，叶晨特意留意了红烛师姐的住处，她住的地方距离红烛师姐就不是很远。师姐你在吗？我有事找你。叶晨站在红烛的院门外，冲着里面喊道。然而叶晨喊了一嗓子之后，发现并没有任何动静，不由得疑惑的又喊了一嗓子道：红烛师姐你在吗？我是叶晨，我有要事找你。什么事？红烛推门从房间里走出来，站在院子里看向了院外的叶晨，好奇的问道。那个，我可不可以进去说？这件事情比较重要。叶晨看了眼四周，小声说道。门没锁，你进来吧。红烛也没多想，开口让叶晨进了院子。叶晨推门进入院内，始终面带微笑的看着红烛。红烛好奇的看着叶晨问道，你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等等，你突破到聚气境了？这么快？红烛说话间这才察觉到叶晨的气息跟刚刚明显不同，之前的叶晨是练体境，而现在的叶晨很明显已经突破至聚气境了。红烛见状震惊的张开了小嘴，满脸不可思议的看着叶晨，毕竟这才刚刚离开没有多久，顶多不到1个时辰，叶晨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突破到了聚气境，这速度在整个外门恐怕也找不到第二个了。若不是之前接触了叶晨，知道叶晨是练体境，他还以为叶晨是隐藏实力了呢。你是想问我外门功法格吗？突破聚气境之后，你自己过去就可以了，拿你的身份令牌就能够随意进入其中，挑选一部适合你的炼气功法修炼。红烛以为叶晨是来找他带路的，耐心的给叶晨解释了一遍。叶晨则是笑着说道，我知道，我这次来是跟你说破镜丹的事情。破镜丹？红烛闻言一愣，随即死死盯着叶晨。叶晨看着红烛问道，我记得红烛师姐之前说过，若是我能给你弄到破镜丹，让你干什么你都愿意，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真心的？当然是真心的，只要你能够弄到破镜丹，什么条件都任你开。红烛点了点头，十分认真的说道，要知道破镜丹与聚气丹不同，聚气丹只是一品丹药，天剑圣地许多炼丹师都能炼制，即便是如此，价格也不便宜，一颗聚气丹需要100块下品灵石，许多外门弟子想要买一颗聚气丹，需要做许多任务，攒很久的钱才能买得起。而破镜丹乃是3品丹药，丹药每提升1个品级，价格则是翻倍涨，毕竟越是高品级的丹药，炼制起来越是不容易。加上天剑圣地乃是剑道圣地，门中修士大部分都是剑修，炼丹师稀缺，只有丹峰的几位长老才能够炼制破镜丹，成功率还很低，这也导致破镜丹的价钱更加的昂贵。红烛身为外门弟子，辛辛苦苦的攒钱，可依然买不起一颗破镜丹，这也是他被困在聚气境巅峰许久的原因。红烛只恨自己天赋不够，无法冲破瓶颈，更恨自己太穷，买不起一颗破镜丹。叶晨看着红烛满脸期待的样子，发现红烛师姐是愈发的好看了，她是典型的越看越耐看，腰肢更是细得吓人，盈盈一握，让人看着就忍不住想要握一下。叶晨听到红烛的话，不由得开口说道，若是我拿出了破镜丹，师姐可愿助我修行？助你修行？红烛闻言顿时一脸疑惑地看着叶晨，不明白叶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叶晨则是厚着脸皮解释道，我有一双修秘法，需要女子来帮助我修行，当然并不是采阴补阳，对你没有任何坏处，只要师姐你愿意陪我一晚，我就给师姐你一颗破镜丹，如何？叶晨说完话，内心有些忐忑地看着红烛，不知道他会不会答应，若是不答应，会不会动怒？一旦形势不妙，叶晨好第一时间跑路，将主意打到我身上来了，你还真是有胆量啊，竟然敢来我这里公然调戏我，你真当我没有脾气？红烛闻言勃然大怒，看向叶晨的眼中闪过了一道寒光，狠狠瞪着叶晨说道，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你一个新入门的弟子，是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敢来这里调戏我？红烛柳眉倒竖，大声质问道。红烛说着话，直接拔出了腰间的宝剑，一副准备要对叶晨动手的架势。师姐你误会了，我是很认真的来跟你做这个交易，若是师姐愿意，破镜丹我可以双手奉上。叶晨连忙摆手说道，若是师姐你不愿意的话，我这就走，保证不骚扰师姐。滚，立刻滚，别让我再看见你，否则我一剑杀了你。气头上的红烛根本不管那些，直接赶叶晨走。若不是宗门不让杀人，红烛刚刚就一剑杀了叶晨。叶晨则是一脸的无奈，没想到红烛师姐情绪如此激动，看来是没得谈了，只能摇了摇头，转身朝着院外走去。叶晨也知道自己太鲁莽了，有些操之过急了，只能以后慢慢来，慢慢培养感情，感情若是到位的话，一切都好说。红烛没有直接动手就已经是万幸了，否则少不了皮肉之苦。等一下，就在叶晨即将走出红烛院子的时候，红烛的声音却是在身后响起，叫住了叶晨。叶晨闻言顿时眼前一亮，随即转身看向了红烛，笑问道，师姐这是改变主意了？红烛没有回答叶晨的话，只是开口问道，你当真有破镜丹？叶晨点了点头，随即从怀中取出了装百草叶的玉瓶，破镜丹之前被叶晨装在了里面。红烛见叶晨拿出百草叶的玉瓶，不由得眉头紧皱，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这个家伙分明就是来调戏他的。然而就在红烛即将发作的时候，就见到叶晨从玉瓶中倒出了一颗丹药，正是他心心念念的破镜丹。不仅如此，叶晨手中的这颗破镜丹上泛着淡淡金光，
竟然还是极品破镜丹。红烛的眼睛顿时直了，死死盯着叶晨手中的破镜丹，根本挪不开目光，甚至还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竟然是极品破镜丹！红烛一脸震惊地看着叶晨手中的破镜丹，要知道极品破镜丹的价值可是要比破镜丹高出1倍不止。服用极品破镜丹，先天境内可破1境而完全没有副作用，甚至以他炼气巅峰的境界，服用极品破镜丹的话，不仅能够直接突破至先天境，甚至有可能直接突破至先天境2重。这诱惑力对于红烛来说不可谓不大，只是让他现身助叶晨修行，一时间还是让他有些难以接受。毕竟他跟叶晨才刚刚认识不久，虽然叶晨这个家伙看起来不招人烦，甚至还有些真诚，长得还挺帅，但毕竟刚认识，他绝对不能为了破镜丹而草率现身。叶晨看出来红烛十分想要自己手中的极品破镜丹，嘴角忍不住勾出了一抹弧度。只要红烛感兴趣就好，他想要就不怕他不同意。你这极品破镜丹是从何处得来的？红烛死死盯着破镜丹，好奇地问道。叶晨闻言则是笑着说道，这是秘密，不能告诉你，不过师姐你若是不想要的话，那我就留着以后我突破先天境的时候用，在下就不打扰师姐你休息了，我也要去挑选功法了。叶晨笑着将破镜丹收了起来，重新揣回了怀中。红烛的目光始终在打量着破镜丹，直到叶晨收起来，他才将目光看向了叶晨，随即开口问道，有没有别的条件吗？只要不让我陪你，别的条件随便你提。叶晨闻言摇了摇头说道，我需要师姐你助我修行，我也想尽快提升修为实力，而且我绝对不会亏待师姐你，跟了我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我会加倍对你好，再有破镜丹我会第一时间拿给师姐你。叶晨一脸真诚地看着红烛说道，你还能弄到破镜丹？红烛闻言有些吃惊地看着叶晨。叶晨闻言笑着说道，我能拿出1颗破镜丹就能拿出第2颗，只不过暂时只有这1颗。那也不行，你走吧，不用破镜丹我自己也能突破先天境。红烛哼了一声，还是拒绝了叶晨。师姐你若是想通了的话，随时来找我，我为你留门。叶晨笑着说了一句，随即转身离开。谁要你留门？想得美！哼！红烛红着脸哼了一声，随即转身回屋内，准备闭关再冲击1次先天境。他就不信靠自己的天赋实力冲不过这个瓶颈。叶晨这边离开红烛的院子之后，直奔外门功法阁。外门功法阁位于外门正阳峰的半山腰，乃是一处古香古色的3层实木阁楼，看起来并不是很大，甚至都比不上青岩城最大的酒楼。功法阁的大门一直敞开着，门口的摇椅上躺着一名老者，老者翘着2郎腿，手里拿着红色的酒葫芦，时不时地打开喝上一口，紧接着又躺在摇椅上闭目养神。叶晨一边打量着功法阁前的老者，一边朝着功法阁走了过去。等走到老者近前的时候，没等叶晨开口，老者就已经率先开口问道，新来的？叶晨闻言立刻拱手施礼道，弟子叶晨见过长老。身份令牌。老者抬眼看了叶晨一眼，随即伸出手，叶晨立刻将天剑令拿了出来，递给了老者。老者看了眼天剑令，随即点头说道，进去吧，新人只能进第1层，在那里选择你想要修炼地功法。叶晨点了点头，有些期待地走入了功法阁之中。功法阁1楼，里面地功法琳琅满目，根据属性不同，分别摆放在不同的架子上，每一个功法都写了一些大致介绍以及适合的修炼路线。叶晨简单的扫视了一眼，对于这黄级初阶地功法，他是提不起任何兴趣。要修炼，自然是要修炼更高级别地功法，只是奈何现在没有造化之力，他只能随便选一部功法用来暂时修炼，等有了造化之力，第一时间将功法给强化了。而在天剑圣地，外门弟子想要获得更高等级地功法，就需要做任务来获得宗门贡献点，以此来兑换相应地功法。不过外门地功法最高也只有黄级高阶，想要修炼更好地功法，则是需要成为内门弟子。只不过天剑圣地外门弟子众多，而内门弟子的数量却不到外门弟子的1/3，实在是先天境乃是一个坎，许多人都会卡再去弃境，无法突破至先天境。叶晨大致看了一眼这些功法，随即选了一本名为养气诀地功法。这部功法看起来平平无奇，没有任何属性加持，注重的是养体内灵气，修身养性，长期修炼可增加寿元。叶晨之所以选择这部功法来过渡，完全就是想要低调行事，先养好体内的气再说。当然他最看重的是能够增加寿元，谁不想活得长久？叶晨拿着养气诀走出功法阁，门外的老者见状有些诧异地看着叶晨说道，这部功法在外门几乎没有人修炼，你小子倒是有些与众不同。不过这部功法看似没有任何加持，实则可以帮助你夯实基础，在黄级功法之中算是很不错了，唯一的缺点就是效果有些慢。老者点评道，这部功法你拿回去抄录，10日内给我送回来。老者沉声说道，是。叶晨点了点头，随即拿着功法返回自己的住处。回到住处的叶晨先是将功法给抄录了下来，随即立即返回功法阁，将原本还了回去。事情都办完了之后，叶晨准备闭关修炼，先看看这养气诀如何。然而让叶晨没想到的是，拥有着灵体的他修炼起来要比寻常修士快得多，而养气诀只是黄级低阶功法，领悟起来十分简单，叶晨几乎是看一遍就彻底领悟了。天剑圣地天地灵气浓郁，四周的天地灵气开始朝着叶晨的体内汇聚而来，
叶晨运转氧气诀，将四周的天地灵气吸入体内，在体内运转周天之后，存储于丹田之中。伴随着叶晨丹田内的灵气越来越充足，叶晨的修为也在快速的增长。不到1天的时间，叶晨就从聚气境1重突破至了聚气境2重。叶晨见状，喜出望外，灵体修炼速度就是比凡体要快很多。为了提升实力，叶晨不敢有丝毫松懈，疯狂的运转氧气诀。而叶晨这一闭关就是10天的时间，直到10日之后的夜里，一道身影来到了叶晨的房门外，对着叶晨柔声喊道：“师弟，我可以进来吗？”叶晨闻言，顿时眼前一亮，因为这声音不是别人，正是师姐红烛。叶晨喜出望外，连忙说道：“进来吧，门没锁。”红烛推门走了进来，身上穿的还是之前那一身红色紧身衣，盈盈一握的腰肢仿佛一用力就能扭断一样。叶晨忍不住打量着眼前的红烛师姐，借着月色看起来更加美艳动人。红烛有些害羞地走入了叶晨的房间，反手关上了叶晨的房门，背靠着房门站着，低着头，有些害羞，不敢抬头看叶晨。不过红烛还是敏锐地察觉到了叶晨身上气息的变化，随即有些震惊地看向了叶晨，问道：“已突破了？”红烛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叶晨身上的气息波动比前几日遇到的时候强了很多，很明显叶晨突破了。红烛没想到叶晨的天赋竟然如此好，不仅那么快就聚气成功了，现在更是10天的时间就成功突破了一个境界，这般速度在整个外门估计也没有人能够达到。叶晨没想到红烛第一句话竟然是说这个，愣了一下之后点了点头说道：“最近一直在闭关修炼，刚刚从功法阁拿到地功法，有功法加持，加上这里天地灵气浓郁，修为自然就突破了。真是人比人的死，货比货的人啊！我当初突破一个境界可是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快。”红烛一脸无奈地苦笑了起来。红烛知道自己天赋一般，可他一直不认命，始终都努力修炼，甚至在叶晨前些日子找到他的时候，他也想着靠自己拼一把，奈何天赋有限，这些天境的瓶颈就是冲不破。闭关这些天跟之前一样，没有任何收获。思来想去，红烛只能选择妥协。现在只有叶晨能够帮助他，他不想一辈子都只当一名外门弟子，他要趁着自己还年轻，继续冲下一个境界。叶晨听出了红烛语气中的无奈，不由得安慰道：“师姐不用气馁，也许你只是暂时停滞不前，只要冲破这个桎梏，以后说不定一帆风顺，大有作为。我知道我自己的天赋，今晚来找你，就是想要问问你，你之前说的可都是真的？你当真愿意为了我，拿出一颗极品破镜丹？”红烛盯着叶晨的眼睛，想要从叶晨的眼神中看出一些什么。若是叶晨想要欺骗他，那他绝对不会放过叶晨。叶晨十分真诚地点了点头，说道：“当然了，区区一颗破镜丹而已。若是以后我有机会的话，我会给师姐更多、更好的丹药，来帮助师姐你修行。”真的？红烛闻言，顿时眼前一亮，有些惊喜地看着叶晨问道：“那是自然，师姐跟了我，那就是我的女人，我自然不会亏待你。”叶晨点头说道：“你可不要骗我。”红烛再一次说道：“我怎么会骗你呢？倒是师姐你当真想通了吗？我可不想强迫你。”叶晨看着红烛，再一次确认道：“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这都是我自愿的。”红烛点了点头，轻咬下嘴唇，温柔地看向了叶晨。叶晨看着风情万种的红烛师姐，胸中的那团火腾的一下就烧起来了，二话不说直接上前，一把将红烛师姐给抱了起来。“你干什么？”红烛显得有些受惊，下意识地惊呼出声，随即整个人的脸都埋在了叶晨的胸口，不敢去看叶晨。他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这让第一次的他有一些紧张，不过紧张之余，内心甚至还有一丝丝小期待。叶晨没有说话，抱着红烛来到了自己的床上，3下5除2的将自己衣服脱掉，随即去解红烛的衣服。“我自己来。”红烛红着脸，声音如蚊子一般说了一句，随即开始自己解扣子。没等红烛将衣服全部解开，叶晨就已经欺身压了上去。下一刻，伴随着一声轻哼，二人便纠缠在了一起。今晚的月亮格外的圆，月光透过窗纱照射在两个人的身上，微风浮动，树叶沙沙作响，但却掩盖不住屋内越来越大的动静。叶晨没想到，看起来有些害羞温柔的红烛师姐竟然如此的奔放，从一开始的害羞被动，逐渐适应之后，竟然变得格外的主动。好在叶晨的肉身十分强悍，对付一个红烛也是绰绰有余。二人一直折腾到了快要天明，这才停下来相拥而眠。日上三竿，叶晨这才缓缓睁开了眼睛。这一觉睡的是十分香甜舒服，只觉得浑身舒爽。叶晨翻了个身，碰到了身旁的红烛，这才想起来一旁还躺着红烛师姐。红烛睡眼惺忪地看了眼叶晨，随即像是害怕的猫咪一样蜷缩在了被子里，将自己完全裹了起来。一想到昨夜的疯狂，红烛的俏脸瞬间涨红了起来，甚至连耳朵都红了，脸更是热得发烫。红烛压抑了太久，压力太大，后面终于彻底释放了压力，只不过表现得有些疯狂，让他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那是自己，怎么还害羞了呢？叶晨坏笑着说了一句，随即伸手去拽被子，只是被子被红烛死死抓住，根本拽不动。这破镜丹你还要不要了？叶晨说着话，拿出了破镜丹，放在了面前晃了晃。红烛将被子掀开一角，看到了叶晨手中的破镜丹，立刻从被子中钻了出来，伸出去拿叶晨手中的破镜丹。叶晨坏笑地打量着眼前的红烛，昨晚虽然月色很好，
但终究比不上白天啊！红烛知道自己走光了，不由得尖叫了一声，抓着破镜丹重新缩回了被子之中。看着手中的破镜丹，红烛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你出去，等我换好衣服再进来。红烛小声说道。这里好像是我的住处啊。叶晨开口说道。你出去。红烛顿时急了，声音都大了。好吧。叶晨笑了笑，随即穿好了衣服从房间走了出去，伸了个懒腰，只觉得神清气爽。最主要的是，此刻叶晨体内的阴阳造化鼎之中已经积攒了200造化之力。叶晨此刻已经确定，这造化之力肯定跟修为有关。红烛师姐的修为比楚灵儿高，比圣女低，所以她提供的造化之力是200。至于与其他方面有没有关系，暂时还不是很清楚。不过有了这200造化之力，叶晨就可以强化功法了。片刻之后，红烛一边整理衣服，一边从叶晨的房间内走了出来。只不过红烛还有些害羞，不敢抬头直视叶晨，脸蛋上还挂着红晕。破镜丹我收下了。红烛淡淡的说了一句，随即准备离开。等红烛走到叶晨身边，与叶晨擦肩而过的时候，叶晨小声笑道：红烛师姐，你的腰不仅细还很软，真是不折不扣的妖精。红烛没有回话，只是加快了脚步往外走。叶晨的话让他想到了昨夜的疯狂，顿时整个脖子都红了。若是以后有需要，师姐随时可以来找我，有什么困难也来找我，我定尽我所能。叶晨看着红烛的背影，笑着说道。红烛越走越快，逃也似的离开了叶晨的院子，只是走路的姿势显得有些怪异，毕竟就算是修士也经不起昨夜那么疯狂的折腾。然而红烛这边刚刚走出叶晨的院子，迎面就见到3个人，顿时让红烛一愣。而则3个人见到红烛从叶晨的院子中走出来，也是一愣。4个人大眼瞪小眼，在那里相互对视，谁也没想到对方会出现在这里。这3个人其中2个人叶晨认识，正是之前准备抢劫叶晨的一高一矮2个人。至于第3个人叶晨并不是认识。红烛师姐怎么从叶晨的院子中出来了？为首的男子一脸诧异地看着红烛问道。红烛没有回答，反而是含着脸反问道：我从谁的院子内出来，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们3个人来这里干什么？红烛冷声问道。3人被红烛问的一时间语塞，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2个人当初被叶晨给抢劫了，回去之后越想越憋气，索性就找来了萧晨，准备让萧晨帮他们出口恶气，好好教训远处一顿，顺便将叶晨抢走的灵石给抢回来。只是他们也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红烛。叶晨一个新人怎么会认识红烛？红烛看出这3个人不怀好意，赵明与孙亮2个人倒是不足为惧，毕竟这2个家伙是外门出了名的废物，实力在外门中也是倒数。加上红烛看出来这2个家伙身上还有伤，实力更是大减，不可能威胁到叶晨。倒是这个萧晨可能对叶晨有威胁，毕竟这家伙可是有着具气境5重的修为。不过有红烛在这里，他们3个人也不敢放肆，毕竟红烛的修为在外门弟子中已经是最顶尖的存在，整个外门弟子实力超过红烛的人一只手都数得过来。红烛见到这3个人面对自己的质问不敢回答，更加确信这3个人不怀好意。不过他倒是想要看看叶晨究竟要如何来应对这件事情。想到这里，红烛冷声说道：犯了，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与我无关，我也懒得管。红烛说着话朝着自己住处的方向走去。萧晨3人松了一口气，见到红烛如此态度，他们就放心了。这证明红烛跟叶晨并没有什么关系，估计是来例行通知一下宗门的事宜。叶晨，给我滚出来！有着萧晨撑腰，赵明与孙亮顿时来了底气，站在叶晨的院门前，直接一脚将叶晨的院门给踹开了，冲着叶晨大喊了一句。叶晨刚刚送走红烛师姐，回想着昨夜的交流，心情舒畅，正准备回去强化功法，结果刚关上房门，就听到了外面的动静。叶晨顿时皱起了眉头，眼中闪过了一道寒光，随即直接从房间内走了出来。当看到赵明和孙亮的时候，叶晨嘴角露出了一丝玩味的笑容。怎么又是你们2个？上一次的教训还不够，还想要来讨打？没想到你们2个家伙皮这么痒痒，这是又想要让我给你们松松皮了？叶晨冷笑着问道。赵明和孙亮闻言顿时想起来上一次受的伤，身上还没好利索的伤口也跟着疼了起来，吓得他们2人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不过看到身旁的萧晨，2人顿时挺直了腰杆，仰着头看向了叶晨说道：你小子别嚣张，有本事跟萧晨师兄过过招，让你知道萧晨师兄的厉害。怎么你们2个打不过我，找帮手找场子来了？叶晨闻言一挑眉，随即看向了萧晨。萧晨冷哼了一声说道：你就是那个新来的，你很猖狂啊，刚来天剑圣地就敢抢师兄的东西，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们若是不抢我的话，我也不会抢他们，我只是给他们一个教训，让他们也体会一下被人抢走灵石的滋味。叶晨冷哼了一声，不卑不亢地说道：小子，现在将灵石交出来，还给他们2人，再将你身上的百草叶和聚气丹当做补偿，之前的事情就一笔勾销了。萧晨沉声说道。说到底还是奔着我的百草叶和聚气丹而来，只是可惜了，那百草叶和聚气丹早就被我给用了，至于灵石嘛，那是我的，我为何要给你们？叶晨态度十分强硬地说道。这么说就是没得谈了？萧晨冷笑着问道。我跟你们也没有什么好谈的。叶晨冷着脸毫不客气地说道。好，很好，不得不说你是我见过最嚣张的新人，
萧晨说着话，眼中闪过一道寒光，狠厉地说道：“不过萧章是要付出代价的。”萧晨说话间直接拔出了腰间的佩剑，直奔着叶晨冲了过去。他可不会跟叶晨废话，既然叶晨不懂事，那他就教训教训叶晨这个新人，好让他知道这里的规矩。最主要的是，萧晨想要看看叶晨的佩剑，据说叶晨佩剑可是终极宝器，比他手中这柄剑还要好，这也是他来此的主要原因。若是叶晨识相，到时候叶晨手中的剑就是他的了。而叶晨见到萧晨冲过来，根本没有害怕，反而是直接抽出了腰间的清风剑。叶晨知道萧晨的修为比那两个废物强了很多，不过这家伙并没有给叶晨带来太多的压迫感，叶晨也不怕他。师兄小心，这小子的剑法很强。赵明和孙亮在萧晨身后大声提醒道。萧晨却是不以为意，一个新人能强到哪里去？那两个废物不是对手，不代表他不是对手。然而下一刻，萧晨却是彻底震惊了。只见到叶晨也出剑了，叶晨的剑更快，甚至剑身之上已经隐隐有剑气波动。一个刚刚突破具气境的新人，竟然能够施展出剑气，这怎么可能？当萧晨见到眼前的漫天剑影，感受到其中隐藏的灵力剑气之时，萧晨这才知道赵明和孙亮两个人并没有夸大其词，叶晨的剑的确很快很强。萧晨运转体内灵气，仗着自己修为高，想要硬抗叶晨这一剑。然而当二人的剑碰到一起的时候，萧晨整个人更加震惊了。叶晨的修为虽然不如他，可每一剑的威力却是远胜于他，他甚至连叶晨的一剑都接不住。萧晨万万没想到，叶晨竟然有着如此强大的剑法，还有如此高深的剑道领悟，他根本不是对手。只是这个时候，萧晨想要退就已经来不及了，叶晨的剑已经到了，漫天剑影直奔着萧晨攻击了过去。叶晨施展的正是自己拿手的疾风剑诀，剑出如疾风骤雨，追求的就是一个快。加上叶晨现在可是具气境二重巅峰的修为，剑法施展起来威力更强。萧晨在叶晨的疾风剑诀面前完全不是对手，只能仗着自己修为高硬抗几剑，之后看准时机向后暴退，拉开与叶晨之间的距离。叶晨将萧晨击退之后，并没有继续出剑，而是站在原地满脸不屑地看着萧晨，出言嘲讽道：“我以为你有多强呢，现在看来不过如此。”萧晨也没想到自己会被一个新人如此鄙视，不过他却是无法还嘴，因为他的确不是叶晨的对手。刚刚若不是剑势不妙退得快，现在就已经受伤了。刚刚那一剑只是试探，我并没有出全力。萧晨强装镇定地说道。是吗？叶晨嘴角泛起一丝冷笑，随即挑衅道：“那你可以全力出手了，我倒是想要领教一下你的剑法。都是同门师兄弟，何必伤了和气？不过是想要跟叶晨师弟以切磋而已。你的实力我已经大致了解了，就不需要继续动手，否则伤了和气。”萧晨笑着说道。叶晨闻言却是皱起了眉头，没想到眼前这家伙竟然不准备打了，这家伙态度转变的也真是够快的，倒是让叶晨没有料到。萧晨看着叶晨说道：“叶晨师弟的剑法的确不俗，未来不可限量。师兄刚刚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还请师弟不要放在心上。告辞了。”萧晨说着话，冲着叶晨一抱拳，转身就走，没有多余的废话。叶晨闻言一挑眉，这家伙还真是果断。而一旁的赵明和孙亮却是傻眼了，心想：你走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请你来替我们报仇，你现在就这么走了？赵明和孙亮对视了一眼，悄悄地转身准备跑路。站住！叶晨的声音从二人的身后传来，吓得二人浑身一颤，直接站在了原地，不敢迈出一步。我们错了，我们知道错了。叶晨师弟，你大人有大量饶过我们这一次吧？赵明连忙求饶道。我们再也不敢了。孙亮也在一旁附和道。之前你们好像也是这么跟我保证的，我一时心软放过了你们，没想到你们竟然还找人来报仇，你们真当我是好惹的？叶晨语气冰冷，重重地哼了一声，手中的清风剑对准了眼前二人。宗门不让杀人，但不代表不可以废人，你们三番两次找我麻烦，今日不给你们留下点深刻的教训，你们恐怕不长记性。叶晨冷冷地说道。想留下一条胳膊，还是留下一条腿，你们自己选吧。扑通！叶晨的话音刚落，眼前这两个人当场就跪在了叶晨的面前，都快要被吓尿了。我们罪该万死，求叶晨师弟你放我们一条生路，我们保证再也不敢了。赵明连忙磕头求饶，一旦被废了的话，他们可就要被逐出天剑圣地了。就算不被逐出天剑圣地，那也会成为杂役弟子，身份地位直线下降。不想被断手断脚也可以，拿好东西赎吧。叶晨冷笑着说道。啊！二人闻言顿时懵了。怎么不想赎？那好啊，我现在就废了你们。叶晨说着话就准备出剑。赎？我们赎！二人异口同声地说道。叶晨冷哼了一声说道。拿来吧，谁拿出的东西让我满意，今天就放了谁。我这还有2块灵石。赵明连忙掏出了自己身上的灵石，双手奉上。你觉得这一次2块灵石还够吗？叶晨冷哼了一声，将赵明手上的灵石给拿了过来。赵明顿时急得满头大汗，连忙说道。可我身上只有这2块灵石了，除此之外别无他物。是吗？那你这条胳膊也就别留着了。叶晨冷哼了一声，随即直接一剑斩出，剑光一闪，赵明的右手臂瞬间被斩断。啊！赵明顿时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满脸痛苦地捂住自己的右肩膀，鲜血直流。赵明的惨状吓得一旁的孙亮浑身一颤，
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万万没想到叶晨竟然真的动手，没吓唬他们。叶晨缓缓拿剑指向了孙亮，清风剑上散发着凌厉的剑气，吓得孙亮浑身颤抖如筛糠。我有宝物。还没等叶晨开口问呢，孙亮直接不打自招，随即连忙从怀中掏出了一个袋子。袋子看起来只有拳头大小，像是寻常人使用的钱袋。这是储物袋，里面有1立方米大小的空间，虽然只是最低级的储物袋，但也价格不菲。孙亮声音都有些颤抖地说道：“这里面的东西也都给你了，只要你肯放过我，算你识相。带着他赶紧滚吧。”叶晨接过储物袋，冷冷地说道：“若是再有下一次，我会杀了你们。”叶晨这句话说得很认真，令人觉得寒气透骨，让孙亮觉得不寒而栗。而一旁的赵明早就已经疼得昏过去了。孙亮知道叶晨这句话不是说说而已，若是再有下一次，他真的敢动手杀了他们。孙亮连连点头说道：“保证不会有下一次，以后我们见到你都绕着走。”把掉在地上的手臂捡起来，叶晨冷声说道。搂着赵明的孙亮刚想要走，听到叶晨的话，顿时一愣，回头看向了叶晨：“我让你把掉在地上的手臂捡起来。”叶晨加大了音量，再一次冷声说道。孙亮不敢废话，立刻上前将地上的胳膊捡起来，一手搀扶着赵明，一手拿着赵明的胳膊，朝着远处快速离去。叶晨冷哼了一声，随即转身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叶晨从来都不是心慈手软之人，这次废了赵明，就是要给他们一个教训。若是不给他们点深刻的教训，他们还真以为自己好欺负。若不是因为这里是在天剑圣地，弟子之间不允许相互厮杀，叶晨早就杀了这2个家伙了。3番2次来找自己闹腾，真当自己没有脾气。赵明这一次是彻底栽了，没想到叶晨会真的动手，再想要说什么都已经晚了。孙亮则是庆幸自己身上还有一件储物袋，否则他的下场就会跟赵明一样。孙亮没想到叶晨行事如此狠辣，之前根本没看出来，否则他们也不敢来招惹叶晨。不过今日之事最应该怪的是萧晨，若不是萧晨临阵脱逃，他们也不会陷入被动，只是一切都已经晚了，他们只能自作自受。叶晨他们惹不起，至于萧晨那就更惹不起了，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自认倒霉。一直躲在暗中观察的红烛此刻内心也已经翻起了惊涛骇浪，他没想到叶晨竟然会这么强，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原本他想着在这里看看情况，若是叶晨不是萧晨的对手，萧晨他们太过分的话，他就出手帮叶晨一下。可没想到叶晨完全不需要他出手帮忙，萧晨都不是叶晨的对手。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叶晨出手竟然如此狠辣，真的将赵明的手臂给斩下来一条。最主要的是，红烛发现手持佩剑的叶晨整个人气质都发生了转变，变得锋芒毕露，让他这个巨气巅峰境的修士都不敢小觑。见到叶晨没事，红烛转身离去，回自己的住处，准备闭关冲击先天境。有极品破境丹在手，红烛信心十足。叶晨这边心满意足地回到了房间，将房门上了锁之后，直接祭出了阴阳造化鼎。叶晨将手中的氧气诀拿了出来，直接扔进了阴阳造化鼎之中。我要强化氧气诀。下一刻，阴阳造化鼎中绽放出金光，造化之力在快速消耗，一道道功法口诀传入叶晨的脑海之中。这些功法口诀仿佛是烙印在叶晨的脑海之中一般，根本无需修炼就已经彻底领悟。良久，阴阳造化鼎之中金光消失不见，而叶晨的脑海之中则是多出了一道信息：消耗200造化之力，氧气诀强化成旋级低阶功法养剑诀。叶晨闻言顿时眼前一亮，成功了，氧气诀强化成养剑诀了。这2部功法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无论是等级还是效果都有着天壤之别。一个只是最低的黄级低阶功法，另一个可是只有内门弟子才有资格修炼的玄级低阶功法。最主要的是，养剑诀乃是将自身视为一柄利剑，凝聚天地灵气为剑气，若是先天剑体修炼此功法，将会是半功倍，将体内天地灵气养成一道灵力剑气，威力大增，比寻常的玄级低阶功法要强了很多。叶晨也没想到，这阴阳造化鼎强化出来地功法，竟然与自己的先天剑体如此适配。只可惜造化之力都用光了，若是还有造化之力的话，叶晨倒是想要用来强化一下自己刚刚得到的储物袋。毕竟孙亮的储物袋内部空间实在是太小了，装不下太多东西，暂时只能装一些零食。而叶晨也好奇地打开了储物袋，发现其中的确只有1立方米的空间。孙亮也的确是很穷，储物袋内只有3块下品零食，其余就是一些还不入品级的草药。叶晨将之前得来的零食装了进去，随手将储物袋挂在了自己的腰间，以后拿东西就顺手多了。叶晨收起了阴阳造化鼎，随后盘膝坐在了床上，开始运转养剑诀，尝试修炼一下，看看这养剑诀与氧气诀相比，修炼速度会快上多少。下一刻，只见到四周的天地灵气开始疯狂地朝着叶晨房间汇聚而来，叶晨腰间的清风剑甚至都颤动了起来。叶晨运转养剑诀，快速吸收着四周的天地灵气，同时将这些天地灵气转化为剑气存储在自己的丹田之中。叶晨整个人的气势都因此变得凌厉了许多。此刻的叶晨就如同是一柄出鞘利剑，周身散发着凌厉的气息，让人望而生畏。这些剑气凌厉无比，若是寻常体质修炼的话，
根本承受不住，就如同是被剑气凌迟一般。而叶晨的先天剑体却是不受任何影响，反而是相辅相成，修炼出的剑气对肉身没有任何伤害，甚至更轻松的就存储在丹田之中。仅仅只是一瞬间，叶晨的修为直接从聚气境2重突破至了聚气境3重。而这还不够，伴随着叶晨不断修炼养剑诀，叶晨的修为还在快速的攀升，从聚气境3重直接来到了聚气境3重巅峰。到了聚气境3重巅峰，也只是停留了片刻，紧接着就突破到了聚气境4重。到了聚气境4重，依然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只不过突破的速度要比之前慢了很多。叶晨明显能够感觉到四周的天地灵气变得稀薄了。叶晨不清楚的是，即便是天剑圣地，天地灵气浓郁，也经不住他这么修炼。一时间，方圆数百米范围内的天地灵气都被叶晨给吸收了。叶晨修炼了一阵之后，只能无奈的停了下来，等四周的天地灵气恢复了之后，再继续修炼。没办法，毕竟这是在天剑圣地内，叶晨不想弄出太大的动静，引起别人的注意。不过即便是如此，叶晨的修炼速度也已经远超常人，这正是先天剑体配合上养剑诀的强大。叶晨这一次足足闭关了2个月，修为也从聚气境2重直接突破到了聚气境7重。这还是叶晨没有全力修炼，若是不管不顾的全力修炼，叶晨估计自己能够突破到聚气境8重甚至9重有可能。如此快的修炼速度，不得不让叶晨感叹先天剑体和养剑诀的恐怖。而这还仅仅只是灵体和玄级低阶功法，若是能够获得足够的造化之力，继续强化下去的话，叶晨相信自己的修为提升速度会更快。如此下来，3年之内成为天剑圣地圣子，超过圣女也不是不可能。叶晨的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只是去哪里弄造化之力，却是让他有些犯难了。暂时能够给他提供造化之力的只有红烛师姐，只是红烛师姐一直在闭关，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关。而就在这个时候，叶晨察觉到了一道熟悉的气息正在朝着自己这边快速靠近。叶晨的嘴角顿时勾起了弧度，心中高兴不已，心想真是想什么来什么，正想红烛师姐呢，结果红烛师姐主动找上门来了。叶晨师弟，你在吗？红烛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叶晨的房门前，冲着里面柔声问道。叶晨连忙笑着说道，直接推门进来就行了，师姐别跟我见外。红烛闻言轻推房门走了进来，看着盘膝坐在床上满脸笑意盯着自己的叶晨，红烛的脸上不由得有些泛红。不过这次他并没有太过于害羞，而是咳嗽了一声说道，我是来找你，有正经事要说。我知道师姐每次来找我都是有正经事。叶晨淡然一笑道，只是这大半夜的，师姐有什么正经事偏要这个时候说，不能等明天白天再说？叶晨故作疑惑地看着红烛问道。红烛俏脸一红，随即清了清嗓子，正色道，我是想要来告诉你，3日之后便是外门弟子大比的日子，你一个新来的，我怕你不知道外门弟子大比这件事情。虽说刚入门不满1年的弟子可以不用参加，但你的实力不错，倒是可以尝试着参加一下。若是运气好，能够混到不错的名次，那可是有奖励的。奖励？什么奖励？叶晨闻言好奇地看着红烛问道。红烛闻言摇了摇头说道，不清楚，每年的奖励都是当日通知的，不过第1名的奖励倒是比较固定。什么？红烛看了眼叶晨说道，也有得不到第1名，你那么好奇干什么？问问还不行？叶晨顿时被激起了好胜心，看着红烛问道，万一我若是得到第1名了呢？你还想得到第1名？我看你是做梦吧。红烛撇了撇嘴说道。倒不是他看不起叶晨，他知道叶晨的天赋实力不俗，可叶晨毕竟加入天剑圣地时间太短了，修行一共不满3个月，就想要在外门大比上夺得第1名，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叶晨不甘示弱地问道，若是我获得了第1名呢？你若是获得第1名的话，你想要什么都行。红烛毫不犹豫地说道。此话当真？叶晨看着红烛问道。红烛点了点头说道，当真，不过你好像忘记一件事情。红烛看着叶晨说道，什么事情？叶晨一脸疑惑，这次外门大比还有我呢，我可是在破镜丹的加持下已经成功突破先天境了，此刻的我可以说已经是外门第1人了。红烛十分自信地说道，就算是你实力很强，聚气境无人是你的对手，可在我面前你依然不够看，所以你最多只能是第2名，第1名一定非我莫属。红烛狡黠地笑道，我怎么把你给忘了？叶晨闻言无奈地摇了摇头，早知道就晚点给你破镜丹好了。哼！红烛哼了一声，美目含春地看了叶晨一眼，开口问道，什么？你还后悔了？不后悔，当然不后悔了。叶晨连忙笑道，这还差不多，既然事情已经通知给你了，那我就先走了，你自己好好准备吧。红烛说着话转身欲走，然而他刚刚转身，一只手却是已经揽住了他那纤细的腰肢。叶晨不知道何时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红烛顿时浑身一颤，放在房门上的手向下滑去，顺势将门给插上了。叶晨坏笑着说道，师姐，这么晚了一个人走，夜路多危险，还是留下来过夜吧。红烛风情万种地了一声，没有说话，也没有反抗，任由叶晨将他拦腰抱起。自从上一次与叶晨疯狂了一夜之后，红烛食髓知味，修炼意图也讲究张弛有度。红烛觉得这是最能让他放松的事情，所以这次一出关，他就趁着夜里来找叶晨，不仅仅是分享自己的喜悦，
还想要与叶晨再一次疯狂。就在叶晨抱着她往床上走的时候，红烛忍不住开口说道：“我看你腰间佩剑是终极宝器，我也想要一柄终极宝器级别的佩剑。好说，过了今晚之后，我就给你准备，当做是你突破先天境的礼物。”叶晨眼神炙热地看着红烛说道：“爱我。”红烛搂住了叶晨的脖子，轻轻在叶晨的耳朵旁说出这2个字。叶晨闻言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地直接将红烛扔在了床上，欺身压了上去。我要在上面。红烛反客为主，一把将叶晨按在了床上。窗外月色正浓，叶晨躺在床上欣赏着月光下的美景，美不胜收。屋外微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掩盖了屋内时而婉转时而高亢的声音。日上三竿，叶晨缓缓醒来，看着一旁睡得很沉的红烛，叶晨嘴角勾起一抹笑容。昨夜可是比第一次还要疯狂，不过最后还是以叶晨胜利，红烛求饶告终。不过叶晨也发现了，红烛师姐是真的爱骑马。而更让叶晨惊喜的是，经过昨夜的疯狂，阴阳造化鼎之中已经积攒了300造化之力。叶晨没想到，红烛师姐修为提升之后，自己获得的造化之力竟然也会增加，这可是好事。红烛此刻也睁开了双眼，俏脸之上再一次布满了红晕。一想到昨夜的疯狂，红烛又害羞了。叶晨见状，忍不住调侃道：“师姐，你白天和晚上简直判若两人，还说给我下去。”红烛哼了一声，紧接着叶晨就被一只狱卒给踢下了床。出去等我。叶晨笑了笑，穿好衣服就走出了房间。片刻之后，红烛穿好衣服走了出来。师姐，你这是准备穿上衣服就不认账，就这么把我抛弃了？叶晨满脸委屈地看着红烛问道。红烛白了叶晨一眼，说道：“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情。”好说，师姐，你将你的佩剑留给我。叶晨笑着说道：“要我的剑？”红烛满脸疑惑地看着叶晨。叶晨随口说道：“我的手段你就别管了，总之将你的剑留给我。外门大比之前，我肯定拿给你，到时候就是终极宝器了。你还会练气？”红烛十分惊讶地看着叶晨，略懂一点，师姐还是不要问了，该说的时候我自然会跟你说，总之你把佩剑交给我就可以了。叶晨沉声说道。红烛闻言点了点头，他早就看出来叶晨身上有秘密，不过既然叶晨不愿意说，他也就不问了，只要叶晨能给他终极宝器级别的佩剑就行。红烛将佩剑摘下来交给叶晨，说道：“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师姐，我给你升级好的话，能不能再奖励我一次？”叶晨坏笑着挑眉问道。红烛没有回答，只是白了叶晨一眼，随即转身朝着院外走去。这一次红烛走路的姿势依然有点怪异，而红烛刚刚走出叶晨的院子，迎面见到一名女子朝着这边走了过来。女子个子比较矮，身穿一袭墨绿色的长裙，裙摆到膝盖位置，看起来可可爱爱，像是树林中走出的精灵。红烛见到来人，顿时皱起了眉头，没想到在这里竟然遇到了竹青青。竹青青入门比红烛晚一些，修为则是跟红烛一样，也是具气境巅峰。二人在外门身份地位相当，同为外门3大美女之一。明里暗里，二人都在较劲。竹青青更是放话要比红烛先突破先天境，不过这一次却是红烛赢了。靠着叶晨的破境丹，红烛成功突破到了先天境，领先了竹青青一步。见到竹青青出现在这里，红烛顿时升起了戒备之心。不管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红烛都不想让他接近叶晨。你来这里干什么？红烛冷着脸问道。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会从这里走出来？这也不是你的住处。竹青青皱着眉头看着红烛，歪着脑袋，十分好奇地问道。你管我？红烛哼了一声，我找叶晨师弟有点事情。叶晨，那个打伤了赵明的新人。竹青青闻言顿时眼前一亮，没想到最近听得比较多的叶晨竟然住在这里，这倒是让他有些意外。他只是负责来通知外门大比的事宜，并不知道这里住的人是叶晨。原本对于叶晨这么一个人，他只是听说，没想到今日就见到了。竹青青顿时来了兴致，朝着院内的叶晨喊道：叶晨师弟，我找你有事。这位师姐，不知道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叶晨上下打量了一眼竹青青，好奇地问道。竹青青甜甜一笑道：我是竹青青，负责外门弟子大比登记的，来找你是想问你准不准备参加外门弟子大比。叶晨正想说话，体内的阴阳造化鼎颤动了一下，一道信息传入了叶晨的脑海之中，与竹青青双修可获得造化之力。叶晨顿时眼前一亮，没想到又出现一位可以获得造化之力的女子。叶晨师弟，你想参加外门大比吗？竹青青见到叶晨发愣，直勾勾地盯着自己，不由得在叶晨的面前挥了挥手。一旁的红烛也看不下去了，咳嗽了一声，提醒叶晨。叶晨立刻回过神来，随即尴尬地挠了挠头，解释道：刚刚走神了，想一些事情，师姐莫怪。我看你是看人看入迷了吧？红烛瞪了叶晨一眼，没好气地撇嘴说道。那倒不至于。叶晨笑着说道。不至于？竹青青闻言顿时歪头看向了叶晨，甜甜问道：什么？你是说我不够漂亮？我不是这个意思，师姐误会了。叶晨连忙摆手解释道。行了，既然你准备参加外门弟子大比，那我就给你登记了。竹青青笑着拿出了本子，在上面写下了叶晨的名字。你呢？刚刚去你的住处没有找到你，你报名参加吗？竹青青看着一旁的红烛问道。我怎么可能不参加？这次的第一名非我莫属。红烛信心满满的说道。有我在，你还想的第一名？竹青青立刻反驳道。你真不把我放在眼里？
你注定是我的手下败将。红烛哼了一声说道：“第一名，我势在必得。”竹青青有些诧异地看了眼红烛，今日的红烛显得格外的自信，倒是出乎他的预料。不过竹青青不甘示弱地说道：“走着瞧，看看到时候这第一名花落谁家。我有些好奇，为何这种通知的事情要让师姐来做？随便找一个普通弟子不就可以了吗？”叶晨好奇地问道：“这种事情也算是宗门任务，不仅给零食，还给宗门贡献值，而只需要跑跑腿，算是肥差。你以为是谁都想做的吗？轮不到别人。”红烛在一旁开口解释道：“原来如此。”叶晨点了点头说道。红烛哼了一声说道：“若不是我之前闭关，这差是轮不到他。”切！竹青青撇了撇嘴，转身去通知下一个人。不过临走之时，竹青青还是好奇地打量了叶晨一眼。他对叶晨越来越好奇了，因为他敏锐地察觉到红烛跟叶晨之间关系好像不一般。人都走了，你还看？红烛哼了一声。叶晨收回目光，笑着说道：“我单纯就是好奇，这竹青师姐好像跟你有些不对付，你们二人有仇？我看你就是好色。”色呸！红烛忍不住红着脸骂道。叶晨连忙笑着说道：“那我也是对师姐你色，她怎么能比得过师姐你呢？哼，我警告你，离她远点，否则以后你永远也别碰我。”红烛瞪着叶晨警告了一句，随即转身离去，只是走路的姿势有些怪异。叶晨看着红烛怪异的姿势，脸上露出了一抹坏笑。叶晨回到房间，拿出了红烛师姐的佩剑，祭出了阴阳造化鼎。叶晨随手将红烛的佩剑扔进了阴阳造化鼎之中，心念一动道：“将这柄剑强化成终极宝器。”下一刻，阴阳造化鼎中泛起了金光，造化之力在消耗，这柄剑在造化之力的作用下不断被强化。仅仅只是片刻，阴阳造化鼎中的金光散去，一道信息出现在了叶晨的脑海之中：消耗20造化之力，强化成终极宝器。成了！叶晨拿着手中的佩剑，其上泛着寒光，气息要更加浓厚一些。叶晨又拿出了之前得到的储物袋，将里面的东西拿了出来，随即将储物袋放入了阴阳造化鼎之中，强化这个储物袋。下一刻，阴阳造化鼎之中金光大作，仿佛有着锻造之声传来。片刻之后，一道信息传入了叶晨的脑海之中。与此同时，一枚戒指从阴阳造化鼎之中漂浮了出来，其上泛着淡淡金光，消耗250造化之力。储物袋强化成人阶低级储物戒指隐灵戒。隐灵戒内部可容纳200立方米空间，可装灵物而不破坏其灵气，可隐藏使用者身上的气息。遮掩修为内藏一次性防御阵法，可抵挡一次先天境3重修为以下的全力一击。叶晨见状顿时大喜，没想到一下子将储物袋强化成了隐灵戒。储物戒指戴起来可是要比储物袋方便许多，戴在手上也不会被人抢走，便于隐藏。最主要的是其中还蕴藏着防御性阵法，虽然只是一次性的，但可以抵挡先天境3重以下的全力一击，关键时刻可以用来保命。仅仅只是人阶低级灵气就有如此强大的效果，若是更高等级，岂不是更强？叶晨迫不及待地在隐灵戒上滴血认主，指尖逼出一滴精血滴落在其上，精血立刻被隐灵戒吸收。原本黑色泛着金属光芒的隐灵戒，在吸收了叶晨的精血之后，其上光芒内敛，变成了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戒指。叶晨与隐灵戒建立了联系，心念一动，立即将四周的灵石收入其中。看着其中上百立方米的空间，叶晨心中也是震撼无比。这空间之大，将整个房子装进去都绰绰有余。叶晨将隐灵戒戴在了左手食指之上，打量了几眼，看着隐灵戒的功能，叶晨开始期待将手中清风剑强化成灵气是什么样。叶晨收起了阴阳造化鼎，看着其上还剩下30造化之力，越来越让他觉得造化之力不够用，还得继续努力。叶晨拿过了红珠师姐的佩剑，满心期待，不知道送过去师姐会不会再奖励我一次。叶晨并没有急着去找红珠，而是在床上又美美的睡了一觉，一直等到晚上才睡醒。夜深人静，借着夜色直奔着红烛的住处赶去。叶晨满心期待地来到了红烛师姐的院外，这一次并没有走门，纵身一跃翻过了墙头，来到了院子中。叶晨悄悄地来到了红烛的房门外，轻叩房门，轻声问道：“师姐，你睡了吗？”叶晨敲了一下房门，没有动静，不由得再次问道：“师姐，你睡了吗？我来给你送剑。”下一刻，房门打开，身穿一袭宽松睡衣的红烛睡眼惺忪地看着眼前的叶晨。这么快？红烛有些惊讶地看着叶晨问道。昨晚上折腾得太疯狂，太晚了，红烛实在是累坏了，导致红烛回来就一直在睡觉。若不是叶晨敲门，他能直接睡到明天早上。叶晨从腰间拿出了红烛的佩剑，递给了红烛，你看看。红烛连忙伸出手接过了自己的佩剑，迫不及待地将佩剑拔了出来。下一刻，只见到一道寒光一闪，仿佛有一道闪电划过夜空，漆黑的院子都亮了一下。红烛忍不住身穿纤纤玉指，触摸着剑身，爱不释手，真不错。没想到竟然真的变成终极宝器了，你究竟是怎么办到的？真是太厉害了。红烛说着话，抬头看向了叶晨，美眸之中绽放出了异样的光彩。叶晨闻言，故意卖关子的说道：“想知道，让我进去，我跟你详细的说一下，好好沟通沟通。”叶晨说着话，就想要迈步往红烛的房间中走，然而红烛堵在门口不让步，横剑在叶晨身前，将叶晨给挡在了门外。师姐，
这是要干什么？这可是终极宝器，锋利得很，小心！叶晨连忙笑着说道：“你要是敢进来，我就拿你试一试我的佩剑，看它到底有多锋利，能不能将你那个坏东西给剁下来。”红烛瞪了叶晨一眼，威胁道。叶晨顿时感觉自己当下一紧，仿佛有阵阵凉风，连忙后退一步，笑着调侃道：“我留着还有大用呢，何况师姐，你不是也用得很开心吗？你还说？”红烛俏脸通红，手腕一动作是要朝着叶晨重要部位刺去。叶晨立刻向后退了几步，拉开了距离，笑着说道：“不说了，不说了，师姐，你不是说要奖励我吗？怎么反悔了？”叶晨不死心的开口询问道：“我什么时候说要奖励你了？”红烛一脸疑惑的反问了一句，随即义正言辞的说道：“今晚绝对不行，你赶紧走，我累了，还要睡觉呢。今晚不行，那哪天晚上行？”叶晨闻言顿时一亮，立刻抓住了红烛话语中的漏洞，连忙趁热打铁的追问道：“哪天晚上都不行，马上就要外门大比了，要养足精神应对大比。”红烛没好气的白了叶晨一眼，说道：“那大比之后怎么样？”叶晨闪身来到了红烛的面前，马上就要与红烛贴上了，看着眼前的红烛追问道。红烛并没有躲避，也没有靠上去，只是开口说道：“你不是说你能夺得大比第一名吗？若是你夺得大比第一名，你想要哪天晚上都行。不是吧？我只是说说，真让我夺得第一名？”叶晨闻言一脸的无奈，憋着嘴皱着眉头盯着红烛说道。红烛见到叶晨这样没来由的，心中觉得有些高兴，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笑道：“这可是你自己亲口说的，不管你当不当真，反正我是当真了。好，既然如此，那我就夺得这一次的第一名。”叶晨闻言点了点头，气势十足的说道：“这一次的第一名我拿定了，红烛师姐你也不行，我倒是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敢在我面前放狠话。”红烛哼了一声说道。叶晨看着红烛问道：“到时候师姐你可要记得你今日说的话。”“我记得，只要你夺得大比第一名，想让我干什么我都依你。”红烛毫不犹豫的点头回应道。叶晨则是坏笑着说道：“到时候我要让你跪在我面前，你可不许像之前那样不愿意。”红烛闻言顿时俏脸刷的一下就红了，瞪了叶晨一眼，笑骂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赶紧滚！师姐骂人都这么好听。”叶晨贱兮兮的说了一句，随即转身朝着院外走去。“师姐你洗干净等着吧，到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你。”叶晨已经走出了院子，但还是传来了这么一句。红烛闻言满脸涨红，立刻关上了房门，将房门上了锁，靠在房门上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红烛此刻只感觉到自己心砰砰直跳，好在将叶晨给赶走了，若是继续让他在这里待下去，他真怕自己忍不住让叶晨进屋。没办法，他渐渐爱上了与叶晨相处时候的感觉，总觉得很放松，很解压，心情很舒畅。不过今日实在是太累了，最主要的是之前折腾太狠了，现在还有些疼，实在是无法继续跟叶晨疯了。这家伙怎么不知道累，还是这么生龙活虎的，真是一个变态。红烛忍不住破口大骂了一声，随即红着脸将头埋进了被子里。叶晨这边无功而返，无奈之下只能回自己的住处继续睡觉，养精蓄锐，准备参加即将到来的外门弟子大比。3日后，天剑圣地正阳峰山顶，外门弟子大比再次举行。天剑圣地的外门弟子们早早就来到了正阳峰，聚集在山顶，等待着外门弟子大比的开始。众人摩拳擦掌，准备博得一个好名次。此次外门弟子大比，除去那些在闭关或者是外出历练来不及回来之人，只要在天剑圣地的外门弟子几乎都参加了。等到叶晨来到山顶的时候，发现山顶已经人满为患了，放眼望去人头攒动，粗略估计一下，没有800也得有1000。叶晨心想，天剑圣地真不愧是剑道圣地，光是外门弟子就有这么多人，而这还有许多人没来呢。正阳峰山顶中央位置是一处巨大的比武台，比武台的这边人满为患，外门弟子聚集，另一边则是一处看台，看台之上坐着外门10大长老，叶晨只认得其中一人，正是带他来这里的孙长老。而就在叶晨打量着现场情况的时候，在场众人发生了异动，众人纷纷朝着一个方向看了过去。叶晨也顺着众人的方向看了过去，发现众人在看的竟然是红烛和竹青青，只是叶晨没想到他们2个人怎么会一起过来呢？不过这2个人走在一起还真是养眼，不愧同为外门3大美女。看着走过来的2人，人群中的一众男人们开始议论纷纷。我觉得还是红烛师姐好看，那小腰简直细的一扭就要断了一样，若是能搂上一下的话，这辈子都值了。可不是吗？红烛师姐的腰真是太性感了，我倒是更喜欢竹青青师姐这一类型，可可爱爱，那一双大眼睛看着就十分单纯。我更喜欢李雨峰师姐，虽然长相上相比较红烛师姐差了一点点，但那股子骚劲我是真喜欢。用你说，谁不喜欢李雨峰师姐？叶晨听着众人的话，对他们口中的李雨峰师姐也产生了好奇。同为外门3大美女，这位师姐好像人气更高啊。红烛一眼就看到了站在人群外围的叶晨，不由得冲着叶晨微微点头，算是打了一个招呼。然而叶晨身后以及四周站着的众人却是显得异常兴奋，有人激动地喊道：“看到了吗？红烛师姐刚刚看我了，跟我点头示意了。你做梦去吧！”红烛直接明明是跟我点头示意，你们2个废物也配？红烛师姐是跟我。就在众人争吵之际，一人清了清嗓子说道：“你们要不要回头看一眼
你们身后。众人回头看过去，这才看到田修站在那里，面带微笑地看向了红烛。众人立刻明白了，红烛师姐是在与田修师兄打招呼，毕竟二人比较熟悉，加上同为外门排名前5的弟子，最主要的是外门众人都觉得他们两个人很般配，加上众人都知道田修师兄喜欢红烛师姐，众人误以为红烛是在与田修打招呼，殊不知红烛是在跟叶晨打招呼，而叶晨也笑着点头回应了一下。听到一旁众人在那里讨论红烛跟谁打招呼，叶晨嘴角泛起了一丝得意的笑容，心想打招呼算什么，肃静。片刻之后，孙长老站在了比武台之上，十分严肃地扫视了一眼在场众人，随即缓缓开口，声音不大，但却清晰地传入了在场每个人的耳中。众人立刻停止了闲聊，纷纷安静地朝着台上的孙长老看了过去。孙长老开口说道：“此次外门大比由我主持，这一次外门大比的奖励与之前一样，第1名获得者可免费获得1部黄级高阶功法或者玄技，凭自己挑选；第2名到第5名则是黄级中阶功法或者玄技，任凭挑选；第6到10名每人100块下品零食；第11到第20名每人50块下品零食；第21到第50名每人30块下品零食；第51名到100名每人10块下品零食；100名到200名每人1块下品零食，以示鼓励。”众人闻言顿时欢呼出声。这里大部分人都是奔着前200名使劲，只要能够进入前200名，就有1块下品零食，这还是很不错的。毕竟平日里每个月才只能从宗门那里领到1块下品零食，其余想要获得零食，只能去做宗门任务。而稍微有一些实力的弟子，则是都想要冲击前100名，甚至是前50名，这样能够得到的零食就更多了。至于前面那几名，那就不是他们这些普通外门弟子能做到的了，甚至连想他们都不敢想。毕竟外门前5可都是具气境9重的修为，实力很强，前5名非他们莫属了，其余人想都不要想。叶晨对于这功法玄技都不是很感兴趣，毕竟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用处，不过用来强化一下倒是很不错。只是强化需要造化之力，而得到造化之力的唯一方式就是夺得这一次大比的第1名，到时候就可以与红烛师姐再一次深入交流了。孙长老停顿片刻之后，再一次开口说道：“第1轮闯剑阵，根据出来的顺序排名次，前50名晋级下一轮。起阵！”孙长老大喝一声，一挥手，比武台上阵法波动，紧接着只感觉到阵阵天地灵气波动传来，比武台上仿佛升起了一道透明光幕。孙长老已经站在了比武台前，看着众人说道：“进入阵法之中，当阵法开始运转，你们即可看到出口，届时根据出来的顺序排名次，去吧。”孙长老一挥手，示意众人进入阵法之中。早就已经迫不及待的众人立刻朝着比武台上冲了过去，众人如过江之鲫，冲入比武台上的阵法之中。叶晨也在混在人群之中，有着引灵界的帮助，叶晨隐秘气息，四周众人根本不将他放在眼里，甚至都懒得理会他，毕竟他太弱了，没有任何竞争力。倒是人群中的萧晨在发现叶晨的时候，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叶晨，他清楚叶晨的实力不比他弱。还有就是孙亮，在看到叶晨的时候，立刻向后退了几步，与叶晨保持着距离，不敢靠近叶晨。片刻之后，人都进入了阵法，孙长老一挥手，阵法立刻启动。只见到四周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剑气，无数道剑气凝聚成无数柄飞剑，仿佛雨点一般朝着众人这边快速攻击过来。众人见状顿时大惊，纷纷拔出佩剑，一边抵挡着飞剑的攻击，一边寻找着出口。不过这剑气的威力并不是很大，大部分剑气只是相当于具气境5重修为的一击，还有一些只相当于具气境3重境界修士的一击。不过偶尔也会掺杂着几道堪比具气境7重修士一击的剑气，而这几道剑气若是被谁碰到了，那就只能是自认倒霉了。面对着漫天剑雨，众人一时间都懵了，在那里不断的躲避，躲不开的就只能硬抗。出口在那里！不知道是谁大喊了一声，紧接着众人也发现了，在这空荡荡的空间之中出现了一道光门，想必就是出口所在位置。冲！不知道是谁大喊了一声，众人都顶着四面八方冲击而来的剑气，朝着出口方向快速的冲了过去。只是在此期间，不断有人抵挡不住这些剑气，当场被剑气击倒，躺在了地上，甚至有人被剑气重创，无法继续行动。而这个时候众人也发现了，只要趴在地上不动，剑气就不会攻击他们，剑气只攻击移动的人。只是不动的话，这也代表着他们放弃了此次大比，提前认输了。毕竟只有从出口走出去的人才能够获得名次，趴着不动自然无法获得名次。有人接近出口了，好快的速度！不知道是谁大喊了一声，众人顿时大吃一惊，这才发现已经有人到出口了。只是让众人没想到的是，第一个从出口走出去的人竟然是红烛，而在红烛身后则是跟着另外4个人，这4个人距离很近，相互之间只有几步的距离。竹青青不甘示弱，紧跟在红烛身后，只可惜不管他如何加快速度，始终都是慢红烛一步，甚至他还没有一旁的田修快，让田修抢先了一步。真是该死！竹青青气得直跺脚，紧接着也从出口冲了出去。公认外门最强的前5人相继冲了出去，众人觉得很正常，他们的实力本就是最强的，速度比他们快很正常。只是那些趴在地上的人心中十分的难受，只觉得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人家不到片刻就已经出去了，而他们却只能趴在地上等着被淘汰，人比人的死。孙亮来参加大比，只是想要碰碰运气，结果一进来就被一道剑气给震得趴在了地上，此刻也只能趴在那里看着别人从出口不断的出去。萧晨走到了一半，结果发现叶晨竟然在他面前不远处，距离他只有几步的距离。上一次没有彻底分出胜负，萧晨心中多少还是有些不服气。虽然叶晨的剑法很强，但不代表能够挡住这些剑气的攻击。萧晨一咬牙，体内灵气调动，加快脚步朝着出口冲了过去，想要超过叶晨。殊不知叶晨之所以这么慢，完全是因为低调，不想出风头，始终都在控制速度。不过叶晨也在数着从出口出去的人，不管怎么样，前50名必须有他一个名额。当从出口出去的人有30多个的时候，叶晨加快了脚步。只见到叶晨挥动着手中的清风剑，抵挡着四周冲击而来的剑气。清风剑被叶晨挥动得密不透风，四周的剑气根本碰不到叶晨分毫。萧晨原本还想要追上叶晨，结果拼尽全力，刚刚拉近了一点距离，就见到叶晨加快了速度，逐渐消失在他的视线之中，从出口出去了。怎么可能？萧晨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这叶晨不过是刚入门3个月左右的新人，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实力？躺在地上的孙亮也是傻眼了，没想到叶晨这么强，一想到当初去抢劫叶晨，他现在就恨不得给自己2巴掌，当初真是找死，现在能完好无损的都算是他命大。萧晨此刻也庆幸当初并没有跟叶晨一战到底，否则丢人的一定是他。刚刚出去那小子是谁？怎么好像从来没见过呢？是啊，这小子怎么看着面生啊？是我们天剑圣地的人吗？趴在地上已经弃权了的众人见到叶晨轻松地走了出去，也觉得十分疑惑，毕竟他们都是第一次见到叶晨，对叶晨的身份很好奇。孙长老所在的位置正是阵法出口，从阵法中走出来的人按照名次依次排在了孙长老的身边。而当孙长老见到叶晨是第36个从阵法中走出来的时候，整个人也是一愣，十分震惊地盯着叶晨看了又看。叶晨，你也来参加外门弟子大比了？你还从这里走出来了？孙长老十分惊讶地说道。见过孙长老，运气比较好，侥幸过关。叶晨笑着说道。孙长老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内心，笑着点头道，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很不错，去那边排队等着吧。一个新人能够通过第1关的阵法考核，实在是让他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太令人意外了。红烛知道叶晨的实力不俗，不过见到叶晨这么快走出来，还是有些惊讶。一旁的竹青青见到叶晨出来，也是瞪大了眼睛，忍不住仔细打量着叶晨，直觉告诉他，这个叶晨有些不简单。最主要，红烛好像跟叶晨的关系不一般，他得留意一下这个叶晨，这2个人之间肯定有事。这位师弟好面生啊，新来的吗？叶晨路过李宇峰身边的时候，李宇峰伸出手拦在了叶晨的面前，笑问道。叶晨看着眼前这名女子，心想此人应该就是外门3大美女之一的那个李宇峰了，只是她的长相相比较红烛和竹青青要差了一点，不过穿衣风格倒是十分大胆，露的地方倒是挺多，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师姐，我叫李宇峰，师弟叫什么？李宇峰吐气如兰地问道。叶晨闻言连忙笑道，我叫叶晨。哦，你就是那个新来的叶晨？一个刚入门没多久的新人，竟然能过第1关，还真是了不得啊！李宇峰一脸惊讶地看着叶晨，夸赞道。运气好，叶晨谦虚地说道。那师弟，你这运气可是太好了。李宇峰笑了笑，紧接着说道，师弟初来乍到，若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随时可以来请教我，师姐我知无不言。多谢师姐。叶晨笑着道了一声谢，紧接着朝着一旁走去。你这家伙又开始发骚了，真是见到男人就想要勾搭。红烛见到李宇峰勾搭叶晨，有些不满地哼了一声，在那里忍不住小声嘟囔了一句。李宇峰笑着反驳道，你管我，本姑娘愿意。竹青青在一旁帮衬道，就是跟你有什么关系？难不成你跟叶晨有一腿？竹青青反问道。红烛闻言瞪了竹青青一眼，咬牙说道，你最好祈祷等一下对战别抽到我，否则我绝对让你被抬下去。谁被抬下去还不一定呢，你真以为我怕你？竹青青毫不示弱地说道。叶晨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没有说话，不过一旁的众人却是都在偷偷打量他，毕竟一个新人能够站在这里，着实是让人震惊。而叶晨此刻也是有些疑惑地看着李宇峰，他竟然没有触发阴阳造化鼎，难道是他长得不够好看？叶晨现在也不清楚阴阳造化鼎的触发条件，不过既然李宇峰没有触发，那就证明自己与他无缘，没有必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叶晨等人站在一旁等着阵法之中的人出来，只有50个人有资格站在那里，其余后出来的人则是回到了台下。萧晨虽然是前100名，但终究不是前50，只能一脸遗憾地回到了台下，等待着看台上这50人之间的对决。当第200个人从阵法之中走出来之后，孙长老一挥手，阵法停止，立即停止运转。被困在其中的那些人也都从阵法之中显现了出来，众人一脸尴尬地从地上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服装，回到下面继续看之后的对决。众人打量着台上这50个人，发现都是熟悉的面孔，他们也都很服气，只有叶晨一个生面孔让众人一脸的疑惑，这小子到底是谁？他真的是刚入门的新人，一个新人竟然过了第1关，这小子的运气也太好了吧。听说这个新人叫叶晨，刚来就废了赵明，
真的，当然是真的了。我还听说这小子跟萧晨也交过手，两个人未分胜负。什么？他跟萧晨未分胜负？这小子刚入门就这么强，是不是萧晨放水了？萧晨也太废了吧，一个新人都搞不定。萧晨站在人群中，听到众人的议论，不由得有些尴尬。不过他清楚叶晨的实力，心想等一下叶晨出手，你们就知道不是我弱，而是这小子的实力很强。孙长老扫视了一眼台下议论纷纷的众人，沉声说道：好了，前200名的零食，等一下自己凭身份令牌去领取。台上这50人就是晋级下一关1对1对战之人，你们按照名次上来抽签吧，抽到相同号码的人为对手。孙长老说话间掏出了手中的抽签筒，其中摆放着50根竹签。红竹率先上前抽签，直接抽出了1号签，紧接着是田修抽了个5号签。等到竹青青第3个上前的时候，他也抽到了1号签，跟红竹一个号码。哗！在场众人见状，顿时一片哗然，众人的热情瞬间被点燃了。之前由于被淘汰的失落早就抛到脑后了，众人此刻显得十分激动，期待着看红竹和竹青青之间的对决。这可是外门2大美女之间的对决，加上这2个人同为外门前5的高手，实力一直都是在伯仲之间，究竟谁的实力更强，始终没有定论。这一次2人之间的交手可是看点满满，借着这个机会，终于可以分出胜负了。而在场的众人也都好奇，这2个人之间到底谁更强？孙长老见到这个抽签，不由得眉头微皱，没想到红竹和竹青青会这么早相遇，这样一来，不管是谁获胜，另一个人都要止步于此了。红竹见到竹青青抽到1号签，嘴角泛起了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随即死死盯着竹青青说道：正好，我早就想要修理你一顿了，这一次算你倒霉，提前遇到我。倒霉？竹青青冷哼了一声，不服气地说道：究竟谁倒霉还不一定呢，你以为我会怕你？叶晨闻言却是摇了摇头，心想这个竹青青要倒霉了，他再强也不可能是红竹师姐的对手。片刻之后，抽签完毕，叶晨抽到的则是12号签，与他对战的人名叫银海，有着聚气境6重修为，是这一次的第50名。银海见到自己抽到了叶晨，顿时眼前一亮，整个人激动的险些跳起来，没想到自己的运气竟然这么好。若是抽到别人的话，他生怕自己不是对手，毕竟前50的人都是实力强劲的对手，修为最弱的也都是聚气境6重，只有这个叶晨是靠着运气混进来的新人，最好欺负。银海没想到上天如此眷顾他，竟然让他抽中了叶晨这个新人，实在是太好了。其余排名靠后的人见到银海抽到了叶晨，可将他们给羡慕坏了。抽签完毕，众人在台下排队等候，将比武台留给了红竹和竹青青2人。孙长老看着台上的2人，有些无奈，不过还是上前主持道：此次比试点到为止，你们2个给我注意点，千万不可伤及性命，一方失去战斗力或者掉落到台下就算输。竹青青点了点头说道：放心吧长老，我出手有分寸。红竹则是冷笑着说道：我不杀他，只是给他点教训而已。既然都明白了，那就开始吧。孙长老说了一句，随即立刻闪身离开了比武台，将比武台交给他俩。竹青青抽出了腰间佩剑，用佩剑指着红竹说道：今日就让我们在这里分出胜负，我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胜负从我出关那一刻起就已经分出来了，你不是我的对手。红竹看着竹青青，嘴角泛起了一丝不屑的冷笑：你别嚣张，都是聚气境巅峰。你……竹青青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见到红竹已经冲了过来。红竹早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收拾竹青青一顿了，如今这么好的机会，他自然不会错过。他要当着众人的面击败竹青青，狠狠羞辱他。竹青青跟红竹的想法一样，一直是同水火的2人，真正动起手来，自然都想要占据上风，狠狠羞辱一下对方。然而竹青青没想到的是，此刻的红竹早就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聚气境巅峰的红竹了，有着先天境修为的红竹，实力早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他根本不是红竹的对手。2人刚刚交手，仅仅只是相互递出了一剑，竹青青顿时察觉到了不对劲，红竹这一剑的威力太强了，一个境界之差，天壤之别。竹青青完全不是红竹的对手，当场就被红竹一剑击退，全然没有还手之力。不可能！竹青青满脸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眼前的红竹，疯狂的出剑，想要挡住红竹的攻击，拼命的反抗。奈何2人实力差距太大，他的剑在红竹面前不堪一击，被十分轻松的抵挡了下来，而红竹的剑他却是根本抵挡不住。竹青青不断后退的同时，身上更是已经被红竹斩了10几剑。不过2人并没有深仇大恨，红竹下手也有些分寸，并没有真伤到竹青青，只是竹青青身上的衣服却是遭殃了，顷刻间就出现了10几道剑痕，衣服被划成一条一条的，只有关键部位没有露出来，其余地方都变成了破布条。啊！竹青青气得脸色涨红，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红着眼睛死死盯着红竹，咬牙切齿地喊道：我要杀了你！然而竹青青的狂怒却是没有任何用，刚说完这句话，就被红竹一剑斩出了比武台，直接掉落在了比武台下。在场众人见到眼前这一幕，也是十分震惊，原本以为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决，可谁也没想到竟然会是一边倒的情况，红竹竟然比竹青青强了这么多，这怎么可能？田修见状则是皱起了眉头，
如此看来，他恐怕也不是红烛的对手。难不成红烛突破了？看台上的长老们此刻也是十分震惊，相互对视一眼，他们自然是已经看出来红烛突破至先天境了。竹青青彻底傻眼了，接受不了现实的他被气的胸口剧烈起伏，一口鲜血吐了出来，气吐血了。红烛站在比舞台上，居高临下的看着坐在地上的竹青青，满脸嘲讽的说了一句：“这就是你跟我之间的差距，服不服？”红烛一脸得意的挑衅道：“你！”竹青青站起身，气愤不已的用手指着红烛问道：“你是何时突破的？要你管！”红烛冷哼了一声：“不公平，不算！”竹青青大声吼道：“怎么不算？”红烛瞥了竹青青一眼，说道：“输了就是输了，要怪只能怪你技不如人，不公平！你现在是先天境，欺负我一个聚气境，你算什么本事？有本事等我突破至先天境，我们再打！”竹青青叉着腰大声吼道：“那也只能怪你天赋太差，迟迟突破不了，这就是你跟我之间的差距，你就乖乖承认吧，你不如我。”红烛满脸不屑地看着竹青青，十分得意地说道：“你！”竹青青气得脸色一阵青一阵红，随即他看向了孙长老问道：“孙长老，这不公平，你可要给我做主。按照我们天剑圣地的规矩，红烛既然已经突破至了先天境，那他就应该直接晋级成为内门弟子。既然是内门弟子，他就不应该在此参加外门弟子大比。外门弟子都是聚气境，他一个先天境的参加比试，那不是玩赖吗？聚气境谁能是他的对手？”在场众人闻言也都纷纷点头支持竹青青的说法，附和道：“竹青青说的对，这么比的话，我们不可能是红烛的对手。他们也不想跟红烛比试，毕竟红烛已经是先天境，他们不可能是红烛的对手。”孙长老来到了比武台上，看着红烛笑问道：“你是何时突破至先天境的？突破了为何不来找我？我也是前几天刚刚突破，想着还有几天就是外门弟子大比了，就没有来找长老。”红烛回应道：“突破了好。”孙长老笑着点了点头，对红烛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和蔼。孙长老笑说道：“既然你已经突破至先天境了，那你就是内门弟子了。这外门弟子大比你继续参加的确不是很合适。至于奖励，你成为内门弟子，宗门自然会给你奖励，不比这第一名差。”孙长老笑着说道。红烛有些不情愿的点了点头，说道：“弟子知道了，这一次的大比你就在一旁观战吧。至于第一名的奖励，我也会给你一份。”孙长老看着红烛笑道：“多谢长老。”红烛闻言顿时眼前一亮，开心的说道：“那我呢？”竹青青红着眼看着孙长老，楚楚可怜的问道：“我这一次怎么算？算你倒霉呗，谁让你碰上我了呢？”红烛在一旁不客气的嘲讽道：“我要撕烂你的嘴！”竹青青气得咬牙切齿的说道。红烛闻言瞪了他一眼，说道：“怎么找打？是不是刚刚下手轻了？你等我突破先天境的。”竹青青恶狠狠的说道：“那你可得快点，别让我等太久了，不然太寂寞了。”红烛无情嘲讽道。竹青青哼了一声没有说话，先让红烛得意一阵，等自己突破了，有他好看。孙长老看着竹青青说道：“既然你已经败了，那就是被淘汰了啊！”竹青青闻言顿时撅起嘴，一脸的不高兴。败了就是败了。孙长老面无表情的说了一句，随即看着众人说道：“下一组。”竹青青哼了一声，狠狠瞪了红烛一眼，随即起身离去，回去换衣服。在场的一众男弟子们则是大饱了眼福，虽然看不到重点，不过也是不可多得的风景。恭喜师姐突破先天境。田修见到红烛走下台，主动上前道贺，一旁的众人也都纷纷上前道：“恭喜师姐突破先天境。”红烛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而是径直朝着叶晨走过去。叶晨此刻笑的也是十分开心，之前对他威胁最大的就是红烛师姐，如今红烛师姐不能继续参赛了，那他获得第一名的机会自然大大增加。红烛自然明白叶晨的想法，走到叶晨面前，看着叶晨说道：“我退赛了，你可要加油了。”叶晨嘿嘿笑道：“师姐放心，这第一名非我莫属，只是师姐你可不要忘记我们之间的约定，你能拿到第一名再说吧。”红烛白了叶晨一眼，随即没有说话，站在了一旁静静的观战。在场众人见到这一幕不由得十分意外，这叶晨不过是一个新人，怎么看起来跟红烛师姐这么熟悉？尤其是听到二人之间的对话，那种感觉可是要比普通朋友还要近。最主要的是，叶晨一个新人竟然敢扬言要获得大比第一名，简直就是痴心妄想。本就不看好叶晨的众人，此刻更是将叶晨当作是眼中钉肉中刺。一个新人敢这么说话，是当他们不存在吗？简直就是不将他们这些人放在眼里，实在是太猖狂了。田修更是脸色阴沉地看向了叶晨，红烛跟他只是点了点头，跟叶晨却是相谈甚欢，这岂能不让田修嫉妒？叶晨一边观看着台上的比试，一边开口说道：“红烛师姐，我看你是故意的，就是想要让我成为众矢之的，好被大家伙针对。我只是单纯的来鼓励鼓励你，给你加加油。”红烛淡淡的笑道：“怎么，你怕了？”红烛反问道：“怕？为了这个第一名，我豁出去了。”叶晨一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势说道：“第一名我势在必得。”这么有自信？红烛笑问道：“那是自然，无论如何也得让你跪在我面前。”叶晨小声说了一句，不过嘴角却是挂着一抹坏笑。一想到那个场景，叶晨就激动不已。色呸！呸！红烛闻言顿时清脆了一口，一想到那个姿势，俏脸瞬间红得像是熟透的苹果。不过红烛的内心有些悸动，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有一些小期待。一旁的田修见到红烛与叶晨在那里有说有笑，虽然听不清楚说什么，但却是气得他直咬牙。田修恨不得自己对战的人是叶晨，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猖狂小子。下一组，孙长老喊了一声：“到我了！”叶晨立刻朝着比武台上去。银海这边也是满脸的笑容，心里还在为自己的对手是叶晨而感到高兴。给我狠狠教训他一顿，千万不要因为是新人就留手，狠狠收拾他。一旁的众人纷纷朝着银海喊话道：“若是输给他，你就别说你认识我，输给他，腿给你打折了。”银海自信回头，笑着拍了拍胸口说道：“诸位放心，包赢的。”银海纵身一跃，来到了比武台上，看着已经站在台上的叶晨，笑着说道：“遇到我算是你倒霉，不过我遇到你可真是太幸运了，这么自信能打败我。”叶晨闻言眉毛一挑，笑问道。银海扬起头，十分自信地说道：“若是连你这个新人我都打不过的话，那岂不是被人笑掉大牙？”哦，叶晨嘴角泛起了一丝冷笑，随即直奔着银海冲了过去，腰间清风剑出鞘，一剑直接斩了过去。银海见状顿时大吃一惊，随即立刻横剑在身前想要挡住叶晨这一剑。然而叶晨这一家势大力沉，威力十足，银海根本挡不住叶晨这一剑，当场被一剑击退，掉落在了比武台之外。银海整个人彻底愣住了，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叶晨，握着剑的手更是在颤抖。银海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败，还败得这么快，连叶晨一剑都接不住。原本还叫喊着要让银海教训叶晨的众人，此刻鸦雀无声，所有人像是石化了一样，愣在当场。他们万万没想到叶晨竟然会这么强，这怎么可能？红烛美眸之中异彩连连，心想叶晨的修为实力好像比之前更强了，这家伙总是给人带来惊喜。竹青青换好了衣服，重新走回来观战，结果正看到叶晨一剑斩飞了银海。竹青青震惊地张大了小嘴，满眼不可思议地看着台上的叶晨，他就知道这个叶晨不简单。而当他见到叶晨走到台下红烛身边，跟红烛有说有笑之时，顿时眯起了眼睛。红烛之前可从来不这样，如今却是跟叶晨如此亲近，直觉告诉他，红烛能够突破先天境，肯定跟这个叶晨有关。叶晨这边跟红烛有说有笑，而银海那边可是惨了。作为天剑圣地的老人，没有打过一个新人，还被人一招给击败了，这可是丢人丢到家了。众人气得对银海破口大骂：“你真是废物！不是说包赢的吗？我看你这是包输，就没见过你这么丢人的。早知道让我去都比你强。”银海看着四周气急败坏的众人，只能讪讪地一笑道：“我大意了，没有想到这小子不讲武德，直接出手，我根本没有准备好呢。”哼！众人冷哼了一声，不去理会银海，甚至之前跟银海比较好的人，此刻也都离银海远一点，生怕被殃及池鱼。银海一脸无奈地站在角落里，不敢多说一句话，他怕被唾沫给淹死。叶晨轻松晋级24强之后又上台抽签，而这一次叶晨的对手还是聚气境6重的修为，在叶晨面前根本不够看。此人的下场跟银海一样，被叶晨一剑斩出了比武台，当场失去了继续战斗的资格。银海一个人可能是大意了，可现在已经是2个聚气境6重修为的人被叶晨一剑击败了，这可就不是大意和侥幸了，这说明叶晨的实力很强，并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这小子一直都在扮猪吃老虎，毕竟能够晋级12强的人实力都不俗，最差都已经是聚气境8重修为了。这叶晨若是实力弱的话，怎么可能晋级？众人再也不敢小觑叶晨，纷纷重新正视叶晨。他们也清楚为何叶晨会跟红烛师姐走得近了，想必红烛师姐早就发现叶晨的真正实力。竹青青此刻也来到了叶晨身边，一脸好奇地看着叶晨问道：“一个刚入门才3个多月的家伙，怎么会这么强？你小子现在到底是什么修为？”聚气境7重，叶晨淡淡一笑，并没有隐瞒竹青青，毕竟已经上台比试了，众人对他的修为也猜出个8、9不离10了。看台上的一众长老们此刻也是越看越心惊，有人好奇地问道：“孙长老，你带回来的这个叶晨实力竟然这么强，3个月就修炼到这个境界，应该不可能有人办到，他来的时候就已经是聚气境了吧？”众人自然是不相信有人能够用3个月的时间直接从炼体突破到聚气境7重，这等修炼速度，除非是一些拥有特殊体质的修士。孙长老此刻也懵了，回想起初次遇到叶晨的时候，叶晨的确还没有突破聚气境，当时他还认为叶晨不是赵岩的对手，可这才没过多久，叶晨竟然已经突破到了聚气境7重，这怎么可能？这小子难不成真的是特殊体质？是他们眼中没有看出来？孙长老盯着叶晨，语出惊人的说道：“我带他回来的时候，他还没有突破到聚气境。”什么？一众外门长老闻言顿时惊呼出声，一脸震惊地看着远处的叶晨：“你没跟我们开玩笑？”众人死死盯着孙长老问道：“你们觉得我会跟你们开玩笑吗？”孙长老十分认真地说道：“这么说，这小子的天赋简直逆天，一定要仔细观察，上报宗门，重点培养，能在这么短时间内达到如此修为实力，百年难遇。”在场一众长老一致这么认为。继续看，说不定这个叶晨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毕竟还有几轮比试呢。孙长老笑着说了一句，随即飞身来到了比武台上。12进6比试开始抽签，
前12名上台抽签，孙长老看着众人说道：“叶晨上前抽签，而这一次他抽中的是1号签，而跟他同样是1号签的人，正是一直喜欢红烛的田修。田修见到自己抽中了叶晨，顿时眼前一亮。他可是在心里一直祈祷着能够遇到叶晨，好亲手教训一下叶晨。没想到竟然心想事成了。叶晨也没想到自己的对手竟然是田修，不过也无所谓，早晚都会遇上，早遇上，早点解决他就是了。”竹青青站在叶晨左手边，幸灾乐祸地说道：“这田修的实力可是很强的，就连我也不敢说稳赢他。如今剩下的人之中，他的实力应该是最强的。最主要的是，他可是一直喜欢红烛师姐。你小子跟红烛师姐走这么近，他必定不会放过你，你要小心了。”站在叶晨右手边的红烛哼了一声，毫不在意地说道：“我跟田修没有任何关系，他喜欢我是他的事情，我可从来没有喜欢过他。不过这一次你的确要小心了，田修的实力很强。”红烛也开口说道：“放心吧，聚气境内我无敌，谁来都一样。”叶晨十分自信地说了一句，随即朝着比武台上走了过去。“红烛师姐，你跟叶晨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说田修喜欢你，你解释什么？”竹青青一脸狐疑地看着红烛问道：“要你管？你一个手下败将，有什么资格跟我站在一起？”红烛冷哼了一声，冷冷地看着竹青青说道。竹青青没有理会红烛的话，而是追问道：“你能够这么快突破先天境，是不是叶晨帮你了？”懒得理你，红烛翻了竹青青一眼，不去理会竹青青，聚精会神地看向了比武台。他也很好奇，叶晨的实力到底能不能战胜田修？不单单是红烛，在场的众人此刻也都十分期待这一次的对决。毕竟叶晨作为黑马，实力已经得到了众人的认可，只是众人都不清楚叶晨的实力到底有多强，毕竟之前的对手都比较弱，而这一次的对手可是外门前5夺冠大热门的田修，肯定会逼得叶晨全力出手。不过在众人看来，叶晨肯定不是田修的对手，一个新人顶多聚气境7、8中的修为，不可能战胜田修。现在众人最期待的是，等一下田修会如何教训叶晨。毕竟叶晨跟红烛走得这么近，在众人看来这简直就是在自掘坟墓，田修肯定不会轻易善罢甘休。叶晨缓缓走上了比武台，而田修已经早早在比武台上等候了。没想到我的对手会是你。田修面无表情地看着叶晨说道。叶晨耸了耸肩膀说道：“我也没想到在这里就碰到了你，你很幸运，一路走过来没有遇到实力强大的对手，不过遇到我，你的好运到头了。”田修十分自信地说道。叶晨哼了一声说道：“大话不要说得太早，你觉得你吃定我了？若是等一下败了的话，会很丢人的。败，我会败给你。”田修闻言哈哈大笑了起来，整个人笑得十分放肆，要多猖狂有多猖狂，完全不将叶晨放在眼里。你想要打败我？田修一脸不屑地看着叶晨说道。这真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不仅仅是田修，台下的众人听到叶晨的话，也跟着田修一起哈哈大笑了起来，甚至有人更是笑出了眼泪，觉得叶晨不知天高地厚。等一下你就笑不出来了。叶晨冷哼了一声，随即直接拔出了腰间的清风剑。叶晨也不装了，直接运转体内剑气，将丹田内的剑气调动了出来，汇聚于清风剑之上。就在叶晨握剑的那一刻，整个人的气势陡然间发生了变化，原本玩世不恭的叶晨，在这一刻变得锋芒毕露，周身散发着凌厉剑气。这一刻的叶晨仿佛是一柄出鞘利剑，令人望而生畏。田修一脸震惊地看着叶晨，未战先怯，心中突然间升起一种无法战胜叶晨的想法，甚至连握着剑的手都开始颤抖，尤其是手中剑颤鸣不止，仿佛是在害怕。田修强行运转体内灵气，汇聚于手中的宝剑之上，让其不受叶晨的剑气影响。无论如何，这一战他都不能退，他一定要获胜。台下的众人此刻也都傻眼了，被叶晨身上的气势给震惊的说不出话，满眼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叶晨。竹青青此刻瞪着本就大的眼睛，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红烛同样震惊，没想到叶晨身上释放出来的剑气竟然如此强，甚至比此刻的他还要强。红烛甚至心想，若不是自己现在与叶晨比拼剑气的话，即便是有着先天一气的加持，他恐怕也比不过叶晨。难怪叶晨之前如此信心十足，扬言要夺得大比第1名，看来这家伙一直在藏拙，自己上当受骗了。看台上的长老们此刻同样是一脸震惊地看着叶晨，有人忍不住开口说道：“这叶晨怎么看起来像是传说中的先天剑体？”孙长老也忍不住咽了口水，激动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地说道：“若真的是先天剑体的话，那可真是太好了！再看看，再看看！”众人沉住气，准备再观察观察。而这个时候，台上的叶晨却是已经动手了。叶晨手持着清风剑，直接朝着田修冲了过去。田修虽然修为比叶晨高，但叶晨体内凝聚的剑气比田修的灵气要强大得多，再加上有着先天剑体的加持，这一剑的威力田修根本抵挡不住。一剑挥出，凌厉剑气从清风剑上释放了出来，直奔着田修斩了过去。剑气外放，田修见状彻底傻眼了，这可是只有先天境才能做到的事情，这叶晨在聚气境竟然就能够办到，这怎么可能？田修全力抵挡，可依然挡不住叶晨这一剑的剑气，当场被剑气重创，直接从比武台上倒飞了出去，重重摔在地上。田修握着剑的手在不断的颤抖，胸前更是出现了一道斜着的伤口，
正是被叶晨刚刚那一剑的剑气所伤。不过好在叶晨下手有分寸，加上田修拼命抵挡，这才没有伤到经脉，只是皮外伤。不过这道剑伤却是从肩膀斜着到腹部，看起来比较吓人。什么？在场众人见状，顿时倒吸一口凉气，一脸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一幕。谁也没想到，田修竟然被叶晨一剑给秒了。而更让众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叶晨在聚气境竟然展出了一道剑气，这可是先天境才能办到的事情，这怎么可能？台上的一众长老们此刻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起来。这一次他们100%确认了，叶晨就是传说中的先天剑体，只有先天剑体才能够有如此剑道修为，聚气境就已经达到了人剑合一的境界，并且展出一道剑气。这也解释了为何叶晨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修为突破的这么快，这都是因为先天剑体的缘故。看台上的一众长老激动不已，甚至有人忍不住感叹：天佑我天剑圣地，没想到出现了一位先天剑体。一众长老再也忍不住了，纷纷飞身来到了看台上，将叶晨给包围在了其中，上上下下的仔细打量着叶晨。好，真是太好了，没想到有生之年竟然能够亲眼见到传说中的先天剑体。为首老者，身为外门大长老的金平十分激动地看着叶晨，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先天剑体！台下众人闻言顿时惊呼出声，所有人都满脸震惊地看向了叶晨。没想到叶晨竟然是传说中的先天剑体，难怪他的实力这么强，怪不得叶晨如此自信，原来是先天剑体。这就是先天剑体吗？好强大的实力，我早就看出来叶晨不凡了，这一次的第一名非他莫属了。田修冲地上站了起来，此刻的他早已经心服口服了，他完全不是叶晨的对手。刚刚若不是叶晨手下留情，甚至他已经死了。当他得知叶晨是先天剑体的时候，震惊之余嘴角反而露出了一丝笑容，输给先天剑体不丢人。红烛和竹青青二人也被叶晨的体质给震惊到了。红烛知道叶晨不简单，可没想到竟然会是先天剑体，难怪这家伙如此胸有成竹。而竹青青震惊之余则是后悔没有早一点接触叶晨，竟然被红烛给抢先了。李宇峰此刻也在盯着叶晨，眼中春波流转，想着如何将叶晨给拿下。若是拿下叶晨这个先天剑体，那他以后的修炼就不愁了。孙长老满脸笑意地看着叶晨，客气地说道：当初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觉得你小子不简单，努力修炼，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叶晨没想到这些长老竟然这么热情，早知道如此，他就早点暴露自己的先天剑体了。好了，现在是外门弟子大比，有什么事情我们以后再说，继续比试吧。金平开口说道。长老们纷纷回到了看台上，孙长老继续主持外门弟子大比，叶晨则是走到了台下。而这一次，四周众人纷纷上前搭话，想要与叶晨套近乎。只是没等他们靠近呢，红烛和竹青青就率先来到了叶晨的身边，二人一左一右站着，让四周众人没有可乘之机，尤其是那些心怀不轨的外门女弟子。在场众人看着红烛和竹青青围着叶晨转，之前还觉得叶晨何德何能，竟然跟外门两大美女有说有笑，现在再看，众人反倒是觉得红烛师姐和竹青青有些高攀了。由于叶晨的强势出手，让在场的气氛达到了顶点，以至于后续的比试在众人看来都平平无奇，甚至有些无聊了。后续几轮的比试，叶晨的对手直接就认输了，根本不敢跟叶晨交手，毕竟田修都挡不住叶晨的一剑，他们就不自取其辱了。叶晨也乐得清闲，一剑不出，直接晋级决赛了。而让叶晨没想到的是，与他争夺第一名的人竟然会是李宇峰。你可要小心了，这个李宇峰可不简单。红烛在叶晨上台前忍不住开口提醒道。这次竹青青出奇的没有跟红烛抬杠，而是点头认同红烛的说法，告诫道：千万不要上了李宇峰的当，这个女人很有一套，尤其是对付你们这些外门男弟子。是吗？那我倒是想要会一会她，看看她到底有什么能耐。叶晨笑着说了一句，随即朝着比武台走去。李宇峰在叶晨之后走上了比武台，只见到李宇峰扭动着腰肢来到了叶晨的面前，眼波流转，甚至冲着叶晨抛了一个媚眼。叶晨师弟，你都已经是先天剑体了，这第一名的奖励对你来说不算什么，不如将这第一名让给我吧，只要你肯将第一名让给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李宇峰语气中充满了诱惑，给叶晨一种只要点头就可以随时得到他。果然这家伙肯定会勾引叶晨，跟我想的一样。红烛一副早就料到的表情看着台上的李宇峰。竹青青哼了一声说道，这家伙又开始发骚了，这些男人也真是的，都抵挡不住他的诱惑，真是一群下半身思考的动物。依我看，叶晨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这家伙对付男人有一套。竹青青撇着嘴说道。红烛知道叶晨本就好色，面对投怀送抱的李宇峰肯定没有任何抵抗力。不过红烛心想，若是叶晨敢跟李宇峰发生关系，以后无论如何都不会让叶晨碰自己一下，他嫌脏。而台上的叶晨面对李宇峰的诱惑却是不为所动，态度十分强硬地说道，这第一名我势在必得，师姐若是不想受伤的话，现在认输即可。李宇峰闻言有些诧异地看了叶晨一眼，随即再一次开口说道，师弟，只要你将第一名让给我，姐姐可以满足你的任何要求。是任何要求？李宇峰怕叶晨听不明白他的言外之意，故意在要求2个字上加重了语气。然而
叶晨依然不为所动，面无表情地看着李宇峰说道：“师姐若是不想受伤的话，现在可以认输，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师弟还真是不解风情。李宇峰一脸无奈地白了叶晨一眼，随即举手示意道：“我认输了。”叶晨倒是想要一解风情，奈何阴阳造化鼎始终没有任何动静，李宇峰提供不了造化之力，叶晨自然不想在他身上浪费时间精力。而台下的红烛见状却是有些意外，没想到叶晨竟然能经得住李宇峰的诱惑，倒是让他对叶晨刮目相看。李宇峰气得一跺脚，转身朝着比武台下走去。孙长老上台来到了叶晨的身边，笑着宣布道：“此次外门大比第1名是叶晨，没想到你小子给我带来这么大的惊喜，你的奖励我会派人给你送去。”孙长老拍了拍叶晨的肩膀说道：“好了，今日大比已经结束了，奖励会在3日内给你们发放，都散了吧。”孙长老挥了挥手，示意众人可以离开了。此次大比让众人最没想到的是，出现了叶晨这么一个拥有先天剑体之人，而叶晨的第1名也是实至名归，先天剑体实在是太强了。经此一战，叶晨也成为了公认的外门第1人。只不过众人比较好奇，叶晨和红烛师姐2个人若是比试的话，谁更强一些？不过红烛师姐即将成为内门弟子，不属于外门，不在众人讨论范围之内了。众人此刻一边走着一边谈论着关于叶晨的事迹。萧晨则是跟众人吹嘘着当初跟叶晨第一次交手的时候，自己如何在叶晨手中全身而退，怕别人不信，甚至拉来了孙亮给他作证。而孙亮已经快要被吓死了，没想到他们打劫的人竟然是外门第1人。众人也都在那里调侃孙亮，称其为外门最有胆量的人。叶晨刚想要下台回去，却是被一旁的孙长老给叫住了。孙长老满脸微笑地看着叶晨说道：“之前在青岩城的时候多有得罪，你可不要记恨我，我也是迫不得已，毕竟我没有进天剑圣地之前跟赵家有一点交情，我欠他们一个人情。”孙长老歉意地说道：“若是有得罪的地方，我在这里给你赔礼了。”叶晨闻言连忙上前制止了要失礼的孙长老，连忙说道：“孙长老不要这么说，那件事情我根本没放在心上，毕竟我们叶家也没有任何损失，你不记恨我就好，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找我。”孙长老笑着说道。叶晨点头说道：“若有需要，我一定找您。若是没有别的事情，那我就回去休息了，今日也有些累了。”叶晨看着孙长老说道。孙长老点了点头说道：“好，你快回去休息吧，3日内我会派人将奖励给你送过去。至于你先天剑体的事情，我们外门一众长老会商讨一下，到时候会上报宗门，放心，宗门肯定会重点培养你。”叶晨闻言点了点头，若是宗门多给一些修炼资源的话，那可不错。叶晨迫不及待地朝着比武台下走去，第1名的奖励还是次要的，他主要是想要让红烛师姐履行赌约。红烛也并没有直接离开，而是站在那里等着叶晨。跟着红烛一起的则是竹青青，红烛倒是想要将竹青青给赶走，然而竹青青赖着不走，红烛拿他也没有办法。外门2大美女在这里等着叶晨，一旁众人纷纷投来的羡慕的目光。恭喜师弟，没想到师弟你这么厉害。竹青青向前走了一步，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甜甜一笑，夸赞道：“师弟你现在已经是外门第1人了，真不愧是先天剑体，实力就是强。”竹青青冲着叶晨竖起了大拇指。叶晨闻言笑着挠了挠头说道：“师姐不要再夸了，再夸我可就要飘了。红烛师姐，我可是获得了第1名，你跟我之间的约定你可要记得。”叶晨看一旁的红烛没有说话，不由得主动上前，笑嘻嘻地说道。红烛白了叶晨一眼，哼了一声说道：“没想到你小子隐藏得这么深，不过你能拒绝李宇峰，倒是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嘿嘿，这第1名谁来我也不能让，毕竟我可是跟师姐你打赌了的。”叶晨眼神炙热地盯着红烛说道。一想到赌注，红烛顿时俏脸通红，白了叶晨一眼，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你们赌什么了？竹青青眼神好奇的在红烛和叶晨之间不断的扫视。跟你有什么关系？红烛瞪了竹青青你一眼，冷冷的说了一句。竹青青闻言哼了一声，随即看向了叶晨问道：“叶晨师弟，快跟我说说，你敢说我饶不了你？”红烛瞪了一眼威胁道。叶晨连忙闭嘴，笑而不语。我累了，我得回去休息休息，养精蓄锐。叶晨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个哈欠说道：“等一下还有一场大战呢。”叶晨说着话朝着自己住处的方向走去。竹青青闻言则是眼前一亮，一听到还有大战，顿时来了兴致，好奇的看着叶晨问道：“还有大战？你要跟谁一战？谁这么大的胆子，还敢挑战你？”红烛自然是听出了叶晨的言外之意，原本就涨红的脸，这一次直接从脖子红到了耳朵。竹青青将红烛的反应尽收眼底，心想不对劲，十分的不对劲。喂，你说清楚啊！竹青青在叶晨身后大喊了一声，叶晨却是摆了摆手，打了个哈欠，加快了离开的脚步。你们之间肯定有事瞒着我。竹青青看着红烛问道。红烛没好气的说道：“瞒着你怎么了？我凭什么要告诉你？你一个手下败将，也好意思跟我站在一起？懒得理你。”红烛翻了个白眼，转身离去。竹青青气得火冒三丈，指着红烛的背影说道：“你别嚣张，等我突破先天境，绝对不会放过你。就凭你，还想要突破先天境？下辈子吧！”红烛头也不回的嘲讽了一句。竹青青气得站在原地直跺脚，咬牙切齿的说道：“你给我等着，今日之耻，
来日定当百倍奉还。不告诉我，我自己查。竹青青哼了一声，随即转身离开。叶晨返回住处之后，直接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开始养精蓄锐。现在还是白天，怎么也要等到晚上再说。不过一想到今晚就可以让红竹师姐乖乖听话，叶晨就有些激动，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夜里，叶晨睁开眼睛，穿戴整齐，刚准备出门去找红竹，结果就察觉到了一道气息已经来到了院门外。叶晨一开始还以为是红竹师姐自己主动送上门来履行约定呢，结果察觉到这道气息不对，不是红竹师姐。而就在这个时候，这道身影已经翻墙走了进来。来人借着月色来到了叶晨的房门前，轻叩房门，小声问道：“叶晨师弟，你睡了吗？”叶晨闻言皱起了眉头，这个声音不是别人，正是白天被他拒绝的李宇峰。怎么会是他？他来找自己干什么？这么晚了，难不成是主动送上门的？叶晨想到这里，顿时眼前一亮。不过一想到阴阳造化鼎没有反应，悸动的心立刻冷静了下来。叶晨并没有搭话，装作自己睡着了。叶晨师弟，师姐找你有要事商议。李宇峰见到屋内没有回应，不由得再一次开口说道：“叶晨师弟，师姐我进来了。”李宇峰说着话就准备强行破门进去，你不回答就是同意了。李宇峰体内灵气运转，准备将叶晨的房门给拍开。叶晨没想到这个李宇峰这么猛，自己若师弟难道真的不想让我进去？跟师姐我好好沟通沟通。师姐，我可是很想跟师弟你沟通一番。李宇峰说话的时候，不经意间肩膀上的衣服滑落了下来，露出了雪白的香肩。本就穿着暴露的李宇峰，外面这套薄纱外衣滑落，顿时让李宇峰更显诱惑。叶晨见状也忍不住咽了口水，这真是送上门来的便宜，只可惜他没有造化之力。叶晨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还想着赶紧去找红竹师姐呢。叶晨摇了摇头，正色道：“我与师姐没有什么可沟通的，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清静。我累了一天了，想要睡觉了，师姐也快点回去吧。师弟当真不试试？试一下，保证你难忘今宵。”李宇峰不死心地说道：“师姐说什么我听不懂，师姐请自重，还是快回去吧。”叶晨收起了脸上的笑容，面无表情地说道：“不解风情。”李宇峰闻言并没有动怒，只是嘟囔了一句，紧接着一甩衣袖，将滑落的衣服重新穿好，一步三摇，转身朝着院外走去。李宇峰转身之后，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没想到这个叶晨竟然如此油盐不进，竟然跟他装傻充愣，这还是第一次失手，竟然有他勾引不了的男人。叶晨立刻关上了房门，坐在床上静静地等着，等李宇峰走远了，他好去找红竹师姐。叶晨也没想到这李宇峰竟然会主动找上门了，还好自己意志坚定，否则就要糟了。然而李宇峰刚刚走不久，叶晨的院内又有了动静，一道身影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叶晨的房门外。这李宇峰怎么没完没了了？叶晨见状顿时眉头紧皱，显得有些不耐烦。然而下一刻叶晨却是眉开眼笑，因为他从气息察觉到来人不是李宇峰，而是红竹师姐。叶晨顿时一挑眉，连忙来到了房门前，一把拉开了房门。红竹来到房门前，刚想要敲门，手刚伸出去，房门就被打开了，他的手也被叶晨给一把握住了。你，红竹有些惊讶地看着叶晨，不过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任凭叶晨将他拉进了房间内。没想到师姐你还真是愿赌服输。叶晨嘿嘿笑道。红竹哼了一声，故意欺骗叶晨道：“你想多了，我是来跟你道别的，我马上就是内门弟子，明日就离开外门去内门。”啊！叶晨闻言顿时哭丧着脸，痛心疾首地说道：“这不是天塌了吗？外门弟子不让进入内门，我岂不是要好久都见不得你了？师姐，你舍得离我而去吗？别贫嘴了，你努力修炼，早日成为内门弟子不就好了？”红竹闻言不由得噗呲一笑，随即瞪了叶晨一眼说道：“若是师姐想我了，可以来外门找我，我给你留门。”叶晨嘿嘿笑道：“呸，谁会想你？我才不会想你。”红竹哼了一声，风情万种地白了叶晨一眼。叶晨早就等不及了，直接上前将红竹给按到了门上，低着头朝着红竹的嘴吻了上去。红竹没有闪躲，而是激烈地回应着：“良久，唇分。”叶晨低头看着面色红润、喘着粗气的红竹，坏笑着问道：“师姐，你可是说好了愿赌服输，今晚你得听我的？”红竹轻轻嗯了一声，随即有些害羞地将头埋在了叶晨的胸口，心脏在扑通扑通地乱跳，想想还有些小期待，令人有些激动。叶晨当场将红竹给扒了个精光，随即抱着红竹来到了床上。红竹一开始有些害羞的不敢回头看叶晨，只能乖乖的在那里任由叶晨摆布。不过片刻之后，红竹逐渐上头，开始疯狂的扭动腰肢。叶晨尽情享受着这一次大比的胜利果实。红竹先入先天境，而叶晨后入先天境。由于红竹马上进入内门，将会有一段时间见不到叶晨，所以这一夜二人十分疯狂，一直到清晨才停下来。叶晨这边躺在床上，心满意足的呼呼大睡，红竹强撑着起来，穿好衣服，一边揉着腰，一边朝着门外走去。昨夜太疯狂了，这个坏家伙哪里来的那么多奇怪的姿势？红竹感觉自己的腰都要断了。红竹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叶晨的住处，殊不知一道身影躲藏在了不远处的树上，将红竹的反应尽收眼底。这道身影不是别人，
正是怀疑叶晨与红竹之间不对劲的竹青青。竹青青早在李宇峰之前就来监视叶晨，他想要弄清楚叶晨与红竹之间的关系，他想弄明白叶晨到底是如何帮助红竹，竟然让红竹突破了停留许久的瓶颈。一开始李宇峰来找叶晨，竹青青不意外，以他对李宇峰的了解，猜都能猜到李宇峰会如此行事。看到叶晨没有中招，不受李宇峰的诱惑，将李宇峰给赶走了，竹青青还在心里赞赏叶晨，觉得叶晨还是不错的。然而当他看到红竹进入远处的房间，加上之后房间里传来的动静，竹青青顿时傻眼了。竹青青怎么也没想到红竹竟然跟叶晨发生了关系，这让他险些惊掉了下巴。尤其是当他听到房间内传来那些不堪入耳的淫靡之音时，竹青青整个人都懵了，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竹青青听得脸红心跳，尤其是房间内的声音越来越大，这让未经人事的竹青青更加好奇了。他很想知道房间内现在是什么情形，原本想要冲过去抓个现行，不过想想又算了，毕竟人家两个人想要干什么不关他的事。不过让竹青青没想到的是，红竹竟然叫了整整一宿，天都亮了这才出来。看着走路姿势怪异的红竹，竹青青不由得暗骂了一声活该。等到红竹走远了，竹青青直接从树上跳了下来，朝着叶晨的房子走了过去。红竹没有关叶晨的院门，竹青青直接推门走了进去。叶晨，你出来！竹青青站在叶晨的房门前，冲着里面轻声叫道。叶晨刚刚睡去，迷迷糊糊的听到有女人喊他，还以为是红竹在叫他，眼睛都没睁开就开口说道自己动。叶晨，你不出来那我就进去了。竹青青见到叶晨没有反应，不由得直接推门走了进去。啊！刚刚进入房间的竹青青就见到叶晨正仰躺在床上，整个人身上一丝不挂。竹青青哪见过这个阵仗，顿时发出了一声尖叫。叶晨被竹青青的尖叫声吓得一个机灵，连忙翻身从床上坐了起来。叶晨下意识地向一旁看过去，发现红竹师姐不在，而眼前站着的竟然是竹青青。竹青青，怎么是你？你怎么在这里？叶晨一脸疑惑地看着竹青青，皱着眉头问道：你这个变态！竹青青双手捂着脸，不敢看叶晨，在那里对着叶晨破口大骂。此刻的竹青青不仅是脸，整个身子都要红透了。叶晨这才发现自己没有穿衣服，不由得将地上散落的衣服捡起来，十分淡定的一件一件穿上。穿好衣服之后，叶晨这才开口说道：我穿上衣服了，你把手拿开吧。你这个大变态，睡觉竟然不穿衣服！竹青青拿开了自己的手，但还是闭着眼睛骂道：我说这里是我的房间，我想要怎么睡觉你管得着吗？倒是你未经允许就进入我的房间，还在这里骂我是变态，我看你才是变态。叶晨一脸无语的看着竹青青说道：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癖好，来这里偷窥我睡觉，还是说你想要对我意图不轨？放屁，我会对你意图不轨？竹青青闻言气的立刻睁开眼，瞪着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气鼓鼓的反驳道：那你这么早来我这里干什么？我的美梦都被你给打搅了。叶晨皱着眉头，有些不耐烦的问道：我看你不是美梦被我打搅了，是怕你跟红竹之间的好事被我给打搅了吧？竹青青撇嘴说道：哦。叶晨闻言一挑眉，随即疑惑地看向了竹青青问道：这么说你碰到红竹师姐了？我没碰到她，不过我看到了，昨晚上你们干了什么我都知道，你们的声音真是恶心。竹青青满脸嫌弃地说道。叶晨闻言立刻抓住了竹青青话里的重点，盯着竹青青问道：这么说你昨晚在外面听墙角听了一夜？我们可是正常的男女关系，倒是你在外面能听一夜，师姐就这么爱听？叶晨坏笑着问道。竹青青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下意识地捂住了嘴，不过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用了。竹青青有些尴尬地看了叶晨一眼，随即看着叶晨问道：我来是有事情问你，你究竟用了什么手段，让红竹这么轻易地突破到了先天境？你想知道？求我！叶晨面带笑容地看着竹青青说道。你！竹青青闻言气得直跺脚。叶晨知道继续斗下去，竹青青恐怕真的要急了，不由得摆了摆手说道：好了好了，不逗你了，我告诉你就是，快说！竹青青瞪着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满眼求知欲地盯着叶晨问道：破镜丹？叶晨一字一句地说道：破镜丹？竹青青闻言顿时一愣，随即看着叶晨问道：你给了红竹破镜丹？你一个新人哪里来的破镜丹？竹青青一脸的疑惑，不清楚叶晨是从何处得到的破镜丹，要知道那可是3品丹药，很珍贵，他想买都买不起。叶晨一个新人，而且根据他的调查，叶晨的家世甚至连普通都算不上，不过是一座小城的小家族，怎么可能买得起破镜丹？你别管我从哪里弄来的，反正是给红竹师姐一颗，帮助她突破了一直困扰她的桎梏，突破到了先天境。叶晨淡淡的说道。没想到竟然是破镜丹。竹青青喃喃自语了一句，随即满怀希望的看向了叶晨，问道：你还有破镜丹吗？有。叶晨点了点头说道。快拿来给我！竹青青连忙伸手从叶晨要。叶晨闻言却是笑了，像是看傻子一样的看着竹青青，笑道：师姐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那可是破镜丹，那是说给你就给你的吗？竹青青此刻也意识到自己唐突了，是她太心急了。竹青青一脸真诚地看着叶晨问道：我要怎么做你才会给我破镜丹？零食还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只要我有，你提出来我就给你。竹青青连忙说道。此话当真？
叶晨挑眉问道：“当真？”竹青轻重点头。叶晨闻言缓缓开口说道：“我不要别的东西，我只要师姐你。”要我？你这是什么意思？竹青青闻言一愣，一脸疑惑地看着叶晨问道：“意思很简单，只要师姐你陪我睡一觉，我就给你一颗破镜丹。”叶晨正色道：“你无耻，流氓，混蛋！”竹青青闻言顿时满脸通红，对着叶晨破口大骂了起来。叶晨闻言却是不为所动，十分淡定地说道：“全凭自愿，我也不强迫你，师姐没必要这么激动。我就是一辈子不能突破到先天境，在聚气境老死，我也不会要你的破镜丹。你休想拿破镜丹来要挟我！”竹青青冷哼了一声，随即直接转身就走。砰的一声，竹青青用力一甩，叶晨的房门险些被竹青青给关坏了。叶晨没想到竹青青的情绪如此激动，这可是要比红竹师姐激动多了。没想到看起来可可爱爱的竹青青师姐，内心竟然这么狂暴。不过叶晨也没有追出去，并没有理会竹青青，毕竟这件事情完全就是自愿，强扭不得。最主要的是，经过了昨夜与红竹师姐的疯狂，体内阴阳造化鼎之中又多了300造化之力，现在一共是330造化之力。叶晨看着这些造化之力，得好好想想要如何使用，毕竟造化之力得来不易，坚决不能浪费。而就在这个时候，门外有人喊道：“叶晨在吗？有事找你。”叶晨闻言皱起了眉头，今天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多人找自己？谁啊？找我有什么事情？叶晨有些不耐烦地推开门，结果看到门外站着的是外门大长老，顿时笑脸相迎地朝着院外走去。怎么是大长老您呢？您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叶晨满脸笑容，十分好奇地看着大长老问道。金平笑着说道：“你不是获得了外门弟子大比的第1名吗？我这是来给你送第1名的奖励，这种小事怎么还让大长老您亲自来一趟？您随便派个人给我送来，或者随便派个人知会我一声，我就过去取了。”叶晨连忙说道：“无妨，我闲着也是闲着。”金平笑着摆了摆手，随即拿出一个储物袋递给了叶晨，说道：“你看看，这里面就是给你的奖励。”叶晨打开了储物袋，发现其中竟然装着足足100块下品灵石，除此之外，里面还有一颗聚气丹。金平笑着说道：“前世名都有100块下品灵石，至于这聚气丹，是我们外门对你的额外奖励。毕竟你是先天剑体，我们还是想要给你一些好处，助你快速成长。不过宗门那边也说了，不会给你什么特权，一切还是要你自己去争取。这不是看不起你，而是对你的磨练。不过若是遇到什么问题，你随时可以来找我。”多谢长老的厚爱，叶晨有些激动地说道。对了，功法或者是玄技，你可以自己去挑选，拿着你的身份令牌即可，我已经打过招呼了。大长老说着话，拍了拍叶晨的肩膀，鼓励道：“努力修炼吧，我们都很期待着看你快点成长起来，我们想亲眼见证先天剑体的强大。”我会努力的。叶晨郑重地点了点头。大长老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转身离去，不再打扰叶晨。叶晨看着手中的储物袋，顿时眼前一亮，既然大长老没有要回去，那就证明是送给我了。这储物袋价值不菲，里面的空间可是比孙亮那缴获来的要大了很多，留着以后卖了换灵石也不错。不过思来想去，叶晨还是觉得戴在腰间用来迷惑别人，这样就不会暴露自己手上戴的隐灵戒。叶晨返回房间，锁好房门之后，将这100块灵石放在了隐灵戒中，储物袋中只放几块灵石。做好这些之后，叶晨祭出了阴阳造化鼎。叶晨拿出了刚刚得到的聚气丹，直接扔到了阴阳造化鼎之中，将聚气丹强化成破镜丹。下一刻，只见到阴阳造化鼎中泛起了金光，伴随着造化之力在其中不断运转，金色光芒越来越刺眼。片刻之后，金光消失，叶晨之前扔进去的聚气丹同样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颗泛着金光的丹药悬浮在阴阳造化鼎之中。紧接着一道信息传入了叶晨的脑海之中：消耗50造化之力，聚气丹强化至破镜丹。成了，还是极品破镜丹。叶晨见状，顿时眼前一亮，又是一颗极品破镜丹到手，现在万事俱备，只等竹青青师姐答应自己的条件了。不过就算是竹青青师姐不答应，叶晨也可以留着破镜丹自己突破先天境使用。不过叶晨还是希望竹青青能够想通，毕竟破镜丹它可以随时强化，而造化之力却是十分难得。红竹师姐去了内门，短时间内根本找不到人，想要获得造化之力，只能从竹青青身上想办法了。不过叶晨并没有操之过急，先让竹青青冷静冷静，现在过去找竹青青容易适得其反。叶晨直接起身朝着正阳峰玄技阁走去，第1名有免费的机会，那自然不能浪费。功法他已经有了养剑诀，这可比外门功法阁中的任何一部功法都要好。叶晨准备去选择一部皇级高阶玄技，毕竟技多不压身，多几种保命手段也是不错的。玄技阁同样位于正阳峰半山腰，在功法阁的正对面，建造的与功法阁一模一样。而在玄技阁的门前，同样有一名老者看守，只不过这名老者并不喝酒，而是坐在玄技阁前与空气对弈。之所以说他与空气对弈，是因为老者面前的棋盘对面空无一人。叶晨看着觉得有些奇怪，不过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冲着老者抱拳施礼道：“弟子叶晨见过长老。”哦，你就是那个叶晨？老者闻言顿时眼前一亮，放下了手中的棋子，转头看向了叶晨，忍不住上下打量了起来。没想到这么多年来，
我天剑圣地又出了一位先天剑体。老者神采奕奕，十分激动地打量着叶晨。叶晨被看得有些不自在，但也不好说什么，只能礼貌性地面带微笑。快去选你想要的玄技吧，3楼是黄级高阶玄技，你可随意挑选一部。老者看出了叶晨的不自在，不由得摆了摆手说道。叶晨闻言点了点头，迈步朝着玄技阁走了进去。玄技阁不仅外面建造的跟功法阁一样，里面的摆设也与功法阁一样，书架之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玄技。只不过这一次叶晨并没有在第一层停留，直接朝着楼上走去。3楼是黄级高阶玄技，数量上要比1楼少了很多，顶多只有1楼的1/10。叶晨在3楼仔细挑选了许久，剑法玄技他不缺，选来选去，最终将目光停留在了一部名为疾风步的身法玄技之上。疾风步，黄级高阶玄技，修炼至大成，快如疾风。叶晨毫不犹豫地将疾风步给拿了下来。这身法玄技在整个3楼都很少，只有几本。这疾风步不错，拿回去强化一下刚刚好。叶晨拿着疾风步来到了玄技阁外，老者看着叶晨手中的疾风步，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有些疑惑不解地问道：以一个先天剑体，不选择修炼剑法玄技，而修炼身法？弟子认为身法也很重要，毕竟身法快，无论是在战斗中还是用于逃跑保命，都是很不错的。叶晨笑着说出了自己的理论。老者闻言一脸无语地看着叶晨说道：以一个先天剑体，本应该锋芒毕露，剑气纵横，没等开战呢，就先想着修炼逃跑的技能了。谁说只能用来逃跑了？追杀敌人也是很不错的。叶晨笑着解释道。好吧，你喜欢就好，我也无法干涉。老者摆了摆手说道。我现在将这功法上的禁制打开，你在这里誊抄一份，这原本是不能离开这里的。不仅仅是原本，你誊抄出来的副本也不准外传，若是泄露出去的话，门规处置。老者认真的说道。是，弟子谨记。叶晨闻言立刻拿起老者准备好的纸和笔，老老实实的将疾风步抄了一份。抄录好了之后，叶晨站起身，冲着老者抱拳施礼道：弟子还要回去努力修炼这部玄技，告辞了。去吧去吧。老者冲着叶晨摆了摆手。看着叶晨离开的背影，老者忍不住直叹气，这小子真的是令人无奈，一个先天剑体到了这里不选择剑法，竟然选择身法，着实是让他想不通。功法阁前面躺着的老者见状哈哈大笑道：你这老家伙就别想那么多了，这小子在我这里也只选了氧气诀。什么？就没见过这样的先天剑体？玄技阁的老者闻言气得直摇头，或许是他在藏拙也说不定。功法阁前的老者笑着说道：若是如此年纪就有如此心性，那可真是了不得。不管怎么样，只希望他不要埋没了先天剑体。叶晨则是不理会那么多，剑法手上有，以后想要更强的剑法，只需要积攒造化之力，不断强化就行了。现在缺的就是身法，自然要选择身法。叶晨将房门锁紧，祭出了阴阳造化鼎，随即将疾风步扔到了阴阳造化鼎之中，强化疾风步。叶晨念头一动，下一刻阴阳造化鼎之中泛起了金光，造化之力运转，开始强化疾风步。只见到阴阳造化鼎之中有着一个个金色小人，以各个姿态不断冲出来，不断朝着叶晨这边飞来，最终汇聚在叶晨的眉心之中。叶晨只感觉到脑海中烙印了一部身法玄技，仿佛与生俱来一般，不需要修炼就已经完全领悟。下一刻，金光消散，阴阳造化鼎归于平静。紧接着一道信息传入了叶晨的脑海之中，消耗280造化之力，疾风步强化至玄级高阶身法玄技游龙步。游龙步修炼至大成，身若游龙，可追风逐电，御风踏浪。叶晨见状顿时眼前一亮，随即整个人瞬间消失在了原地。等再一次出现之时，已经身处在院外了。叶晨回头看了眼被打开的房门和院门，满意的点了点头，不过是简单试一试这游龙步的速度，没想到竟然让他的速度变得这么快，真不愧是玄级高阶的身法，这造化之力没有白花。一想到造化之力，叶晨就一脸的无奈，刚刚积攒的造化之力又被他给花光了，又要想办法积攒造化之力。叶晨先是去了红烛师姐的住处，结果已经人去楼空，红烛师姐已经晋升为内门弟子，居住也在内门了。叶晨身为外门弟子，根本进不去内门，原本想要与红烛师姐继续沟通的念头也只能打消了。现在唯一能够提供造化之力的就是竹青青了，不过叶晨并没有急着去找他，先让他冷静冷静。叶晨返回了自己的住处，直接盘膝坐在床上，开始闭关修炼。不管怎么样，打铁还需自身硬，先提升自己的修为。伴随着叶晨运转养剑诀，四周的天地灵气开始快速的朝着叶晨身边汇聚过来。叶晨疯狂的吞噬吸收这些天地灵气，通过养剑诀的运转，将其转化为剑气存储在丹田之内。伴随着丹田内的剑气越来越充盈，叶晨的修为也在逐渐的攀升，直接从聚气境7重突破到了聚气境8重。这一次叶晨为了能够更快的突破，直接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一块灵石，虽然只是下品灵石，但其中蕴含的天地灵气却是十分精纯，天地灵气之浓郁，远超天剑圣地的天地灵气数倍不止。仅仅只是这一小块下品灵石就足够叶晨吸收许久。灵石本就是修炼所用，只不过灵石太过珍贵，外门弟子根本不舍得拿灵石来修炼。叶晨可不管那么多，先提升自己的修为再说。灵石用光了，可以再去弄，
实力提升了才是最主要的事情。就在叶晨的修为趋近于聚气境8重圆满的时候，外门却是传来了一声怒喝，打断了叶晨的修炼。叶晨，你给我滚出来！叶晨闻言立刻停止了修炼，整个人眉头紧皱，心想天剑圣地外门，现在还敢有人如此上门挑衅，真是活腻了。而当叶晨推门走出去，看到院外之人时，却是一愣，没想到来人竟然是赵岩。叶晨怎么也没想到，赵岩竟然会出现在这里，还敢在自己的门前叫嚣。在赵岩身旁跟着的孙亮整个人都吓傻了。原本是带着赵岩这个新人来挑选住处，熟悉一下环境，结果刚介绍到这里叶晨的住处，还没等他说第二句话呢，赵岩就直接冲着叶晨的住处大喊了这么一句。孙亮生怕叶晨出来，以为是他教唆的，怕叶晨怪罪到他的头上，显得孙亮脸都白了。叶晨师弟，这跟我没关系，我带他来熟悉环境，我们只是路过。孙亮连忙解释道。叶晨闻言笑着说道，我知道跟你没关系。赵岩看到孙亮的样子，不由得一脸疑惑地说道，孙亮师兄，我怎么看你有些怕他呢？他不过就是比我早入门3个月的新人而已。早入门3个月的新人而已。孙亮闻言瞪大了眼睛，咽了口水，不敢继续搭话了。他可惹不起叶晨。至于赵岩这个打着孙长老旗号来的新人，他同样惹不起。叶晨，你让我在家足足养伤3个月，这笔账我一定会跟你好好算一算。赵岩死盯着叶晨，咬牙切齿地说道，既然我来了天剑圣地，你就别想有好日子过，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孙亮听到赵岩的话，不由得瞪大了眼睛，像是看傻子一样的看着赵岩。孙亮好奇地问道，赵岩师弟，你也是先天剑体？先天剑体那可是百年难遇，我自然不是先天剑体。赵岩连忙说道。师兄为何突然间这么问？赵岩一脸好奇地看着孙亮问道。孙亮闻言摇了摇头，随即没有说话，他可不敢多嘴，生怕多嘴了叶晨。只是此刻孙亮看向赵岩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小丑，不对，应该说是像看傻子一样。孙亮怎么也没想到，竟然来了一个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就算是认识孙长老又如何，敢如此跟叶晨叫板，这不是自己找死吗？叶晨来到了院外，站在赵岩面前，看着眼前依然不知悔改、十分嚣张的赵岩，叶晨心中杀心再起。原本叶晨还在想着到底要如何处置赵岩，要不要给孙长老一个面子，饶他一命，可现在看来，这赵岩纯粹就是在找死。之前若不是孙长老出手救下了你，现在你都已经是一个死人了，就凭你也敢跟我叫板，你觉得你配吗？叶晨一脸不屑地看着赵岩，出言嘲讽道，之前是我没有大意了，没想到你小子那么阴险，不过到了天剑圣地就不一样了，等我突破去气境，你小子不可能是我的对手。赵岩一脸狂傲地说道。噗！孙亮闻言在一旁一个没忍住，直接笑出声了。赵岩的话简直就是他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一个现在连聚气境都没有突破的新人，竟然敢说叶晨这个外门第一人不是他的对手。孙亮只能感慨，真是无知者无畏。不仅仅是孙亮，叶晨也被赵岩这句话给逗笑了。此刻的赵岩在叶晨面前就如同是一只蝼蚁，叶晨一只手就能碾死他。赵岩的行为在叶晨面前就是上蹿下跳的小丑，可笑至极。赵岩见叶晨如此不将自己放在眼里，甚至在那里嘲笑自己，顿时急了。气急败坏的赵岩死盯着叶晨，咬牙切齿地说道，你小子别嚣张，等我突破去气境之后，你可敢与我一战？与你一战？叶晨像是嗤笑着说道，我还真是不敢，我怕被别人笑话死，毕竟我这身份跟你一战，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侮辱，就凭你的修为实力，不配与我一战。叶晨满脸不屑地说道，你有什么身份，还敢看不起我？赵岩瞪大了眼睛，不服气地大声质问道。孙亮实在是忍不住了，在一旁开口说道，赵岩师弟，我看你还是赶紧给叶晨师弟跪下磕头道歉吧，不管你们之前有什么恩怨，你现在诚心求饶的话，叶晨师弟看在孙长老的面子上，也许会饶你一命。我跟他磕头道歉，他算是什么东西？赵岩冷哼了一声，不服气地说道。找死！叶晨闻言眼中闪过了一道寒光，随即一个闪身瞬间出现在了赵岩的身前，一拳直接朝着赵岩的丹田轰了过去。赵岩瞬间愣在当场，捂着自己的肚子跪倒在了叶晨的面前，嘴里更是流出了鲜血。叶晨刚刚那一拳直接震碎了赵岩的丹田以及全身经脉，彻底将赵岩给打成了废人。孙亮被叶晨的身法速度给吓了一跳，没想到叶晨的速度这么快，心想好在不是对他出手，要不然他就要跟赵岩一样，还没等反应过来呢，就已经跪倒在地上了。赵岩此刻脸色惨白如纸，整个人疼得冷汗直冒。赵岩死咬着牙，痛苦万分地跪在叶晨的面前，你三番两次的挑衅我，真当我不敢动你？叶晨含着脸盯着赵岩，杀意十足地说道，若不是宗门不让同门厮杀，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死人了。赵岩此刻已经彻底的绝望了，捂着胸口跪在叶晨的面前，头磕在了地上，双目有些失神。赵岩万万没想到，仅仅只是一拳，他就彻底的废了，这一次是真的完了，丹田被打碎，经脉被震断，从此以后彻底沦为废人。叶晨冷声说道，这一次是给你的警告，若是再敢惹我，就不是被废了这么简单。叶晨看着孙亮说道，带他去找孙长老，让孙长老处置他，这里的事情希望你给我作证，如实跟孙长老说。是，我一定如实禀报。孙亮连连点头，
紧接着将地上的赵岩给拉了起来，搀扶着赵岩去找孙长老。你说你招惹谁不好，为何非要招惹叶晨师弟？叶晨师弟那可是刚刚获得了外门弟子大比冠军的人，现在是公认的外门第一人，整个外门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你一个新人，竟然敢主动招惹他，不是找死吗？我要是你，早就跪在叶晨师弟面前磕头认错了。看在你们之间是老乡的份上，说不定叶晨能照顾一下你，到时候你在外门可以横着走。可你偏偏自己找死，真是没见过你这么傻的人。孙亮一边走一边忍不住吐槽赵岩，而赵岩听到孙亮对叶晨的介绍之后，整个人内心已经翻起了惊涛骇浪。他怎么也没想到，叶晨只是比他先到天剑圣地3个月而已，竟然已经成长到了这种地步。当初那个他看不起的家伙，如今已经成为了他需要仰望的存在，甚至随手就可以将他给碾死。赵岩此刻彻底的绝望了，甚至想死的心都有了。此刻的他后悔不已，只是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只能去求孙长老，让孙长老为他主持公道。他相信孙长老还会帮他。孙亮带着赵岩来到了孙长老的住处，没等孙亮开口呢，赵岩就已经声泪俱下的哭诉道：孙长老，你可千万要为我做主啊！那个叶晨仗着自己修为高，一言不合就直接打碎了我的丹田，废了我的经脉，您一定要救救我！孙亮在一旁闻言直摇头，这赵岩真是执迷不悟，看不清形势的家伙，死有余辜。孙长老见状也是眉头紧皱，没想到竟然会变成这样，怎么回事？你来说。孙长老看着孙亮问道。孙亮自然不会帮赵岩说话，他知道应该讨好谁，于是添油加醋的将赵岩如何挑衅叶晨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叶晨师弟一再忍让，最后忍无可忍才对赵岩出手。叶晨师弟说了，这还是看在您的面子上。孙亮笑着说道。孙长老闻言点了点头，随即一脸无奈的看着赵岩说道，上一次若不是我出手，你就死在叶晨的手中了，现在你还敢去招惹叶晨，你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孙长老，你可要为我报仇啊！赵岩抱着孙长老的大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道。我帮你报仇？找谁报仇？找叶晨。孙长老闻言像是看傻子一样的目光看着赵岩，含着脸说道，我与你爷爷是故交不假，可我答应你爷爷的事情已经办到了，天剑令已经给你了，你还想我跟你一样找死吗？叶晨现在可是我天剑圣地重点培养的对象，就算是帮，我也只会帮他，不会帮你。孙长老深吸一口气，缓缓开口说道，回去跟你爷爷说，我已经仁至义尽了，以后不要找我了。至于你们赵家，若是老老实实的，叶晨看在我的面子上，或许可以放你们一马。若是你们仍旧执迷不悟，还想要找叶晨的麻烦，那你们就自求多福吧。孙长老说完话，看都懒得看赵岩一眼，而是看向孙亮吩咐道，交给你一个任务，将他送回赵家。不，我不想回去。赵岩闻言不断摇头，若是现在回去，他就只能一辈子当个废人，不仅如此，他还会被众人耻笑。待在这里，最起码没人知道他被废了，而且说不定孙长老能够治好他的伤势。孙长老直截了当的说道，你已经是废人了，没有资格继续待在天剑圣地。孙长老说着话，一挥手，孙亮腰间的天剑令就重新飞回到了孙长老的手中。去吧。孙长老一挥手，示意孙亮动身，随即转身返回屋子。孙长老，您看在我爷爷的面上，帮我一次，再帮我一次。赵岩不死心的大声喊道。然而这一次孙长老已经铁了心，全当没听到，连看都不看赵岩一眼。别浪费口舌了，要怪就怪你自己太过嚣张，惹错了人。若不是你惹了叶晨师弟，你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孙亮忍不住劝说了一句，紧接着强行带走赵岩，直奔着天剑圣地外而去。赵岩一脸的绝望，眼看着就要离开天剑圣地之时，直接拔出了孙长老送给他的佩剑，当着孙亮的面将剑放在了脖子上。你要干什么？孙亮一脸震惊的看着赵岩问道。赵岩满脸绝望的说道，我现在已经是废人一个，回去也只会被所有人嘲笑，我活着也只能是赵家的耻辱。帮我转告叶晨，我知道错了，我不该招惹他，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希望他能够看在同乡的份上放过赵家。师兄，你带着我的尸体回赵家，千万不要告诉我父亲真相，不要让他们为我报仇，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我该死。孙亮见状瞪大了眼睛，忍不住劝说道，好死不如赖活着，我活着没有任何意义了，还不如死了一了百了，我不想成为废人回去招人唾弃。赵岩声泪俱下的说完遗言，紧接着毫不犹豫的一剑抹了脖子，当场自尽。孙亮见状也是一脸的无奈，他没想到赵岩竟然就这么死了。不过赵岩死了，他倒是轻松了，送一个死人回去和带着一个身受重伤的人回去，差别还是很大。孙亮正准备给赵岩收尸，就见到叶晨从身后走了过来。叶晨师弟。孙亮见状一愣，没想到叶晨竟然会出现在这里，这倒是让他意外。叶晨原本想着跟在赵岩二人身后伺机杀了赵岩，毕竟这家伙3番2次想要杀他，不杀了赵岩难解心头之恨。只是还没等叶晨动手呢，赵岩自己就识趣的自杀了，倒是让叶晨省了很多事情。叶晨看了眼赵岩的尸体，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淡淡的说道，将尸体送回赵家入土为安吧。是。孙亮点头说道，师弟放心，我一定将尸体完好无损的带回去。叶晨点了点头，随即转身返回天剑圣地，回到了自己的住处。赵岩的事情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插曲，
若不是赵岩自己找死，叶晨都快要将他给忘了。毕竟赵岩在此刻的叶晨面前就是一只蝼蚁。叶晨继续闭关修炼，一直到晚上，一道身影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叶晨的住处，轻叩房门问道：“叶晨师弟，你睡了吗？”叶晨闻言立刻停止了修炼，缓缓睁开了眼睛，眼中闪过了一道金光，嘴角泛起了一丝得意的笑容。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之前骂了叶晨之后离开的竹青青师姐。叶晨缓缓站起身，走到房门前，打开了房门，只见到竹青青一袭墨绿色的长裙俏生生地站在门口，一只脚在地上前后踢着，低着头，有些不好意思看叶晨。叶晨面带笑容地看着竹青青，笑问道：“师姐，这么晚了怎么来我这里了？是有什么事情吗？”竹青青缓缓抬起头，瞪着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眼泪汪汪地看着叶晨，走上前拽着叶晨的衣服袖子，一边晃一边用撒娇的语气说道：“叶晨师弟，你就可怜可怜我，将破镜丹给我吧，只要你肯给我破镜丹，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好说好说。叶晨淡淡一笑，伸出右手拍了拍竹青青的手，在其手背上摸了摸。“我之前不是跟师姐你说了吗？只要你愿意陪我一夜，这破镜丹就是你的了。”叶晨说着话，直接从储物袋中拿出了破镜丹，在竹青青的面前晃了晃。竹青青看着叶晨手中泛着淡淡金色的破镜丹，顿时眼睛都直了，眼神死死盯着破镜丹，挪不开眼睛。这竟然是极品破镜丹！竹青青咽了口水，一脸震惊地说道。竹青青没想到叶晨的手中竟然真的有破镜丹，而且还是极品破镜丹。极品破镜丹的价值可是要比破镜丹高多了。竹青青原本就有些动摇的内心，看着叶晨手中的极品破镜丹，瞬间就崩溃了。竹青青不想一直停留在聚气境，她还想趁着自己年轻，趁早突破到先天境。她可不想一直受气，处处看别人的脸色，尤其是不想被红烛给比下去。一想到之前在比舞台上被红烛狠狠的羞辱，竹青青就气不打一处来，咬牙切齿的想要报复红烛。这也是她今晚会来找叶晨的原因。原本只是想要求一下叶晨，可没想到叶晨态度坚决，现在更是拿出了极品破镜丹，她真的动心了。竹青青心想，红烛都可以，自己为什么不行？自己比他差哪里了？她不仅要跟红烛争抢谁更强，她还要跟红烛抢男人，她要从红烛身边将叶晨给抢过来。想到这里，竹青青轻咬下嘴唇，瞪大着眼睛盯着叶晨问道：“红烛就是这么答应跟你的？”“当然，红烛师姐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何况红烛师姐已经喜欢上跟我一起颠鸾倒凤了。当时你不是也在外面听到动静了吗？红烛师姐可是很享受的，这可不是我占便宜，这是双赢。”叶晨脸上露出了你人畜无害的笑容，循循善诱地说道。竹青青闻言立刻想到了那一晚上的事情，一想到红烛的叫声，竹青青顿时俏脸通红。“呸！你以为我愿意听她叫？我只是碰巧路过听到了。”竹青青苍白地解释道。叶晨闻言笑着说道：“我知道竹青青师姐不是故意来听的，不过我倒是很好奇，你跟红烛师姐两个人相比，谁的叫声更好听一些？”“废话，当然是我了。”叶晨的话勾起了竹青青的胜负欲，下意识的就回应了叶晨一句。不过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立刻意识到自己说过话了，顿时羞红了脸，狠狠瞪了叶晨一眼，红着脸骂道：“你这个坏家伙！”叶晨看着可爱的竹青青，嘿嘿坏笑了起来。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嘛。竹青青气得直跺脚，气鼓鼓地瞪着叶晨说道：“你这个下流胚子，流氓！”叶晨见到时机成熟，直接上前一把抓住了竹青青的手腕，稍微一用力往怀里一拉，紧接着向后退了2步，直接将竹青青给拉到了屋子里。竹青青俏脸通红，低着头，有些不敢看叶晨的眼睛，不过她也并没有挣扎，而是任凭叶晨将自己拉进屋子。竹青青缓缓抬起头，俏脸通红，瞪着大眼睛柔声问道：“你真的愿意将这颗破镜丹给我？”“当然了，我叶晨向来说到做到。”叶晨点了点头，随即看着竹青青坏笑道：“师姐深夜来我这里，难道不是想跟我做点什么吗？”竹青青有些害羞地看着叶晨，并没有搭话，也没有拒绝。叶晨则是伸出手将房门关上，插好房门之后，一把将竹青青给拦腰抱了起来。“师姐，春宵一刻值千金，我们可不能浪费时间啊！”竹青青将头埋在了叶晨的胸前，声细如蚊地说道：“我听说第一次会很疼，你轻点，我怕疼。放心吧，绝对不会弄疼你的，保证让你乐不思蜀。”叶晨温柔地说了一句，随即将竹青青放在了床上。由于竹青青穿的是裙子，3下5除2就被叶晨给脱光了，期间叶晨更是抽空将自己的衣服也给脱了。看着眼前略带娇羞可可爱爱的竹青青，叶晨再也忍不住，直接欺身压了上去。竹青青一开始显得有些害羞的同时，还有些害怕，毕竟这是她的第一次，听说会很疼。片刻之后，竹青青就逐渐变得大胆了起来，开始享受这种感觉。而竹青青师姐这种欲拒还迎的状态，让叶晨战意高涨，这一夜注定无眠。今夜外面伸手不见五指，屋内也是漆黑一片，只有风吹树叶发出的沙沙声与屋内传来的叫声相互配合，形成了动听的歌声，让人听着热血沸腾。经过了一夜的疯狂之后，叶晨再一次沉沉的睡去，而竹青青也累得躺在叶晨的怀中睡着了。两个人直接睡到了中午，这才缓缓睁开了眼睛。睁开眼睛的竹青青打量着一旁的叶晨，
越看越觉得这家伙长得还挺帅。叶晨缓缓睁开眼睛，看着正在打量自己的竹青青，笑道：“师姐醒得这么早，不再睡一会儿？”竹青青声音有些沙哑的说道：“不了，我还要回去修炼。这是你的破镜丹，师姐拿好了，想必要不了多久，你就能够突破至仙天境了。”叶晨翻手拿出了破镜丹，递给了一旁的竹青青。太好了！竹青青接过了破镜丹，顿时神色大喜，激动的直接坐了起来，完全不管自己现在有没有穿衣服。叶晨则是瞪大了眼睛盯着竹青青，仔细的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昨晚太黑了，根本看不太清楚，如今看过去，竹青青师姐像是瓷娃娃一样，尤其是肌肤，摸起来那是又滑又嫩。竹青青爱不释手地打量着手中的破镜丹，紧接着想要将破镜丹收起来，结果这才想起来自己根本没穿衣服。竹青青看向了一旁的叶晨，不由得瞪了叶晨一眼，声音沙哑地说道：“快看，还不赶紧把衣服给我捡过来，都怪你给扔的到处都是。”叶晨笑着起身给竹青青将衣服捡了起来，递给竹青青，笑问道：“要不我给你穿吧？”“不用你，你又想占我便宜。”竹青青白了叶晨一眼，随即也不管那么多，大大方方的当着叶晨的面将衣服穿戴整齐。叶晨嘿嘿一笑，紧接着说道：“不得不说，师姐你叫的的确比红竹师姐好听。那还用说，她能比得上我？”竹青青傲娇的哼了一声，随即起身离开了叶晨的房间。叶晨则是意犹未尽的站在门口，冲着竹青青说道：“师姐，有空常来啊，有什么困难记得找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等我突破先天境，收拾了红竹之后，再找你算账。”竹青青哼了一声，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叶晨的住处。叶晨则是贱兮兮的笑道：“欢迎师姐，你随时来找我切磋。”叶晨看着走路姿势有些怪异的竹青青离开自己的院子，不由得得意的笑了起来。竹青青和红竹师姐两个人也是的，什么都要比，不过竹青青师姐的叫声的确比红竹师姐好听，若是能够让他们两个人一起的话，那真是想想都觉得刺激。只是叶晨现在也只敢想一想，毕竟这两个人针尖对麦芒，一旦遇上就不对付，若是真将他们放在一起的话，非得打起来不可。目送竹青青师姐离开之后，叶晨心满意足地回到了房间，看着阴阳造化鼎中积攒的200造化之力，叶晨兴奋地笑了起来。叶晨看向了腰间的清风剑，此刻的清风剑只是终极宝器，是时候将其强化一下了，只是不清楚能够强化至什么地步。叶晨祭出了阴阳造化鼎，随即将清风剑扔到了阴阳造化鼎之中，心念一动道：“强化清风剑！”下一刻，阴阳造化鼎之中金光大作，阵阵金属撞击声传来，仿佛是有人在用锤子锻打清风剑一样。伴随着造化之力的消耗，清风剑开始被不断的强化。片刻之后，阴阳造化鼎中的金光消失不见，泛着淡淡金光的清风剑缓缓从阴阳造化鼎之中飞了出来，停留在了叶晨的面前。金光缓缓消失不见，清风剑上寒光凛然，剑气逼人。叶晨伸出手将清风剑握在了手中，整个人瞬间变得锋芒毕露，凌厉无比。与此同时，一道信息传入叶晨的脑海之中：消耗100造化之力，清风剑成功强化至极品宝器。叶晨闻言则是皱起了眉头，这一次强化只是将清风剑强化成了极品宝器，竟然没能强化成灵器，这是为何？难道是造化之力不足，暂时只能强化成极品宝器？叶晨也有些无奈，没想到200造化之力不足以将清风剑强化至灵器，不过这极品宝器也行，虽然比不上灵器，但在宝器之中已经算是最强的存在了。叶晨将清风剑收了起来，重新盘膝坐在了床上，继续闭关修炼。红竹师姐和竹青青时间暂时都不会来找他了，他短时间内已经无法从这两个人身上获得造化之力，现在唯一能够提升实力的方法就是努力提升自己的修为。而就在叶晨闭关修炼期间，天剑山脉突然间发生了震动，仿佛是地震了一样，整个天剑圣地都能够受到了波及。天剑圣地的一众弟子长老们纷纷走出了房间，一脸疑惑的四处查探了起来。只有叶晨没有理会，依然在自顾自的突破。此刻的他修为即将突破至具气境9重，他可不想浪费如此绝佳的机会。然而就在叶晨准备一鼓作气突破至具气境9重之时，一道身影出现在了叶晨的院外，冲着叶晨的房间喊道：“叶晨师弟，大长老找你。”叶晨一脸的无奈，只能停止修炼，起身推门来到了门外，看着院外的李雨峰师姐，叶晨一脸好奇地问道：“大长老找我？”李雨峰点了点头，盯着叶晨说道：“跟我走吧，大长老在正阳峰等着你呢。不仅仅是你，这一次许多外门弟子都被召见了。”李雨峰笑着说道。叶晨好奇地问道：“师姐可知道所为何事？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传说中的天妖秘境要开启了。”李雨峰看着叶晨，言语诱惑道：“到时候还希望叶晨师弟能对我照顾1、2，我们相互之间也好有个照应。毕竟叶晨师弟你实力这么强，跟着你肯定会很安全。”李雨峰说着话，眼神炙热地看向叶晨：“若是师弟想要报仇的话，师姐我愿意以身相许。”叶晨没有理会李雨峰的话，毕竟对这个无法提供造化之力的女子提不起半点兴趣。叶晨只是好奇地问道：“天妖秘境那是什么地方？”天妖秘境10年才会开启一次，每次开启只有3个月的时间，里面天材地宝、奇珍异宝无数，每次开启都会引得众多修士趋之若鹜。
李宇峰缓缓说道：“原来如此。”叶晨闻言点了点头。二人来到了正阳峰，此刻正阳峰上已经有10几个人了，这些人都是外门弟子之中实力排名靠前的存在。外门大长老看到叶晨来了，这才点了点头，随即看着众人说道：“既然你们都来了，那我就跟你们说了，这次天妖秘境提前开启，你们可以选择去或者不去。天妖秘境之中虽然天材地宝无数，还有着许多机缘，但里面同样十分凶险，危机四伏。这天妖秘境怎么来的？”有人好奇地问道。大长老简单讲述道：“天妖秘境怎么来的，你们不需要知道，你们只需要知道，现在那里有着阵法阻隔，只有聚气境的修士可以进入其中，而这阵法也是我们天剑圣地与天妖宗联手布下，同时也可当作是对门下弟子的一次历练。此等机会千载难逢，我希望你们都参加。”大长老沉声说道。天妖秘境的存在乃是天剑圣地与天妖宗联手打造，布下禁制的目的是不破坏秘境，毕竟若是不设置禁制的话，实力强大的修士进入其中，一旦动手大战，破坏太大。布下禁制之后，只有聚气境修士可以进入其中，这样破坏力有限，加上10年的恢复期，天妖秘境便可一直这么持续下去。好了，现在谁不想去的话，可以直接回去了。若是想去的人，在这里稍等片刻，我带你们过去。大长老看了眼在场众人，沉声说道。众人闻言无不激动不已，如此绝佳的机会自然不能错过。既然遇到了天妖秘境开启，那自然要进去闯一闯，说不定能够得到什么宝物。即便是不得到宝物，发现一些灵药，拿回来也可以换取大量的灵石。如此好机会，岂能错过？叶晨自然也没有离开，他对这个天妖秘境十分好奇，进去碰碰运气也不错。毕竟能够进入其中的人都是聚气境，而在聚气境内，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他。至于天妖秘境中的妖兽，打不过还可以跑。叶晨对自己的身法速度那可是相当自信。大长老等了片刻，在场的众人并没有人选择离开，反倒是不断有外门弟子赶来。这些外门弟子的修为大多都是聚气境8重以上，还有一部分人只有聚气境7重的修为，甚至有一些聚气境6重修为的弟子也想要冒险参加。大长老倒是没有管那么多，毕竟这天妖秘境只要是聚气境就可以进入其中，天剑圣地对此也持开放态度。天妖秘境对你们来说还是比较凶险，希望你们都活着回来。大长老扫视了一眼身前数10名外门弟子，沉声说道。好了，我们走吧，不等了，先送你们进去再说。大长老说话间直接一挥手，一艘木船出现在了众人面前。伴随着大长老手中灵力运转，木船变得越来越大，最终变成了足够容纳几10名修士的木船，漂浮在了半空中。走吧。大长老飞身来到了木船之上，示意众人上船。众人争先恐后的跳上木船，站在那里新奇的四下打量了起来。大长老一挥手，木船无风自动，犹如离弦之箭，朝着远处快速飞去。哇！众人看着眼前的景象在快速倒退，同时变得越来越小，就知道他们越飞越高，越飞越快。不到片刻时间，大长老就带着众人来到了天妖山脉与天剑山脉连接处。这里有一座山谷，这座山谷之前看起来平平无奇，现在却是有着淡淡的灵气波动从其中传来，而此处正是天妖秘境的入口所在之地。你们天剑圣地的人来得挺早啊！就在众人刚到这里，就听到一道声音从身后传来，随即就见到一名黑袍老者带着一群年轻男女来到了此处。叶晨等一众天剑圣地外门弟子此刻十分好奇地打量着对面这些人，而这些人同样也在打量着叶晨他们。不用猜也知道，这些人是天妖宗的弟子。大长老金平开口问道：“你们天妖宗可是比我们距离这里近，怎么来得这么晚？来得太早没用，毕竟进去之后还是要看实力。你们天剑圣地的弟子，在我们天妖宗弟子面前不够看。我若是你们天剑圣地的弟子，都不进去，以免不能活着走出来。”天妖宗老者身旁的一名男子满脸不屑地说道。一旁的天妖宗一众弟子们跟着哈哈大笑了起来，根本不将天剑圣地的弟子们放在眼里，欺人太甚。天剑圣地的弟子们一个个被气得握紧了拳头，咬牙切齿地盯着天妖宗的众人，恨不得冲过去跟他们打一架，看看到底谁强谁弱。你们天妖宗还是一如既往的嚣张，一如既往的不懂规矩。大长老冷哼了一声，十分不满地说道。黑袍老者哈哈笑道：“不过是底下小辈们的一些心里话罢了，我们跟你们自然没法比，我们只崇尚实力为尊，不懂那么多规矩。不过既然都来了，那就赶紧开启天妖秘境吧。”黑袍老者说着话，手中多出了一枚黑色的令牌。大长老闻言也掏出了一枚白色的令牌，2块令牌飞到了空中，合二为一。紧接着令牌之中传来了剧烈的灵气波动，整个山谷在这一刻开始剧烈颤动了起来，一道道阵法之力的波动从众人的脚下传来，山谷之中灵气逐渐变得浓郁，而这些灵气都是从令牌所在的地方释放出来。当这些灵气汇聚在一起的时候，灵气汇聚成一扇泛着七彩霞光的光门，而这扇门正是天妖秘境的入口。这便是入口，3个月之后会关闭，3个月内你们可以在里面随意走动，诸位各凭本事了。黑袍老者呵呵一笑，随即一挥手，示意天妖宗的弟子们行动。冲啊！天妖宗的众人顿时热血沸腾，每个人都显得异常兴奋，纷纷朝着入口冲了过去。冲过光门之后，
直接消失在了山谷之中。大长老金平看着身旁的一众外门弟子说道：“进去之后多加小心，不仅要小心隐藏的危机，还要小心天妖宗的人。这里面可是没有任何规矩，一切都以实力说话。若是现在害怕的话，可以不进去。”田修闻言则是哼了一声说道：“我们天剑圣地的弟子也不是吃素的，我们岂会被天妖宗的人吓到？跟我走，进去会一会他们。”田修师兄说的对，我们一起走，会一会他们。众人大声附和了一句，紧接着在田修的带领下朝着入口冲了过去。一时间，天妖宗与天剑圣地的弟子们相继从入口进入天妖秘境。倒是人群中的叶晨站在那里并没有着急，而是将众人的表现尽收眼底。大长老看着一旁淡定的叶晨，不由得一脸的好奇，问道：“你怎么不着急呢？要知道先进去就能够抢占先机，难道你不怕被人抢先将好东西夺走了？”叶晨笑着说道：“不差这点时间，我不爱跟他们挤，等他们都走完了，我再进去也不迟。你倒是沉得住气。”大长老笑着说道：“不过你可千万要注意安全，性命最要紧，不要逞强。”叶晨点了点头。叶晨师弟，我跟你组队可好？李宇峰面带笑容地看着叶晨问道。叶晨直接回绝道：“师姐还是跟田修师兄他们一起进去吧，我这个人独来独往惯了，不习惯跟别人一起行动，一旦遇到危险，我若是先跑了的话，那师姐你自己可就危险了。师弟你真是不懂得怜香惜玉。”李宇峰气得直跺脚，随即朝着田修那伙人追了上去。原本想着跟叶晨一起行动，有叶晨这个外门第一人保护，肯定是最安全的，说不定还能得到一线宝物。可没想到叶晨如此油盐不进，他拿叶晨也没有办法，只能放弃叶晨去追田修他们。叶晨则是等到山谷内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这才朝着入口走了过去。正在这时，迎面走来了3个人，2男1女。这3个人乃是天妖宗的弟子，跟叶晨是一样的想法。走在最中间的女子身材高挑，身穿一袭紫色高开叉旗袍，走起路来风姿卓绝，尤其是时不时露出来的一双修长美腿，格外的吸睛，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叶晨见到这名女子的时候，也是眼前一亮，没想到天妖宗竟然还有这般长相妖媚的女子，刚刚自己怎么没看见？而这名女子却是没有理会叶晨，径直从叶晨的面前走过。3人直接由入口走进了天妖秘境，叶晨则是紧随其后，朝着天妖秘境之中走了进去。叶晨只感觉到自己眼前一闪，仿佛是穿过了一个时空一般，消失了片刻，紧接着再一次出现的时候，眼前就已经大变样。从之前的灵气弥漫的山谷，来到了一处古树参天的密林之中，到处都是参天古树以及茂密的树丛，让人一时间难以分清楚方向。最让叶晨疑惑的是，明明自己跟着天妖宗那3个人前后脚进来的，可这里完全不见那3个人的身影，甚至连气息都察觉不到。看来从入口进来的地方是随机的，难道是怕我们2大宗门弟子之间一进来就相互厮杀？叶晨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不过他也懒得理会这些事情，先是动用引灵界隐匿了自己的气息，紧接着朝着一旁最高的古树爬了上去。叶晨十分轻松地来到了树顶，站在树顶朝着四周打量了起来，想要先辨别一下方向，好确定自己接下来要走的方向。只是让叶晨无奈的是，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古树，还有远处延绵不绝的山脉阻挡视线，根本分不清方向，也看不出来哪里是哪里。叶晨不想像是无头苍蝇一样在这里乱逛，索性就认定一个方向，朝着这个方向一直走，就不信走不到尽头。打定主意的叶晨认准了方向，直接快速地朝着这个方向走去。感受着四周浓郁的天地灵气，叶晨心想，这里不愧是传说中的秘境，天地灵气比天剑圣地外门都要浓郁很多，即便是普通的药材在这里生长多年也会变成灵药，更不要说原本那些灵药在这里经过这么多年的生长，品级自然会变得更高。叶晨走着走着，突然间发现前方有异动，立刻放慢了脚步，一点点朝着前方走了过去。由于叶晨有着引灵界帮助隐匿气息，前方的人根本没有发现叶晨。此刻正有2伙人在林中激战，其中一伙人正是天剑圣地的外门弟子，另一伙人则是天妖宗的弟子。叶晨躲在树后看着争斗中的2伙人，发现他们在争抢一株灵草，仔细看去发现是一品灵药聚气草，而这聚气草正是炼制聚气丹的主要材料，十分畅销，无论是用来炼丹还是直接服用修炼都很不错。天剑圣地这伙人是6个人，叶晨一个都不认识，地上则是躺着2个尸体，已经被天妖宗的人给杀了。天妖宗这边虽然只是4个人，但却打得天剑圣地这6个人节节败退，逐渐落入下风。叶晨见此不由得站了出来，毕竟都是同门，叶晨不能袖手旁观，眼看着他们被杀，真是热闹啊。叶晨笑着说了一句，随即从树后走了出来，朝着对战双方走了过去。叶晨师弟，天剑圣地的6个人见到来人竟然是叶晨，顿时眼前一亮，原本快要绝望的他们终于见到了希望，满眼惊喜地看着叶晨。叶晨师弟救我们！众人连忙朝着叶晨大声喊道：天妖宗的人欺人太甚，不仅抢夺我们找到的聚气草，还杀我同门，宝物向来都是有实力者居之，要怪只能怪你们实力太弱了。为首的天妖宗男子冷哼了一声，丝毫不将天剑圣地的人放在眼里。你去将这个新来的家伙给解决了。男子吩咐了一眼一旁的女子，女子点了点头，随即转身直奔着叶晨冲了过去。
准备先杀了叶晨再说。找死！叶晨眼中闪过了一道寒光，伴随着一声冷哼，紧接着一剑斩了出去。只见到这名女子刚冲到叶晨的面前，还没等动手呢，就被叶晨一剑给斩掉了脑袋。叶晨斩杀了这名女子之后，身影一闪之间就已经来到了另外3名天妖宗弟子的身边了。怎么可能？为首男子见状顿时瞪大了眼睛，他之前明明感觉叶晨的气息不是很强，这家伙怎么会这么强？一起上，先杀了他！为首男子大喝了一声，随即3人立刻将目标对准了叶晨。叶晨师弟小心，这3个家伙的实力很强。一旁的众人立刻大声提醒叶晨。叶晨嘴角泛起了一丝冷笑，随即身影一闪，犹如一道闪电一般，速度奇快地从3人面前闪过。等到远处再一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在这3个人的身后了。而这3个人则是呆愣在原地，用手捂着自己的脖子，鲜血顺着脖子流了出来。3人瞪大了眼睛，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就那么倒在了地上。死了！众人见状同样一脸的震惊，刚刚叶晨的身法速度太快了，甚至他们都没看清楚叶晨是怎么出的剑。真不愧是叶晨师弟，实在是太强了！众人兴奋地大声欢呼了起来，知道叶晨强大，如今真实实战才切身体会到叶晨的真实实力，简直超出他们的想象。他们6个具气境8重修为的人联手都抵挡不住这4个家伙，结果叶晨直接将他们给秒杀了。叶晨没有理会他们，而是朝着一旁的聚气草走了过去，毫不客气地将聚气草给收入引灵界之中。不过让叶晨没想到的是，刚刚他看错了，这里虽然只有1颗聚气草，可一旁还有10几颗。叶晨也不管那么多，直接将这些聚气草给收入囊中，紧接着回头看着众人说道：我救你们一命，这聚气草我拿走了，很合理吧？那是自然，若不是你出手相助，我们今日恐怕就要死在这里了。这聚气草本来也不是我们的。众人连连点头说道：很好，那我们有缘再见了。叶晨笑了笑，随即一个闪身消失在了原地，朝着远处快速掠去。这才刚进来没有多久，就遇到了这么多聚气草。叶晨断定这里面的灵药会有很多，肯定有更高品级的灵药，不能浪费时间，得抓紧时间去找。叶晨加快了脚步，一边搜索四周的灵药，一边朝着认定的方向快速赶路。走着走着，前方突然间豁然开朗，叶晨终于从树林中走了出来。映入眼前的是一座湖泊，而在湖泊的中心则是有着一座小岛，小岛之上灵气氤氲，像是有一层薄雾笼罩在四周。而在这小岛之上，好像有着七彩光芒照射出来，只是被这层薄雾给遮挡住了，让这层薄雾看起来犹如七彩祥云一般美轮美奂。不过让叶晨没想到的是，他在这里竟然遇到了天妖宗的那3个人。这3个人距离叶晨比较远，不过也发现了叶晨，朝着叶晨这边看了过来。为首的女子并没有说话，只是看向了远处的湖心岛，眼神炙热。就是这里了，那座湖心岛上的东西就是我们此行寻找的东西。女子缓缓开口说道。那个家伙有些碍眼，要不要解决掉他？一旁的男子开口询问道。女子没有说话，另外那名男子则是开口道，长老说了，天剑圣地弟子若是遇到了，能杀就杀。好，我这就去杀了这个家伙。男子点了点头，随即就准备动身杀了叶晨。而就在这个时候，远处已经有人从对面朝着湖心岛的方向冲了过去，而这伙人不是别人，正是田修等一众天剑圣地的弟子。李宇峰也跟在人群之中。不好，是天剑圣地的弟子。男子停下了脚步，不去理会叶晨，而是看向了田修等人。另外那名身材魁梧的男子开口说道，先别管那个家伙了，我们先去阻止这帮家伙，湖心岛上的东西绝对不能让他们抢走，不用我们动手，他们上不了湖心岛。女子阻止了2人的行动，缓缓开口说道。女子话音刚落，只见到原本平静的湖水突然间泛起了波动，紧接着一张大嘴从湖水中冲了出来，直接奔着冲在最前面的田修等人咬了过去。紧接着就见到一颗硕大的头颅从湖水下方突然间窜出，田修等人根本来不及躲闪，等到他们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冲在最前面的田修3人当场被这张血盆大口给吞入了口中，甚至连惨叫声都没有传来，就被吞入腹中。田修身后的众人见状立刻停下了脚步，纷纷愣在原地，像是被吓傻了一样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只见到一条巨蟒露出了上半截身子，仿佛一座小山堵在众人的面前，众人甚至都没有眼前这条巨蟒的眼睛大。李宇峰第一个反应过来，立刻头也不回的就朝着岸边狂奔，其他人也反应了过来，吓得四散奔逃。只可惜他们不会飞，只能在水面上踩水狂奔，而这点速度根本比不上这条巨蟒。只见到巨蟒再一次钻入了水中，快速朝着众人冲了过去，水面被分开，形成2条波浪，朝着两旁快速冲击而去。看着越来越近的巨蟒，众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恨不得现在就突破先天境直接飞走，奈何修为实力有限，只能在水面上狂奔。然而伴随着惨叫声不断传来，不断有人被这条巨蟒追上，沦为其口中的食物。这其中不仅仅有天剑圣地的弟子，还有后面赶过来的天妖宗的弟子。这些人见到湖心岛上的七彩光芒，根本按耐不住，以为趁着这条巨蟒追杀天剑圣地众人，偷着从一旁冲过去，结果还是葬送在了巨蟒的口中。叶晨见状皱起了眉头，好在有天妖宗的人出现，
为天剑圣地的众人分散了这条巨蟒的注意力，否则这些人一个都不能活着离开这座湖。真是一群蠢货！天妖宗这边3人中的魁梧男子见到有人命丧在巨蟒的口中，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了起来。明明让天剑圣地的人吸引注意力就好了，这帮家伙竟然如此按耐不住，非要去送死。为首的女子则是面无表情，仿佛天妖宗死的这些人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叶晨也在好奇地打量着这3个人，从气息上就能够判断出这3个人不简单。他们没动，叶晨也没有贸然行动，选择在一旁静观其变。为首的女子十分敏锐地察觉到了叶晨的目光，随即朝着叶晨看了过来，二人顿时四目相对。在下天剑圣地叶晨，还未请教姑娘芳名。叶晨大大方方地冲着女子打招呼道：“天妖宗苏苏。”女子缓缓开口，语气平淡地回应了一句。而就在这时，叶晨体内的阴阳造化鼎颤动了一下，一道信息传入了叶晨的脑海中：与苏苏双修可获得造化之力。叶晨闻言顿时眼前一亮，没想到又出现一位能够提供造化之力的女子。而这名苏苏长得的确十分妖媚，身材气质长相上来看要比红烛和竹青青强，比圣女则是要稍微逊色了一点。叶晨没想到跟这位苏苏双修可获得造化之力，可这苏苏是天妖宗的弟子，自己如何才能让其心甘情愿与自己双修？这简直难如登天。这种事情也不能强求，只能走一步算一步，顺其自然了。现在更吸引叶晨的东西是湖心岛上的那件宝物，虽然不清楚那究竟是什么，但天妖宗的人如此在意，肯定是一件了不得的宝物。叶晨并没有贸然冲过去，眼前这条巨蟒实力不俗，最起码攻击力很强，据气境9重的田修都被其一口给咬死了，贸然冲过去，一旦被咬中的话，必死无疑。在场众人此刻也一脸惊恐地看着湖水中的巨蟒，好在这条巨蟒并没有继续追杀他们，一直在湖水之中不离开，而只要他们走到岸边就不会被攻击，这才让众人松了一口气。侥幸活下来的李宇峰等人此刻正站在岸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若不是他们跑得快，此刻都已经命丧巨蟒之口了。这条巨蟒最起码有着堪比先天境的攻击力，实力非同小可，一时间将在场众人彻底震慑住了，谁也不敢贸然冲过去。天妖宗的人在被巨蟒吃了一些之后，此刻也都变得小心谨慎，甚至在见到苏苏之后，纷纷朝着苏苏这边聚集了过来，等待着苏苏发号施令。天剑圣地众人则是在李宇峰的带领下，朝着叶晨这边走了过来。他们都清楚叶晨的实力最强，自然是要跟在叶晨身边比较安全。叶晨师弟，你觉得应该怎么办？李宇峰心有余悸地看着叶晨，俏脸已经吓得惨白。刚刚的场景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实在是太惊险了。叶晨看了眼众人，淡淡的开口说道：“我若是你们，现在就转身离开，去别的地方寻找机缘。这湖心岛上的东西，不是你们能够染指的。”叶晨的话虽然说得很不好听，但却也是为了在场的众人性命着想。然而这些人闻言却是皱起了眉头，见到如此大的机缘，虽然不清楚是什么，但不用想也知道，湖心岛上的东西一定是件宝贝。众人根本不想离开这里，都觊觎这件宝物，甚至有人小声反驳道：“难道我们修为实力低，就不配在这里待着了？万一我们运气好，说不定这宝物就被我们给得到了呢？我们也想要碰碰运气。”叶晨闻言无奈地摇了摇头：“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叶晨冷声说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们自己的选择自己负责，我管不着。你是外门第一人，有你在肯定能够保我们安全。”众人看着叶晨，满脸期待地说道。一旁的人附和道：“就是，我们都跟着你，你肯定能够保住我们的性命。”叶晨闻言皱起了眉头，这帮人的话让他很不爽，这是将他给架起来了，想要道德绑架他。叶晨哼了一声说道：“这巨蟒实力太强，我自顾不暇，没有精力管你们。你们想要留下来的话，就自求多福吧。我们是同门，理应互相帮助。”有人开口说道。叶晨闻言一脸不屑地问道：“你们能帮我什么？”之前开口的人闻言顿时被对得哑口无言，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一旁天妖宗苏苏身旁的魁梧男子开口喊道：“天剑圣地的人，既然我们都想要登上湖心岛，不如我们联手如何？”叶晨闻言没有搭话，倒是一旁的李宇峰等人闻言眼前一亮，好奇地问道：“联手？如何联手？”男子开口说道：“这巨蟒实力不俗，我们单独冲过去都只能命丧其口中，不如我们联手，从这湖水的不同方向一起朝着湖心岛冲过去。巨蟒实力虽然强，但也只是一条，到时候它必然会分身乏术，无法攻击我们所有人，倒是一个办法。可若是他攻击我们呢？”李宇峰点了点头，随即有些担忧地开口说道：“那就凭运气了，毕竟想要夺得宝物，还不想冒风险吗？”男子冷声说道。李宇峰回头看了眼天剑圣地的众人，开口询问道：“你们觉得如何？”天剑圣地的众人闻言想了一下，随即一咬牙一跺脚，沉声说道：“干了！为了机缘，冒点险也值得。”“没错，我就不信我这么倒霉，这条巨蟒会攻击我。叶晨师弟，你觉得呢？”李宇峰看着叶晨问道。叶晨面无表情地说道：“我无所谓。”“好，那我们就跟你们联手，一起冲过去。”李宇峰点了点头说道：“好。”没想到天剑圣地的人还有些胆量。天妖宗的男子大笑了一声，随即一挥手，示意天妖宗的众人散开。李宇峰一挥手，天剑圣地的众人也都纷纷散开，众人相隔100米一人，
将整个湖泊都给围了起来，每个方向都有人，到时候就看运气了。不过还是有一些天剑圣地的人听劝，在权衡利弊之后，转身离开了这里，保命要紧，不想冒险。天妖宗的男子大声喊道：“若是等一下谁不行动，我一定亲手将他碎尸万段。谁若是想要坐收渔翁之利，那就打错主意了。”李宇峰众人闻言没有说话，而是等待着天妖宗的人发号施令。这一次众人赌的就是运气，看谁运气好，不被巨蟒攻击。诸位可准备好了？天妖宗的男子大喊了一声，随即扫视了在场众人一眼，紧接着一挥手，发号施令道：“冲！”伴随着天妖宗男子的一声令下，在场众人毫不犹豫地朝着湖心岛冲了过去。众人从四面八方冲过去，一时间还真让湖中的巨蟒有些分辨不清，不知道该攻击哪个人。不过仅仅只是片刻的犹豫，巨蟒立刻朝着面前的天妖宗弟子冲了过去。这名天妖宗男子见状，顿时脸色大变，紧接着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跑。他可不想死在这里。而这个时候，四周的众人已经冲出去很远了。若是此人回到岸上的话，其余人将会成为巨蟒的下一个目标，甚至可能破坏这一次的行动。你敢回去，我将你碎尸万段！天妖宗发号施令的男子见状，顿时大喝了一声，吓得这名男子浑身一颤。紧接着，男子不敢退回岸上，只能硬着头皮朝着一旁跑去，想要躲开巨蟒的攻击。四周的众人立刻趁着这个机会加快脚步，以最快的速度朝着湖心岛的方向冲了过去。尤其是天妖宗的苏苏三人，这三人在巨蟒的背后，巨蟒压根没有注意到他们三个人，而他们三个人的速度又很快，在水面上狂奔如履平地，仅仅只是眨眼间就已经将众人甩在了身后。天剑圣地这边，李宇峰一马当先，从侧面朝着湖心岛冲去，而叶晨这边却是显得不紧不慢，跟天妖宗的三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却并没有被他们三个人甩开很远。叶晨不清楚前方有没有危险，自然不会贸然冲过去，先在后面跟着再说。巨蟒此刻却是被众人给彻底激怒了，庞大的身躯在湖水之中快速游动，甚至翻江倒海，将湖水搅动了起来。巨蟒在湖水之中翻江倒海，延缓着众人冲过去的速度，同时又不时地潜入水中，每次出现之时，最少都会带走一人的性命。众人就像是误入湖水中的猎物，而这条巨蟒正在享受着捕猎的快感，不断猎杀着在场众人。惨叫声不断从人群中传来，时不时有人丧命，以至于片刻之后，在场一大部分人都开始萌生退役了。原本他们想要碰碰运气，然而见到这么多死在巨蟒的口中，吓得他们不敢继续冲下去了。尤其是一些天剑圣地弟子，完全不将天妖宗男子的警告放在眼里，见势不妙，转身就跑，直奔着岸边方向跑去。天剑圣地的人一跑，整个人湖面之上彻底乱套了。有天妖宗的人也因为害怕跟着跑，准备浑水摸鱼离开这里。一时间，湖面之上有人转身逃跑，有人则是被巨蟒追杀，时不时的还有人落入巨蟒的口中，被当作了食物。而更多的人还是加快了速度，朝着湖心岛的方向冲了过去。后者是为了趁着这个机会尽快到湖心岛，咬牙拼一把，碰碰运气。湖中的巨蟒此刻却是彻底疯狂了，不断吞噬着湖水上方的修士，无论是天妖宗的人还是天剑圣地的人，无差别攻击。天妖宗的三人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以最快速度朝着湖心岛冲了过去。趁着巨蟒追杀众人之际，他们距离湖心岛不足100米，眼看着即将成为第一个到达湖心岛的人，三人脸上顿时露出了开心的笑容。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身影一闪，瞬间消失在了他们的面前，钻入湖心岛上的七彩浓雾之中。刚刚是不是有道身影冲过去了？苏苏左边的男子揉了揉眼睛，使劲往前看了看，结果湖心岛上七彩浓雾缭绕，什么都看不见，有些不确定地问道：“我也看到了，是谁？竟然这么快？”魁梧男子皱起了眉头，眼中闪过了一道寒光。苏苏则是缓缓开口说道：“是那个叫叶晨的天剑圣地弟子。”“怎么会是他？我从这小子身上没有察觉到强大的气息，他怎么会这么快？”魁梧男子眉头紧皱，神色诧异地说道：“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捷足先登。”苏苏严厉地说道：“是。”二人应了一声，随即三人加快速度朝着湖心岛冲了过去。叶晨在关键时刻施展出了游龙步，身若游龙，速度瞬间提升，直接超过了苏苏三人。不过当叶晨踏上湖心岛的那一刻，只感觉到周身气血翻涌，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这雾气有毒。不过叶晨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适，索性也就没有理会，想着赶紧找到这湖心岛上的宝物，快点离开这里。只是这湖心岛四周的雾气太过浓郁，一时间让叶晨迷失了方向，别说找宝物了，叶晨现在只能看到距离自己不到1丈远的距离。叶晨无奈之下，只能一边走一边朝着四周查看，一点点摸索碰运气。苏苏三人在叶晨后面不久也登上了湖心岛。登岛之后，三人相互对视了一眼，随即点了点头，决定分开行动。这湖心岛离远看并不是很大，等到了这上面之后，才发现湖心岛很大，最主要的是什么都看不清，只能凭运气。为了能够更快找到这里的宝物，三人分开行动概率会大一些。其中那名魁梧男子加快了速度，朝着一个方向快速冲了过去，结果宝物没有找到，倒是率先碰到了叶晨。魁梧男子从后方接近叶晨，随即直接朝着叶晨冲了过去。
准备先杀了叶晨这个碍眼的家伙再说。殊不知叶晨也察觉到了他的气息，只不过一直装作没有发现，等着看他想要干什么。当察觉到他想要偷袭自己，叶晨眼中闪过了一道寒光，随手抽出了清风剑，转身就是一剑朝着身后的魁梧男子斩了过去。男子没想到叶晨发现了自己，而且反应速度这么快，不过他觉得叶晨的修为不是很高，实力必定不会很强，根本不将叶晨放在眼里。发现了又如何？发现了我就直接杀了你就是。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叶晨这一剑不仅快，威力更强，一剑下去他根本抵挡不住，当场被叶晨一剑斩为两半。男子到死都没想到叶晨比他想象中的强大的多，即便是具气境9重修为的他也挡不住叶晨一剑。叶晨看都懒得看男子的尸体，一剑将其斩杀之后，立刻加快脚步朝着前方走去。在这里遇到了这家伙，证明天妖宗的人已经登上这座岛了，必须得加快脚步了。而这一次叶晨在走了一段距离之后，突然间发现了一处水池，水池中的水泛着七彩光芒，这座岛屿四周浓雾的颜色就是这池水的缘故。叶晨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池水，仔细看去，这才发现池水之中有一块拳头大小的晶石，那七彩光芒是从这块晶石之上释放出来的，池水也只是折射晶石上的光芒而已。叶晨见状顿时眼前一亮，看来一直苦苦寻找的宝物就是眼前这块七彩晶石了，只是不清楚这晶石到底是何物。管他呢，先弄到手再说。叶晨说着话一挥手，想要用引灵界将其收入其中，然而让叶晨意外的是，挥手之间这块晶石没有任何动静。奇了怪了，寻常无主之物只要随手一挥，引灵界就能将其收入其中，为何今日不好使？这块晶石倒是有些古怪。叶晨喃喃自语了一句，随即立刻上前弯下腰，伸手准备将这块晶石给取出来。既然隔着水池取不出来，那就亲手拿出来放入引灵界中。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叶晨只觉得背后发凉，瞬间察觉到了有人从背后偷袭。叶晨立刻向旁边闪身，躲开了背后偷袭这一击，紧接着转身朝着身后看了过去。偷袭他的人正是苏苏身旁的另外一名男子。这名男子与之前被他斩杀的魁梧男子一样，都有着具气境9重的修为。没想到你小子的速度竟然这么快，躲过了我这一击。男子目光阴冷地盯着叶晨，有些意外地说道。叶晨看着眼前男子，嘲讽道：怎么你们天妖宗的人只会在背后搞偷袭，不偷袭一样能够杀了你？男子冷哼了一声，手中多出了一把匕首，直接朝着叶晨冲了过去。男子匕首之上泛着寒光，准备一击洞穿叶晨的喉咙。然而让他有些意外的是，叶晨这边没有任何反应，眼睁睁地看着他冲到面前。男子以为叶晨被吓傻了，嘴角泛起了一丝不屑的冷笑，心想天剑圣地的弟子都是这般废物。结果下一刻，男子只见到一道剑光一闪，叶晨不知道何时已经出剑了，后发先至，一剑斩出，速度奇快无比。剑气！男子顿时傻眼了，完全没想到叶晨竟然能够斩出一道剑气。这道剑气威力之强，任凭其全力抵挡也挡不住，当场被剑气斩成了两半，鲜血瞬间喷涌而出。而这些鲜血像是被吸引了一样，沿着地面朝着下方的池水中流了过去，池水瞬间被染成了红色。原本泛着七彩光芒的晶石，在这一刻竟然泛起了红光，整座小岛都被染成了红色。叶晨一脸诧异地看着眼前的池水，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何会变成这样。只见倒池水中的鲜血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那块晶石吸收，眨眼间池水中的鲜血消失不见，只剩下了那块被染成了血红色的晶石。叶晨盯着眼前的晶石看，发现其像是一颗心脏，甚至好像跳动了一下。错觉！叶晨觉得自己眼花了，随即伸出手去捞池水中的这块晶石。住手！就在这个时候，一声娇喝传来，随即就见到天妖宗的苏苏从一旁的浓雾之中冲了过来。苏苏死死盯着池水中的晶石，随即直接对叶晨出手，一掌直奔着叶晨的后背拍了过去。叶晨闻言，非但没有停手，反而是加快了手上的动作，直接伸手进入池水之中，一把抓住了池水中的水晶，直接将其从池水中捞了出来。捞出来之后，叶晨顺势一个前滚翻，朝着前方冲了过去，躲开了身后苏苏这一掌。叶晨站起身，皱着眉头看向了苏苏，质问道：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偷袭我？苏苏此刻眉头紧皱，看着地上的尸体，神情显得有些悲痛，随即愤怒地盯着叶晨，大声质问道：你为何要杀我天妖宗弟子？他从背后偷袭我不成，还想要杀了我，我自然要出手反杀他。叶晨冷冷地说道。不过话又说回来，怎么你们天妖宗的人都喜欢从背后偷袭呢？叶晨毫不留情地出言嘲讽道。这难道就是你们的门风？不会你偷袭不成，也准备跟之前这两个家伙一样，准备出手杀我吧？叶晨看着苏苏问道。两个？你将他们两个人都杀了？苏苏闻言顿时反应了过来，一脸震惊地看着叶晨问道。那是自然，他们都想要杀我，我当然要全力反击了，要怪只能怪他们实力太弱了。叶晨耸了耸肩膀说道。苏苏闻言也是大吃一惊，没想到叶晨竟然杀了风修他们。要知道风修他们的实力可是很强的，是天妖宗具气境弟子中除了他之外最强的两个人。可这么强的两个人，竟然被眼前这个气息不是很强的家伙给杀了，
可想而知，眼前这个家伙的实力绝对不是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苏苏再一次仔细打量了一眼叶晨，想要看出一些端倪，然而他发现自己根本看不透叶晨。不过当他见到叶晨手中的水晶之时，眼神瞬间变得炙热，随即看着叶晨说道：“将你手里的东西给我，今日之事就一笔勾销，我不为难你。”“你是说这个东西你认识？”叶晨将晶石放在眼前，晃了晃手中的晶石，好奇地问道：“给我！”苏苏含着脸伸出手，大声命令道：“你还没跟我说是什么呢？”叶晨好奇地问道：“跟你说了也没用。”苏苏死死盯着叶晨手中的晶石，开口威胁道：“赶紧给我，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给你？凭什么？这是我费尽千辛万苦才得到的，怎么可能给你？”叶晨撇了撇嘴，完全没有给苏苏的意思。“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苏苏冷哼了一声，随即眼中闪过了一道寒光，手上更是多出了一柄看起来像是蛟龙牙齿制作而成的匕首。叶晨见状，心念一动，直接将手中的晶石给收入了隐灵戒之中，随即抽出了腰间的清风剑，严阵以待。“想要动手，我奉陪到底。”叶晨一挑眉，毫不畏惧地说道。“哼，你找死！”苏苏冷哼了一声，随即直接朝着叶晨冲了过来，手中匕首泛着寒光，出手速度奇快，直奔着叶晨的身体要害攻击而来。苏苏出手毫不留情，每一次都是奔着叶晨的要害，只要击中一次，叶晨非死即伤。不过叶晨手中的清风剑也不是吃素的，疾风剑诀施展出来，漫天剑影，一时间让苏苏无法近身。当当当，一声声清脆的声响传来，叶晨手中的清风剑与苏苏手中的匕首不断撞击在一起，二人一时间难分胜负。叶晨不想杀苏苏，自然手下留情，而苏苏可不管那么多，疯狂地朝着叶晨攻击了过去。只是叶晨的剑法防御很强，苏苏一时间无法破开防御。哼！苏苏冷哼了一声，发现叶晨不好对付，这家伙比自己遇到过的巨气境修士都要强。想到这里，苏苏不再留手，体内气血翻涌，直接激活了自己的天妖体。下一刻，苏苏身上气息大变，整个人气势大涨，手中的匕首上泛着幽绿色的光芒。苏苏握紧了匕首，直接朝着叶晨冲了过去。这一次速度比之前快了1倍不止，力量更是大的出奇。叶晨一个不小心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直接被这一击给震得向后倒退开来。叶晨见状也是大吃一惊，刚刚这一击是他遇到过的最强一击，巨气境内除了他，恐怕没有人能够接得住这一击。叶晨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个苏苏实力这么强，而且看样子他还是特殊体质。你是在我激活天妖体之后第一个能够接得住我一击没有受伤还活着的人。苏苏死死盯着叶晨，有些意外地说道。天妖体？叶晨闻言有些震惊地看着眼前的苏苏，怪不得你的实力这么强，没想到竟然是传说中的灵体。刚刚那一击若是换成别人根本挡不住，只是这天妖体看起来也不过如此，并没有很强啊。叶晨笑着调侃道。那是因为我的天妖体还没有完全激活，若是完全激活，你挡不住我一击。苏苏冷哼了一声说道。那我倒是想要见识见识，这传说中的天妖体到底有多强。叶晨战意十足地说道。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苏苏说话间，体内气血再一次翻涌，身上的气息瞬间暴涨。下一刻，只见到苏苏再一次消失在了原地，直奔着叶晨冲击而去。这一次他的速度更快，力量更强。叶晨见状也不敢怠慢，握紧了手中的清风剑，一剑斩了上去。当一声清脆的声响传来，叶晨手中的清风剑与苏苏手中的匕首撞击在了一起。而这一次，二人皆向后倒退了10几步，一时间谁也没有占据上风。怎么可能？苏苏一脸震惊地看着眼前的叶晨，刚刚还将叶晨击退了，怎么现在反而打了一个平手？你也是灵体？苏苏顿时恍然大悟，看着叶晨问道。不错。叶晨笑着点了点头说道。对于自己的先天剑体，叶晨也没有藏着掖着的必要，毕竟天剑圣地人尽皆知，天妖宗的人想要知道也不是什么难事。原来你就是那个天剑圣地新出现的先天剑体。我说你的名字怎么听起来那么耳熟？你就是那个叶晨？苏苏顿时瞪大了眼睛，这才想起来，看来你们天妖宗对我们天剑圣地很了解啊，都知道我的先天剑体。叶晨看着苏苏说道。先天剑体又如何？不交出毒龙晶，你今日别想活着离开这里。苏苏冷哼了一声，眼神死死盯着叶晨，一副誓不罢休的样子。原来这个东西是毒龙晶。叶晨闻言立刻掏出了晶石，拿在手中打量了一下，随即问道。这毒龙晶有何作用？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苏苏哼了一声，随即看着叶晨说道。你只需要知道，给你没有任何用，给我有大用，是吗？你若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倒是可以给你。叶晨坏笑着说了一句，随即开口问道。只是不知道你拿什么跟我换？苏苏闻言顿时眼前一亮，从叶晨手中抢过来的确是有些困难，毕竟从刚刚的2次短暂交手，他已经清晰地感觉到叶晨比他想象中的要强，不容易对付。若是能够用东西换的话，那当然最好。你想要什么？只要我有，我都可以给你。苏苏看着叶晨十分认真地说道。叶晨闻言十分认真地说道。只要苏苏小姐肯与我共度良宵，陪我双休一晚，我就将这毒龙晶给你，如何？你说什么？苏苏闻言顿时瞪大了眼睛，瞬间火冒三丈，整个人气势大涨，毫不犹豫地朝着叶晨冲了过去。
你给我去死！苏苏咬牙切齿的大喝了一声，他怎么也没想到叶晨竟然敢提出如此无理的要求。他没看出来叶晨长得人母狗样的，竟然是一个登徒子、流氓。而这一次，苏苏丝毫不留手，疯狂地朝着叶晨攻击了过去。叶晨也没想到，这个苏苏一下子就变得如此愤怒，一击比一击威力大。若不是叶晨有着先天剑体，还真就挡不住苏苏的攻击。就在二人打得难分难解之际，岛上的雾气瞬间被冲淡了。湖水中的那条巨蟒不知道何时竟然出现在了岛上。巨蟒下半截身子在湖水之中，上半截身子在岛上。当浓雾散去，巨蟒发现了叶晨和苏苏的身影，直接张着大嘴朝着二人攻击过来。不好，先停手！叶晨见状，顿时感觉到不妙，立刻大喊了一声，让苏苏停手。然而苏苏像是疯了一样，不管不顾，疯狂地冲击叶晨，完全没有停战的意思。叶晨见状，顿时怒了，体内剑气运转，一剑朝着苏苏斩了过去。凌厉剑气斩出，当场将苏苏给震得向后退了10几米远。苏苏一脸惊讶地看着叶晨，没想到叶晨的实力这么强，看来这家伙之前都没有使出全力。然而身后的巨蟒不给他多思考的机会，已经朝着他攻击过来。苏苏见势不妙，立刻加快脚步朝着远处掠去。再看叶晨，在一剑击退苏苏之后，头也不回地跑出了湖心岛，直奔着岸边冲了过去。而之前那些想要登上湖心岛的人已经死了大半，剩下的那些人都逃了出去。这些人甚至连岸边都不敢待，只能尽可能逃离这里。现在这里只剩下叶晨和苏苏2个人，没有人分散注意力。巨蟒的目标只有苏苏和叶晨，谁离得近就攻击谁。苏苏激活天妖体，速度瞬间提了上来，化作一道残影，直奔着叶晨的方向追了上去。他不仅要逃离这里，还要追上叶晨，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让叶晨跑了，必须要将叶晨手中的毒龙晶给夺回来。叶晨将身法速度施展到了极致，不到片刻就逃了出去。回头看去的时候，发现苏苏也追了上来，而在苏苏的身后则是那条巨蟒。巨蟒像是疯了一样，红着眼睛追杀着叶晨和苏苏。原本叶晨以为到了岸边就安全了，结果这一次巨蟒完全没有停下来的迹象，直接冲出了湖水，朝着苏苏和叶晨攻击了过去。怎么回事？这家伙怎么出来了？叶晨一脸疑惑地皱着眉头问道。苏苏一边在叶晨身后追着，一边说道：“你将他看守的宝物抢走了。”他自然就发狂了。原来这家伙一直在看着毒龙晶。叶晨这才恍然大悟道。苏苏开口说道：“这条巨蟒之所以有如此庞大的体型，估计就跟这毒龙晶有关。他抵挡不住毒龙晶的力量，不敢将其吞食，只能在一旁借助其修炼。这毒龙晶这么厉害，那我也留着修炼。”叶晨闻言顿时眼前一亮，随即开口说道：“你用不了。”苏苏连忙开口说道：“用不了，那我拿来炼丹，实在不行用来泡酒，总之不能浪费。”叶晨连忙说道：“你那是暴殄天物，你赶紧给将其给我，我保证不杀你，否则天涯海角我都要追杀你，哪怕是出了这里，你也别想好过。”苏苏气得咬牙切齿地说道：“你先想好怎么活下去再说吧，我先走一步了。”叶晨说着话加快了速度，直接朝着远处的树林中冲了进去。进入树林之后，叶晨直接动用隐灵界隐匿自己的气息，悄无声息地隐藏了起来。巨蟒失去了叶晨的气息，顿时将目光锁定在了苏苏的身上，疯狂地追杀苏苏。苏苏也没有办法，只能加快速度甩开巨蟒。叶晨见到苏苏将巨蟒引走了，这才心满意足地走了出来，辨别了一下方向，继续朝着远处赶路。不管怎么样，这毒龙晶他是笑纳了，至于双修一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不过叶晨觉得自己还是有点机会，毕竟只要苏苏想要毒龙晶，那他就有可乘之机。叶晨在树林中穿梭了一个时辰，突然间皱起了眉头，有些疑惑地看着眼前的身影，笑问道：“你是怎么找到我的？”眼前之人不是别人，正是将巨蟒甩开的苏苏。苏苏站在叶晨的面前，眼中泛着寒光，冷声说道：“我就知道你不会老老实实的将毒龙晶交出来，这次我看你往哪里跑。”苏苏早在之前交手的时候就已经提前在叶晨的身上留下了标记，只要叶晨距离他方圆100里范围，他都能锁定叶晨的位置。这样一来，叶晨别想甩掉他，无论如何这毒龙晶他都要拿到手。叶晨看着眼前的速度，反问道：“你觉得我需要跑吗？你真以为我怕你？”叶晨略带调侃地问道。苏苏闻言脸色变得愈发难看，面若寒霜地盯着叶晨，冷声说道：“你以为你是先天剑体就是我的对手了？刚刚那里的环境有所限制，所以一直没有使出全力。若是我使出全力，你接不住我一击。”苏苏冷哼了一声，身上的气势再一次发生转变，整个人的气质变得愈发冰冷。他已经不想跟叶晨废话了，虽然叶晨十分难缠，但他也准备全力出手将叶晨给击杀，正好给天妖宗除掉一个潜在的威胁。刚刚因为是在湖心岛上，那里的浓雾让他无法全力激活天妖体，所以才会没有将叶晨给击杀，只是打了一个平手罢了。如今在这里没有任何顾忌的他，完全不将叶晨放在眼里。若是近身肉搏，虽然同为灵体天妖体，可是要在先天剑体之上。叶晨闻言非但没有害怕，反而是笑着问道：“刚刚那个地方的浓雾有点古怪，想必那就是你不全力施展天妖体的原因吧？你倒是有点眼力。”苏苏哼了一声，
随即周身气势开始攀升，准备全力出手击杀叶晨，抢回叶晨手中的毒龙晶。叶晨则是摆了摆手，示意苏苏不要着急，先别急着动手，不如我们打个赌如何？打赌？你要跟我赌什么？苏苏一脸疑惑地看着叶晨问道。我跟你赌毒龙晶。叶晨直截了当地说道。苏苏闻言顿时眼前一亮，随即看着叶晨问道，你想怎么赌？就赌你能不能杀了我，若是你杀不了我，那就算你输了，若是你能杀得了我，那你自然就赢了。叶晨淡然一笑，显得十分洒脱地说道，你这不是废话吗？那还需要赌吗？苏苏皱起了眉头，看向了叶晨。别急，你听我把条件说完。叶晨笑着说道。你说。叶晨缓缓开口说道，若是你没能杀得了我，而是我获胜了，我依然可以将这毒龙晶给你，不过到了那个时候，你得答应我之前的条件。苏苏闻言眉头紧皱，随即冷哼了一声说道，我若是败给你，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也无法还手，这有什么意义？叶晨闻言连忙摇头说道，不，还是有意义的，我这个人不喜欢强迫别人，我这么做的目的是让你心甘情愿，这种事情自然是要两个人都享受才是。这么说你还是一个正人君子了。苏苏瞥了叶晨一眼说道，正人君子不敢说，但我绝对不强迫你。叶晨笑了笑，随即十分认真地看着苏苏问道，若是我获胜了，这毒龙晶我依然给你，不过要你心甘情愿地陪我一夜，你看怎么样？苏苏想了一下，随即开口说道，你开出的这个条件很难不让我答应你，毕竟在我们天妖宗本就是强者为尊，我这个人也最欣赏强者，你若是真的能够胜过我，那我就豁出去了，陪你一夜也不是不行，何况你还会给我毒龙晶，怎么看我都不亏，至于能不能睡到我，那就要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苏苏冷哼了一声说道，既然你答应了，那就开始吧，我已经等不及了。叶晨笑着搓了搓手，随即直接拔出了腰间的清风剑，严阵以待。叶晨也想领教一下天妖体的实力到底有多强。你的美梦做得不错，不过梦该醒了。苏苏大喝了一声，随即气势暴涨，紧接着整个人犹如离弦之箭，直奔着叶晨冲了过去。在苏苏看来，叶晨想要睡他，简直就是在那里做春秋大梦，哪怕叶晨是先天剑体，也没有那个资格，除非他能够打败他。然而有底牌在手的他，聚气境内没有人能够打败他，他若是想，聚气境内的任何人他都能杀。叶晨见到苏苏冲过来，不再留手，毕竟这个苏苏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他崇尚实力为尊，仰慕实力强大的人。既然如此，那叶晨就要以绝对实力来击败他，让他从心底里服自己。想到这里的叶晨，体内剑气运转，汇聚于手中清风剑之上，紧接着一剑直接朝着苏苏斩了过去。凌厉剑气从清风剑中释放了出来，速度奇快无比，威力之强大，空气都仿佛被这一剑给展开了，剑气外放。苏苏见状也是十分吃惊，这可是只有先天境剑修才能施展出来的手段，没想到叶晨在聚气境内就可以如此轻易的施展出来，不愧是先天剑体。不过聚气境的剑气可伤不到他。苏苏哼了一声，加快了速度，直接闪身躲开了叶晨的剑气。天妖体被彻底激活，速度和力量都会大幅提升，躲开这一道剑气轻而易举。苏苏眼神坚定，直奔着叶晨冲了过去，心想没有这道剑气，看你还拿什么阻止我。然而让苏苏没想到的是，叶晨这一道剑气斩空了之后，并没有任何懊恼或者是慌乱，只见到叶晨嘴角泛起了一丝得意的冷笑，继续出剑。这一次叶晨的剑更快，每一剑挥出都有着一道凌厉剑气，甚至剑气一道比一道强，一道比一道快。只见十几道剑气接连朝着苏苏斩了过去，完全封锁了苏苏的行动路线，让其避无可避。哼！苏苏冷哼了一声，一咬牙，直接挥动着手中的匕首，朝着叶晨的剑气攻击了过去。他就不相信自己天妖体还会抵挡不住叶晨的剑气，区区剑气能奈他何？然而下一刻，苏苏却是大吃一惊，每道剑气都是凌厉无比，威力十足，一道剑气斩过来，当场将苏苏给击退出去数米远。苏苏刚稳定身形，结果下一道剑气又过来了。最主要的是，叶晨施展出来的剑气越来越强，苏苏无奈之下只能全力抵挡剑气，能躲开的就躲开，躲不开的就全力挡下。毕竟叶晨只是具气境，实力再强，施展出来的剑气威力也有限。别人或许抵挡不住，拥有着天妖体的他还是能够挡住几剑，即便是被剑气斩得气血翻涌，但并没有受伤，只是显得有些狼狈罢了。只是此刻的苏苏有些气急败坏，毕竟无法靠近叶晨，就无法击败叶晨，只能任由叶晨攻击他，这种感觉让他很不爽。而叶晨这边却是直接施展出了疾风剑诀，数十道剑气犹如疾风骤雨一般，朝着苏苏疯狂地攻击了过去。苏苏见状不敢大意，天妖体虽然强横，但也经不住如此多的凌厉剑气，无奈之下只能全力抵挡。可即便是如此，苏苏还是无法做到一点伤都不受，毕竟剑气太过于密集，还是有泄露出来的剑气伤到了他。只不过苏苏周身运转着灵气，加上配合着天妖体，不是正面硬接的剑气，还是被他给挡住了大部分威力，只有一少部分划破了他的衣服，在其皮肤表面露出了一道不是很深的伤痕。这样一来，让原本就妖媚无比的苏苏看起来更加的性感诱人，尤其是衣服划破之后露出了大片的雪白肌肤，让叶晨看得直咽口水，眼睛都直了。
苏苏见到叶晨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再看自己身上外泄的春光，不由得勃然大怒，咬牙切齿地说道：“我看你就是故意的，你给我去死！”苏苏怒吼了一声，天妖体彻底爆发，直接朝着叶晨冲了过去，手中匕首快速挥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防御护盾在身前，一边抵挡着叶晨的剑气，一边朝着叶晨冲了过去。他不相信叶晨的剑气可以无限释放，只要让他近身，他必然能够亲手杀了叶晨。叶晨体内剑气的确有限，不过对付苏苏却是绰绰有余，只是见到苏苏执意要冲过来，叶晨索性就放他过来，让他输得心服口服。只见到叶晨展出几道剑气之后，并没有继续施展剑气攻击，而是将体内剑气聚集在了手中的清风剑之上。叶晨握紧了清风剑，随时准备出手反击。怎么，剑气不够用了吧？该我了！苏苏见状，顿时眼前一亮，随即大喝了一声道：“给我去死！”伴随着一声大喝，苏苏手中的匕首直奔着叶晨的喉咙刺了过去，准备一击将叶晨给秒杀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叶晨手中的清风剑也动了，直接一剑斩出，不偏不倚，正好斩在了苏苏的匕首之上。当一声清脆的声响传来，叶晨的清风剑与苏苏手中的匕首剧烈撞击在了一起，一股巨大的力量传来，二人纷纷向后倒退出去数十米。苏苏不信邪，自己全力施展天妖体，竟然还不能压制住他。苏苏大喝了一声，再一次朝着叶晨冲了过去。叶晨嘴角泛起了一丝得意的笑容，体内剑气流转，清风剑上剑气爆发，直接朝着苏苏斩了过去。苏苏挡下一道剑气之后，再一次冲到了叶晨的近前，又是一击朝着叶晨攻击了过去。然而这一击依然被叶晨一剑挡了下来。苏苏不甘心，疯狂地朝着叶晨攻击过去。当当当，火花四溅，一声声巨响传来，只见到二人不断的后退，紧接着又撞击在一起，疯狂地对拼了起来。苏苏每一击都拼尽全力，然而却始终奈何不了叶晨，不管这一击威力有多强，叶晨都能抵挡下来。就在最后一击被叶晨一剑击退之后，苏苏大口大口喘息了起来。叶晨的确是他遇到最强的对手，完全无法压制住叶晨，甚至他觉得叶晨依然没有使出全力，给他一种在戏耍他的感觉。我就不信我杀不了你！苏苏怒吼了一声，随即将腰间的血红色玉佩给抓在了手中，微微扬起头，将玉瓶放在了嘴唇上边，手上一用力，玉佩当场被苏苏给捏碎。只见到一滴嫣红鲜血从玉佩中滴落下来，正好滴入了苏苏的嘴中，被其咽了下去。咽下去之后的苏苏仿佛有些意犹未尽，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你这是干什么？叶晨有些疑惑地看着眼前的苏苏，不清楚他这是什么招式。苏苏面无表情，一双紫色的双瞳死死盯着叶晨，让叶晨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这是一滴更加精纯的天妖血，这滴血可以将我的天妖血脉激活得更强。原本这是我的保命手段，不过现在看来，我要用这个手段来杀你了。苏苏说话间，目光变得冰冷无比，整个人气势大变。这一刻的苏苏仿佛变了一个人一样，气质上也变得更加狂野，给人一种十分危险的感觉。叶晨见状也是瞪大了眼睛，没想到他竟然还有底牌，而且从气息上看，此刻的苏苏明显比刚刚突破至先天境的红烛都要强。这里只有聚气境的修士才能够进来，苏苏的手段却是让他成为了先天境，这简直就是立于不败之地，谁能是他的对手？不过叶晨倒是不怕，凭自己的实力挡下这一击还是可以做到。既然如此的话，那就让我看看你这一击到底有多强，能不能打败我？叶晨冲着苏苏勾了勾手，示意苏苏出手。这一击你必死无疑！苏苏怒喝了一声，紫色的双眸之中泛起了血丝，整个人变得暴躁无比，气势更是在这一刻攀升至顶峰。一声怒吼之后，苏苏瞬间消失在了原地，整个人犹如炮弹一般直奔着叶晨冲了过去。苏苏手中的匕首之上泛着寒光，灵气十足，这一击直奔叶晨的胸口刺了过去。叶晨见状也不管怠慢，毕竟对方不仅是天妖体，还是先天境的天妖体，实力不容小觑。叶晨体内剑气涌动，将剑气击中在了清风剑之上，无论如何他都要挡下这一剑。叶晨咬着牙，直接一剑斩了出去，目标直指苏苏手中的匕首。当一声清脆的声响传来，紧接着就见到叶晨向后倒飞了出去。叶晨此刻也是脸色大变，没想到此刻的速度实力这么强，这股力量之强横，他根本抵挡不住。甚至叶晨握着清风剑的手都有些颤抖，若不是清风剑刚刚强化完，恐怕都要被刚刚那一击给震断了。不过苏苏根本不给叶晨喘息的机会，一击击退了叶晨之后，去势不减，手持着匕首朝着叶晨胸口刺了过去。他的这个状态维持不了太长的时间，若是时间太长的话，对他的身体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所以他要速战速决，以最快的速度击杀了叶晨。一旦那滴天妖血的效果失效，他就再也没有机会杀叶晨了。叶晨见势不妙，将游龙步施展到了极致，速度大涨，向后快速退去，想要将苏苏给甩开。叶晨也看出来他这个状态维持不了太长时间，所以想要凭借着游龙步的速度来拖延时间。只是让叶晨没想到，这个状态下的苏苏速度竟然堪比游龙步，完全甩不掉不说，甚至还在越来越近。眼看着天妖血的效果即将消失，苏苏也急了，不顾一切的朝着叶晨追了上去。最后时刻，苏苏终于追上了叶晨。
去死！苏苏咬牙切齿地喊了一声，握紧了手中的匕首，直奔着叶晨的胸口刺了过去。苏苏有十足的把握，这一击叶晨必死无疑，一切就都结束了。然而让他有些意外的是，叶晨面对着他这必杀一击，非但没有露出恐惧的表情，反而是在笑。他在笑？他笑什么？苏苏顾不上那么多，也没有时间考虑，拼尽全力朝着叶晨的胸口刺了过去。笑也得死！苏苏眼中泛着寒光，咬牙刺了下去。伴随着苏苏的匕首刺下去，只见到叶晨握着剑的手指上，那枚毫不起眼的戒指突然间绽放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一道道灵力波动从戒指之中释放了出来。这正是叶晨之前强化的引灵戒，而此刻发动的正是引灵戒内藏的一次性防御阵法。关键时刻，叶晨激活了引灵戒中的防御阵法。防御阵法一被激活，一道道灵力波动从其中释放了出来，形成了一个防御大阵，将叶晨牢牢保护在了其中。当苏苏这一匕首下去，正好刺在了防御阵法之上，阵法形成的护盾坚硬无比，直接将苏苏这一击给挡了下来。而在阵法保护之下的叶晨毫发无损，一点影响都没有。叶晨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看着面前满脸震惊、长着小嘴呆愣在原地的苏苏，笑道：“很可惜，我也有底牌。”苏苏怎么也没想到，叶晨手上戴的不起眼的戒指竟然是防御性法宝。虽然只是一次性防御性法宝，但也抵挡住了他最关键性的一击。这一击过后，刚刚服下的天妖血效果就已经彻底消失了。苏苏由于强行透支自己的身体，导致现在的他变得比之前还要虚弱许多。不过即便是如此，他也不死心，咬着牙继续将手中的匕首朝着叶晨的胸口刺了过去。叶晨见状，却是直接伸出手握住了苏苏的手腕，让其无法寸进分毫。叶晨面带笑容地看着苏苏说道：“呢，就这么想杀我？不过现在的你已经没有那个实力杀我了，甚至我想要杀你的话，随时都可以。”苏苏挣扎了两下，用力抽回自己的手，却发现手腕被叶晨牢牢抓住，根本动弹不得。苏苏何时受过这样的气？哼了一声，仰着头说道：“有本事你现在就杀了我，你以为我不敢？”叶晨闻言眉毛一挑，随即手中清风剑直接放在了苏苏的脖子上，只要轻轻一动手，苏苏就会被叶晨一剑抹了脖子。然而苏苏却是丝毫不惧，反而是向前伸了伸脖子，示意叶晨动手，根本不怕死。叶晨见状，却是笑着收起了清风剑，嘿嘿笑道：“跟你开个玩笑，我可是费了一件防御法宝，花费了这么大的心血，可不是为了要杀你。既然你已经输了，是不是应该履行你的承诺？”叶晨一脸坏笑地看着苏苏问道。哼！苏苏闻言哼了一声，随即收起了匕首，看了眼叶晨，将手伸到了叶晨的面前，沉声说道：“你先将毒龙晶给我。”这不好啊，我若是给你毒龙晶，你不履行承诺，欺骗我的话，那我岂不是亏大了？叶晨一脸防备地看着苏苏，不动声色地说道：“你放心，我这个人愿赌服输，你赢了我，那我自然就要履行承诺，不就是陪你睡一夜吗？我认了。”苏苏一脸无所谓的表情看着叶晨，看起来满不在乎。这倒是让叶晨有些懵了，刚刚还喊打喊杀呢，现在这么痛快就同意了。苏苏伸出手说道：“倒是你，我不放心你，若是我陪你一夜之后，你不给我毒龙晶的话，我也奈何不了你。好吧，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就将毒龙晶给你，希望你能对得起我的信任。”叶晨坦然一笑，随即直接从引灵戒中拿出了毒龙晶。苏苏见状，顿时瞪大了眼睛，甚至眼睛都挪不开了，眼神炙热地盯着这块毒龙晶。叶晨拿着毒龙晶在苏苏面前晃了晃，故意在那里逗他。苏苏的目光一直在毒龙晶身上，见到叶晨逗自己，不由得快速伸出手，一把将毒龙晶给抢了过来。叶晨也没有理会苏苏，给他就给他了。以他现在的状态，若是敢耍花样的话，叶晨完全可以收拾他，甚至杀了他都是十分轻松的事情。谢了，你完全可以不给我毒龙晶，若是用强的话，我现在的状态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你可以为所欲为。苏苏眨着一双紫色的眼睛盯着叶晨说道：“都跟你说了，我是正人君子，不强人所难。”叶晨淡淡一笑，之前他对叶晨的话嗤之以鼻，如今再听却是觉得叶晨说到做到了，这家伙还真没有用强，加上叶晨的实力还这么强，一时间让苏苏莫名的有些心动了。只可惜叶晨是天剑圣地的弟子，他与叶晨之间注定不会有好结果。愿赌服输，既然你赢了，那今晚我就是你的了。苏苏瞪着紫色的眼睛盯着叶晨，大大方方地说了一句，丝毫不扭捏，也没有害羞。这样一来，反倒是让叶晨觉得有些不自在了。这苏苏的反应让他觉得好像不是自己要睡他，而是自己要被睡了。叶晨有些意外地看着苏苏，随即笑道：“你这么爽快的答应，倒是让我有些意外。既然天都已经快黑了，那我们就去找个僻静的地方，我去寻个山洞，或者用剑开辟出来一个山洞，如何？”叶晨提议道。山洞？这里又没有人，不如我们就在这里算了，找山洞还麻烦。苏苏直接说道。就在这里。叶晨有些诧异地看了眼苏苏，没想到苏苏竟然这么大胆，不过直接在树林中野战，倒是让他激动不已。他还从来没有尝试过呢，光是想想就让他心跳加速，觉得刺激不已。别废话了，我都不怕，你怕什么？这里刚刚经历了大战，谁也不敢过来。再说就算是有人靠近，
我也能够提前发现。苏苏说着话，直接贴到了叶晨的身上，一用力将叶晨给推到了一旁的树丛中。苏苏迈着他那双魂元修长的美腿，朝着叶晨走了过去，一边走一边脱下了自己已经破损的衣服。叶晨躺在树丛中，瞪大着眼睛看着眼前的苏苏。此刻的苏苏，无论是那妖媚的气质，还是那双紫色的眼睛，皆充满了诱惑力。尤其是那一双修长美腿，让叶晨挪不开眼睛。这双腿简直了，无人可比。而苏苏不仅仅是这双腿好看，长得也比红烛和竹青青都美，只比圣女稍逊一筹。在叶晨心中，若是满分是100分的话，那圣女就是满分，而苏苏则是有95分。至于红烛和竹青青二人，只能是90分。看着眼前丝毫不扭捏，已经将自己拖得一丝不挂的苏苏，叶晨也不甘示弱，3下5除2将自己给扒光了。叶晨刚想要扑过去，结果被苏苏再一次推倒在地，一双修长美腿直接从叶晨的头顶跨了过去。苏苏哼了一声，不服气地说道：“刚刚不是你的对手，这次我一定要打败你，让你开口求饶。想让我求饶，那你是做梦，等一下求饶的人肯定是你。”叶晨哼了一声，随即坐起身，化被动为主动。二人在树丛之中大战了起来，谁也不服谁，甚至一度从树丛之中翻滚了出来，滚到了一旁的草地上。在草地上翻滚了一阵之后，叶晨看着一旁的古树，顿时眼前一亮，直接抱着苏苏来到了树上。二人借着月光，在树林中翻天覆地的大战了一场。这一场大战酣畅淋漓，好在白天时候这里发生激烈战斗，战斗余威太过强烈，让一些生物都不敢靠近这里，加上这里比较偏僻，也没有修士路过。叶晨和苏苏二人自然是越来越放肆，完全沉浸在了战斗之中，双方都想让对方求饶。然而最终二人却是战了个平手，谁也没有奈何得了谁。叶晨也是第一次遇到苏苏这般棋逢对手之人，不由得感叹天妖体的强悍，若是换做别人，早就投降求饶了。苏苏不仅不投降，反而越战越勇。二人一直到了清晨才停下来，倒不是苏苏求饶，而是说好一夜，如今天亮了。叶晨闻言一脸无奈地看着苏苏问道：“你不是想要分出胜负吗？怎么现在就停下来了？难不成你怕了？”叶晨故意挑衅地问道。怕？苏苏闻言顿时哼了一声，随即开口说道：“再来300回合，我也不会怕你。”叶晨闻言立刻上前一步道：“有本事来啊！我今日就是要跟你分出胜负，来就来！你以为我怕你？”苏苏瞪大了眼睛，向前一挺胸，完美的身材由于没有穿衣服，一览无余，看得叶晨内心火热，热血沸腾。叶晨直接扑了上去，将苏苏给按倒在地。经过一夜的战斗之后，叶晨知道苏苏的天妖体了不得，战斗力很强。这一次叶晨可没有丝毫的怜香惜玉，与苏苏激烈纠缠在了一起。经过一番鏖战之后，叶晨神清气爽地站起了身，只是刚刚站起身，就觉得腰膝有些发软，身体一晃，险些没有站稳。叶晨下意识地想要去扶一下腰，手刚伸到半空，就转变成了向上，举过头顶，伸了一个懒腰。这种事情，为了面子，也要让自己显得十分轻松，神清气爽。这一次你服不服？叶晨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看向了躺在地上还有些轻微抽搐的苏苏，笑问道。苏苏翻着白眼，没有搭理叶晨。叶晨笑了笑，没有说话，从一旁的地上将散落的衣服捡起来，一边欣赏着自己的杰作，一边穿衣服。叶晨也没想到苏苏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最后这一次终于让苏苏求饶了，最终还是他的先天剑体更强一些，天妖体始终都是他的手下败将。不过这天妖体也确实强横，即便是叶晨也有些吃不消，若是继续下去的话，他也要站不起来了。回过神来的苏苏风情万种地瞥了叶晨一眼，此刻的他也觉得神清气爽，浑身舒坦，只是累得不想动。叶晨笑问道：“这一次服了吧？”“不服。”苏苏哼了一声，嘴硬地说道。“还不服？刚刚是谁在最后时刻大喊够了，带着哭腔的在那里求饶？”“不知道，反正不是我。”苏苏哼了一声，别过头去不敢看叶晨，一想到刚刚的疯狂场景，俏脸顿时变得通红。叶晨嘴角挂着一抹淫笑，朝着苏苏走过去，做是要将自己的衣服解开，一边开口说道：“既然你不服，那就再战一场，直到你服了为止。”“不要！”苏苏闻言下意识的惊呼出声，一脸惊恐的看着叶晨说道：“不来了，真的不能再来了？我服了，服了还不行吗？”叶晨得意的笑道：“这还差不多，知道服了就行。天妖体也不过如此，还是我的先天剑体更胜一筹。”叶晨得意的笑了起来。苏苏想要穿衣服，却发现自己的衣服早就被撕烂了，不由得从随身的储物袋中拿出衣服穿了起来，好在多带了几套衣服。穿好衣服的苏苏俏脸微红，浑身香汗淋漓，看起来气色更好，更诱人了。叶晨看得眼睛有些发直，若不是自己实在是没有战斗力了，他恨不得再一次扑上去。苏苏狠狠剜了一眼叶晨，一脸严肃地说道：“这一次我是输给你了，我心服口服，不过你别得意，下一次见面就是你的死期。”“不是吧？你们女人变脸的速度这么快的吗？”叶晨闻言一脸诧异地看着苏苏，十分无奈地苦笑道：“之前还不断索要，不想让我停下来，怎么转眼就要杀了我？之前那是履行赌约，不代表什么，下一次再相遇我会杀了你。”苏苏含着脸面无表情地说道。叶晨闻言则是笑道：“好吧，既然你如此绝情，那我就等你来杀我。不过若是到时候你还不是我的对手，
那你可就要遭罪了。我的厉害你昨晚也体会到了，到时候我的手段只会更加凶残。叶晨嘴角挂着一丝坏笑，意有所指的说道。苏苏闻言脸一红，随即恶狠狠地瞪了叶晨一眼，咬牙切齿地说道：那你最好祈祷你的实力比我强，否则你必死无疑。叶晨十分自信地说道：我能打败你一次，当然就能打败你第二次。这次你是有防御性法宝，若是没有这件法宝的话，你已经死了。苏苏不甘示弱地说道。你若是没有那滴天妖血的话，我也不需要动用我的法宝。叶晨反驳道。哼！苏苏闻言气不打一处来，瞪了叶晨一眼说道：你走吧，别再让我见到你。真是善变的女人。叶晨无奈地摇了摇头，随即转身离去。临走之时，有些不舍地看了眼苏苏，不过更多的目光还是放在了苏苏那双修长的美腿之上。苏苏哼了一声，将暴露在外的腿收了回去，用裙摆遮了遮，瞪了叶晨一眼，怒骂道：色呸！再看把你的眼睛挖下来，又不是没看过。叶晨切了一声，不屑地说道：摸我都摸了不下100遍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叶晨说着话，头也不回地加快脚步朝着远处离去。苏苏气得直跺脚，这个坏家伙真是气死人了。不过昨晚的苏苏的确是被叶晨给征服了，这还是他第一次认输，还是心甘情愿的认输。苏苏神色复杂地看了眼叶晨离去的方向，下一次见面再找他算账。这一次他实在是没有力气了，只能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休息，调整一下状态。而叶晨离开之后，也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感知了一下四周，发现四下无人，没有什么危险气息，这才安心的飞身来到了一棵古树的树冠上，找了一个能够躺下来的树枝，直接躺在上面呼呼大睡了起来。这一战对叶晨的消耗也不小，无论是丹田内修炼出来的剑气，还是体力，都消耗了大半，尤其是体力消耗极大。不过这一次的收获也很不错，阴阳造化鼎中又多了300造化之力，加上之前的100造化之力，现在的阴阳造化鼎之中已经积攒了400造化之力。只是让叶晨没想到的是，同为聚气境，苏苏给他提供的造化之力最多，这是为何？难道是因为苏苏比较漂亮，还是说因为苏苏是天妖体的缘故？叶晨也弄不清楚，不过也不管那么多了，造化之力自然是多多益善。叶晨这一觉足足睡了1天1夜，一直到第2天中午这才醒过来。睡醒过来的叶晨伸了个懒腰，精气神十足。叶晨盘膝坐在树干上，为了快速恢复视力，直接将之前得到的聚气草给拿了出来，紧接着开始运转养剑诀，吸收聚气草中的精纯灵气。聚气草内的灵气堪比灵石，在庞大的灵气供应之下，叶晨的修为开始快速的恢复，丹田内的剑气越来越充盈。叶晨趁着这个机会，开始全力运转养剑诀，疯狂的吞噬吸收聚气草中的精纯灵气。这一次，他准备一鼓作气突破至聚气境9重。伴随着聚气草一颗接着一颗的被消耗殆尽，叶晨的修为也在快速攀升，恢复到聚气境8重巅峰之后，紧接着没有丝毫的停顿，直接突破至了聚气境9重。叶晨丹田内的剑气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强。不过叶晨并没有因此停止修炼。经过与苏苏一战之后，让叶晨明白了这个世界上的高手还有很多，天妖体的强大他已经领教过了，自己的修为还是不足，实力不够，必须尽快提升自己的修为实力。毕竟这一次若是没有引灵界的话，很可能就翻车了。叶晨深刻认知到了自己实力的不足，以至于开始疯狂的修炼，修为也在快速的攀升。聚气境9重初期，聚气境9重中期，一直到聚气境9重后期，甚至直接达到了聚气境9重巅峰，距离先天境也只有1步之遥，这才停止修炼。倒不是叶晨不想一鼓作气突破至先天境，实在是这里有阵法禁制限制，叶晨暂时不清楚这里阵法的情况，怕自己突破至先天境的话遇到危险，毕竟这里只有聚气境修士才能够进入其中，若是他突破至先天境的话，那就坏了规矩，万一被阵法给轰杀了，那就惨了。叶晨不想冒险，只好求稳，修为在聚气境巅峰就停了下来。只是叶晨没想到的是，这一次闭关修炼竟然足足花费了1个月的时间，之前得到的聚气草也被他消耗一空。叶晨粗略估算了一下，这一次闭关修炼的1个月，加上之前赶路的时间，距离天妖秘境关闭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叶晨接下来这1个多月的时间，只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尽可能的寻找天才地宝，能搜刮多少是多少，反正引灵界的空间很大，能装很多。苏苏的天妖体给叶晨带来了很大的威胁，让他知道先天剑体并不是无敌的存在，毕竟先天剑体只是灵体，跟凡体修士比要强上很多，可跟同为灵体的天才修士相比，优势就已经不明显了。所以现在叶晨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积攒造化之力，将自己的灵体强化成黄体。只是一想到1万造化之力，这对于叶晨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实在是太难达到了。看来回去之后得多找红竹和竹青青2位师姐深入交流。叶晨辨别了一下方向，随即朝着之前认定的方向继续赶路，一边赶路一边留意着四周的情况。好，一道巨大的咆哮声从前方传来，这让正在赶路的叶晨顿时停下了脚步。叶晨仔细探查了一下声音的来源，紧接着加快脚步朝着声音的方向赶了过去。根据之前的经验，凡是有妖兽出没的地方，其附近大概率会有天才地宝，这些妖兽不傻，自然是选择一些灵气浓郁的好地方当自己的领地，而这样的地方大多都生长着灵药，
这些妖兽自然是想要将其据为己有，靠着这些灵药来提升自身实力。无论人族修士还是这些妖兽，都想要这些灵药，甚至一些妖兽还会一直在一旁守着，等到这些灵药成熟再去吃掉。这也是为何流传着一句话：灵药附近都有守护兽。叶晨加快速度来到了前方，这才发现前方竟然是一处山洞，这吼声是从山洞之中传出来的。叶晨先是打量了一下山洞四周，并没有什么异常，于是朝着眼前这处足足有3丈高的巨大山洞走了进去。山洞的洞口十分干爽，越往里面走越觉得有些潮湿，甚至走到深处的时候能够隐约听到流水声。吼！先前的吼声再一次传来，震耳欲聋，震得整个山洞都在剧烈颤动，甚至山洞四周的墙壁开始往下掉落石块。叶晨用引灵界隐匿自己的气息，贴着墙壁悄无声息地朝着前方走了过去。这处山洞转过一个转角，继续走几十米的距离，就见到眼前有着一处巨大的石室，石室的前面则是有着一条地下暗河，暗河看不见源头，也看不到去处。这条暗河估计有3丈宽，水流比较缓慢。暗河对面的石室之中，此刻正有一只受伤的巨兽趴在那里。这只巨兽看起来像是一只放大版的狮子，只不过身上的毛更粗更硬，通体呈火红色。叶晨仔细回想了一下，这只巨兽很像是传说中的2级妖兽火焰狮子。火焰狮子脾气暴躁，实力强大，寻常先天境修士都不是其对手。只不过这只火焰狮子看样子还没有完全成年，否则体型最少是现在的1倍大。而在这只火焰狮子的面前，此刻站着10几名天妖宗的弟子，看样子这只巨兽在众人的围攻下已经身受重伤了。不对，这些天妖宗的弟子也是捡漏，这只火焰狮子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围攻而受伤。叶晨仔细看去，发现火焰狮子的身后有着一条巨蟒尸体，很明显，刚刚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斗，火焰狮子的后腿被巨蟒咬掉了一条，而这条巨蟒也被火焰狮子给咬死了。不过这条巨蟒好像有毒，火焰狮子看起来十分虚弱，迹象有些像是中毒了。叶晨估计，眼前这些天妖宗的弟子也是被火焰狮子的吼声给吸引来的，想必之前的吼声是与巨蟒战斗所发出。一起上，杀了这头火焰狮子。这家伙身上的皮毛也是很值钱的。为首的天妖宗男子大喝了一声，示意众人一起上。对，一起上，杀了他，这里的东西就都是我们的了。天妖宗的众人跟着附和了一声，紧接着朝着虚弱无比的火焰狮子冲了过去。叶晨则是隐匿气息，躲在暗处，准备坐收渔翁之利。天妖宗的众人朝着火焰狮子冲了过去。此刻的火焰狮子身受重伤，加上中了蛇毒，虚弱无比，众人准备趁他病要他命。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即便是此等状态之下，火焰狮子依然有着一定战斗力，愤怒之下与众人进行着困兽之斗。仅仅只是片刻，天妖宗众人损失惨重，一共16名天妖宗弟子，此刻就只剩下6个人了。不过那10个人也没有白死，火焰狮子再次被重创了一只眼睛，原本就十分虚弱的火焰狮子，此刻已经是奄奄一息，巨大的头颅趴在地上，完全抬不起来。火焰狮子不甘心，挥动着爪子，想要将眼前剩下的这几个人都杀了。然而这几个人根本不上前，围着火焰狮子转，不断的攻击他身上其他地方。火焰狮子身上已经是遍体鳞伤，鲜血流了一地，将整个石室的地面都给染红了。火焰狮子最终坚持不住，发出了最后一声不甘的怒吼，倒在了众人的面前。终于死了，这家伙真是难缠，折了我们这么多人。为首的男子松了一口气，发了，这一次我们真的发了。没想到这里竟然有月华草，这可是3品灵药，价值连城啊！一旁的男子十分兴奋地大喊了一声。众人闻言立刻朝着石室深处看了过去，这才发现在石室的深处生长着3棵月华草。难怪这火焰狮子会跟绿灵蟒打起来，原来争抢这月华草。不过看样子月华草这里之前有很多，估计是被绿灵蟒吃了一些，否则以绿灵蟒的实力不可能伤到火焰狮子。应该是这样，绿灵蟒吃了月华草，实力提升了很多。不管怎么样，这月华草现在是我们的了，将这3棵月华草拿回去卖了，我们每个人都能分到一大笔灵石。一旁的男子双眼放光地看着月华草，十分激动地说道。众人此刻也都满脸的兴奋，脸上的笑容已经抑制不住了。噗！刚刚还在说话的天妖宗男子顿时一口鲜血喷了出去，随即低着头，只见到一把刀贯穿了他的胸口，从后背刺进去，从前胸刺了出来。你！男子瞪大着眼睛，满眼震惊和疑惑不解地看着眼前男子，随即脸上的表情化作愤怒。然而为首的男子手中刀搅动了一下，男子当场毙命。6个人分，当然没有5个人分划算，5个人我们能分得更多。为首男子咧嘴一笑道。一旁的4个人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只是此刻的5个人相互对视了一眼，心中都有些戒备对方，生怕自己步入后尘。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他们5个人身后，趁着5个人的注意力完全被月华草吸引点的时候，直接动手。叶晨在听到月华草的时候就有些忍不住了，毕竟那可是3品灵药，价值连城，绝对不能落入他们手中。叶晨将游龙步施展到了极致，配合上引灵界隐匿气息，悄无声息地接近了这5个人身后，手中清风剑剑光一闪，
整个人身若游龙，直接从这5个人身边闪过。5个人只感觉到脖子一凉，紧接着立刻伸出手去捂脖子，发现鲜血顺着脖子上的剑痕流了出来。5个人顿时傻眼了，一脸绝望地看向了身前，只见到叶晨横剑在5个人的身前，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叶晨是何时出现的，完全没有察觉到了。等到察觉到的时候，叶晨的剑已经划破他们的喉咙了。5个人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叶晨，最终倒在了血泊之中。叶晨不屑地看了眼这5个人，随即收起了清风剑。这5个人不过是具气境8重的修为，叶晨杀他们不过是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叶晨看向了一旁的月华草，只见到3棵巴掌大小、长着3片月牙、形状叶子的幽蓝色小草生长在了石缝之中，而石室的上方则是有着许多裂缝，晚上有月光从缝隙中照射下来，正好照射在月华草的身上。只是现在外面是白天，斑驳的阳光照射下来，月华草的叶子竟然卷了起来，像是在躲避阳光。叶晨伸出手，小心翼翼地将这3棵月华草连根拔起，带着这里的一些土一起放在了引灵界之中种了起来。引灵界可以保持其灵气不被破坏，月华草放在里面十分安全。收起月华草之后，叶晨看向了一旁的火焰狮子尸体。这只火焰狮子体型太过庞大，光是一只爪子就比人都大了。叶晨一挥手，将火焰狮子的尸体收入了引灵界之中，连带着一旁的绿灵蟒一起。这2只妖兽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拿回去卖了，剩下的那些肉也可以烤着吃，补充气血。叶晨又搜刮了一下地上这些天妖宗弟子的尸体，发现他们身上连个储物袋都没有，不过还是从这些人身上搜刮出了10棵聚气草，真是一群穷鬼。叶晨忍不住吐槽了一句，随即转身朝着山洞外走去。然而当叶晨快要走到山洞出口的时候，顿时停下了脚步。叶晨敏锐地察觉到了山洞外面有着10几道气息，很明显是有人在洞口堵着。这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千算万算没算到有人会堵住洞口。里面的朋友别藏着掖着了，出来吧，只要你交出身上的东西，我们就放你一条生路。外面有人大喊了一声，他们也是被吼声吸引来的，只不过他们很聪明，并没有进去，而是在洞口堵着，不管什么从洞里出来，他们都不会放过，只要守住洞口，洞里的东西就都是他们的。叶晨心想，既然躲不开，索性就不躲了，随即大大方方地走了出去。当叶晨来到洞外，映入眼帘的是10几名天妖宗的弟子，手持着兵器，一个个目露凶光的死死盯着叶晨。叶晨扫视了一眼众人，发现这些人的修为参差不齐，最强的3个人是具气境9重，其余人是具气境8重和7重。天剑圣地的人，你在里面得到了什么东西？乖乖交出来，给你留个全尸。为首的天妖宗男子杀意十足地看着叶晨，冷声说道。叶晨闻言嘴角泛起了一丝不屑的冷笑，随即缓缓开口说道，我给你们一个机会，交出你们身上的东西，我可以不杀你们。你说什么？我没听错吧？你小子是不是疯了？还是说被吓傻了？在场众人闻言顿时一愣，随即仰起头哈哈大笑了起来。众人完全不将叶晨的话放在眼里，只以为叶晨是疯了。区区一个天剑圣地的外门弟子，竟然也敢威胁他们，简直就是不知死活。小子，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天妖宗为首的男子一脸不屑地看着叶晨问道。小子，嚣张也要有个度，你一个人还想要跟我们这么多人叫板？你以为你是谁？现在你就算是交出身上的宝物，我们也不会放过你，你必死无疑。天妖宗的众人彻底被叶晨给惹怒了，这小子如此不将众人放在眼里，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侮辱。既然给你们机会你们不珍惜，那我只让你们知道我是谁了。叶晨闻言伸了个懒腰，笑着抽出了腰间的清风剑，随即用剑指着眼前的天妖宗众人说道，记住了，杀你们的人叫叶晨。叶晨？天妖宗众人闻言一脸疑惑，随即有人开口笑道，没听说过，不过是无名小卒，也敢在我面前如此嚣张，今日就让你见识见识我天妖宗的厉害。男子说着话向前走了一步，准备对叶晨出手。死！只是还没等男人有下一步动作呢，叶晨就已经行动了。死字刚刚出口，一剑就朝着眼前的男子斩了过去。凌厉剑气从清风剑中斩了出来，速度奇快，瞬间将面前男子斩为2半。叶晨刚刚突破具气境巅峰不久，正愁没有找到人练手呢，如今面对这些天妖宗的弟子，正好可以让自己活动活动筋骨。天妖宗众人见状顿时瞪大了眼睛，满眼惊恐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剑气，竟然是剑气！众人满眼震惊地看着眼前的叶晨。叶晨刚刚那一剑竟然斩出了剑气，不是说先天境进不来吗？为何他可以？天妖宗众人将叶晨当成了先天境高手，一时间彻底慌乱了。他不可能是先天境修士，这里只有具气境修士能够进来，大家别被他给吓唬到了，我们一起上，杀了他！为首的天妖宗男子大喝了一声，他可是有着具气境9重的修为，自然不怕，直接朝着叶晨冲了过去，准备带领众人围杀叶晨。然而他刚冲到叶晨的近前，就被叶晨随手一剑斩杀，甚至连还手之力都没有，就那么直挺挺地倒在了叶晨的面前。叶晨嘴角泛起了一丝不屑的冷笑，随即身影一闪，直接消失在了原地。只见到叶晨犹如离弦之箭，直接冲入了天妖宗人群之中，仿佛虎入羊群。天妖宗众人被吓得四散奔逃，
根本生不起一丝抵抗之心。叶晨的实力实在是太吓人了，据气境9重都被随手一剑秒杀了，那他们这些人不跑起不是送死？然而叶晨的身法速度比他们快上太多，这些人想跑都跑不掉。叶晨身若游龙，穿梭在人群之中，所到之处没有人能够挡住叶晨一剑。仅仅只是片刻，天妖宗这18个人就死在了叶晨的剑下，而叶晨甚至连衣角都没有脏，十分轻松地收起了清风剑，回头看了眼地上的尸体，叶晨不由得搜刮了一下战场。这些家伙只有为首3人身上东西比较多，其中1人身上还有着储物袋，只不过储物袋空间有限，里面装了许多灵药。叶晨粗略地扫视了一眼，发现大部分都是1品灵药聚气草，除此之外还有2品灵药珠果，3品灵药并没有发现。不过这些也让叶晨心满意足了，要是让他自己去找的话，那可是要费很大劲，毕竟这天妖秘境实在是太大了。如此一来，叶晨倒是轻松了很多，不用去找就到手了这么多灵药。这18个人身上的灵药加在一起，1品灵药足足有80颗，2品灵药的珠果也有10颗。现在这些东西都是叶晨的了。叶晨将其装入了引灵界之中，随即高高兴兴地哼着小曲离开了这里。辛辛苦苦寻找1个月，不如杀天妖宗这些人找到的灵药多，现在看来还是杀人越货来得快。只不过天妖秘境比较大，想要碰上这些人也不容易。接下来的时间，叶晨一边寻找天才地宝的同时，一边寻找天妖宗的弟子。为了不泄露消息，每次遇到都是斩草除根，这样一来就没有人知道是他杀的人了。只不过让叶晨有些郁闷的是，这一路上并没有遇到太多的天妖宗弟子，凡是遇上的，没等叶晨动手呢，天妖宗弟子就先打起叶晨的主意来了，只是最终都被叶晨给斩杀了。一直到3个月的期限到了，天妖秘境即将关闭，叶晨这才从天妖秘境之中离开。大长老一直守在天妖秘境出口，等待着众人出来。这一次天剑圣地进入其中的外门弟子众多，不过能够活着走出来的人不到70%，没有出来的那些人，有人死于妖兽之口，有的则是被天妖宗的人击杀。毕竟天妖宗的人向来都不将天剑圣地的人放在眼里，他们完全将天剑圣地的人当作猎物，导致每一次天妖秘境开启，天剑圣地的弟子都损失惨重。这一次能够有70%的人活着走出来，已经算是最多的了，完全出乎了大长老的预料。殊不知，之所以会这样，完全是因为叶晨他杀了许多天妖宗的弟子，无形中帮助天剑圣地的弟子们解决了威胁。而天妖宗那名老者看着天妖秘境关闭，可出来的天妖宗弟子却不到一半，脸色瞬间变得难看了起来，整个人阴沉着脸，眉头紧皱。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何损失了这么多人？你们在里面遇到了什么？老者看着眼前的众人，大声质问道。众人被老者问的也是一脸茫然，纷纷摇头，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毕竟凡是遇到叶晨的人都死了，谁也不知道那些人是叶晨杀的。只是让他们也没想到的是，就连风修都死在里面了。看来这一次天妖宗的弟子们运气不怎么好，折损了这么多在里面。大长老出言嘲讽道。天妖宗的老者见到大长老幸灾乐祸的样子，不由得冷哼了一声。这一次算你们运气好，不过别得意，下一次你们可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况且我们天妖宗想要的东西也得到了，我们2宗弟子大比上见，到时候让你们知道我天妖宗的厉害。我们走！老者大喝一声，一挥手，带着天妖宗的众人离开了此处。我们也走！大长老心情大好的哈哈大笑了起来，随即带着叶晨等人返回天剑圣地。叶晨始终都没有说话，一直在看着天妖宗的众人。只是让他有些疑惑的是，为何没有见到苏苏？难不成苏苏在里面遇到危险了？可除了自己以外，天剑圣地谁都不是苏苏的对手，他不可能遇到危险。大长老，这期间有人提前从天妖秘境出来吗？叶晨看着一旁的大长老问道。大长老闻言点了点头，说道：倒是时不时的有人从天妖秘境中出来，毕竟那里太过凶险，有受伤的人，为了安全起见就提前退出来了。怎么了？大长老好奇地看着叶晨问道。叶晨闻言摇了摇头，说道：没什么，只是在天妖秘境之中遇到了一个实力很强的天妖宗弟子，没看到他出来，估计是提前出来了。叶晨沉声说道。是那个天妖宗的苏苏，还是风修？他们2个人算是天妖宗距气境最强的了。大长老开口询问道。你与他们交手了？大长老打量了一下叶晨，询问道。没有受伤吧？叶晨摇了摇头说道。没受伤，不过风修的实力还好，不是很强，倒是那个苏苏很强。很强？你输了？大长老关切地看着叶晨问道。叶晨摇了摇头说道。输倒是没输，不过那个苏苏很强，我也是勉强才能够战胜他，没想到他竟然是天妖体。天妖体？大长老闻言满眼震惊，有些意外的脱口而出道。没想到他竟然也是天妖体，既然是天妖体，为何他提前就出来了？大长老有些疑惑说了一句。好在我们天剑圣地新人之中出了你一个先天剑体，否则还真是不好应对天妖宗，毕竟天妖体肉身强横。大长老说着话，拍了拍叶晨的肩膀，满脸期待地看着叶晨说道。你努力修炼，以后天剑圣地可就要靠你了，我真期待看到先天剑体大成的风采。叶晨闻言笑着说道。我会努力修炼，争取早日将先天剑体修炼至大成。先天剑体到了先天境才能发挥出你体质的威力，等你突破至先天境之后，实力会大涨，
大长老沉声说道。叶晨点了点头，这个他倒是第一次听说，这也让他更加期待自己突破先天境之后的情况。风修这一次并没有出来，估计是死在里面了。一旁的李宇峰开口说道：“那家伙在湖心岛之时十分嚣张，后来他登岛之后，我们也不清楚怎么回事。”有当时在场的天剑圣地弟子忍不住吐槽道。李宇峰点了点头，他也不清楚具体情况。当时遇到危险，他们都跑了，只有一个人登上了湖心岛。李宇峰美眸看向了叶晨，开口询问道：“叶晨师弟，我若是没有记错的话，当时我好像看到你也登上了湖心岛，那里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啊，叶晨，你跟我们说说，那上面到底是什么？最后被谁给得到了？”“风修那家伙是不是被巨蟒给吃了？”一旁的众人纷纷看向叶晨，满脸好奇地询问道。叶晨淡淡的说道：“湖心岛上有浓雾，根本看不清楚具体的情况。至于上面有什么东西，我也没找到。不过我倒是在岛上遇到了风修他们，风修出手偷袭我，最后被我给反杀了。至于那个苏苏，我跟他也短暂交手，未分胜负。后面巨蟒追上来了，我们就都跑了。”众人闻言顿时瞪大了眼睛，随即有人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我就说只有叶晨师弟能够杀得了风修，没想到风修真的死你手中了。叶晨师弟真是太厉害了，那个风修向来看不起我们天剑圣地的弟子，这次付出惨痛代价了。”李宇峰美眸之中异彩，连连的看着叶晨，开口夸赞道：“倒是那个苏苏，没想到竟然这么厉害，跟叶晨师弟都能打个平手。天妖体当然实力强悍，你们以后在外面遇到他，千万要小心。”大长老在一旁告诫众人。众人闻言点了点头，心中对于苏苏也有了认知，以后遇到他得躲远点。众人在大长老的带领下，安全回到了天剑圣地，各自返回了住处。叶晨回到住处之后，清点了一下自己从天妖秘境之中的收获，3品灵药只有3颗月华草，之后也没有遇到过3品灵药，2品灵药则是得到了20颗珠果以及10颗凝血草，1品灵药的聚气草则是得到了上千颗。除此之外，储物袋有3个，虽然都不大，但价值也不低。这些就是这一次天妖秘境的收获。天剑圣地的其他外门弟子顶多能够有10几颗聚气草，获得2品灵药的也是寥寥无几。而叶晨一个人的收获，比得天剑圣地与天妖宗弟子们加起来还要多。叶晨看着这些灵药，心中大喜，这么多修炼资源，以后修炼可以尽情的挥霍了。叶晨准备闭关冲击先天境，不管怎么样，先突破先天境再说。若是突破不成功的话，到时候再去强化一颗破境丹。叶晨在屋内闭关修炼，寻找着突破先天境的契机，不知不觉间就已经来到了夜里。叶晨师弟，你睡了吗？一道身影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叶晨的房门外，轻轻敲了一下叶晨的房门，小声询问道。叶晨听到这道声音，顿时睁开了双眼，嘴角忍不住上扬了起来。这声音再熟悉不过了，正是他心心念念的红烛师姐。叶晨立刻起身来到了门前，将锁着的房门打开，满脸坏笑地盯着红烛师姐，调侃道：“师姐，你怎么跑外门来找我了？是不是想我了？自从你成为内门弟子，进入内门已经3个多月了，想必师姐你一定是想我了吧？我可是想师姐你想的夜不能寐。”叶晨连忙说道。叶晨说话间就要上前将搂住红烛那纤细的腰肢，红烛师姐的丰腰实在是太迷人了，许久未见，叶晨的确是有些馋了。红烛伸出手一把将叶晨的手给打掉，风情万种的白了叶晨一眼，娇嗔道：“别闹，我来是有要紧事找你，这么晚来找我，能有什么要紧事？再说什么要紧事，师姐你自己办不了。”叶晨好奇的很：“你这次进入天妖秘境，可获得了什么好东西？”红烛直勾勾地盯着叶晨腰间的储物袋，好奇地问道。叶晨闻言忍不住笑道：“原来师姐所说的要紧事，就是来我这里要宝贝的呀。不瞒你说，我这一次在天妖秘境之中，确实获得了一些灵药。是吗？都有什么？快拿出来让我看看。”红烛顿时眼前一亮，十分好奇地问道。红烛虽然突破至先天境，但天赋有限，努力闭关修炼了这么长时间，修为始终无法突破至先天境2重。红烛自知天赋有限，想要快速突破，只能靠堆资源。可内门弟子的福利即便是比外门弟子好，也经不住这么消耗，无奈之下只能来找叶晨寻求帮助。叶晨一脸坏笑地看着红烛说道：“我跟师姐的关系当然不会吝啬了，只是师姐你来都来了，不如陪我一晚再走，如何？我都已经好久没有跟师姐你沟通交流了，都要给我憋坏了。”红烛闻言哼了一声说道：“也还能憋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跟竹青青之间的事情？这你都知道？竹青青师姐跟你说的？”叶晨闻言顿时心中一惊，没想到红烛师姐连这件事情都知道，这下可不好办了，毕竟2人势同水火。这句话刚出口，叶晨心想坏了，自己说漏嘴了，你还真将竹青青给睡了。红烛顿时双手掐腰，瞪着眼睛看着叶晨，随即抬起一脚朝着叶晨的中间踢了过去。他刚刚是在炸叶晨，毕竟这种事情竹青青不可能跟他说，而他看竹青青这么快突破至先天境，就猜到竹青青是找了叶晨，没想到还真是，这让红烛气不打一处来。明知道竹青青跟他不对付，叶晨这个家伙还敢帮助竹青青。不过叶晨反应很快，瞬间伸出手握住了红烛那纤细的小腿，嘿嘿笑道：“踢坏了怎么办？以后你还得用呢，我才不用你那个坏东西呢。”
红烛红着脸说道：“不用，我现在就让你用一用。”叶晨嘴角勾起一抹坏笑，霸道地说了一句，随即握着红烛小腿的手一用力，直接将红烛给拉到了怀中。红烛惊呼一声，站立不稳，直接朝着叶晨的怀中倒去，一下子趴在了叶晨的胸前，双手搂住了叶晨的脖子，被叶晨拉着的腿顺势盘上了叶晨的腰。红烛红着脸，呼吸有些急促，吐气如兰地说道：“爱我。”叶晨觉得这2个字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动听的2个字，也是叶晨发起冲锋的号角。叶晨顺势将红烛抱起，转身朝着房间内走去。红烛就那么挂在叶晨的身上，十分乖巧的任由叶晨将她抱到了床上。叶晨迫不及待地将红烛身上的衣服给扒光，随即刚想要脱自己的衣服，结果就听到房门外有人开口问道：“叶晨师弟，你睡了吗？”这道声音不是别人，正是竹青青。红烛闻言顿时一惊，连忙去捡自己的衣服，想要先将衣服给穿上。若是被竹青青给堵在这里的话，那不得被他笑话一辈子。叶晨闻言也是一愣，自己这边都已经准备提枪上阵，冲锋陷阵了，结果半路杀出来一个竹青青，当场将他给打断了，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师姐，我睡了，你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叶晨连忙回了一句，想要将竹青青给糊弄走。然而竹青青闻言却是根本不打算走，直接用力推开了叶晨的房门，迈步朝着里面走了进来。当看到里面的场景时，竹青青顿时愣住了，原本就大的眼睛更是瞪得像是铜铃一样，眼睛不断的扫过叶晨和竹青青，张着嘴下意识的想要大叫出声。毕竟这种场面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让他一时间有些没反应过来。叶晨立刻闪身来到了竹青青的面前，将竹青青的嘴给捂上，小声说道：“师姐别叫，被别人听到了不好。”叶晨说话间，直接将房门给关上，从里面将房门给堵上，不让任何人进来。正在拿着衣服要穿没穿的红烛，见到竹青青走进来，立刻将衣服挡在了自己的身前，粗略的遮盖一下自己的身体。毕竟即便竹青青是女人，她也不想被竹青青给看光了。遮什么？好意思在这里做这样的事情？难道还怕看不成？再说我也不是男人，你身上有的东西我都有。竹青青撇了撇嘴，不屑地说道：“你们2个人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真是……”竹青青站在那里，刚想要指责眼前2人，结果话才刚开口，就被红烛给打断了。红烛大声反驳道：“哪样的事情？我们2个想要做什么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别说是你管不着了，就算是宗门也管不着，毕竟没有谁规定宗门弟子之间不允许在一起睡觉。”红烛底气十足，十分硬气地说道：“倒是你，大半夜不睡觉，你跑到叶晨师弟这里干什么？”红烛盯着竹青青大声质问道：“你！”竹青青闻言被气得脸色涨红，随即眼珠一转，哼了一声反问道：“你能来？为什么我不能来？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要来干什么，只是很可惜你来晚了。”红烛哼了一声，歪了一下脑袋，一脸得意地笑了起来：“还不赶紧走，还赖在这里干什么？耽误我跟叶晨师弟之间的好事。”红烛冷哼了一声，想要将竹青青给赶走。“你来的早又如何？”竹青青脾气也上来了，站在那里说道：“我今天还就不走了呢，我就站在这里，看你还怎么继续。”竹青青心想，红烛又想要用自己的身体诱惑叶晨，想要从叶晨那里得到好的资源，今晚有他在这里，就坚决不会让红烛得逞，否则红烛得到好东西了，那他岂不是就没有了？他得不到的东西，他也不能让红烛得到，绝对不行。叶晨在一旁看着2个女人斗嘴，一时间插不上话。然而听到这里的时候，叶晨却是有些无语了。一个女人还好应付，可2个女人在这里，直接让他没得吃了，现在只能看着，吃不到，这让他心里痒痒的。尤其是看到一旁已经脱光了的红烛师姐，叶晨憋的是更加难受了。眼看着就差最后一步了，这竹青青来的真是时候。红烛听到竹青青这么说，顿时气不打一处来，索性直接将挡在身前的衣服给扔在一旁，对着叶晨勾了勾手指，说道：“叶晨师弟，别在那里站着了，快过来啊！既然竹青青想要看，那我们就让她看个够。”红烛毫不害羞地说道。叶晨闻言顿时眼前一亮，不清楚红烛师姐是真的这么疯狂，还是故意要气竹青青师姐，竟然想要当着竹青青师姐的面做这种事情。呸，不要脸！竹青青顿时急了，红着脸骂道：“平日里装的人无人样，文文静静，没想到你私底下竟然这么骚，我真是看错你了，要你管！不想看就赶紧走，别在这里耽误我跟叶晨师弟的好事。”红烛脸瞪了竹青青一眼，不耐烦地催促道：“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过来啊！”红烛又瞪了叶晨一眼，真的要当着竹青青师姐的面？叶晨有些犹豫地问道。红烛没好气地说道：“你还是不是男人？我都不害羞，你害羞什么？再说又不是没见过，也是，我跟竹青青师姐也坦诚相见过。”叶晨闻言二话不说，直接开始脱衣服，对着红烛恶狠狠地说道：“今晚我就让你看看我是不是男人，你们2个真是疯了！”竹青青闻言在一旁羞臊的俏脸通红，瞪大着眼睛看向了叶晨，她实在是没想到这2个家伙竟然如此疯狂。竹青青站在原地静静地看着脱衣服的叶晨，又看向了一丝不挂的红烛，有些嫉妒地看了眼红烛那盈盈一握的丰腰，随即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直接朝着床那边走了过去，一边走还一边将自己身上的衣服给脱了下来。竹青青心想，绝对不能被红烛给比下去，
他今晚就要跟红烛比一比，看看叶晨师弟更喜欢跟谁。正在脱衣服的叶晨见到眼前这一幕，顿时惊呆了，瞪大着眼睛看着走到床上的竹青青。叶晨此刻内心狂喜，只觉得血脉喷张，浑身热血沸腾，心更是砰砰狂跳，止不住的兴奋。他从来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能够让2位美女争风吃醋，更没想过这2位美女竟然一起躺在了自己的床上。你干嘛？你是不是疯了？红烛见到竹青青躺在了自己的身边，不由得满脸难以置信地看着竹青青。他也没想到竹青青竟然也爬上来了，简直就是疯了。怎么就允许你跟叶晨师弟乱来？我也要跟叶晨师弟一起睡，不仅一起睡，我还要将你比下去。竹青青不甘示弱地说道。将我比下去？就凭你？红烛原本还想要说些别的，一听到竹青青这么说，顿时激起了他的胜负欲。怎么就凭我？竹青青说了一句，随即瞪着大眼睛盯着叶晨，楚楚可怜地说道：叶晨师弟快来爱我。红烛见状也不甘示弱，直接跪在床上，头冲着窗户，将后面留给了叶晨。叶晨师弟快来吗？我可是先来的。红烛充满诱惑地晃了晃说道。叶晨瞪大着眼睛看着眼前的美景，美不胜收，这种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只是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摆在叶晨面前，谁先谁后，会不会另一个不高兴？一气之下起身离开了。如此难得的场景，叶晨可不想破坏了，今晚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2个离开。叶晨短暂地想了一下，紧接着也不管那么多了，直接朝着红烛师姐走了过去。红烛师姐先来的，我得先照顾她，何况这个姿势我最喜欢了。叶晨看着一旁的竹青青说道。红烛闻言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挑衅地冲着竹青青一挑眉。竹青青哼了一声，不甘心地看着红烛说道：你这是作弊，不算。叶晨则是笑着说道：2位不要争抢，拿出你们的本事，今晚让我好好体验一下，我好好评判一下。来就来。今夜圆月高悬，月光透过窗户照射在叶晨的床上，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窗外微风吹动的树叶沙沙作响，掩盖住了叶晨房间内的声音。若是有人站在叶晨的院内，就能够清楚地听到房内的声音。都已经天亮了，我困了，我要睡觉。一直到天亮，沉沉睡了过去。叶晨心满意足，这一次他也有些累了，闭上眼睛沉沉地睡了过去。日上三竿，叶晨这才缓缓睁开了眼睛，还在那里装睡。一想到昨夜的疯狂，叶晨嘴角挂着得意的笑容。只是很可惜，叶晨嘴角露出了一抹坏笑，随即俏脸通红，将头埋在了叶晨的肩膀中，害羞的不敢抬头，也不敢出声。昨夜实在是太疯狂了，一时间忘乎所以了。早上醒来之后，不好意思先开口，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对方，坚决不能让其继续下去。叶晨嘿嘿坏笑道：我以为你们没醒呢，还想着跟你们继续切磋一下呢。然而话刚说完，立刻害羞的将头埋进叶晨的胳膊中，小手捶打着叶晨的胸口，满脸羞红，掐着叶晨腰间的肉，用力扭了起来。师姐，你掐我干什么？很疼的呀。叶晨连忙吃痛喊道。你还知道疼的呀？红烛哼了一声，随即说道。叶晨闻言嘿嘿一笑道：情不自禁，情不自禁。你还说？红烛手上加大了力度，使劲掐叶晨。叶晨龇牙咧嘴的说道：不说了，不说了。竹青青抬起头盯着叶晨，忍不住开口询问道。红烛闻言也停下了手上的动作，直勾勾地盯着叶晨，一副叶晨敢说竹青青，他就要对叶晨痛下杀手的样子。哼了一声，直接威胁道：叶晨倒吸一口凉气，连忙说道。竹青青哼了一声，叶晨嘿嘿一笑，紧接着开口说道：我实在是选不出谁更好，你还真在这里点评上了。红烛和竹青青闻言顿时瞪了叶晨一眼，二人俏脸通红，纷纷用力掐叶晨的腰。叶晨疼得龇牙咧嘴，连忙说道：你想得美。红烛哼了一声，随即起身穿衣服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这一次是我们冲动了，让你小子得了便宜，还想有下一次？就是。竹青青在一旁附和道：以这点小九九还想要算计我们姐妹，你当我们傻吗？竹青青一边说着，一边脱离了叶晨的怀抱，起来开始穿衣服。这里毕竟是叶晨的住处，若是被人发现他们2个人都在这里过夜的话，那可是会被说闲话的。虽然男未婚女未嫁，但也不太好。叶晨躺在那里欣赏着二人穿衣服，时不时的还要上手帮助一下，只是他都是在帮倒忙，最后被二人联合起来踹下了床。叶晨无奈的在地上穿好了衣服，一边穿还一边吐槽道：之前还真尖对麦芒呢，怎么现在又连起手来了？你管我们？红烛和竹青青异口同声的说道：你们还真是姐妹情深啊。叶晨笑着调侃道。红烛和竹青青本就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如今又在一起坦诚相见，加上叶晨在中间调和，二人的关系也缓和了许多，甚至开始联起手来对付叶晨。红烛看了眼叶晨说道：别废话，赶紧将你从天妖秘境中得到的好东西拿出来，给我们姐妹2个人分享。对，赶紧拿出来让我们看看。竹青青满眼放光的盯着叶晨，大眼睛炯炯有神。你们真是让我伤透了心，原本以为我们之间感情，结果竟然是交易。叶晨故作伤心的说道：讲感情多浪费资源啊，我们要修炼资源。竹青青毫不客气的说道。红烛点了点头附和道：没错，我们只看重资源。好吧，那就当我看错你们了，算是我一片真心错付了。叶晨叹了口气，委屈的说道：你少来，
讲感情也得拿灵药，没有灵药我们怎么提升实力？若是不提升实力的话，以我们2人的天赋，早晚被你甩开很远，到时候你就该嫌弃我们了。红竹沉声说道。竹青青也在一旁开口说道，何况我们想要青春永驻，就需要尽快提升修为，修为越高，寿元越长，越能够保持现在的模样。好吧，不逗你们了，这是我这一次从天妖秘境中获得的东西，分你们一些。叶晨笑着说了一句，随即直接拿出了2个储物袋，递给了眼前2人。这储物袋你们拿着，今天高兴，你们将储物袋装满，钱财乃是身外之物，修炼资源跟叶晨得到的造化之力相比，不值一提。叶晨体内阴阳造化鼎之中，现在已经积攒了1000造化之力，这对于叶晨来说可是天大的好消息，怎么能不让他高兴？2人接过叶晨手中的储物袋，顿时激动不已，立刻打开了储物袋，这才发现这储物袋还不是最低级的储物袋，其中竟然有着3立方米的空间，这储物袋可是价值不菲，比他们手中那只有1立方米空间的储物袋要好很多。没想到叶晨这么大方，这里可是有着3立方米的空间，你确定能装满？红竹有些疑惑地看着叶晨问道。竹青青瞪着一双大眼睛，一眨一眨地盯着叶晨。叶晨笑了笑，随即从隐灵界中拿出了100颗聚气草，直接摆放在了床上，霸气地说道：“1人50颗聚气草，这么多！”红竹和竹青青见状，顿时瞪大了眼睛，满眼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摆放了一床的聚气草。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叶晨竟然一下子拿出这么多聚气草，这聚气草简直就像是不要钱一样，一下子拿出了这么多，满满一床。红竹和竹青青立刻上手，将眼前的聚气草收入自己的储物袋之中。装完这些聚气草之后，储物袋还有最少1半空着。2人一脸期待地瞪着眼睛看着叶晨。别急，当然还有了，我怎么能亏待你们呢？叶晨笑着说了一句，随即拿出了100块灵石出来。这灵石你们收着，1人50块。叶晨之前只是统计了一下灵药，并没有统计灵石，现在只是拿出一部分分给2人。分完之后，叶晨大致估计了一下，自己身上的灵石还有500块左右，足够自己用一段时间了。2女见到这些灵石也是眼前一亮，只是并没有太过于兴奋，毕竟50块灵石虽然也不少，但他们见到过，甚至红竹手上不止这些灵石，只不过他们的灵石都是自己一块一块积攒下来的，而叶晨的灵石则是他一块一块从天妖宗弟子们手中抢过来的。还有吗？红竹和竹青青满脸期待地看着叶晨。当然了，还有珠果，你们1人5颗。叶晨笑着说了一句，随即从隐灵界中拿出了10颗珠果递给了2人。2品灵药，竟然是2品灵药珠果！红竹顿时双眼放光，激动的声音都提高了许多，双眼死死盯着叶晨手中的珠果。竹青青的反应与红竹一般无二，甚至忍不住伸出手想要去触碰一下叶晨手中的珠果。修行一途，才履法地，修炼资源是第一位。他们即便是身为天剑圣地的弟子，法与地优于普通散修，但在资源上还是捉襟见肘。如今面前摆放着的珠果，他们身为外门弟子的时候可是从来没有拥有过，甚至对于他们来说太过于贵重。如今这珠果就摆在他们面前，还不止1颗，唾手可得，让他们觉得有些不真实。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叶晨，没有叶晨，以他们的天赋，恐怕这辈子都无法突破先天境。叶晨随手将珠果递到2人的面前，说道：“愣着干什么？拿着呀！” 2人这才回过神来，立刻伸手将珠果给接到了手中，小心翼翼地放入了储物袋之中。叶晨将2人的表情变化尽收眼底，不由得笑着说道：“这是你们应得的，毕竟你们是我的女人，不用感动，拿去用就是了。”竹青青和红竹闻言顿时俏脸通红，随即异口同声地骂道：“喂，不要脸！谁是你的女人？我才不当你这个家伙的女人，我们顶多算是各取所需。”红竹红着脸嘴硬地说道。竹青青也在一旁附和道：“就是我们只能算是各取所需，我不过是找你解解闷。对，我们姐妹不过是找你解解闷，放松放松罢了。”红竹也笑着说道。叶晨闻言嘿嘿一笑道：“既然如此的话，那我欢迎2位师姐随时来找我解闷，多多益善，最好每天都来。”每天都来，累死你！红竹白了叶晨一眼说道：“我不怕累，为了你们我甘愿奉献，让你们放松才最重要。行了，别贫嘴了，还有什么好东西吗？若是没有的话，我们可走了。”红竹看着叶晨说道：“这还有凝血草，给你们1人1颗。”叶晨又掏出了凝血草递给2人。2人见状再一次瞪大了眼睛，没想到叶晨手上还有好东西，着实是令人震惊。叶晨师弟，我真是爱死你了！竹青青连忙接过了凝血草，顺势在叶晨的脸上亲了一口，兴奋地说道。叶晨看着一旁拿走凝血草的红竹，用眼神示意了他一下。红竹哼了一声说道：“我可没说要亲你。”“不是吧，这都不奖励一下？”叶晨一脸无奈地说道。红竹白了叶晨一眼，随即凑上前踮起脚，朝着叶晨的另外一边脸亲了过去。然而就在红竹即将亲到叶晨的时候，叶晨突然间将脸转了过来，对着红竹的嘴吻了上去。不知道红竹是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还是不想反应过来，2个人直接吻在了一起。红竹俏脸通红，浅尝辄止，下意识的想要后退，而叶晨则是步步紧逼，不断索取，根本不给红竹逃跑的机会。红竹的喉咙忍不住发出声音，下一刻用力推开了叶晨，
嗔怒道：“但使坏我就不理你了。”叶晨连忙说道：“天地良心，青青师姐可是看着呢，刚刚明明是你主动的，你还说……”红烛瞪了叶晨一眼，叶晨嘿嘿一笑，不再逗红烛师姐。竹青青则是好奇地问道：“你这家伙在天妖秘境中干了什么？怎么得到这么多好东西？”“没干什么，就是遇到了一些天妖宗的弟子，他们想要抢劫我，结果被我给抢劫了。”叶晨毫不隐瞒地说道：“这些东西我自己寻找到一些，从他们身上抢了一些。你们二人的储物袋就是抢来的。”叶晨笑道：“原来如此，我刚刚还纳闷呢，这天妖秘境之中有天才地宝、灵丹妙药，怎么还有储物袋呢？”红烛闻言恍然大悟道：“是不是还有好东西没有拿出来？”从实招来，竹青青一脸狐疑地看着叶晨问道：“能给你们的都给你们了。”叶晨笑着说道：“我不信，你身上肯定还有好东西。”竹青青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叶晨，随即诱惑道：“你若是能拿出更好的东西，我今天就不走了，今晚还陪你。师姐你说是不是？”竹青青给红烛递了一个眼神，问道。红烛闻言一愣，随即点了点头说道：“我们还陪你，不仅陪你，你想要什么姿势都满足你，想怎么样都随你。”红烛充满诱惑地说道：“真的？”叶晨闻言顿时眼前一亮，他身上还真有宝物，原本没打算给红烛和竹青青二人，毕竟这3品灵药太过于珍贵，叶晨留着也有大用。实在是这3品灵药月华草只有3颗，太过稀少了。不过一听到他们要继续陪自己一晚，那叶晨可就觉得月华草给出去也值得，毕竟那种场面想想就刺激，他当然想再体验一回，更不要说还有造化之力可以赚。你这家伙身上还真有好东西。红烛顿时瞪了叶晨一眼，随即伸出手说道：“快拿出来让我看看，你还有什么好东西？”叶晨嘿嘿一笑，随即伸出手说道：“好东西还真有，不过我也只有3颗，若是2位师姐需要的话，就给你们1人1颗。”叶晨说着话翻手从隐灵界中将月华草给取了出来，拿到2人的眼前。这是……竹青青第一时间没看出来这是什么，只觉得其上灵气浓郁，一看就不是凡品。这难道是月华草？3品灵药的月华草？红烛见状顿时惊呼出声，紧接着整个人都彻底愣住了。没想到叶晨竟然能够拿出3品灵药，要知道灵药可是每提升一个品级，价值就是天壤之别。这一颗月华草的价值抵得上叶晨之前给他们2个人的这些东西的总和，甚至可以说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也比不上1颗月华草的价值。你竟然在天妖秘境之中得到了3品灵药，你的运气也太好了！红烛惊讶地说道。竹青青此刻也是震惊地说不出话来，张大着小嘴在那里盯着叶晨手中的月华草，甚至忍不住伸出手摸了摸。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3品灵药，2位师姐1人1颗，省得说我厚此薄彼。叶晨笑着说道。然而出乎叶晨的意料，红烛和竹青青闻言却是都没有动，反而是摇了摇头。红烛连忙拒绝道：“还是算了吧，这月华草太珍贵了，我无福消受，我也不要了。你给我这么多东西已经足够了，月华草还是你自己留着吧。”竹青青也在一旁开口说道。叶晨见状倒是一愣，没想到2位师姐竟然不要。2位师姐这是何意？叶晨有些不解地问道。我们现在用不上这月华草，你还是先留着吧，若是你能用上你就自己用，不能用上的话你就先保存着，若是哪天我们用得上了再来找你要。红烛笑着说道。竹青青也在一旁点头，晃了晃手中的储物袋说道：“储物袋已经满了，装不下了，这里面的东西就足够我们修炼一阵子了。2位师姐如此善解人意，实在是让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叶晨一脸感动地看着眼前2人，随即坏笑着说道：“不如就让我以身相许吧，2位师姐不要走了，今晚就让我好好伺候2位师姐，保证让2位舒舒服服。”叶晨笑着一挑眉：“少来！”红烛白了叶晨一眼：“我要回去修炼了，争取早日突破。青青师姐，要不你留下？”叶晨不死心地看着竹青青问道。竹青青哼了一声说道：“我才不呢，我也走了，师姐等等我，我们一起回去。”叶晨看着2人肩并肩走出了自己的院子，嘴角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这2位师姐实在是太好了，人美心善，最主要的是很爽。一想到昨夜的疯狂，叶晨嘴角忍不住泛起笑意，实在是太爽了，生平第一次一个人对战2个人，这种感觉难以形容。而走出叶晨院子的红烛和竹青青则是忍不住吐槽道：“这家伙真是太变态了，不愧是先天健体，太厉害了。可不，我的腰都要断了。”红烛红着脸说道：“谁让你昨晚那么疯狂？那腰让你摇的那么细，也不怕断了？”竹青青看了一眼红烛，忍不住吐槽道：“情不自禁，感觉上来了。”红烛小声说了一句，随即看着竹青青说道：“你还说我呢，就你叫的最欢，声音最大，我那也是情不自禁。”竹青青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随即说道：“不过我太累了，走路都打颤。”2人都怕了叶晨了，回去的好好休息休息。不过他们还是心中不服气，以后找机会一定要收拾叶晨一顿，让叶晨求饶。叶晨等人2人走后，看了眼自己手中剩下的灵药，随即起身离开，朝着正阳峰走去。为了稳妥起见，叶晨决定还是先去拿聚气草换1颗聚气丹，到时候强化成破镜丹，以备不时之需。若是突破先天境遇到瓶颈的话，服用破镜丹就可以直接突破了。若是能够成功突破先天境，那破镜丹就留着以后用。正阳峰山脚下，
此刻聚集了许多人，不仅仅是外门弟子，还有许多内门弟子。由于这一次天妖秘境的开启，进入其中的外门弟子们或多或少都获得了一些宝物，有的自己用不上，就会拿到这里来售卖，或者是等价交换一些用得上的资源。而大部分外门弟子手上资源有限，内门弟子这个时候就会来这里收购一些宝物。不过大部分人都是准备来捡漏，以内门弟子的身份压价。叶晨则是直接开口询问道：谁手里有聚气丹？我想要一颗聚气丹。这位师弟要聚气丹，恰巧我手里有一颗聚气丹，师弟你想要拿什么换？一名男子立刻来到了叶晨的身边，看着叶晨问道。叶晨看出男子是内门弟子，不由得笑道：师兄可以开价，你想要什么？灵石还是聚气草？你有聚气草，20颗聚气草，我给你一颗聚气丹。男子连忙笑着伸出2根手指，20颗聚气草，这也太贵了。叶晨闻言皱起了眉头，这家伙拿自己当大脑袋了，3颗聚气草就能够炼制出1颗聚气丹，师兄莫不是蒙我？叶晨疑惑地问道。师弟不能这么算，那只是理论上，可实际上还有成功率，不是每次都能够成功，所以20颗聚气草不多。男子沉声说道。我这里也有聚气丹，你若是需要的话，15颗聚气草就行。一道悦耳的声音从叶晨的身后响起，一名身穿一袭红色衣服的女子从叶晨的身后走了过来。这名女子一袭红衣，身材十分火爆，见到她让叶晨想到了一句话：女子低头不见脚，便是人间绝色。叶晨双眼放光地看着眼前女子，随即笑道：好，15颗聚气草换了。叶晨说话间直接掏出了15颗聚气草递给了眼前女子。女子见到叶晨这么痛快，有些诧异，接过了叶晨手中的聚气草，随即递给叶晨1颗聚气丹。我叫端木炯，师弟以后若是还有聚气草等灵药，欢迎随时来找我兑换，价格公道。女子笑着说道。女子的话音刚落，叶晨的脑海中出现一道信息：与端木炯双修可获得造化之力。叶晨顿时眼前一亮，没想到竟然又遇到一位能够提供造化之力的女子。叶晨忍不住仔细打量起端木炯。端木炯的容貌与红竹和竹青青2人不相上下，但这身材却是相差很多，3个人属于不同风格，端木炯只有一个风格，那就是大，很大。叶晨连忙笑着问道：不知道师姐你还需要什么灵药？你可以说出来，我若是有的话，可以便宜一些卖给你。哦，你身上还有灵药？端木炯闻言顿时眼前一亮，有些激动地看着叶晨。他身为内门丹峰弟子，沉迷于炼丹，对灵药自然是没有丝毫抵抗力，越多越好。他这一次来外门就是想要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买一些灵药回去练手。那是自然，弟子在天妖秘境之中得到了不少灵药，光是这聚气草就得到了许多。叶晨笑着说道。是吗？那你可以再卖给我一些聚气草吗？端木炯满脸期待地看着叶晨问道。叶晨笑着点了点头说道，当然可以了，我还不知道师弟你的姓名。端木炯有些好奇地看着叶晨。叶晨闻言连忙说道，我忘了介绍了，在下外门弟子叶晨，见过师姐。叶晨。端木炯闻言有些疑惑，这个名字好像是在哪里听过，随即瞪大着眼睛，有些吃惊地看着叶晨说道，你就是那个外门第一人，那个先天剑体。叶晨师弟如此实力，进入天妖秘境之中，想必获得了不少好东西吧？端木炯美眸之中异彩连连地看着叶晨问道。叶晨笑着说道，倒是也没有获得太多，就是得到一些聚气草。师姐要多少聚气草？我管够，管够。端木炯闻言顿时眼前一亮，有些诧异地看着叶晨问道，你当真可以管够？叶晨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刚刚想要跟叶晨兑换聚气草的男子听到叶晨的名字，顿时后悔不已，早知道他也便宜一些好了。毕竟叶晨实力最强，这一次进入天妖秘境之中，肯定得到的好东西最多，错失良机了。男子后悔的直拍大腿。叶晨师弟，你有那么多聚气草的话，不如也卖给我一些可好？我现在也需要聚气草来炼丹，提升我的炼丹技术。男子不死心，连忙上前满脸堆笑着说道，我叫萧拓，与端木师妹都是内门丹峰的弟子。男子连忙自我介绍道，若是对别人，他可以用自己内门师兄的身份压人，不过面对的是叶晨，他还是要客客气气，毕竟叶晨可是先天剑体，成为内门弟子是早晚的事情。萧拓师兄拿什么换？叶晨好奇地问道。萧拓听到叶晨这么说，顿时眼前一亮，心想有机会，于是连忙说道，聚气丹或者是灵石，你想要什么？这2样现在我都有了，已经不需要了。叶晨摇了摇头说道。这……萧拓闻言顿时一愣，一时间哑口无言。他除了这2样东西之外，别的东西都拿不出来了。那好吧，那等叶晨师弟你有需要的时候再来找我。萧拓无奈地转身离去。端木炯闻言在一旁有些尴尬地说道，我身上现在也只有聚气丹和灵石，别的东西暂时也没有。无妨，只要价格公道，师姐想要多少聚气草我都给你。叶晨笑着说道。为什么？端木炯闻言一脸诧异地看着叶晨，十分疑惑地问道。因为我愿意。叶晨淡淡一笑道。啊？端木炯闻言一脸的问号，没想到竟然是如此简单的理由，甚至都不算是理由。叶晨笑着解释道，萧拓师兄不实在，一开始还想要蒙我，我信不过他，不像师姐你一开始就开出了很公道的价格，我自然信得过你。最主要还有一个原因。叶晨说着话停顿了一下。什么？端木炯好奇地问道。叶晨嘿嘿一笑道，当然是因为师姐你人长得美了，谁不愿意与美女做交易？油嘴滑舌。
端木迥面带微笑地看着叶晨，忍不住白了叶晨一眼，说道：“我这里还有3颗聚气丹，你有45颗聚气草吗？”端木迥看着叶晨问道：“当然了，都说了管够。”叶晨笑着说了一句，随手拿出了聚气草地给端木迥。太好了！端木迥开心地接过了叶晨手中的聚气草，随即将聚气丹递给了叶晨，笑道：“多谢叶晨师弟，我暂时身上没有别的东西，等我有好丹药了，我再来找你换。不是非得丹药，别的东西也可以，况且聚气丹我也用不上那么多。”叶晨笑着说道：“等我炼制完这一批聚气丹之后，我再来找你。”端木迥笑着挥了挥手，随即转身离去。叶晨看着手中4颗聚气丹，随即心满意足地离开，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叶晨回到自己的住处，只是觉得这一路上好像有人在跟踪他，不过这个人一直没有现身，叶晨也懒得理会。回到住处之后，锁好房门，直接祭出了阴阳造化鼎。叶晨随手拿出了1颗聚气丹，将其扔到了身前的阴阳造化鼎之中，说道：“将聚气丹强化成破镜丹。”下一刻，阴阳造化鼎之中绽放出金光，阴阳造化鼎运转，造化之力开始逐渐消耗。片刻之后，金光消散，一颗泛着淡金色的破镜丹出现在了阴阳造化鼎之中，一道信息出现在了叶晨的脑海之中：消耗50造化之力，聚气丹强化至破镜丹。叶晨随手拿出破镜丹，满意的点了点头，又是极品破镜丹，很不错，这一次突破先天境有保障了。想到这里，叶晨直接趁热打铁，拿出了珠果，毫不犹豫地扔进了嘴里。珠果只有鸽子蛋大小，通体红色，其内蕴藏着十分庞大的精气，吃了可以补充气血，对于修士的肉身大有裨益。同时其中也蕴含着大量的精纯灵气，用来修炼再好不过。叶晨吃了1颗珠果之后，立刻盘膝坐在床上，开始运转养剑诀。珠果内的能量开始被叶晨快速炼化吸收，最终凝聚成一道道剑气，存储在叶晨的丹田之中。而此刻叶晨丹田内的剑气已经达到了圆满境界，越来越多的剑气汇聚于丹田之中，被叶晨不断的压缩融合在一起。伴随着叶晨的不断修炼，丹田内的剑气越来越充盈，不断的压缩融合之下，剑气变得越来越凝实，最终在一次契机之下，丹田的剑气瞬间融合在了一起。叶晨只感觉到自己的丹田内仿佛发生了爆炸一般，剑气轰然炸开，紧接着又再一次压缩融合在了一起。片刻之后，一道精纯犹如实质一般的剑气出现在叶晨的丹田之内，这道剑气犹如一柄实质的利剑，散发着凌厉的气息。成功了！叶晨见状，顿时眼前一亮，整个人的气息也在这一刻发生了转变，整个人化身成为一柄出鞘利剑，周身散发着凌厉剑气。片刻之后，剑气内敛，叶晨周身气息不减。叶晨缓缓睁开了眼睛，嘴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终于突破至先天境了。修炼一途也算是真正的登堂入室了。修士修炼，先是打基础，锻炼肉身，强健体魄，紧接着便是凝聚天地灵气，借助天地灵气的加持来强化自身。而聚气境不过是过渡阶段罢了，真正登堂入室，那是要到先天境。先天境顾名思义，修炼的乃是先天一气，将天地灵气与自身功法相结合，修炼出属于自己的先天一气。先天一气形成之后，修士体内灵气转化成了更加精纯的灵力，威力也会随之大涨。而根据不同地功法以及自身特性，修士修炼出来的先天一气属性也有所不同。叶晨身为先天剑体，加上修炼的养剑诀，凝聚出的先天一气便是一道先天剑气。这道先天剑气的威力相比于于晨丹田内之前的那些剑气，强大的不是一点半点。最主要的是，有了先天一气的帮助，修士可以源源不断的从其中获得灵力支持，可以御气飞行。这也是先天境修士与聚气境修士的分水岭。修士之所以难修炼至先天境，一是天赋，二是修炼地功法。修炼地功法等级越高，越容易凝聚出先天一气。大部分修士所修炼地功法等级都太低，以至于许多人一辈子都只能停留在聚气境。叶晨轻松突破至先天境，手中的破镜丹倒是没有用上，不过也可以留着以后突破境界用，或者卖出去也能卖一个大价钱。叶晨此刻在思考，是将造化之力攒着用来提升自己的肉身，还是先用来强化自己地功法和玄技，或者强化自己的兵器。现在造化之力还有950，强化肉身需要1万造化之力，还很遥远。可若是不攒着的话，永远也攒不够。思来想去，叶晨决定还是先睡一觉再说，等天亮了先去内门，成为内门弟子再说。叶晨刚躺下，闭上眼睛，就察觉到2道气息翻墙进入了院子，朝着他的房间这边快速赶了过来。叶晨一开始还以为是红竹和竹青青2位师姐又来找自己切磋沟通，整个人瞬间激动不已，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然而下一刻，叶晨发现不对劲，这2道气息并不是他们2人，这2道气息很陌生。叶晨顿时打起精神，深更半夜来自己的住处，绝对不会有好事。2人快速接近叶晨的房门，只是还没等他们靠近，叶晨的房门就已经被打开了。2人顿时被吓了一跳，站在院中看向了叶晨。叶晨推开门，看着眼前穿着一袭黑衣还蒙着面的2人，不由得好奇地问道：“2位师兄，大晚上不睡觉，你们来我这里干什么？”2人也没想到叶晨这么晚没睡觉，发现了他们。叶晨师弟，我们兄弟2人急需修炼资源，想要从你这里暂借一些灵药，
其中一人开口说道：“暂见。”叶晨闻言皱起了眉头，心想这是暂见，大晚上来自己的住处，这分明就是要抢劫，只不过换了一个说法而已。叶晨有些后悔，白天的时候应该跟端木师姐在私下里兑换聚气草，之前话说的太大，露富了，如今被人给盯上了。叶晨看着眼前的二人，笑着说道：“二位师兄，聚气草我已经给端木囧师姐了，我手上已经没有了。至于聚气丹，刚刚也被我服用，用来提升实力了，恐怕是要让二位师兄失望了。现在我身上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叶晨有些无奈地说道。叶晨不想跟他们起冲突，只想要将他们二人给骗走。看来叶晨师弟是不想借给我们了。你觉得你这么说我们会相信吗？你把我们当傻子了吗？高个子男子开口说道。一旁的矮个子男子则是冷哼了一声说道：“小子，管你借是看得起你，你小子别不知好歹，借连真面目都不敢露出来，你们还敢在这里说要跟我借？”叶晨闻言冷笑了一声，立刻回对了一句，紧接着又开口说道：“既然你们准备借，那也好说，摘下面罩，用真面目示人，写下借据，我就借给你们，你们敢吗？”叶晨挑衅地问道。信酒不吃吃罚酒。矮个子男子冷哼了一声，随即二话不说，直接动手，腰间佩剑拔出，直接朝着叶晨斩去一剑，一道剑气直奔着叶晨斩了过去。叶晨见状，立刻抽出了自己的清风剑，迎着男子这一剑斩了出去，正好刚刚突破先天境，试试自己这一剑的威力如何。只见到两道剑气瞬间撞击在了一起，轰！伴随着一声巨响传来，矮个子男子的剑气瞬间被击散，而叶晨的剑气却是丝毫不受影响，继续朝着男子斩了过去。什么？男子见状顿时瞪大了眼睛，整个人脸色大变，没想到叶晨这小子的剑气威力竟然这么强，这就是先天剑体的恐怖。他一个具气境，即便是有着先天剑体，怎么可能抵挡得住自己这一剑？一定是自己留手没出全力的原因。男子不信这个邪，运转体内灵力，又是一剑朝着叶晨的剑气斩了过去。这一次男子这一剑的威力终于挡住了叶晨的剑气，两道剑气撞击在一起，彻底消散。先天剑体不过如此。男子一脸得意地仰着头说道：“你一个先天境二重修为的内门弟子，勉强挡住他一个外门弟子的一剑，你还在这里骄傲上了？”一旁的高个子男子都看不下去了，忍不住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吐槽道：“这先天剑体的确不是我们能得罪的，赶紧走吧。”高个子男子此刻已经萌生退意，不想得罪叶晨。他们之所以蒙面而来，就是不想得罪叶晨，毕竟叶晨这先天剑体，他们得罪不起。如今见到叶晨展露出来的强横实力，他甚至开始后悔来找叶晨，都怪这家伙出的馊主意。矮个子男子却是冷哼了一声说道：“不过是一个外门弟子而已，哪怕是先天剑体又如何？我们二人联手依然能够对付他。既然已经来了，人已经得罪了，若是无功而返的话，岂不是白来了？一起上！”矮个子男子大喝了一声，示意高个子男子与他联手对付叶晨。叶晨见状却是冷笑着说道：“既然来了，那就别想这么轻易的离开，刚好我突破先天境，拿你们两个人练练手。”话音刚落，叶晨手持着清风剑直奔着二人冲了过去。这一次叶晨可不会给二人任何机会，先是抬手两道剑气直奔着二人斩了过去。这两道剑气叶晨控制了威力，并没有全力施展，只使出了30%力，怕直接将这两个人给秒杀了。而即便是如此，面对叶晨斩出来的这两道剑气，这两个人也需要全力出手运转自己的剑气才抵挡下来。二人刚刚挡住叶晨的剑气，没等喘口气呢，叶晨的清风剑就已经到了他们面前了。清风剑上剑气波动，剑光一闪，二人的面罩直接被斩了下来。二人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脸，可已经来不及了，容貌也被叶晨给看到了。不过叶晨并没有想要干什么，只是单纯的好奇这两个人是谁，好知道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敢来抢劫他。叶晨手中的清风剑直接横在了二人的喉咙前，冷声说道：“我现在完全可以将你们二人当作是刺杀我的人给反杀了，即便是宗门也不会怪罪我，毕竟你们二人手持着利剑，大半夜蒙着面来到我的住处，杀了你们甚至都不会有人知道。”叶晨说着话，手上剑动了一下，二人顿时被吓得脸色苍白，扑通一声跪在了叶晨的面前，连连求饶道：“饶命！叶晨师弟，饶了我们吧，我们也是一时鬼迷了心窍，饶你们性命可以，不过你们得留下点什么，否则你们不长记性。”叶晨目光冰冷地盯着二人说道：“这样吧，交出你们身上值钱的宝物，若是让我满意，就放了你们；若是不满意的话，打碎丹田，直接废了你们。”叶晨想了一下，随即语气冰冷地说道：“上一次来抢劫叶晨的两个人也是这个待遇，叶晨自然不能厚此薄彼。”啊！二人仿佛听错了一样，一脸诧异地看着叶晨，万万没想到叶晨竟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都是这个反应，叶晨忍不住吐槽了一句，随即不耐烦地说道：“我的耐心有限，给你们3息时间，我身上的东西都在储物袋之中了，都给你。”高个子男子识时务，直接将腰间的储物袋摘了下来，双手奉上。“很好，你很识时务。”叶晨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看向了矮个子男子问道：“你呢？”“我身上真的没有什么好东西，若是有的话，我也不会想着来找你借。”啊！矮个子男子话还没有说完，顿时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整个人跪在叶晨的面前，蜷缩着身子，双手捂着自己的丹田，像是虾米一样在那里不断的颤抖。
一旁的高个子男子更是被吓得浑身一颤，没想到叶晨竟然完全不跟赵明废话，真是说到做到，直接打碎了赵明的丹田。叶晨懒得跟他废话，直接开口说道：“既然没有好东西，那就只有这个下场，滚吧！”叶晨收起手中的清风剑，冷哼了一声说道。刘星见状，二话不说，搀扶着跪在地上的赵明，快速逃离了叶晨的院子。今晚他们是栽了，好在他保住了一身修为，赵明就惨了，以后变成废人了。看着二人离去，叶晨心想以后得小心一点，才不外露，否则会惹来杀身之祸。这一次来的这两个人只是先天境2重修为，他正好突破了先天境，能够应付。若是没有突破先天境，或者来的人实力更强的话，那可就不好办了。打发走这两个人之后，叶晨回到房间，躺床上又睡了一觉。天亮之后，叶晨直接来到了外门大长老的住处。你突破了！大长老看着眼前的叶晨，感受到叶晨气息的变化，不由得眼前一亮，一脸震惊地看着叶晨。没想到这才回来3天的时间，叶晨竟然突破到先天境了。叶晨笑着说道：“刚突破，这不来找你带我去内门？真是没想到，你这才来天剑圣地半年的时间，竟然成功突破了先天境。要知道外门那些弟子，许多人10年都不能突破，5年能够突破至先天境的人，都已经算是天才了。你这修炼速度，简直就是天剑圣地有史以来最快的，真不愧是先天剑体。”大长老金平忍不住感叹道：“走，我这就带你去内门，马上你就是内门弟子了。”金平哈哈大笑了一声，随即带着叶晨一起朝着内门的方向飞了进去。天剑圣地内门比外门更靠近天剑山脉中心位置，这里有着阵法禁制，外门弟子没有长老的带领，根本进不去。叶晨在金平的带领下来到了内门，刚一进入内门，顿时觉得这里的天地灵气要比外门浓郁了数倍不止。天地灵气犹如雾气一样凝聚在四周，让四周看起来云雾缭绕。整个天剑圣地内门，彩虹桥高挂在空中，有飞瀑从直插云霄的山峰上流下，期间还有许多奇珍异兽在山林间飞舞跑跳。不仅如此，还有许多内门弟子在空中御剑飞行，这看起来才是我想象中的仙家景象。没想到这内门与外门之间差距这么大，叶晨看得有些眼花缭乱，不由得发出了一声感慨。金平笑着说道：“进入天剑圣地是一次挑选，能不能进入内门更是一次筛选。外门弟子与内门弟子，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内门弟子才算是真正的天剑圣地弟子，而内门弟子的待遇也比外门弟子好了很多。每个月从宗门领取的福利都是比外门弟子多得多，光是零食就能够领取100块。100块！”叶晨闻言顿时瞪大了眼睛，他知道内门弟子和外门弟子待遇差很多，可没想到差了这么多。天剑圣地内门一共有3座主峰，天剑峰就是最中央那座山峰，犹如一柄利剑直插云霄，乃是宗主和长老所在之地。丹峰则是宗门内的炼丹师居住之地。至于莲花峰，内门最外围这一圈连起来的这些山峰加在一起名为莲花峰，这里便是内门弟子所居住的地方。叶晨闻言点了点头，随即在金平的带领下直接来到了天剑峰。我们直接去天剑峰？叶晨有些疑惑地看着一旁的金平，开口询问道：“内门弟子不是去莲花峰吗？那是普通的内门弟子，你不同。内门大长老说过，只要你突破先天境，就带你去天剑峰找他。”金平笑着说道：“你小子跟那些普通的内门弟子自然不同，大长老要亲自接待你。”片刻之后，金平带着叶晨来到了天剑峰山脚下。他身为外门长老，不敢直接飞上去，只能带着叶晨从山脚下走上去。半山腰的大殿之内，大长老已经提前得到了金平传递的消息，提前在那里等着。叶晨在金平的带领下来到了天剑殿，此刻的大殿之内只有内门大长老袁鹏云一人。大长老负手而立，满脸期待地等待着叶晨的到来。当察觉到叶晨和金平的气息之后，大长老立刻转过身，满脸微笑地看向了叶晨，忍不住上下打量了起来。好，真不愧是先天剑体，如此短的时间内就突破到了先天境，当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大长老面露吃惊之色地夸赞道。叶晨一进门也打量了一眼大长老，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看起来就十分精神，加上大长老总是笑呵呵的，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弟子叶晨见过大长老。叶晨连忙施礼。大长老笑着点了点头说道：“好啊，真是天佑我天剑圣地啊。大长老，人我送来了，没有什么事情的话，那我就先走了。”金平毕恭毕敬地看着袁鹏云说道：“你回去吧，多留意一下外门弟子，多上心。若不是叶晨这一次参加外门弟子大比，你连我们天剑圣地外门来了一个先天剑体都不知道。”大长老板着脸冷声说道。金平浑身一颤，随即笑着解释道：“叶晨不是参加宗门考核进入的宗门，他是拿着圣女给的天剑令进来的，所以不清楚他是先天剑体，回去好好排查一下，看看还有没有谁是特殊体质。”大长老吩咐道：“是，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办。”金平连忙点头应了一声，随即赶紧退出了大殿。大长老看向一旁的叶晨，原本板着的脸上立刻浮现出了和蔼可亲的笑容，笑着问道：“你认识瑶溪？你是说圣女？算是有过一面之缘。”叶晨笑着说道。“哦。”大长老闻言有些疑惑，没想到一面之缘，瑶溪就给了叶晨天剑令，看来瑶溪是看出叶晨的先天剑体，不想让先天剑体埋没，所以亲自招揽他来天剑圣地。大长老心想，这瑶溪也真是的，
回来就闭关了，也不说将叶晨的情况跟他说一下，好让他有所准备。不过好在没有出现什么差错，叶晨现在已经是天剑圣地的内门弟子了。把你的天剑令给我，我给你升级一下，以后你就是天剑圣地内门弟子，可以自由出入内门，除了宗门禁地和剑冢之外，其余的地方你都可以去。大长老笑着说道。叶晨闻言，立刻将自己的天剑令拿了出来，递给了大长老。大长老握着天剑令的手上释放出了一道剑气，这道剑气灌输进天剑令之后，还给了叶晨说道：好了，收好你的天剑令，这天剑令是你的身份象征，最好挂在腰间，不要放入储物袋内。大长老笑着说道。好的。叶晨闻言点了点头，随即将天剑令挂在了自己的腰间。虽然你是先天剑体，但我们也不会给你提供特殊的照顾，你还是要跟其他内门弟子一样，享受一样的待遇。大长老看着叶晨说道。弟子明白。叶晨点了点头说道。我们这也是为你好，锻炼你，毕竟温室中的花朵是经不起风雨的，只有靠着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大长老拍了拍叶晨的肩膀，充满希望地说道。不过你要努力修炼，越快提升自己的修为越好，说不定到时候你还能参加2宗弟子大比。叶晨之前从天妖秘境出来的时候，天妖宗的那个老家伙就提到过，如今又听大长老提起，不由得好奇地问道：是我们天剑圣地与天妖宗弟子之间的比试？先天境弟子之间的比试，若是谁代表天剑圣地获得比试的胜利，就可以进入剑冢。大长老沉声说道。剑冢？叶晨闻言顿时眼前一亮，剑冢可是天剑圣地的禁地，只有立了大功的弟子才可以进入其中。据说剑冢之中藏剑上千，甚至有许多名震天下的名剑在其中，天剑圣地的弟子都想要进入其中，挑选一柄适合自己的佩剑。叶晨心中暗暗发誓，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努力修炼，争取能够代表天剑圣地参战，不为别的，只为进入剑冢挑选一柄好剑出来。这样一来，他就不需要用造化之力来强化清风剑，可以省去许多造化之力，积攒下来就可以用来强化肉身。走吧，我带你去找一处住的地方。大长老看着叶晨说道。您亲自带我去？叶晨闻言一愣，没想到大长老亲自带他去选住的地方，这倒是让他有些受宠若惊。无妨，我闲着也是闲着，带你熟悉熟悉这里，顺便给你挑选一处好的修炼洞府。大长老笑着说道。叶晨在大长老的带领下，将整个内门逛了一遍，熟悉了一下内门各个地方，顺便将成为内门弟子的奖励领了，同时又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洞府。内门的住处与外门不同，外门的住处是随便找个没人的地方建造自己的房子，或者是找个空房子住，而内门则是找一处没有人的洞府，或者是自己在莲花峰上开辟出一个洞府，洞府更加隐秘，注重隐私，门口有宗门为其设置的阵法，可以隔绝外界的动静。这样一来，内门弟子在自己的洞府内闭关，就不会被人打扰，以免修炼出现差错。好了，你刚刚突破先天境，安心闭关修炼，稳固境界，我就不打扰你了。若是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去天剑峰找我。大长老说了一句，随即转身离去。大长老走后，叶晨开始收拾自己的洞府。别人的洞府可能比较简单，放几个蒲团就可以了，叶晨可不行。叶晨亲手制作了一张木床，十分宽大，3个人在上面睡觉都绰绰有余。看着制作好的木床，叶晨心满意足。现在床已经弄好了，就差暖床的人了。自己刚刚突破先天境，应该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师姐他们，让他们来庆祝一下。叶晨想到这里，嘴角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随即直奔着红竹和竹青青的住处赶去。每个弟子的洞府外面都有名字，叶晨之前跟大长老闲逛，熟悉地方的时候，正好看到了红竹和竹青青2人的洞府。这2个人的洞府挨着，平日里也好有个照应。此刻2人都在闭关修炼，毕竟之前从叶晨那里得到了不少好东西，足够他们闭关修炼许久。师姐，是我突破先天境了。叶晨站在红竹的洞府外，轻敲石门，冲着里面大声喊道，随即又来到了一旁的竹青青洞府外，再次敲门喊道，师姐，我找你有事，先别闭关了。叶晨触碰了洞府的阵法，红竹和竹青青自然察觉到了外面有动静。当他们见到外面的人是叶晨的时候，不由得眼前一亮，又惊又喜。2人立刻从洞府内走了出来，满脸惊讶地看着叶晨说道，叶晨师弟，你这么快就突破先天境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才闭关2天的时间，叶晨竟然突破至先天境，晋升成为内门弟子了，这实在是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你这家伙真不愧是先天剑体，突破这么轻松。红竹有些羡慕嫉妒地说道。竹青青也在一旁撅着嘴说道，可不是嘛，跟你这种变态真是没法比。说吧，你来找我干什么？快点说，别耽误我闭关修炼，我可不像你这个变态，修炼那么快，我得努力闭关。红竹看着叶晨问道。竹青青在一旁不断点头，表示同意红竹的说法。叶晨闻言嘿嘿一笑道，闭关修炼也不急于这一时，我刚晋升成为内门弟子，洞府也开辟出来了，我想请2位师姐去我那里坐坐，认认门，以后好方便你们过去找我，省得你们找不到。你少来，我才不去呢。红竹白了叶晨一眼，没好气地说道，你是想让我们认门吗？我看你分明是意图不轨。竹青青点头附和道，我觉得也是，你小子肯定居心不良，再说我们也没说以后去找你，你小子别在这里自恋了。叶晨闻言顿时急了，连忙说道，天地良心，
我这不是刚刚晋升成为内门弟子，比较高兴，想要请2位师姐去我那里庆祝一下。我都准备好了好酒好肉，肉可是火焰狮子和绿灵蟒身上的肉，他们的肉可是大补之物，对我们修炼大有裨益。至于酒吗？那是我之前在天妖秘境的时候，从一名天妖宗弟子身上缴获来的，闻着就很香。叶晨循循善诱道：“2位师姐当真不去我那里庆祝一下？我们一起喝着酒，吃着烤肉，放松放松，多好。”竹青青本来就是一个吃货，一听到有吃的，顿时双眼放光。当听到是火焰狮子和绿灵蟒，竹青青都快馋得流口水了。尤其是火焰狮子肉，她还没有吃过，很想尝一尝。毕竟火焰狮子可是2级妖兽，之前她根本没有机会遇到，就算是遇到了，也根本不是对手，更不要说杀了吃肉了。红烛也有些心动，狐疑的看着叶晨问道：“你当真有火焰狮子肉？那是自然，我还能骗你们不成？”叶晨连忙点头，一脸真诚的邀请道：“走吧，保证让你们吃个够。事先说好，去吃烤肉可以，我们可不会陪你干别的事情。”红烛立刻强调道：“他的腰才好，可不想再疼了，他还得回来闭关修炼呢。”竹青青跟红烛的情况一样，身体才彻底恢复不久，暂时还不想跟叶晨折腾，他们一心都在修炼上。叶晨闻言则是一脸无奈的说道：“2位师姐把我当什么人了？我叶晨是那样的人吗？我今日来就是单纯的想要请你们过去跟我庆祝庆祝，一起高兴高兴。那好吧，我们走吧。”2人相互对视了一眼，紧接着点了点头，跟着叶晨一起朝着他的洞府走去。3人来到洞府门口，红烛和竹青青在一旁坐着，叶晨则是从隐灵界中将火焰狮子和绿灵蟒的尸体给扔了出来。“你们来选吧，看中哪块肉直接用剑切下来，到时候我们就烤着吃。”叶晨笑着说了一句，随即开始生火，制作烤肉架子，准备开始烤肉。竟然真的是火焰狮子和绿灵蟒！红烛和竹青青见状顿时瞪大了眼睛，美眸之中满是震惊之色的看着眼前这2只庞然大物。只是这绿灵蟒怎么这么大，看起来像是要蜕变了一样。红烛有些诧异的看着体型比火焰狮子还大的绿灵蟒，满脸的疑惑。月华草都被这家伙给吃了许多，当然要蜕变了。我手上的月华草就是从他的洞穴找出来的。叶晨在一旁开口说道：“原来如此，真是暴殄天物了。”红烛点了点头，随即有些可惜的说道：“不过这绿灵蟒一直吃月华草，身上的肉肯定大补，我们给它烤了。”叶晨说着话，直接将绿灵蟒身上的肉给削下来一大片，用清风剑穿上开始烤肉。红烛则是卸掉了火焰狮子一条腿，夹在火上烤了起来。红烛和竹青青2人就那么紧挨着坐在那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眼前的烤肉。看着被烤得呲呲冒油的烤肉，竹青青忍不住擦了几次口水。良久，烤肉被烤好了之后，叶晨拿出了从天妖宗弟子手中缴获来的酒，也不清楚是什么酒，不过闻起来就很不错。叶晨拿着酒来到了2人的身边，将手中酒递给2人，趁着这个机会不动声色地挤到了2人的中间，坐在那里举着酒坛说道：“吃美食怎么能不配上好酒呢？我们边吃边喝，今日高兴，我们一醉方休。”叶晨爽朗大笑了起来，举起了手中的酒坛。一旁的红烛和竹青青也没有客气，十分豪爽地举起了酒坛，紧接着仰头就是一大口好酒。3人异口同声地说了一句，随即用剑将烤肉削成小块，拿在手里开始大口吃肉。竹青青舔了舔舌头，紧接着放下酒坛，双手捧着一大块火焰狮子腿，在那里大快朵颐了起来。好吃，真是太好了，真不愧是火焰狮子的肉，实在是太香了。竹青青一边大口咀嚼着烤肉，一边忍不住夸赞了起来，嘴角更是往外不断流油。红烛倒是吃的不是很急，在那里细嚼慢咽，不过喝起酒来倒是很猛，一口接着一口的跟叶晨喝了起来。3个人在那里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一口接着一口，足足吃了2个时辰，酒更是一人喝了2坛子。不行了，我吃不下了，实在是太撑了。竹青青拍着自己微微隆起的肚子说道：“热，太热了。”红烛在一旁不断的撕扯自己的衣服，觉得浑身燥热。这烤肉大补，叶晨是先天健体，影响不是很大。红烛和竹青青不一样，2人只觉得浑身燥热，脸色涨红，气血有些上涌。叶晨见到2人喝醉了，不由得一手搂着一个，将2人搀扶进自己的洞府之中。“2位师姐，这是补大劲了，快跟我进去，师弟为你们去火，降降燥，让你们醒醒酒。”叶晨坏笑着说道：“你这个坏家伙，早就知道你打的就是这个主意，我才没喝醉呢。”竹青青一边摇摇晃晃地走着，一边用手指着叶晨的鼻子。叶晨笑了笑，没有说话，只是将竹青青轻轻放在了床上，随即看向了一旁的红烛。红烛喝得比竹青青多，此刻酒劲上来了，反而变得更加疯狂了。没等叶晨将他在床上，他就已经边走边脱衣服，将自己给脱了个精光。这一次我要让你求饶。红烛说着话，直接将叶晨给扑倒在床上，我要在上面。叶晨也没想到红烛师姐喝多了之后，竟然变得更加主动，更加疯狂了。叶晨只好乖乖躺在床上享受。我也要，我也要。竹青青不甘示弱，立刻加入战场，跟红烛一起与叶晨大战在了一起。这一次是在叶晨的洞府之中，3人都喝醉了，借着酒劲，更是没有丝毫的顾忌，完全放开了。洞府外有阵法隔绝外界的一切，里面发生什么也不会有人知道，就算是叫的声音再大，也不会有人听到。日上3竿，
叶晨枕着的红烛和竹青青竹睡醒了，二人一翻身，叶晨的脑袋直接掉在了床上。叶晨立刻被惊醒了，抬头看向了床上正瞪着他的二人，嘿嘿笑道：“两位师姐醒得这么早。”远处的话音刚落，就见到一只白嫩的小脚朝着他的脸蹬了过来。“让你欺负我，让你欺负我！”叶晨则是痛并快乐着，接连求饶道：“师姐饶命，饶命啊！我这不是喝多了吗？再说又不是第一次了，你还说，我看你还敢不敢踢我了？”这一举动惹得竹青青在一旁忍不住大笑，笑着笑着就开始接连求饶：“不踢了，不踢了，错了，错了！”竹青青笑的眼泪都流了出来，在那里连连求饶：“我警告你，不要乱来，否则我可不客气了。”“竹青青，你跟谁是一伙的？”红竹气得大吼了一声，竹青青却是哈哈大笑了起来：“你再不松手，以后我都不来找你了。”红竹一边笑得流眼泪，一边在那里大声威胁道：“还敢威胁我？”叶晨立刻加快手上的速度，甚至一只手沿着脚朝大腿摸了上去。“竹青青，我要杀了你！”叶晨在一旁瞪大着眼睛，欣赏着眼前的美景，这场景实在是太刺激了，看得他又有些忍不住了。两个人打闹了片刻，这才穿好衣服走出了叶晨的洞府。叶晨亲自送二人回到洞府，又将火焰狮子和绿鳞蟒的肉留下一半给他们吃。妖兽肉可以滋补肉身，虽然见效不快，但潜移默化的也会帮助增强一些体质。竹青青这个吃货见到又有肉吃了，顿时双眼放光。叶晨回到自己的洞府，开始准备闭关修炼。这次晋升成为内门弟子，宗门给的福利不仅是洞府和灵石，还有一本玄级初阶玄技飞行术。飞行术是每个内门弟子都必学的玄技，学会之后便可以御气飞行，甚至天赋好的一些弟子还可以御剑飞行，潇洒无比。叶晨一直以来都很向往御剑飞行，如今手中有了御气术，自然不能错过。不过这只是玄级初阶玄技，叶晨有些看不上，索性也不管那么多了，先将这御气术强化了再说。至于积攒造化之力一事，还是等以后有机会再说，现在还是先以提升实力为主。毕竟叶晨的目标是进入剑种，若是实力不足，无法代替天剑圣地参赛，他就没有这个资格。叶晨直接祭出了阴阳造化鼎，将御气术扔到了阴阳造化鼎之中，开口说道：“将御气术强化至地级初阶玄技。”下一刻，阴阳造化鼎中金光大作，造化之力被阴阳造化鼎消耗，不断强化着御气术。叶晨此刻也是满怀期待的看着眼前的阴阳造化鼎，伴随着功法被强化成功，阴阳造化鼎中的金光逐渐变弱，最终消失不见。而这个时候，一道信息出现在叶晨的脑海之中：消耗300造化之力，御气术成功强化至地级初阶玄技御剑术。叶晨此刻只觉得这御剑术仿佛是天生就会一样，烙印在自己的脑海之中，完全不需要修炼领悟就已经修炼至大成。而这御剑术不仅能够让叶晨御剑飞行，还可以让叶晨御剑杀敌，伴随着叶晨修为的提升，御剑距离也会越来越远，甚至可以飞剑千里取他人首级。不仅如此，大成御剑术的速度要比普通修士御剑飞行快了很多。叶晨随手一挥，腰间清风剑便开始按照他的掌控，在身体四周快速飞了起来。清风剑的速度越来越快，最后化作一道流光，在洞府内快速飞行。叶晨心念一动，清风剑又重新飞回他的手中。握着清风剑，叶晨心中激动不已，这造化之力没有浪费，不仅能够御剑飞行，还可以飞剑杀人，太值了。叶晨迫不及待地走出了洞府，直接祭出清风剑，施展御剑术，朝着远处御剑飞行而去。除了一些特殊的地方，内门弟子可以在内门随意御剑飞行，而叶晨第一次御剑飞行，十分兴奋，绕着内门飞了一圈之后，觉得不过瘾，直接绕着天剑山脉飞了一圈。叶晨也发现，同样是御剑飞行，他的御剑术要比其他人快了许多，这还是他没有全力施展的情况下，若是全力施展，只会更快。爽！叶晨兴奋地大喊了一声，紧接着御剑飞回了自己洞府。此刻的他内心依然十分激动，没想到有朝一日，他叶晨也能够实现当初的梦想，能够御剑飞行，畅游天地。叶晨平复了一下心情，调整了一下状态，开始准备努力修炼，提升自己的修为境界。现在叶晨最欠缺的就是修为，毕竟刚刚突破先天境，修为实在是太低了。叶晨将之前从天妖秘境中得到的朱果和凝血草全部拿了出来，这些终究只是身外之物，用来修炼再适合不过。叶晨没有任何的心疼，开始吃灵药来为自己提供充足的天地灵气，以此来快速提升自己的修为。养剑诀疯狂的运转之下，叶晨的修为也在快速的提升，从初入先天境直接突破到先天境一重巅峰，丹田内的那道先天剑气都变得比之前更加凝练，更加粗了。叶晨没有停止，依然在疯狂的运转养剑诀，养自己丹田内的剑气。下一刻，只见到原本只有一道先天剑气的丹田，突然间多出了2道先天剑气，只是另外一道先天剑气看起来很细小，如同头发丝一般细微不可察，若不是其上散发着同样凌厉的剑气，都发现不了。而这也代表着叶晨的修为突破至了先天境2重，体内凝聚出了2道先天剑气。伴随着叶晨功法运转，不断吞噬吸收朱果和凝血草内的精纯能量，以及洞府内浓郁的天地灵气，叶晨丹田内的这道细小剑气开始不断壮大，
最终成长为与一旁那道剑气同样粗壮。这也代表着叶晨的修为达到了先天境2重巅峰。叶晨继续修炼，朱果和凝血草像是不要钱一样被叶晨拿了出来。这2样消耗光了之后，叶晨直接拿出了聚气草。虽然聚气草只是一品灵药，效果不如那2样好，不过聊胜于无，怎么也比单独吸收4周天地灵气修炼来得快。叶晨现在只想要以最快的速度提升自己的修为，根本不管那么多，只要是身边有的资源一律拿出来用，甚至就连聚气丹都被叶晨给拿出来吃了。倒不是叶晨不舍得将聚气丹强化成破镜丹，而是因为他已经有了1颗破镜丹，而破镜丹只有初次服用效果最好，以后再服用就没有多大的效果了。叶晨如此努力的疯狂修炼，修为开始快速攀升，先天境2重直接突破至先天境3重，到了先天境3重也没有丝毫的停留，依然在稳步提升，一直来到了先天境3重巅峰。在先天境3重巅峰停留了片刻之后，直接突破至先天境4重。而修为到先天境4重之后，由于朱果和凝血草都耗光了，只剩下聚气草用来修炼，导致叶晨的修为增长速度变慢了许多。叶晨无奈之下，直接拿出了月华草。看着眼前仅剩的3颗月华草，叶晨一咬牙，直接服用了2颗。在2颗月华草的帮助下，叶晨的修为一路飙升，直接突破到了先天境5重巅峰。越往后修炼，突破一个境界越困难，消耗的资源也越多。在先天境5重停留了片刻之后，终于在月华草内的能量即将耗尽之前，叶晨成功突破至先天境6重。到了先天境6重之后，叶晨依然没有停下来，还在努力修炼，只是修炼速度却是直线下降，变得比之前慢了许多。叶晨无奈之下，拿出了身上仅剩的破镜丹，这是他唯一能够用的资源了。之前还觉得自己很富有的叶晨，此刻觉得自己很穷，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资源，一次闭关就消耗一空了。就在叶晨犹豫着要不要服用破镜丹来突破境界之时，洞府外面的阵法却是动了。有人来了！叶晨顿时察觉到有人来了，立刻停止了修炼。叶晨师弟你在吗？一名女子的声音在洞府外响起。叶晨听到这个声音，顿时眼前一亮，随即连忙起身朝着洞府外走去。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之前从叶晨手中买聚气草的端木囧师姐。叶晨先是用引灵界隐匿了自己的修为气息，让自己看起来只是刚刚突破先天境。叶晨走出洞府，看着眼前站着的端木囧，笑问道：师姐找我有什么事情？叶晨说着话，目光不自觉的就从端木囧的脸上往下移动，一直停留在其身前。倒不是叶晨好色，实在是太过于雄伟，让叶晨忍不住就想要多看2眼。端木囧倒没觉得什么，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别人看他的目光。端木囧微笑的看着叶晨道：恭喜叶晨师弟晋升成为内门弟子，没想到这才2个月时间不见，叶晨师弟已竟然成功突破至先天境。我之前还去外门找过你，可惜没找到，我在内门找了许久，这才找到你的洞府。叶晨笑着说道：我这个人喜欢安静，所以洞府选的地方比较偏僻。师姐这次找我所为何事？是聚气草用光了？叶晨再一次询问道。端木囧点了点头说道：聚气草都用光了，不知道师弟你手上还有没有？不仅仅是聚气草，若是有2品灵药就更好了。叶晨闻言有些无奈的说道：聚气草倒是还剩一些，不过2品灵药师姐你来晚了，原本我手上倒是有一些朱果和凝血草，但都被我修炼用光了。叶晨如实说道。什么？端木囧闻言顿时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思议的表情问道：你直接拿朱果和凝血草用来修炼，那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啊！若是将它们炼制成丹药，岂不是更好？端木囧一脸无语的看着叶晨，情绪都有些激动。叶晨闻言却是反问道：若是炼制成丹药，我还要找人帮我炼制，不说麻烦不麻烦，炼制丹药还有成功率，一旦不成功，岂不是白白浪费了？与其这样，还不如我直接吃了呢。可是炼制成丹药才能更好的发挥其效果，直接吃会有很大一部分药效无法彻底吸收而浪费的。端木囧皱着眉头争辩道。叶晨闻言沉声道：师姐好像是忘了，我是灵体中的先天剑体，对于灵气的吸收本就比普通凡体修士强了很多，这灵药被我直接吃了也不会有太大的浪费，何况我急着突破境界，来不及等你将丹药炼制出来。端木囧闻言叹了口气说道：好吧，反正是你的灵药，你想怎么处理是你的自由，我拿3颗聚气丹来买你的聚气草。端木囧说着话，拿出了3颗聚气丹在手上。叶晨闻言却是摇了摇头，当场拒绝道：不换。端木囧闻言顿时一愣，一脸疑惑的看着叶晨，眉头微蹙，不解的问道：师弟不是说让我来找你换聚气草吗？为何现在出尔反尔？难不成师弟对我有什么意见？端木囧有些疑惑的问道。叶晨连忙摆手笑道：那倒是没有，只是我现在手上也没有那么多聚气草了，之前修炼太过于投入，消耗了太多聚气草，现在我最多能拿出15颗聚气草跟你换。叶晨有些无奈的说道。端木囧闻言点头说道：15颗聚气草也行，那我给你1颗聚气丹。叶晨翻手拿出了15颗聚气草递给了端木囧。既然师弟没有灵药了，那我就不打扰师弟你修炼了，若是师弟再有灵药的话，可以找我换。端木囧淡淡一笑，随即转身就准备离开。师姐且慢。叶晨见状立刻叫住了端木囧。怎么，师弟还有什么事情？端木囧有些疑惑的转身看向了叶晨。叶晨笑着拿出了自己仅剩的月华草，递到了端木囧的面前，笑道：我这还有1颗月华草，
不知道师姐你想不想要月华草？端木迥顿时瞪大了眼睛，一脸震惊地看着叶晨手中的月华草。他怎么也没想到，叶晨手中竟然能够拿出3品灵药，这可比什么朱果和凝血草的价值要高太多了。这也是你从天妖秘境之中得到的？端木迥美眸之中异彩连连，死死盯着月华草，看都不看叶晨的问道。叶晨点头说道：运气好，遇到了一颗月华草，不知道师姐你想要吗？想要。端木迥闻言不断的点头，这可是3品灵药月华草，十分珍贵，他身为炼丹师，自然很想要。那师姐你拿什么换？叶晨好奇地问道。叶晨这句话将端木迥给问住了，他身上除了灵石之外，就是一些丹药，大部分还都是聚气丹，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也没有月华草珍贵。端木迥沉思了片刻，随即抬头看向叶晨，有些尴尬地笑道：我还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跟你换这月华草。不单单是月华草，我这还有火焰狮子的心脏、绿灵蟒的蛇胆，想必都是炼丹的好材料。叶晨淡淡一笑，十分平静地说了一句。叶晨一边说一边看端木迥的反应。端木迥闻言瞪大了眼睛，不断地点头说道：的确都是炼丹的好材料，而且十分稀有。还是那句话，师姐拿什么换？叶晨再一次面带微笑地问道。端木迥闻言眉头紧皱，想来想去，实在是想不出来自己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无奈之下只好抬头看向叶晨说道：你想要什么？只要你肯将这些东西给你，你想要什么东西，只要我有，我都可以给你。叶晨闻言顿时眼前一亮，心想等的就是这句话。叶晨笑着说道：丹药和灵石我都不要，我只想要一清师姐芳泽，只要师姐肯与我云雨一番，这3样东西我双手奉上。不仅如此，以后若是得到什么好东西，我也会拿给师姐你。叶晨循循善诱地说道。端木迥闻言先是一愣，随即皱着眉头问道：叶晨师弟是在说笑吧？我与你不过是刚刚见第2面而已。叶晨闻言厚着脸皮笑道：师姐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我可是很认真的，毕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从第一眼看到师姐你的时候，就被师姐你给吸引了。叶晨十分认真地说道。行了，别说了，到此为止，我以后都不想见你了。端木迥闻言顿时脸色大变，含着脸看着叶晨，一脸厌恶地说道：师姐，我是真心的，你难道不想要月华草吗？叶晨不死心地问道。端木迥冷哼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说道：区区一颗月华草而已，你当我是什么了？看着端木迥离去的背影，叶晨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心想自己还是操之过急了，应该一点点来，循序渐进。叶晨想要回去继续闭关修炼，就在他即将走入洞府之时，一道身影从远处飞了过来，直接落在了叶晨的身后。叶晨师弟留步！来人开口叫住了叶晨。叶晨转身看向来人，一脸疑惑地问道：师兄叫我有何吩咐？不敢。男子连忙摆手笑道：我只是来传达消息，明日在莲花峰比武台举行选拔赛，师弟若是有兴趣的话，可以过去参赛，也可以去看热闹。选拔赛？叶晨闻言一脸的疑惑，看着眼前男子问道：师兄可否告知是什么选拔赛？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就是我们天剑圣地与天妖宗之间的内门弟子大比，选拔赛就是选拔出最强的3名内门弟子，到时候代表天剑圣地与天妖宗弟子比试。男子连忙解释道。原来如此，多谢师兄告知，我明日一定去。叶晨顿时眼前一亮，告辞，我要去通知别人了。男子笑着说了一句，随即转身离去。叶晨没想到自己修炼了这么长时间，眼看着就要进行2宗弟子大比，不过好在自己的修为提升上来了，怎么说也有一战之力了。不过为了稳妥起见，叶晨还是拿出了破镜丹，短时间内想要突破一个境界，只能依靠破镜丹了。叶晨打量了一眼破镜丹，随即毫不犹豫地将其服下。极品破镜丹入腹之后，一道道精纯的能量从其中释放了出来，沿着叶晨的经脉直奔着远处的4只百骸游走而去。叶晨见状不敢怠慢，立刻运转养剑诀，开始吸收炼化破镜丹内的能量。破镜丹内的能量虽然庞大，但却十分温和，对修士的肉身并没有太大的伤害，反倒是集中起来帮助修士冲破瓶颈。叶晨身为先天剑体，先天境以下没有任何瓶颈，但可以借助破镜丹内的精纯能量让其提升一个境界。等到破镜丹内的能量消耗殆尽之时，叶晨已经成功的从先天境6重突破至先天境7重。修炼完毕的叶晨满意的点了点头，心想不愧是破镜丹，突破起来竟然如此轻松。只可惜是药3分毒，丹药吃多了也会在体内聚集丹毒，加上吃多了效果也会变差，否则叶晨就多强化几颗破镜丹，直接将自己的修为吃到先天境巅峰。不过即便是先天境7重修为，对于叶晨来说也足够了。有着御剑树傍身，配合上自己的先天剑体，叶晨有十足的自信可以战胜先天境内任何人。突破之后的叶晨没有继续修炼，而是躺在床上好好睡了一觉。修行意图讲究一张一弛，适当放松放松。叶晨原本想要去看看红竹和竹青青2位师姐，不过一想到明日就要比赛了，怕耽误事，索性就没去。清晨，叶晨睡醒了之后，直接御剑朝着莲花峰比武台飞了过去。此刻比武台4周已经是人满为患，天剑圣地内门弟子能来的都来了，大部分人都只是来看热闹，毕竟选拔也就是从内门前这5个人中选拔出3个人，其余人根本不可能是这5个人的对手。他们来此也就是想要看个热闹，
看看阵内门前武之间的对决，学习学习，没准就能够从其中悟到一些东西。叶晨直接御剑飞了过来，看着脚下的人群，一时间都没有落脚的地方了。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有人冲着叶晨喊道：“师弟，这边！”叶晨顺着声音看了过去，发现竹青青正冲着他摆手呢。叶晨立刻来到了竹青青和红竹的面前，站在了他们身边。“你们来得这么早？”叶晨有些意外地看着二人，问道：“你以为都像你一样来得这么晚？若不是我们2个人给你留地方，你现在都得站在人群最后面了，什么也看不到。”红竹白了叶晨一眼，说道。叶晨挠了挠头，说道：“我不用看，到时候我上去比试。”“就你上去比试？你可拉倒吧，你别让人给你打得满地找牙。”红竹不相信地撇嘴说道。竹青青闻言也在一旁笑道：“以一个刚晋升内门不到3个月的家伙，也想跟他们比试？我看你是疯了，我的实力别人不清楚，你们难道不清楚吗？我还能骗你们不成？”叶晨没好气地看着眼前2人说道。红竹面无表情地说道：“我当然知道你实力很强了，只是你毕竟才刚入内门不到3个月就想上台比试，那不是找虐吗？在外门时候我也入门没有多久，还不是获得了外门大比的第1名。”叶晨连忙说道：“外门是外门，那跟内门能一样吗？先天境每提升一个境界有多难，别人不清楚，我可是很清楚的。”竹青青忍不住开口说道：“有你给的灵药帮助，我也才突破到先天境2重，距离3重还有很远。难吗？我倒是觉得还好，只是比较耗费资源，我身上的资源都让我给消耗一空了。”叶晨淡淡的说道。噗呲，叶晨3人的对话被一旁的人听到了，有人忍不住嗤笑出声，随即看向了叶晨，满脸不屑的说道：“小子，说话不要这么猖狂，你一个刚晋升内门没多久的年轻人，不要总是说大话。你想泡妞吹牛可以，但不要吹得太过了，听着让人很反感。”另外一名男子一脸鄙夷地看着叶晨说道。叶晨3人闻言顿时皱起了眉头，竹青青则是直接开口反驳道：“我们之间闲聊，关你们什么事？就是我实力如何，还不需要你们评判。”叶晨板着脸冷哼了一声说道：“你一个新人竟然敢如此嚣张，你以为这里还是外门？”男子闻言顿时瞪了叶晨一眼，冷笑着说道：“有本事你等一下登台比试，别只会在这里吹牛。”另外那名男子则是满脸堆笑地看着红竹和竹青青，笑着问道：“2位师妹，这是刚晋升内门没有多久吧？看着很面生啊，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不如我们认识一下，以后好有个照应。跟着我们，总比跟着一个只会吹牛的家伙强100倍。”红竹闻言嘴角泛起一丝冷笑，冷哼了一声说道：“你们算了吧，你们都不配给他提鞋。没错，你们2个人加在一起也赶不上叶晨师弟一半，还想要跟叶晨师弟比，真是可笑至极。”竹青青也在一旁大声附和：“听到了吗？人家根本不想认识你们，还是赶紧哪凉快哪待着去吧，别在这里碍眼了。”叶晨在一旁出言嘲讽道。一旁的男子被拒绝了就有些没面子，听到叶晨的话顿时让他勃然大怒，指着叶晨的鼻子说道：“小子，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看你是活腻了。小子，我记住你了，你给我等着。”另外一名男子指着叶晨说道：“今日过后，看我怎么收拾你，我等着你们，千万别不来。”叶晨毫不畏惧地看着2人，非但不将他们的威胁放在眼里，反而还出言挑衅：“好，很好，你给我等着。”2名男子被叶晨给气笑了，狠狠瞪了叶晨一眼，在一旁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若不是这里人多，他们早就对叶晨动手了。”叶晨懒得理会这2个家伙，在叶晨面前，他们不过就是跳梁小丑罢了。参见大长老！就在这时，大长老从远处飞了过来，众人纷纷冲着大长老施礼。大长老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看着众人摆了摆手说道：“好了，想必不用我说，你们也很清楚这次选拔赛的目的，所以有实力的弟子都可以上台来比试，不要藏着掖着。这一次的比试关乎到我们天剑圣地的荣誉，谁若是代表我们天剑圣地出战，并且获胜了，宗门奖励其进入剑种。剑种！”哗！众人闻言顿时惊呼出声，比舞台下仿佛开锅了一样，众人开始激烈的讨论了起来。剑种对众人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毕竟那里藏着许多好剑，作为天剑圣地的弟子，谁不想进去挑选一柄佩剑？我要是能够进入剑种就好了，那里肯定有适合我的宝剑，只可惜我这辈子都没有这个机会了。竹青青一脸向往的感慨了一句。红竹闻言也在一旁不断的点头，觉得竹青青说的对。叶晨没有说话，心里却是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都要获得进入剑种的资格。此次选拔赛的规则很简单，觉得自己实力可以之人即可上台报名，台上之人可互相挑战，直至挑选出最强的3人。大长老说完规则，扫视了一眼众人，随即开口询说道：“欢迎大家踊跃上台，为天剑圣地争光。”伴随着大长老此话一出，随即就见到一位壮汉直接从台下高高跃起，重落在了比武台上。男子身形魁梧，浑身肌肉隆起，看起来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男子冲着大长老抱拳，声音洪亮的说道：“弟子徒儿见过大长老。”大长老笑着点了点头，打量了一眼徒儿说道：“你虽然不是灵体，但肉身淬炼的强度已经堪比灵体，很难得。这期间吃的苦，想必只有你自己知道了。弟子天资愚钝，只有更加努力修炼，才能追上大伙。”徒儿憨厚一笑道：“弟子沙明之、杨淼见过大长老。”一男一女2人一同飞上了比武台，冲着大长老施礼道：“这是沙明之师兄和杨淼师姐，
没想到他们2个人也出关了。这一次想必是为了选拔赛特意出关的。之前听说2人联手闭关，不突破金丹境不出关，如今看来他们2人还是没能成功。大长老也有些诧异的看着眼前2人，意外道：“你们2人也来了？突破金丹不能急于求成，一味闭关也不见得就能够成功，一切还需要机缘，时机已到，自然水到渠成。”大长老淡淡的说道：“弟子明白了，这一次大比过后，弟子2人就携手去外面历练一番，寻找突破的机缘。”沙明之淡淡的说道。大长老闻言满意的点了点头，他向来都主张让弟子们多外出历练，只有经历历练才能更好的成长，也只有外出游历才有机会遇到自己的机缘。谭卢见过大长老，一名身材挺拔、相貌英俊的男子飞身来到了比武台上。哇，是谭卢师兄！谭卢师兄来了！谭卢师兄好帅！谭卢的出现顿时引来台下众人的欢呼声，尤其是台下那些女弟子们，一个个一副花痴的样子看着谭卢。谭卢师兄还需要比试吗？他可是公认的外门第一人，没人比他强。有谭卢师兄在，我们天剑圣地这一次肯定会赢。叶晨听着四周众人对这个谭卢的评价，忍不住也多看了谭卢几眼，心想长得的确很帅气，不过比自己还是稍微逊色一点。这谭卢师兄的确很帅，就是看起来有点高冷，不爱说话。竹青青在一旁小声嘀咕道。红竹点了点头说道：“他可是外门第一人，公认实力最强，在外门人气最高，最受欢迎。只是他一心只有剑道。有我帅吗？”叶晨嘿嘿一笑问道：“你比你帅多了。”红竹一脸嫌弃的看着叶晨，故意说道：“青青师姐，你说。”叶晨笑嘻嘻的看着一旁的竹青青问道。竹青青仔细打量了一下谭卢，又转头看了看身旁的叶晨，开口说道：“平心而论，你长得也不差，只是实力差太多了，你眼光就比红竹师姐好。”叶晨满意的笑了笑，随即小声说道：“等下次有机会，我好好奖励你。”呸，没个正经，我现在觉得谭卢师兄比你帅多了，最起码人家看起来就是正人君子。竹青青呸了一口说道。一想到叶晨说的奖励，竹青青顿时俏脸通红。叶晨还想要调戏竹青青几句，结果就见到一道熟悉的身影飞身来到了比武台上。站在比武台上的他身前更是颤动了2下，就这2下顿时吸引了在场所有男人的目光。丹峰端木炯见过大长老。端木炯冲着大长老施礼道：“你也来了，我以为你加入丹峰之后就准备一直在那里钻研炼丹了呢。”大长老呵呵笑道。端木炯闻言笑道：“炼丹只是我的兴趣，宗门有事自然要为宗门出一份力。”端木炯的话刚说完，台下一众男弟子纷纷大声欢呼了起来。他的人气丝毫不比谭卢低，甚至更高，真不愧是端木师姐，大气，不仅大气还很大。加上端木师姐，我们内门实力最强的5人已经到齐了，这一次大比的3个名额只能是从他们5人中出了，不可能有人比他们强，那是自然，有他们在，别人上去也是丢人现眼。叶晨有些意外地看着台上的端木炯，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强，原本以为他只是丹峰的炼丹师，现在看来是自己低估他了。怎么见到美女眼睛直了？红竹瞥了一眼叶晨，哼了一声说道：“人家可是内门公认的第一美女，不仅长得好，实力更是内门女子第一人。你小子最好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我实力你们难道不清楚吗？”叶晨闻言一挑眉，坏笑着说道：“哼。”红竹听出了叶晨的话外之音，哼了一声，红着脸不去理叶晨。竹青青偷偷伸出手，在叶晨的腰间拧了一下，咬牙说道：“让你乱说话。”叶晨嘿嘿一笑，随即看着台上的5人说道：“2位师姐，为师弟我加油，我也要上台了，你也要上去？你确定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红竹和竹青青一脸疑惑地看着叶晨。当然了，为了宗门的荣誉，我辈义不容辞。叶晨点了点头，大义凛然地说道：“我不仅要上去，我还要成为前3名，代表宗门参战，到时候亲手打败天妖宗的敌人，为宗门争光。”叶晨信誓旦旦地说道：“你可得了吧，你才入门几天，别上去丢人了，还是等你的修为实力提升了再说吧。”红竹没好气地看着叶晨说道。竹青青也在一旁点头说道：“就是你修为太低了，上去肯定不是对手，还是别上去丢人了。2位师姐这是不相信我能够获胜？”叶晨闻言一挑眉，看着2人说道：“若是我能够进入前3，代表宗门参战，到时候2位师姐怎么说？要不要我们打个赌？”叶晨笑着问道：“怎么个赌法？”竹青青好奇地看着叶晨问道。红竹则是白了叶晨一眼，他太清楚叶晨想要干什么了，之前那一次就是那么输给叶晨了，最后让这家伙得逞，摆了很多他之前都不愿意摆的姿势。不过红竹还是点头说道：“赌就赌，你说吧，想怎么赌？简单，若是我进入前3了，2位师姐去我那里庆祝一下，一晚上都得听我的。”叶晨坏笑着说道：“若是你输了呢？我们有什么好处？”竹青青看着叶晨问道：“就知道你这家伙安的这个心思，不过这一次你肯定输定了。”红竹没好气地说道：“若是你输了，你拿什么给我们？”红竹反问道。叶晨闻言嘿嘿一笑道：“你们想要什么，我给你们什么，随便你们开条件，因为我肯定不会输。”哼！竹青青哼了一声，心中已经有一个坏想法在酝酿了。竹青青趴在红竹耳朵边，小声说道：“若是他输了，我要让他给我舔脚，让他总是欺负我。你真是变态！”红竹闻言顿时脸红了，随即推了一下竹青青的肩膀：“你又在这里假正经，
竹青青没好气地白了红竹一眼，说道：“你快想想让他干什么？这一次不能饶了他，一定要让他好看。”竹青青咬牙说道。红竹想了一下，笑道：“那我也让他舔。”两位师姐看着，我去就回。叶晨说着话就准备动身上比武台，大长老也开口询问道：“还有准备登台的吗？”“还有我。”叶晨挥了挥手，随即直接从人群中一跃而起，飞身来到了比武台上，站在大长老身边。叶晨笑着说道：“见过大长老。”“这人谁啊？这小子是谁？谁认识他？”无名小卒也敢上台。刚刚嘲讽叶晨的两名男子，此刻也是一脸的诧异，没想到叶晨竟然真的敢上台比试。这小子当真是为了泡妞，不顾死活了。就凭他也敢上台，不怕被人随手一击给重创了？若是那样丢人，可就丢大了。这不是叶晨吗？人群中有人认出了台上的叶晨，不由得出声说道：“那是之前获得外门弟子大比第1名的叶晨，据说其是先天剑体。”先天剑体竟然是那个叶晨！众人闻言顿时大吃一惊，随即一脸疑惑地看向了叶晨，心想即便他是先天剑体，此时登台也是白给，毕竟修为太低了。大长老也是有些疑惑地看着叶晨，好奇地问道：“你上来干什么？你才突破先天境不久，想要为宗门出战是好事，不过你要等修为实力提升了再说。现在的你最紧要的事情就是努力修炼。”大长老说话间一脸震惊地看着叶晨，惊呼道：“你小子什么时候突破至先天境7重了？”叶晨解除了引灵界隐匿气息的功能，故意运转了一下气息，大长老立刻敏锐捕捉到了叶晨的修为变化。叶晨笑着说道：“我一直在闭关修炼，前几日才刚刚突破。你小子用了什么手段？为何突破的这么快？难道是先天剑体的缘故？”大长老一脸好奇地看着叶晨，十分关切地询问道。叶晨闻言点了点头说道：“我也是修炼上才发现，先天剑体在先天境没有任何瓶颈，修炼起来也更快，只要有源源不断的资源供应，就能够一直突破。”竟然是这样！大长老闻言恍然大悟，随即开口说道：“难怪说先天剑体到了先天境才会发挥实力，原来不仅仅指的是战力，还有这个原因。”台下的众人闻言也是惊呼出声，一脸羡慕和嫉妒地看着叶晨，没想到先天剑体竟然这么厉害。红竹和竹青青此刻也得震惊地张大了小嘴，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没想到叶晨竟然突破得这么快，这个臭家伙突破了也不告诉我们一声，真是可恶！竹青青气得直跺脚，红竹则是开口说道：“我们又被这家伙给算计了，这家伙就是为了让我们跟他赌，故意慢着我们修为，哼，今晚联手收拾他。”竹青青哼了一声，打定主意要给叶晨好看。红竹闻言没有说话，只是好奇地看向了台上的叶晨，即便是先天剑体，可毕竟才先天境7重，当真能是他们的对手吗？要知道现在可不是聚气境，先天境每个境界之间的差距可是很大的。而之前嘲讽叶晨的两名男子，此刻却是已经悄无声息地溜走了。他们也没想到嘲讽的人是叶晨，有着先天境7重的修为。不过他们依然不相信叶晨能够在先天境7重打败台上这5个人，上去也不过是丢人现眼罢了。不仅仅是他们2个人，台下大部分都是这么想的。毕竟就算叶晨的修炼速度很夸张，可他毕竟只是先天境7重而已。台上5个人修为都叶晨高，实力更是不用说，这5个人可是外门公认最强的5个人，叶晨怎么可能是他们的对手？台上5个人见到叶晨登台，也是一脸的诧异，纷纷打量起叶晨。对于这个先天剑体，他们除了没有闭关的端木迥之外都没有听说过。如今见到叶晨这么一个先天剑体，4个人都显得十分的好奇，一脸疑惑地打量着叶晨，想要看看这家伙有什么特别之处。端木迥此刻也是有些诧异地看着叶晨，没想到叶晨修为提升的这么快，看来之前他所说的将灵药用来修炼是真的。端木迥之前还以为叶晨是在骗他，根本没有那么多灵药在耍他，现在看来是误会叶晨了。不管怎么样，这家伙都是一个好色之徒，等一下一定要狠狠教训他。端木迥想到这里，目光冰冷地看向了叶晨。叶晨察觉到了众人的目光，尤其是敏锐地察觉到了端木迥的敌意，不由得冲着端木迥笑了笑，说道：“师姐真是有缘，又见面了。”哼！端木迥哼了一声，没有理会叶晨。还有人愿意登台吗？大长老扫视了一眼台下众人，再一次开口询问道。然而这次并没有人上台，毕竟不是谁都有叶晨的胆量，明知道不是对手还上去挨打，那不是长虐吗？既然没有人了，那你们6个人之间可以随意切磋挑战，输的人下台，赢的人继续，剩下3人可以代表天剑圣地参战。大长老看了眼台上的6人，开口说道：“我要挑战叶晨。”端木迥直接用手指着叶晨，准备与叶晨一战，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打叶晨一顿了。不是吧，师姐一上来就要挑战我，这么想跟我切磋？叶晨面带笑容的看着端木迥说道：“废话少说，看剑！”端木迥不想跟叶晨废话，抬手就是一剑朝着叶晨斩了过去，剑气凌厉无比，正是端木迥拿手的烈火剑，是烈火剑诀。没想到端木师姐一上来就动用此等剑法，看来是认真了。这家伙倒地是怎么招惹端木师姐了？竟然一上来就动用全力，这小子倒霉了。台下众人见状顿时打起了精神，满脸兴奋地看着比武台。毕竟端木迥只要出手，那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让人忍不住盯着他看。端木师姐加油！
让这小子知道你的厉害，狠狠收拾他。台下的竹青青跳着脚为端木迥加油，他很想看到叶晨被打败，这样他就获胜了，到时候非得好好折磨叶晨一番。红竹则是没有说话，而是仔细看向了比舞台上的二人，他很想知道此刻的叶晨实力达到了何种地步。台上的叶晨面对着端木迥来势汹汹的一剑，并没有太大的反应，甚至都没有准备还手，而是身影快速一闪，躲过了这一剑。好快的身法！在场众人见状顿时大吃一惊，叶晨刚刚的身法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许多人甚至都没看清楚，只见到一道残影，紧接着叶晨就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了。师姐消消气，不要一上来就这么猛。叶晨站在远处看着端木迥说道。哼！端木迥也不搭话，哼了一声之后，直接朝着叶晨挥手斩出了6剑，6道凌厉剑气直奔着叶晨斩了过去，当场封住了叶晨的四周，让其避无可避。不仅如此，端木迥手持着佩剑直奔着叶晨冲了过去，这一次他要亲手教训叶晨。叶晨见状就知道自己是真的将端木迥给得罪了，索性也不废话了，先打赢再说。只见到叶晨直接施展出了游龙步，身若游龙，快速朝着端木迥冲了过去，而端木迥施展出来的剑气还是被叶晨给躲开了5道。面对最后一道，叶晨并没有躲闪，而是一剑斩了过去，当场将这道剑气斩开，随即迎着端木迥冲了过去。师姐得罪了！叶晨轻喝了一声，一剑朝着端木迥斩了过去。端木迥见状却是眼前一亮，叶晨敢跟他硬碰硬，简直就是在找死。端木迥手中佩剑之上瞬间剑气大涨，剑气如火焰在佩剑之上剧烈波动，紧接着端木迥佩剑之上燃起了火焰，剑气威力比之前更强。他倒是要看看叶晨怎么接住自己这一剑。当一声清脆的声响传来，叶晨这一剑直接斩在了端木迥的佩剑之上，一瞬间剑气四溢，朝着四周疯狂地冲击了开来。等到众人看去的时候，却是发现叶晨与端木迥竟然平分秋色，谁也没有奈何得了谁。二人保持着出剑的姿势，僵持在了一起。端木迥咬着牙，不断催动体内灵力，可即便是如此，依然被叶晨死压制住，无法击退叶晨。不仅如此，肉身力量上更是有着很大的差距，不管他用多大的力量，叶晨都纹丝不动。甚至叶晨一脸坏笑地看着端木迥，笑着说道：“师姐消消气，不要这么大火气，气大伤身。这一次对不住了，我还想要这个参赛名额，只能委屈你了。”叶晨语气坚定地说了一句，随即手上的力量不断提升。端木迥此刻已经是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之前看不上叶晨，如今真正交手，他才切身体会到叶晨的实力有多强大，他完全不是对手。端木迥的手臂开始剧烈的颤抖，最终力量上抵挡不住叶晨这一剑，直接被斩得向后不断倒退。端木迥稳定住身形之后，深深地看了叶晨一眼，随即开口说道：“我输了。”什么？这怎么可能？在场众人闻言顿时一片哗然，谁也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结果，端木师姐竟然会输给叶晨，这也太令人不可思议了。是不是端木师姐放水了？她怎么会打不过叶晨呢？有人满脸疑惑地看向了台上的端木迥，不相信眼前的事实。多谢师姐手下留情，叶晨笑着说道。端木迥没有理会叶晨，转身朝着台下走去。大长老见到叶晨有如此战斗力，不由得眼前一亮，如此看来，这一次两宗大比稳了。叶晨则是看向了其余4人，笑问道：“还有谁想要挑战我吗？”徒儿闻言则是跃跃欲试，只是叶晨刚刚打了一场，现在上去比试，胜之不武。跟他有同样想法的人还有一旁的谭卢，谭卢很想与叶晨这个先天剑体一较高下，只是现在的叶晨修为太低，他不屑与叶晨交手，等叶晨到先天境9重的时候再与叶晨切磋。杨淼和沙明之对视了一眼，杨淼想要上前，沙明之却是摇了摇头，示意他不要冲动。端木迥的实力也是很强的，他们5个人除了谭卢之外，没有人敢说可以稳胜端木迥，而叶晨如此轻松，足以证明其实力很强，不容小觑。在场众人纷纷看向台上的5人，等待着这5个人继续比试。然而公认最强的谭卢抱剑而立，没有丝毫要跟人动手的意思。徒儿此刻战意高涨，先是看了眼叶晨，随即看向了一旁的杨淼和沙明之2人，声音洪亮的说道：“既然叶晨刚刚打了一场，那我挑战你们2人中的一人，你们2人谁来？你这家伙皮糙肉厚，我懒得跟你打，浪费时间。”沙明之笑着摇了摇头，随即看了眼一旁的杨淼，杨淼则是向前走了2步，沉声说道：“我来。”杨淼说话间，直接拔出了腰间佩剑，一剑朝着徒儿斩了过去。叶晨在一旁见状有些意外，心想这杨淼师姐倒是干脆，说动手就动手，一句废话都没有。只见到杨淼这道剑气冰冷无比，仿佛一道寒冰，直接朝着徒儿斩了过去。来得好！徒儿大喝了一声，双手握拳，一拳朝着前方轰了出去，体内灵力运转，这一拳轰出，一道拳影快速放大，最后直接轰在了眼前的剑气之上。轰！一声巨响传来，2道能量撞击在了一起，而徒儿则一拳竟是将杨淼的剑气给当场轰散。不过徒儿也被震得向后退了一步，徒儿此刻却是兴奋不已，战意十足地盯着杨淼，哈哈大笑道：“你的剑气好像比之前更强了。”杨淼哼了一声，随即继续出剑，接连斩了3剑，3道灵力剑气直奔着徒儿斩了过去，速度更快，威力也更强。
图二见状，则是握紧了拳头，双拳在胸前对撞了一下，紧接着快速出拳，朝着前方的剑气轰了过去。轰轰轰，3道巨大的爆炸声传来，一瞬间剑气四散，朝着四周冲击开来。众人纷纷出手抵挡着剑气，台下众人也被剑气冲击得不断向后退。众人没想到，这看似随意的3剑威力竟然如此巨大，更让他们震惊的是，如此强大的3剑竟然还是被图二给挡了下来。图二3拳轰散杨淼的剑气之后，屈膝蹲下，脚上发力，整个人犹如炮弹一般，直奔着杨淼轰了过去。然而下一刻，一柄剑拦在了图二的面前，强行打断了图二的出手。而出手之人不是别人，正是一旁观战的沙明之。沙明之知道图二的近身战斗力很强，若是被他近身的话，杨淼肯定不是其对手。与其2个人打个2败俱伤，还不如提前出手阻止。沙明之没想到，几个月不见，图二的实力比之前更强了，这倒是出乎了他的预料。图二站在原地，看着被一拳震开的沙明之，有些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要联手？不，我们认输了，算你赢吧。否则动真格的话，不2败俱伤分不出胜负，没有必要。”沙明之笑着说道：“真的是不爽快，打得一点都不爽。”图二憋着一股气，一直没有发泄出来，不由得气呼呼地说道：“你留着跟天妖宗的人遇到再拿他们撒气吧。”沙明之笑着说道。大长老看着眼前的情况，开口说道：“既然如此的话，那代表天剑圣地参加比试之人就是谭卢和图二，还有叶晨，剩下的你们是候补，若是出现什么别的情况，你们补上。”大长老沉声说道。是。众人闻言异口同声地应了一声。叶晨则是兴奋地直接跳下了比武台，朝着红烛和竹青青身边飞了过去。2位师姐，我可是成功晋级前3名了，你们不要忘了我们之间的赌约。叶晨有些激动地搓了搓手，坏笑着说道。红烛闻言没好气地白了叶晨一眼，竹青青哼了一声，一脸天真无邪的表情看着叶晨，故作疑惑地问道：“什么赌约？我跟你赌什么了？不是吧？愿赌服输，师姐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叶晨闻言一脸无奈地看着竹青青，整个人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再说我这马上就要代替宗门参战了，你们怎么说也得犒劳我，替我家加油打气啊！叶晨义正言辞地说道。跟我有什么关系？竹青青哼了一声，撇了撇嘴，不去看叶晨。这次又被你小子给算计了，再有下一次，不理你了。红烛瞪了叶晨一眼，故作生气地说道：“修为突破了这么多，竟然还瞒着我们，真是过分，过分！不理你了。”竹青青气鼓鼓地说了一句，随即转过头不去看叶晨。我错了，我下次肯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叶晨连忙认错，紧接着拉着2人朝着自己的住处飞去。竹青青嘴上说着不理叶晨，但还是跟着叶晨一起朝着他的洞府飞了过去。把肉烤上，今天我们不醉不归。上一次吃得很香。竹青青舔了舔嘴唇，满脸期待地说道。这妖兽的肉的确能增强气血，上一次吃了之后，感觉气血更好了。红烛在一旁说道。叶晨笑着说道：“我这都给你们留着呢，一直封存着没有吃，就等你们呢。妖兽肉要多吃，可以增强体质，对修行大有裨益。”叶晨一边拿出来火焰狮子的肉，一边笑着说道：“我们倒是想要多吃，可是某人心怀不轨，总是意图不轨啊，我害怕。”竹青青说话间躲在了红烛的怀中，一副害怕的样子。叶晨嘿嘿一笑道：“师姐，这是说什么呢？有我在，不用怕，我保护你们。等以后有机会了，我弄更好的妖兽回来给你们吃，保证让你们的修为不被落下太多。”叶晨拍着胸脯保证道：“那就有劳师弟你了，我们天赋有限，也帮不上你什么忙。”红烛在一旁有些无奈的开口说道。叶晨连忙说道：“千万不要这么说，师姐你们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是吗？我们帮你什么了？红烛闻言一脸疑惑的看着叶晨。叶晨嘿嘿一笑道：“师姐，你们愿意与我共度良宵，就已经是帮我最大的忙了，这算什么帮忙？”红烛没好气的白了叶晨一眼，俏脸顿时红了起来。竹青青则是盯着烤肉直流口水，一边用剑削烤肉吃，一边说道：“我们这样顶多算是让你放松心情，劳逸结合罢了，根本没有帮上忙。”叶晨闻言却是十分感动的说道：“师姐千万不要这么说，这就是最大的忙了。不行，这样还哪有时间修炼了？修炼才是正途。”红烛立刻说道。竹青青用力点头，紧接着开口说道：“最主要。”叶晨闻言坏笑着说道：“喝的走路摇摇晃晃，站都要站不稳了。”叶晨倒是清醒很多，一手搂着一个，热，好热呀！竹青青一边走一边将自己的衣服给脱了下来。火焰狮子的肉本就大补，竹青青这个吃货吃的最多。竹青青7分喝醉，3分撒娇的说道：“知道我喜欢什么？”叶晨嘿嘿一笑。叶晨看着阴阳造化鼎之中又多了600造化之力，脸上露出了心满意足的微笑。叶晨师弟，快出来！大长老，请你过去。叶晨师弟，你在里面吗？大事不好了！叶晨师弟，快出来吧！一道身影站在远处的洞府外，冲着叶晨的洞府内一脸急切的大声喊了起来。然而洞府有阵法阻隔，叫得再大声叶晨也听不见，还在那里美美的睡觉呢。来人太过着急，一时间忘记了有阵法阻隔，根本听不到声音。在叫了几声之后，这才想起来这件事情，于是连忙触动叶晨洞府门前的阵法。阵法有异动，叶晨在里面立刻察觉到了。叶晨伸了伸拦腰，随即将阵法停了下来。没有了阵法的隔绝，叶晨便能够听到外面的动静。
这位师兄找我所谓何事？叶晨有些好奇地问道。门外的男子见到阵法停止运转了，顿时眼前一亮，随即满脸焦急地冲着洞府内的叶晨喊道：叶晨师弟，快去比武台，天妖宗的人提前来了，此刻已经打败了我天剑圣地诸多弟子，大长老让我来请你过去，扬我天剑圣地之威。什么？叶晨闻言顿时皱起了眉头，立刻说道：你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叶晨的话音刚落，一旁的红烛和竹青青也已经睁开了眼睛，他们也听到了刚刚的对话。这天妖宗真是太嚣张了，真当我天剑圣地无人了不成？可不是嘛，竟然提前来天剑圣地耀武扬威，真是可恶。竹青青气呼呼地说道：叶晨师弟，你一定要狠狠教训他们。叶晨点头说道：放心，我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们，敢来我天剑圣地耀武扬威，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让他们知道我天剑圣地的厉害。叶晨说话间眼中闪过了一道寒光。那你快去吧，那边需要你，我们等一下就过去。红烛推了一下叶晨，催促道：好吧，那我就去了。叶晨笑着起身，穿好了衣服，朝着洞府外走去。我们也赶紧过去吧，为叶晨师弟加油打气，呐喊助威。竹青青握紧了拳头，紧接着起身准备穿衣服。红烛则是一边穿衣服一边嘲笑道。竹青青闻言顿时俏脸一红，随即哼了一声说道：你不是也一样，没比我好哪里去？竹青青说着话就想到了昨晚的情形，连脖子都红透了。没想到这家伙的修为越高，实力越强，越厉害，我们怕是赢不了他了。红烛一脸无奈地说道。竹青青说着话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红烛脸上也露出了满足的笑容。二人缓了一下，调整好状态之后离开叶晨的洞府。而叶晨这边已经来到了比武台，此刻的比武台上，图二正在与一名身材魁梧的壮汉激战。这名壮汉一身肌肉，看起来比图二还要爆炸，体型比图二还大一圈，看起来充满了力量。二人在那里贴身肉搏，拳拳到肉，像是两只野兽在台上激烈的搏斗。台下众人此刻也是看得热血沸腾，所有人都为图二捏了一把汗。毕竟台上这家伙的实力太强了，沙明之和杨淼都败给了他，甚至连端木迥都不是其对手。这家伙一上台就连败3人，让天剑圣地众人士气低下。现在所有人都寄希望于图二能够战胜这个家伙。然而二人之间的战斗始终都没有分出胜负，图二根本占不到任何便宜，甚至隐隐有些落入下风。怎么会这样？难道连图二师兄都不是其对手不成？这家伙的肉身这么强横。众人一脸担忧地看向了比武台上的图二。叶晨飞身来到了端木迥等人的身边，看着脸色惨白，嘴角还有着血迹的端木迥，叶晨不由得关心地问道：师姐，这是怎么了？被谁打伤了？被台上这个家伙，这家伙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皮糙肉厚，我的剑气还没伤到他，结果一个不留神被其近身挨了一拳。端木迥咬牙切齿地说道。大长老看着叶晨，顿时眼前一亮，随即问道：你小子怎么才来？我在洞府内闭关，不知道这边的事情。叶晨连忙说道。大长老闻言叹了口气说道：这件事情也怪我，是我大意了。原本见到天妖宗的人前来挑战，我以为让他们上去过过招，锻炼锻炼，没想到天妖宗的人实力这么强，一人接连打败了我们3个人。大长老皱着眉头说道。沙明之脸色阴沉地说道：这帮家伙欺人太甚，完全不将我们天剑圣地的人放在眼里。原本是3对3的比试，他们却是嚣张的让我们天剑圣地内门弟子随意挑战，直到击败他们为止。这么嚣张？叶晨闻言朝着比武台的另一边看了过去，这才看到天妖宗另外3个人，为首的是天妖宗的一名一袭黑衣的老者，老者的身边站着一男一女，男子叶晨不认识，至于那名女子倒是叶晨的熟人，此人正是叶晨在天妖秘境中遇到的苏苏。叶晨怎么也没想到，天妖宗这一次来的3人之中竟然还有苏苏，看来苏苏也已经突破到了先天境，而且从气息上看修为不低，难怪天妖宗的人如此嚣张，原来是有苏苏这个天妖体在。而就在叶晨打量着苏苏的时候，苏苏也看向了他，二人顿时对视了一眼，苏苏立刻狠狠瞪了叶晨一眼，叶晨则是摸了摸鼻子，脸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杨淼捂着胸口，十分虚弱地看着叶晨说道：这次我们内门弟子除了图二之外，就剩下你与谭卢师兄了，一切就靠你们了，你们一定要为我们报仇。诸位放心，有我在这里，他们翻不起什么风浪。叶晨十分自信地拍着胸口说道：3个人就敢来挑战我天剑圣地所有弟子，真当我天剑圣地无人？叶晨哼了一声说道：我一个人就足以对付他们3个，交给我好了。我还是觉得谭卢靠谱一点。端木迥闻言撇嘴说了一句，叶晨的实力的确比他强，但在他看来，叶晨还没强到这个地步，最起码谭卢的实力比叶晨强。叶晨一个人打败对方3个人，明显不现实。叶晨能够尽可能帮助谭卢师兄打败1人，或者多消耗对方的实力，就算是不错了。真正决定胜负的人还是谭卢。叶晨闻言看向了杨淼和沙明之，发现他们也是跟端木迥一样的想法。叶晨顿时有些尴尬了，自己信誓旦旦地保证要收拾对面3个人，结果他们都不相信他有这个实力。沙明之连忙笑着解释道：我们知道师弟你实力很强，不过你毕竟修炼时日短，修为还没有达到先天境9重，想要对付对面3个人有些费劲，不过对付1个人还是有点机会。最主要的是
我们也不清楚另外2个人有多强，最起码实力要比这个牛氏还强，所以只能靠你帮谭卢师兄来打探清楚对方的实力，尽可能消耗对方。叶晨闻言一脸无奈的笑道：好吧，感情你们不相信我的实力，尤其是你，端木师姐，你可是跟我交过手，别人不知道我的实力，你难道还不清楚？叶晨不解地看着端木迥问道。端木迥闻言十分认真地说道：就因为我与你交过手才会这么说，毕竟你给我的感觉甚至还没有那个牛氏强。端木迥的话音刚落，只见到台上刚刚还平分秋色的2个人突然间分出了胜负，徒儿被牛氏直接一拳轰飞了出去，朝着叶晨等人这边倒飞了过来。叶晨见状立刻出手接住了徒儿，叶晨低头看向了徒儿，发现其胸口塌陷，死死咬着牙，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都怪我无能，无法战胜这个家伙，给宗门丢脸了。徒儿满脸不甘心地咬着牙说道：不怪你，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大长老在一旁开口安慰道：这一战过瘾，只可惜你还是太弱了，接不住我这一拳。台上的牛氏仰天大叫了起来，紧接着十分嚣张地看着台下的天剑圣地众人，挑衅道：还有哪个不怕死的上来与我一战？这家伙真是太嚣张了。天剑圣地众人闻言气得牙齿痒痒，恨不得亲自上去打败他，奈何自己实力太弱，他们只能在一旁看着，心有余而力不足。带徒儿下去疗伤，大长老吩咐道：我没事，我要在这里看着。徒儿闻言却是摇头，坚持要在这里观看接下来的比试。徒儿握着叶晨的手说道：接下来就看你的了，一定要小心这个家伙，他一直没有使出全力，他的力量比我强了很多。放心吧，交给我了。叶晨说着话就准备上台，然而还没等叶晨上台呢，一旁的谭卢就已经忍不住抢先一步朝着比武台飞了过去。谭卢师兄怎么这么冲动？沙明之见状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谭卢师兄先上去，岂不是要提前被消耗？哪怕打败了这个牛氏，后面还有2个更强劲的对手。端木迥见状则是说道：估计是谭卢师兄不想继续看到有人受伤，我觉得谭卢师兄是怕我出手，他就没有出手的机会了。叶晨在一旁说道：事关天剑圣地荣誉，你还有心思开玩笑？端木迥有些不悦地皱着眉头说道。叶晨闻言笑了笑，没有继续说话，而是看着台上的谭卢，略显担忧地说道：就是不知道谭卢师兄是不是这个牛氏的对手？台下的众人见到谭卢上台了，顿时大声欢呼了起来。谭卢师兄加油！谭卢师兄狠狠教训他，让他知道我们天剑圣地的厉害。谭卢怀中抱着剑，气势十足地盯着眼前的牛氏，开口说道：你不是我的对手，下去换一个人上来。可笑，对付你们天剑圣地的人，我一人足矣。牛氏十分自负地哈哈大笑了起来，完全不将谭卢放在眼里。谭卢哼了一声，也不跟他废话，直接拔出了手中佩剑。伴随着谭卢拔出佩剑，其身上的气势开始快速攀升，强大的剑气从剑鞘之中弥漫出来，越来越强。这是牛氏顿时察觉到了危险，随即毫不犹豫地朝着谭卢冲了过去。他很清楚，若是被谭卢拔出这一剑，他恐怕不是其对手。然而没等他冲到谭卢面前呢，谭卢就已经拔出了佩剑，一剑直接朝着牛氏斩了过去。磅礴剑气犹如暴风一般朝着牛氏席卷而去，牛氏立刻双手握拳交叉在身前，运转体内灵力抵挡这一剑。给我开！牛氏咬牙大吼了一声，然而依旧没有能够挡住这一剑，直接被庞大的剑气给斩出了比武台。哗！在场众人见状顿时惊呼出声，整个现场彻底沸腾了。压抑了许久的众人终于能够发泄一下了，从一上台就在输，现在终于赢了一场了。真不愧是谭卢师兄，实力就是强，没人能够挡得住谭卢师兄的一剑，这就是我们内门第一人的实力。牛氏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站了起来，此刻的他已经浑身布满了剑伤，嘴角渗血。牛氏擦了擦嘴角的血迹，低着头朝着长老那边走了过去。你没事吧？苏苏关心道。没事，不过是一点皮外伤，只是没想到会输给他。牛氏握紧了拳头，怒道：真是可恶，废物，区区一个拔剑术就将你伤成这样，真给我们天妖宗丢人。苏苏身旁的精壮男子对着牛氏破口大骂了起来。牛氏低着头不敢顶嘴。下一个，谭卢收剑回鞘，看向天妖宗的人，冷冷地说道。叶晨见状一挑眉，原本想要出个风头，结果被谭卢师兄给抢走了。不过这谭卢的确有些实力，怪不得众人都这么信任他。天妖宗这边，刚刚骂牛氏的精壮男子直接跳上了比武台，大声说道：天妖宗虎无双！虎无双！众人闻言顿时惊呼出声，没想到此人竟然是虎无双。虽然没见过此人，但他的名号几乎所有人都听过，毕竟他之前一直被称为天妖宗内门第一人。众人此刻一脸紧张地看向比武台，不知道虎无双和谭卢师兄2个人谁更强。若是谭卢师兄也输了的话，那天剑圣地岂不是就彻底输了？虎无双手持一把长刀站在比武台上，目光冰冷地盯着谭卢，杀意十足地说道：我出手从来不手下留情，若是你怕死的话，最好现在就认输下去。我知道你天妖宗内门弟子第一人，今日一战我已经等了许久。谭卢战意十足地说道。内门第一人现在已经不是我了。虎无双十分淡定地说了一句，随即毫不犹豫地朝着谭卢冲了过去。给我死！虎无双整个人气势大涨，刀身之上更是泛着红色的光芒，
那是凝结如实质的血气，这把刀杀了多少人？众人见状，顿时惊呼出声，一脸震惊地看着虎无双手中的刀。虎无双修炼的是血刀诀，手中血刀杀的人越多，威力越强。谭卢师兄恐怕不是其对手。沙明之有些无奈地摇头，叹息道：“未必，谭卢师兄的拔剑术也不弱。”端木迥在一旁说道：“在虎无双冲过来的时候，谭卢就已经开始拔剑，只不过这一次他拔剑的速度反而比之前慢了一些。然而剑身上释放出来的剑气却是比之前更强，剑气瞬间弥漫全场，朝着虎无双冲击了过去。虎无双手中血刀之上血气冲天，手持着血刀，直接劈开了剑气，朝着谭卢一刀劈了过去。眼看着虎无双这一刀即将劈中谭卢的时候，谭卢手中的剑也终于拔了出来，一剑迎着虎无双的血刀斩了过去。当，刀剑相撞在一起，顿时爆发出了剧烈的声响，紧接着还有强大的灵力波动朝着四周冲击开来。谭卢的剑气与虎无双的血色刀气对撞在一起，形成了两道泾渭分明的气场，两股能量在剧烈对撞，相互对拼。即便是外泄的气机，台下的众人都需要运转灵力抵挡，一些修为低的人更是不断向后退去，生怕被波及。在场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谭卢的身上，心中默默地为谭卢加油，希望谭卢能够战胜虎无双。给我破！伴随着虎无双一声大喝，只见到虎无双手中的血刀之上气势大涨，当场震散了谭卢的剑气，紧接着一刀将谭卢给劈得向后倒飞了出去。谭卢当场喷出一口鲜血，整个人直接飞出了比武台，被台下的沙明之给接了下来。什么？谭卢师兄败了？完了，一切都完了，我们天剑圣地彻底败了。众人一脸绝望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一时间彻底傻眼了。刚刚才因为谭卢战胜牛氏而提起的士气，在这一刻瞬间跌落谷底。在场众人无不一脸沮丧和愤恨，没想到他们还是败了，而且还是在家里败的，败得这么彻底，被人堵上门羞辱，简直就是奇耻大辱。虎无双收起血刀，一脸不屑地看着谭卢说道：“你倒是有点实力，不过还是太弱，天剑圣地内门第一人就这种水平，真是令人失望透顶。”虎无双扫视了一眼在场众人，仰着头，满脸不屑地挑衅道：“还有没有能打的了？不怕死的就上来与我一战！”此刻天剑圣地众人的目光纷纷看向了叶晨，内门弟子之中唯一有点实力还没有出手的人只剩下叶晨了。叶晨成为了众人最后的希望，虽然希望不大，但总比没有强。叶晨看着一旁口吐鲜血的谭卢，摇了摇头说道：“你说你逞什么强？若是让我上去的话，你不就不用受伤了？”向来寡言少语的谭卢这一次破天荒地回应道：“看他不顺眼。”叶晨闻言一愣，随即哈哈大笑了起来：“我也早就看他不顺眼了，竟然敢在我面前装逼！”叶晨哼了一声，随即准备上台。叶晨，我们靠你了，你千万不要大意。大长老拍了拍叶晨的肩膀，说道：“放心吧，先天境内我无敌，没有人是我的对手。”叶晨十分自信地拍了拍胸脯，说道：“包赢的。”端木迥看着叶晨，开口说道：“你现在是最后的希望了，认真点，为我们天剑圣地争光，哪怕是输，也输得体面一些，不能太难看。”“输？怎么可能？”叶晨十分自信地笑着说道：“师姐放心吧，这一战我必胜。”“你就吹吧你！”端木迥不相信地白了一眼叶晨。叶晨坏笑着问道：“不然我们打个赌怎么样？若是我获胜了，你就答应我的要求；若是我输了，我就将月华草给你炼丹。”叶晨循循善诱道：“你是认真的？”端木迥闻言顿时眼前一亮，死死盯着叶晨问道：“当然是认真的了，赌不赌？”叶晨十分认真地点了点头。月华草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加上他不相信叶晨能够获胜，索性一咬牙点头说道：“我跟你赌了，若是你获胜了，我就依你；若是你输了，月华草归我。”“一言为定。”叶晨笑着说道。“一言为定。”端木迥用力点了点头。叶晨径直朝着比武台走去，路过端木迥身边的时候，在端木迥耳边小声说道：“今晚洗干净等我，我赢定了。”端木迥闻言顿时俏脸微红，刚想要开口骂叶晨一句，不过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他不想影响叶晨的情绪，让他专心对战，毕竟这一战往大了说关乎到天剑圣地的荣誉，往小了说也是关他们能不能进入剑种。叶晨来之前，大长老就曾许诺，凡是参战之人一旦获胜，皆可以进入剑种，所以他们才会如此拼命想要获胜。奈何实力不济，如今只能靠叶晨了。不过一想到自己跟叶晨打的赌，端木迥神色有些复杂的看着远处的背影。若是叶晨当真获胜了，自己真的要履行赌约。不管怎么样，他都有的赚。叶晨输了，他可以得到叶晨手中的月华草；若是叶晨获胜了，他可以进入剑种去选择一柄适合自己的剑。唯一的区别就是叶晨获胜的话，他要不要愿赌服输？叶晨没有想那么多，一心只想要尽快解决掉这个家伙，好让端木迥师姐愿赌服输。我怎么感觉这家伙在打端木迥师姐的主意？红烛和竹青青已经在人群中看着叶晨和端木迥接触，红烛内心有种预感。竹青青哼了一声说道：“这家伙惯用伎俩，想必又是跟端木迥师姐打赌，赌他能不能获胜了。这家伙真是可恶，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想这样的事情。”红烛脸色难看至极，没好气的说道。叶晨缓缓站在了台上，看着对面嚣张不已的虎无双，霸气道：“天妖宗的人如此嚣张，真当我天剑圣地无人？若是不想被打得满地找牙，不
不想身受重伤，我劝你还是认输下去吧，也省得我跟你浪费时间。叶晨十分嚣张地看着虎无双，丝毫不将其放在眼里的嘲讽道：“说得好！”众人闻言顿时兴奋了起来。没想到叶晨师弟不仅实力强，嘴也很厉害。虎无双被叶晨的话给气得暴怒，死死盯着叶晨，咬牙切齿地说道：“小子，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凭你一个无名小卒，也敢在我面前嚣张，我看你是活腻了！”虎无双大喝了一声，整个人气势大涨。叶晨这家伙一个无名小卒，竟然敢如此嘲讽他，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然而台下的苏苏目光一直在叶晨的身上，这家伙的气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苏苏原本还想着来天剑圣地杀了叶晨，如今看来叶晨也在快速的成长，成长速度竟然不比他慢。苏苏看着嚣张的虎无双，不由得开口提醒道：“别大意，这小子实力可不俗，他可是先天剑体。”虎无双闻言有些诧异的看了眼叶晨，没想到这家伙竟然是先天剑体，最主要的是苏苏竟然提醒他小心，这家伙的实力真的这么强？我今日倒是要看看你这先天剑体有多强！虎无双大喝了一声，随即浑身气势暴涨，他倒是要会一会先天剑体。虎无双手握着血刀，虎目圆睁，怒吼着朝着叶晨冲了过去。叶晨见状，嘴角泛起了一丝不屑的冷笑，体内先天剑气被运转了出来，汇聚于清风剑之上。叶晨随手就是一剑，直奔着虎无双斩了过去。凌厉剑气瞬间展开了空气，来到了虎无双的面前。虎无双抬手就是一刀迎着叶晨的剑气斩了上去，剑气与刀气相撞在了一起，轰！一声巨响传来，剑气与刀气四散开来，一时间谁也没有奈何得了谁。先天剑体不过如此。虎无双嘴角露出了一丝不屑的冷笑，没想到叶晨的剑气也并没有强到哪里去，跟之前打败的谭炉差不多，而他这一刀可是施展出了全力，一记血刀下去，叶晨必死无疑。只见到虎无双手中血刀之上血气大涨，虎无双体内灵力全部汇聚在了血刀之上，他准备一刀分出胜负。去死！虎无双怒吼一声，一刀直奔着叶晨的脑袋劈了过去。台下众人见状顿时屏气凝神，满脸担忧地看向叶晨，尤其是红竹和竹青青，一颗心都快要提到嗓子眼了。虎无双这一刀的威力实在是太强了，比之前劈谭炉的那一刀气势更盛，威力更强。然而下一刻，只见到叶晨整个人气势大涨，一股灵力剑气从叶晨体内释放了出来。这一刻的叶晨气质大变，变得凌厉无比，锋芒毕露，整个人仿佛化身成为了一柄出鞘利剑。磅礴剑气瞬间从叶晨的身上释放了出来，剑气冲击之下，虎无双的速度甚至都变慢许多。虎无双咬着牙，怒吼着一刀砍了过去，叶晨抬手便是一剑直接斩了过去。当，刀剑相撞，剑气与刀气相互碰撞，气机疯狂的流转，巨大的灵力冲击朝着四周扩散开来。台下那些修为实力差一些的弟子，此刻都有些站不稳，纷纷向后退去，一脸震惊的看着眼前这一幕。给我开！虎无双再次爆发出了一声怒吼，将体内灵力施展到极致，血刀诀更是全力施展出来，想要挡住叶晨的剑气，然而却是没有任何用。叶晨仅仅只是释放出体内剑气，就可以完全将虎无双给压制住。虎无双彻底傻眼，这是他第一次被人用剑气压制住，还是被一个修为不如他的人，这怎么可能？虎无双怒喝一声，双臂鼓胀，将肉身力量施展到了极致。刀气比不过叶晨，那他就用自己强横的肉身来击败叶晨。要知道，他的肉身力量比牛氏还要强。虎无双爆发出全身力量在手中的血刀之上，想要以力量获胜，彻底压制住叶晨。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不管他的力量多大，都无法撼动叶晨分毫。叶晨站在原地纹丝未动，牢牢握住手中清风剑。就这，叶晨嘴角泛起一丝不屑的冷笑，随即手上用力，肉身力量同样施展了出来，配合上先天剑体的剑气爆发，瞬间将虎无双给斩飞了出去。虎无双只感觉到一股恐怖的力量传来，无论是力量还是剑气，都强大到让他抵挡不住。不可能！虎无双瞪大了眼睛，这种感觉他只在苏苏的身上体会过，没想到叶晨竟然也这么强。先天剑体与天妖体同为灵体，肉身力量同样不俗，配合上体内剑气，这一剑的威力更盛。虎无双向后倒飞了出去，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他没想到肉身力量也不如叶晨。虎无双眼看着就要跌落比武台之际，这才勉强控制住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站在比武台边缘。然而他刚刚站稳，还没等运转灵力还手呢，迎面就是一道剑气朝着他斩了过来。虎无双立刻横刀在身前，想要挡住这道剑气。然而剑气威力太强，虎无双手中血刀顿时被斩开，整个人胸前被斩出一道深可见骨的血痕，鲜血瞬间流了出来。虎无双更是被这一剑给斩落比武台。虎无双！牛氏见状立刻冲了过来，想要将虎无双从地上搀扶起来。虎无双捂着自己的胸口，还好刚刚那道剑气大部分的威力都被他用血刀给挡了下来，否则就不是受点轻伤，而是身受重伤了。好！台下围观众人见状顿时大声欢呼了起来，所有人无不满脸兴奋地看着眼前这一幕，谁也没想到叶晨竟然会赢得这么轻松，真不愧是叶晨，叶晨实力太强了，
这一次我们天剑圣地有希望了。红竹和竹青青见状也是高兴地跳了起来，二人情绪激动，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徒儿等人此刻也是大声欢呼了起来。徒儿握着拳，大声喊道：“这一剑真是太帅了！”大长老见状也是满脸笑容的点了点头，心想不愧是先天剑体，先天境内无敌的存在，这一剑的威力先天境内恐怕无人能接得住。谭卢直截了当的说道：“果然我感觉的没错，他的实力比我强。”端木炯瞪大了眼睛，满脸惊讶地盯着台上的叶晨，美眸之中异彩连连。他想过叶晨会战胜虎无双，可没想到会如此轻松。这难道就是先天剑体的强大之处？难道真如他所说的那样，包赢自己当真要洗干净等他？一想到这里，端木炯的脸上布满了红霞，轻啐了一口道：“现在是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吗？真是的。”虎无双没用牛氏搀扶，自己从地上站了起来。虎无双死死盯着台上的叶晨，冷哼了一声，随即捂着胸口朝着一旁走了过去。“对不起，大长老，是我无能。”虎无双低着头，一脸沮丧地说道。天妖宗的老者闻言摆了摆手说道：“止血疗伤吧，毕竟对手是先天剑体，不怪你，接下来就交给你了。”老者看着一旁跃跃欲试的苏苏说道：“我早就迫不及待的想上台狠狠揍他一顿了。”苏苏冷哼了一声，随即直接跳上了比武台。“又见面了，真巧啊，没想到天妖宗来的人中竟然有你。”叶晨冲着苏苏笑着挥手打招呼道：“看来你这天妖体也彻底激活了，不然你的修为无法提升这么快。”叶晨笑着说道：“看来那毒龙晶对你很有用啊。”一提到毒龙晶，苏苏就想到了当初在天妖秘境之中的情景，脸色微微有些红。不过仅仅只是一瞬间，苏苏就调整好了自己的状态。苏苏杀意十足地盯着叶晨，咬牙切齿地说道：“我说过，在见面的时候我会杀了你。今日既然在这里遇到了，那我就在这里亲手杀了你。”苏苏冷冷地说了一句，随即直接祭出了自己的匕首，一脸严肃地看着叶晨，严阵以待。“什么情况？他们认识？看样子是认识，想必是之前交过手。你们听到了吗？”叶晨说这个女子是天妖体。众人听到叶晨和苏苏之间的对话，不由得开始讨论了起来。尤其是当听到苏苏是天妖体的时候，众人无不大吃一惊。天妖体，没想到你天妖宗竟然又出现一名天妖体，这小子可不好办了。天妖体与先天剑体齐名，这下子胜负难料了。众人此刻也恍然大悟到，怪不得强势的虎无双都亲口承认他不是第一人，原来是有天妖体的存在。叶晨闻言十分自信地笑道：“天妖秘境的时候你就不是我的对手，现在你依然不是我的对手。废话少述，这一次我必杀你。”苏苏冷哼了一声，随即周身气势大涨，整个人犹如离弦之箭，朝着叶晨快速冲了过去。他跟叶晨交过手，知道身为先天剑体的叶晨剑气威力极强，先天境内没有人是其对手。不过若是被他近身的话，那叶晨也不是他的对手。他对自己的天妖体十分自信，叶晨也不敢怠慢，天妖体的实力还是很强的。上一次若不是有引灵界关键时刻抵挡了一击，他就要死在苏苏手上了。这一次没有引灵界保命，叶晨只能靠自己，索性抬手就是十几剑朝着苏苏斩了过去。十几道灵力剑气瞬间封锁了苏苏的路线，逼迫他不得不抵挡自己的剑气，以此来消磨苏苏的气势，减缓他的攻击。苏苏手中匕首挥动，体内灵力运转，不断抵挡着叶晨的剑气。这些剑气在苏苏面前根本伤不到他分毫，被其轻松抵挡了下来。真不愧是天妖体，好强！在场众人见状无不惊呼出声。虎无双此刻也瞪大了眼睛，叶晨的剑气凌厉无比，威力强大，若是换成他的话，他根本挡不住如此多的剑气连番攻击。现在看来，叶晨对付他根本没出全力，而苏苏的实力也远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强。叶晨见到十几道剑气抵挡不住苏苏，索性也不藏着掖着，体内剑气瞬间爆发了出来，磅礴剑气充斥着整个比武台，从四面八方朝着苏苏冲击了过去。这在场众人见状彻底傻眼了，谁也没想到叶晨竟然能够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剑气。众人忍不住咽了口口水，心想此刻站在比武台上的是他们，恐怕已经被剑气给分尸了。不过这也更能体现出天妖体的恐怖。面对着如此庞大的剑气，苏苏只是看起来有些手忙脚乱，但却并没有受伤，反而是将这些剑气全部都给挡了下来。不仅如此，苏苏一边抵挡着剑气的冲击，一边接近叶晨。去死吧你！苏苏大喝了一声，随即手中匕首直奔着叶晨的咽喉要害刺了过去。叶晨见状，顿时横剑在身前，精准无误地用清风剑的剑身挡住了苏苏的匕首。叮一声清脆的声响传来，紧接着苏苏手上用力，直接将叶晨逼得连连后退，甚至叶晨手上的剑没有拿稳，直接被震飞了出去。啊！小心！红竹和竹青青二人见状，顿时惊呼出声，一脸担忧地看着台上的叶晨。天剑圣地的其他人同样为叶晨捏了一把汗，剑都被震飞了，这可怎么办？苏苏见状，顿时眼前一亮，知道这是最好的机会，立刻向前一步，以最快的速度朝着叶晨攻击了过去。只见叶晨不慌不忙，直接将游龙步施展到了极致，整个人瞬间消失在了原地，躲过了苏苏这一击。可恶！苏苏这一击落空，顿时气不打一出来，紧接着立刻将速度施展到了极致，朝着叶晨追杀了过去。
只要不给叶晨重新握剑的机会，只要一直贴身肉搏，叶晨注定不是他的对手，败在他的手中是早晚的事情。先天剑体不过如此，还不是被苏苏追杀的到处跑？若是不跑，娄氏冷哼了一声，十分不屑地说道。虎无双也是得意地笑了起来。这一战我们天妖宗赢定了。虎无双和牛氏显得十分兴奋，在他们看来，这一战天妖宗赢定了，现在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天剑圣地这边恰恰相反，众人此刻士气低下，一脸担忧地看着被追得满比舞台跑的叶晨。他们也没想到天妖体竟然如此强大，完全压制住了叶晨的先天剑体，甚至追得先天剑体四处逃窜，这可如何是好？殊不知这是叶晨有意为之，故意装作不敌，好让苏苏放松警惕。就在苏苏即将追上叶晨，以为这一击可以击中叶晨的时候，苏苏突然间站在原地停了下来。不知道何时，叶晨刚刚被崩飞的清风剑已经悄无声息地悬浮在了苏苏的身旁，剑尖直指苏苏的脖子，剑身之上爆发出了凌厉剑气。苏苏完全不怀疑这飞剑的威力，从其中释放出来的剑气就能够感觉到这一剑的威力，甚至要比叶晨展出的剑气还要强大。小心！天妖宗的三人见状顿时脸色大变，牛氏更是惊呼出声，提醒苏苏小心。大长老则是险些就要冲上比武台，不过见到飞剑停了下来，他这才没有下一步动作。一旦察觉到苏苏有性命之忧，他会第一时间冲过去，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苏苏有事。而天剑圣地这边的众人也是一脸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他们刚刚只顾着看叶晨被追杀，完全没有注意到叶晨何时控制飞剑攻击苏苏。叶晨之所以如此，就是想要让苏苏放松警惕，好用自己刚刚修炼的御剑术来对付苏苏。苏苏站在原地不敢动，他刚刚那一瞬间察觉到了死亡的气息，若不是关键时刻飞剑停了下来，他真的会死在叶晨的飞剑攻击之下。最主要的是叶晨的飞剑攻击速度太快，他察觉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苏苏万万没想到，最终他还是败了，心中虽然不服气，但败了就是败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苏苏十分硬气地看着叶晨说道。叶晨闻言笑着说道，刚刚若不是我手下留情，你已经死在我的飞剑之下了，你这次没能杀得了我，那是不是应该按照之前的规矩来？叶晨目光炙热地盯着苏苏，笑着问道。苏苏哼了一声，瞪了叶晨一眼，不服气地说道，这一次不算，这一次是我大意了，被你阴了，否则赢的人会是我。不服气？叶晨闻言一挑眉，笑问道。不服？苏苏十分硬气地大声回应道。叶晨还想要继续提要求，只是这个场合不能明说。然而没等他开口呢，一旁的大长老则是已经登上了比武台。打仗了你？哈哈大笑道。真是没想到，叶晨你还有这一手御剑术，当真是出人意料。这一次是我们天剑圣地获胜了，你还有何话说？大长老一脸得意地看向了台下的天妖宗大长老徐台，笑问道。徐台此刻也缓缓走上了比武台，此刻的他脸色显得有些难看，冷哼了一声说道，这一次若不是苏苏轻敌大意了，你们未必会获胜，只不过千算万算，没有算到你们天剑圣地这位先天剑体，我记住你小子。徐台深深看了叶晨一眼，面无表情地说道。叶晨闻言呵呵一笑，心里却是充满了戒备，这家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被他记住肯定没有好事。叶晨收起了清风剑，看着苏苏说道，记住，这一次我赢了，你欠我一条命。哼！苏苏不服气地瞪了叶晨一眼，这一次两宗大比是我们输了，放心，我们天妖宗会按照约定行事。徐台淡淡地说道，告辞了。这么急着走吗？好不容易来一趟，不如在我们天剑圣地多待一些时日。大长老面带笑容地说道。来日方长，我们后会有期。徐台淡淡地说了一句，随即直接带着苏苏三人朝着天剑圣地外飞了出去。赢了，我们赢了！直到天妖宗的人离开，在场众人顿时高声欢呼了起来。他们万万没想到，反转竟然来得这么快，转瞬之间，叶晨就获胜了。红竹和竹青青二女也长出一口气，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是放下了。这天妖体太强了，若不是叶晨的话，没有人会是他的对手。叶晨，叶晨，叶晨！台下的众人激动地纷纷大喊着叶晨的名字，现场彻底沸腾了起来。之前天剑圣地接连失败，让众人压抑了许久，直到叶晨上场，终于让他们扬眉吐气。众人纷纷大喊着叶晨的名字，发泄着内心的情绪。本就已经是名人的叶晨，经历过这一战之后，彻底名声大作，更是被誉为内门第一人。所有人都在讨论着刚刚那一战，讨论着叶晨。还好我们有叶晨，不然这次可就完了。叶晨师弟实在是太厉害了，不愧是先天剑体。大长老十分高兴地拍着叶晨的肩膀说道，做得不错，这一次真是全靠你了，若是没有你，我天剑圣地可就丢人丢到家了。你们先回去调养，过些时日我会派人去通知你们，带你们进剑种。大长老看着叶晨和谭鲁等人说道，回去养伤去吧，疗伤的丹药我会命人给你们送过去。是。众人点了点头，随即相继离去。大家也都散去吧，回去努力修炼，下一次有人找上门的时候，希望你们都能够像今日的叶晨一样，站出来为宗门争光。大长老扫视了一眼台下众人，大声说道，谨遵大长老教诲。众人异口同声地回应了一句，紧接着纷纷回去闭关修炼。师姐，不要忘了我们之间的赌约哦，
这一次可是我获胜了。叶晨叫住了转身要离开的端木迥，笑着说道。端木迥白了叶晨一眼，随即没有理会叶晨，转身朝着远处离去。叶晨继续说道，我虽然获胜了，但月华草还是会给师姐。当真？端木迥闻言停下了脚步，回头看向叶晨，那是自然，就是不知道师姐是否愿意履行约定。叶晨笑问道。端木迥哼了一声，没有理会叶晨，转身飘然离去。叶晨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过也不能着急，循序渐进，毕竟这种事情急不来。叶晨转身朝着台下看去，原本想要找红烛和竹青青两位师姐庆祝一下，然而两位师姐早就不见踪影，早就回去闭关修炼去了。他们天赋有限，想要提升修为，只能努力修炼。叶晨无奈，只能一个人回到自己的洞府，躺在床上等天黑的同时，也在等端木迥。叶晨等着等着，自己躺在床上睡着了，一直到外面的阵法出现了异动，叶晨这才睁开眼睛。叶晨将阵法关闭，随即就听到熟悉的声音在外面喊道：叶晨，出来与我一战。叶晨闻言一愣，一脸疑惑地看向了洞府外，随即走了出来。你不是跟你们长老回天妖宗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叶晨走出洞府，一脸疑惑地看着眼前的苏苏，没想到他竟然会找到这里来。你就不怕被天剑圣地的人发现？叶晨好奇地问道。苏苏闻言不屑地说道，发现了又如何？我只是出现在天剑圣地，又没有干什么，找你切磋切磋也不行吗？难不成你们天剑圣地的人还敢杀我不成？你们若是杀了我，就是两宗大战。苏苏沉声说道。叶晨闻言倒是觉得苏苏说得很对，一时间无言以对了。不过叶晨却是嘿嘿坏笑道，既然来了，那你是不是应该拿出一些诚意？白天我可是饶了你一命，你不表示，跟我进洞府，我们好好沟通沟通，如何？我来找你就是因为白天输的不服气，若不是我大意了，你不可能战胜我，今晚来这里就是要与你再战一场。苏苏不服气地瞪着叶晨说道。不服气？叶晨闻言笑着点头说道，好啊，既然你不服气的话，那我们找个地方再打。不过若是我赢了的话，你得跟之前在天妖秘境时候一样，陪我一晚。若是我赢了，我会杀了你。苏苏冷声说道。真是无情，动不动就喊打喊杀。叶晨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在这里若是弄出大动静的话，会被别人发现，还是去外面吧。叶晨想了一下，随即提议道。苏苏闻言点了点头，随即在叶晨的带领下，二人直接离开了天剑圣地，朝着天剑山脉外围飞了出去。二人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这才停了下来。就在这里吧。叶晨借着月色看了眼四周的环境，满意的点了点头说道，这里有山有水，不仅有树林遮挡视线，还有瀑布流水声可以掩盖声音，最主要的是还可以洗澡，尤其是在瀑布下面，他还没有体验过。一想到这里，叶晨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一旁的苏苏看着叶晨那一脸淫笑的样子，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这家伙一定是在想什么烟杂的事情。去死！苏苏又羞又怒，大喝了一声，随即直接朝着叶晨攻击了过去。叶晨将游龙步施展到了极致，快速躲过了苏苏这一击，紧接着拔出清风剑，朝着苏苏斩了一剑。苏苏见状，立刻用匕首挡住了叶晨这一道凌厉剑气。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挡住这道剑气之后，后面还有叶晨的飞剑攻击。只见到清风剑化作一道流光，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瞬间来到了苏苏的面前。苏苏全力抵挡，却根本挡不住这一剑之威，当场被震得向后倒飞了出去。怎么可能？苏苏见状顿时大吃一惊，一脸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完全没想到自己竟然连叶晨的一记飞剑都接不住。苏苏不断后退，而清风剑却是朝着他快速射去，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苏苏这边刚刚站稳身体，清风剑就已经悬停在了他的面前，其上释放着凌厉剑气，随时可以要了他的命。春宵一刻值千金，叶晨当然不想错过美好的夜晚，自然不会在这里浪费时间，于是这一次没有丝毫的留手，直接全力出手。苏苏也被叶晨的实力给震惊到了，没想到先天剑体竟然会这么强。之前他一直都小看叶晨了，没想到这家伙白天在比武台上的时候一直都没有使出全力，一直在演戏。你输了。叶晨得意地笑了笑，随即问道，这次服了吗？我输了。苏苏有些不甘地点了点头，随即收起了手中的匕首，紧接着直接朝着叶晨扑了过去。今晚我一定要战胜你，一雪前耻。苏苏咬牙说了一句，随即就跟叶晨纠缠在了一起。叶晨直接震散了苏苏身上的衣服，抱着他来到了一旁的水中，二人直接来了一个鸳鸯戏水。苏苏的战斗力叶晨可是领教过，他也不敢怠慢，立刻全身心的投入到战斗之中。苏苏则是一把将叶晨给按到了河边的石头上，便被动为主动。叶晨享受了一会儿之后，起身抱着苏苏飞到了瀑布下方，二人一边享受着瀑布水流的冲击，一边激烈对战。叶晨一字一动地问道，服不服？服不服？服不服？不服。苏苏咬牙挤出了两个字，服不服？不服。这一夜二人之间的战斗十分激烈，不断变换着战场，比之前在天妖秘境的时候还要疯狂。一直到第二天清晨，二人这才意犹未尽地停了下来。由于二人都是灵体，加上突破到了先天境，肉身比之前强了很多，导致二人只是略显疲惫，并没有耗尽体力。这一战二人竟然没有分出胜负，叶晨还想要继续，但却被苏苏给拒绝了。这里实在是不安全，
若是被路过的天剑圣地弟子看到，亦或是被天妖宗的弟子发现，那以后就没脸见人了。这一次算是平手，下次有机会再切磋。叶晨穿好衣服之后，看着一旁的苏苏笑着说道。苏苏忍不住白了叶晨一眼，这一眼风情万种。此刻的他面色红润，神清气爽，不过还是有些累。若是继续下去的话，要不了多久，估计他就要像上一次那样求饶了。要强的苏苏可不想那样，于是果断叫停。苏苏冷冷地看了叶晨一眼，说道：“这一次算你厉害，不过我的天妖体还没有完全大成，等我的天妖体大成之后，你的先天剑体绝对不是我的对手。下一次见面，我依然会杀了你。”苏苏恶狠狠地说道。叶晨闻言嘿嘿一笑，道：“欢迎随时来杀我，不过若是你输了，后果可是跟昨晚一样。”哼！苏苏哼了一声，不去理会叶晨，转身朝着天妖宗飞去。而叶晨则是朝着天剑圣地快速飞去。昨晚跟苏苏大战了一夜，也不知道端木师姐有没有去找自己。经过这一夜的激战，叶晨的阴阳造化鼎之中多了500造化之力，这倒是让叶晨有些吃惊。没想到苏苏一下子给自己提供了500造化之力，快要赶上红烛和竹青青2位师姐了。这次叶晨可以确定，肯定跟苏苏的天妖体有一定的关系。加上这500造化之力，阴阳造化鼎之中已经积攒了2350造化之力。对于叶晨想要强化肉身的10000造化之力又进一步，叶晨迫不及待地朝着天剑圣地赶了回去。不知道端木师姐昨晚找没找自己，他现在很想知道，最好回去就能够看到端木师姐还在自己的洞府门前等自己。只是这个希望太过于渺茫了。叶晨悄无声息地返回洞府，结果门前并没有出现端木师姐的身影。他也不清楚端木师姐昨晚有没有来过。既然师姐不来，那我就过去找她。不过昨晚累坏了，叶晨准备养精蓄锐，好好睡一觉，等晚上再说。叶晨睡得正香，察觉到了洞府外的阵法有异动，顿时眼前一亮，随即立刻停止了阵法运转，来到了洞府外。2位师姐大白天的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叶晨原本以为是端木迥，结果发现是红烛和竹青青，不由得有些疑惑地看着眼前2人，笑问道：“怎么，我们白天就不能来找你？”竹青青哼了一声，反问道。叶晨闻言连忙笑道：“2位师姐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我的大门永远为2位师姐敞开。2位师姐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的吗？”叶晨问道。我们修炼遇到了瓶颈，想要外出历练一番，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遇到什么机缘。红烛看着叶晨说道。历练一番也好，一直闭关修炼也不是办法。叶晨闻言点了点头，随即笑着说道：“2位师姐找我是想要让我给你们保驾护航，没问题，稍等几日，等我进入剑种，取了自己的剑之后，就陪你们外出历练。”叶晨拍着胸脯保证道：“有我在，2位师姐绝对安全，有你才不安全呢。”竹青青白了叶晨一眼，撇嘴说道。红烛则是开口说道：“我们也不能一直靠你保护，我们也是要自己独当一面。那好吧，不过2位师姐不用跟我客气，若是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尽管开口。”叶晨十分诚恳地说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哼，就是嘴上会说。竹青青哼了一声，既然2位师姐要外出历练，那我们就不知道多久才能再见面，今天就先别走了，我们不醉不归，正好火焰狮子和绿鳞蟒的肉还剩下一些，都给他吃了。叶晨笑着说道。竹青青闻言顿时双眼放光，抿着嘴角说道：“我就是奔着火焰狮子肉来的，赶紧架火开烤。”好嘞，这就开始烤。叶晨闻言眼前一亮，轻车熟路的开始烤肉。3人把酒言欢，一直从中午喝到了晚上，天都黑了，3人这才醉醺醺的朝着叶晨的洞府走了进去。叶晨揉了揉自己的腰，然而一看到脱了衣服如此娃娃一般白皙的竹青青，加上扭动着纤细腰肢跪在那里的红烛，叶晨当场就气血上头，不去考虑任何事情，什么腰疼不腰疼，只要腰没断就得上。这种场景若是还能把持得住，那他就不是个男人了。今晚就让你知道我们2个的厉害。竹青青和红烛直接朝着叶晨扑了过去，3人激战在了一起，又是疯狂的一夜。而这一次状态没有彻底恢复的叶晨，没能坚持到清晨就败下阵来了，眼中满是得意之色。不行了，真的是一滴也没有了。叶晨躺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即便是先天剑体的他也经不住这么疯狂的战斗。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随即撇嘴说道：“你也不行啊，还以为你每次都那么猛呢。”叶晨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道：“这次我状态不佳，等我调整好状态，下次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叶晨说完话，搂着红烛和竹青清沉沉地睡了过去，一直到第2天的中午，这才缓缓睁开了眼睛。叶晨伸了个懒腰，还是觉得有些疲惫，这次消耗实在是太大了，得好好养精蓄锐。不过一想到阴阳造化鼎中又多了600造化之力，已经积攒了2950造化之力，再疲惫都是值得的。叶晨也不清楚2人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不过他没想到2位师姐竟然如此要强，连自己陪同都需要。叶晨师弟，你回来了吗？由于红烛和竹青青离开洞府，导致叶晨洞外的阵法暂时关闭了，一道声音从门外响起。叶晨闻言顿时眼前一亮，真是盼什么来什么，这个声音不是别人，正是端木迥。叶晨立刻穿好衣服走了出去，看着眼前一袭火红色衣服身材火爆的端木迥，叶晨不由得咽了口水，
眼睛忍不住朝着他身前看了过去。师姐，你终于来了，我可是在这里等你等得好苦啊。叶晨连忙说道，我还以为你是言而无信之人，愿赌不服输，不来找我了呢。叶晨笑着说道，看来是我太心急了，忘了端木师姐身上有伤需要休养的事情了。端木炯闻言皱着眉头说道，我身上的伤并不重，早就好了，再说当晚就来找过你，在你这洞府外面叫了很久，你都没有出来，我以为你是在拿我寻开心，跟我开玩笑。端木炯沉声说道，这种大事我怎么会跟师姐你开玩笑呢？叶晨闻言连忙说道，我只是当天晚上临时有事，根本没在宗门。那我不管，反正我来过了，是你自己没有把持住机会，不能算是我言而无信。端木炯得意的笑道。叶晨闻言一脸懊恼的说道，你不能这样算啊。端木炯看着叶晨懊恼的样子，噗呲笑出了声，边笑边说道，那就要怪你自己了，反正跟我没有关系，我来找你是大长老让我通知你，跟我去天剑峰找见他，大长老要带我们去剑冢。端木炯面带笑容的看着叶晨，正色道，去剑冢。叶晨闻言顿时眼前一亮，一扫之前的懊恼，这可是他一直想要去的地方，这一次一定要从其中找出一柄好剑。师姐，要不今晚怎么样？今晚你来找我，我们重新履行一下赌约。叶晨不死心的看着端木炯笑问道。不要。端木炯直接摇了摇头，当场拒绝了叶晨。叶晨闻言有些无奈的说道，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去找你。做梦。端木炯哼了一声，随即没好气的白了一眼说道，这是谁去找谁的问题吗？别在这里废话了，赶紧跟我去见大长老。端木炯哼了一声，随即不去理会叶晨，转身朝着天剑峰的方向飞了过去。叶晨见状有些无奈的叹了口气，随即御剑追了上去。天剑峰，天剑大殿。此刻的大殿内，大长老等人已经到齐了，只等叶晨的到来。叶晨跟随着端木炯一起来到了大殿之中，冲着大长老施礼道，见过大长老。你来了。大长老面带笑容的点了点头。叶晨师弟来了，我们可都等你了。沙明之在一旁笑着说道。杨淼面带微笑的冲着叶晨点了点头，徒儿则是握着拳头朝着叶晨的胸口砸了过去，只是这一拳并没有用力，上一次都没来得及好好谢谢你，你这家伙真是太厉害了，好在有你在，否则今日我们也没有这个机会能够进入剑冢。徒儿声音洪亮的说道。叶晨笑着说道，我身为天剑圣地的弟子，自然要为宗门荣誉而战。说得好。大长老满意的点了点头，忍不住夸赞道，若是人人都像你这样想，我们天剑圣地何愁不崛起。谭卢在一旁看着叶晨，寡言少语的他这一次也没有说话，只是冲着叶晨微微点头示意，既然人已经到齐了，那我们就走吧，带你们去剑冢。大长老笑着说了一句，随即带着众人离开了大殿，直奔着剑冢的方向飞了过去。其实天剑峰都不是整个天剑圣地的最中心，我们天剑圣地最中心位置就是剑冢所在的位置。大长老一边飞一边讲述道，据说剑冢内藏剑上千，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叶晨好奇地问道，当然是假的了。大长老闻言呵呵一笑道。叶晨闻言顿时一脸的失望，没想到这竟然是假的。大长老紧接着说道，剑冢内的藏剑不计其数，具体多少我也不清楚，总之不可能是上千，那太少了，最少也要上万。什么？叶晨闻言顿时大吃一惊，一脸震惊地看着大长老，原本以为剑宗藏剑上千都够多了，结果竟然是上万，这完全出乎了叶晨的预料。大长老呵呵一笑道，不用这么惊讶，我天剑圣地传承上万年之久，虽然现在没落了，但曾经那也是辉煌过，乃是真正的圣地，剑冢一直传承至今，其中藏剑乃是历代长老弟子们的佩剑，上万都说少了，到时候进去你自己看就清楚了。大长老沉声说道。原来如此。叶晨闻言点了点头，心中对于剑冢也是更加期待。叶晨等人在大长老的带领下来到了剑冢外面，大长老指着前方的一处山谷说道，这里便是剑冢，我们天剑圣地的禁地。剑冢四周有4座山峰，分别有1名长老镇守，4人掌控着大阵看守着剑冢。大长老沉声说道，未经允许而擅自闯入剑冢，会被4大长老发现，后果很严重。沙明之闻言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剑冢可是天剑圣地禁地，他们都清楚，谁也不敢擅自闯入其中。大长老看了眼沙明之，笑着说道，有我在这里，不用怕，你们现在从外面看到的样子并不是剑冢真实的样子，等你们进去就知道了。大长老笑着说道，为了安全起见，你们一次只能进去1个人，至于进去能够坚持多久，取到什么剑，那就要看你们的造化了。剑冢之中的剑从宝器到灵器几乎涵盖了所有等级，取出什么级别的剑就看你们自己了，最好的剑不一定适合，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大长老淡淡的说道。叶晨等人闻言顿时眼前一亮，毕竟他们手中的剑都是宝器级别的佩剑，若是能够取到1柄灵器级别的佩剑，那可就赚大了。毕竟灵剑那可是可遇不可求，即便是最低级的灵剑，那也不是宝器可以相提并论的，二者之间乃是云泥之别。众人开始在心中盘算着如何才能从剑冢之中得到灵剑。对了，按照规矩，从剑冢之中取出1柄剑之后，需要放进去1柄剑。大长老在一旁提醒道。叶晨等人闻言点了点头，为了你们相互之间不受影响，还是一个一个来吧，谁先来？大长老看着叶晨6人，开口询问道。我先来。沙明之第一个站了出来，满脸笑容的说道，我先来为大家探探路，
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那好，你先去吧。大长老点了点头，随即一挥手，眼前被树木遮挡的山谷露出了一条林荫小路。沙明之有些激动地走了过去，沿着林荫小路走入山谷之中，仅仅只是往前走了几步，就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叶晨等人清楚，这是被阵法给遮掩住了，他们从外面看不见里面的情况。端木迥则是忍不住开口说道：“他倒是很聪明，先进去可以先选，若是有好东西，他就有机会第一个得到。他那是为我们探路，你不要污蔑他。”杨淼在一旁反驳道：“用他探路？”端木迥哼了一声，大长老则是开口说道：“不用争吵，进去的顺序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件种之中的剑不是谁都能够取走的，要看缘分。机缘二字有时很玄妙，不是争抢就能够争到的。”大长老笑着说道。一刻钟之后，沙明之从剑种之中走了出来，整个人看起来脸色有些发白，嘴角还有血迹。怎么回事？你在里面遇到危险了？这剑种之中还有危险不成？杨淼见状立刻迎了上去，一脸担忧地看着沙明之，关切地问道。沙明之摇了摇头说道：“我没事，不过是一点小伤罢了，不碍事。这剑种之中充斥着无尽剑气，要小心了。不过走得越远，能够遇到的剑也越好。”沙明之提醒道。“那你这伤？”杨淼疑惑地问道。“我为了一柄灵剑，想要强行闯过去，结果被剑气震伤了。”沙明之一脸无奈地说道。“这是你得到的剑？”杨淼看着沙明之手中拿着的剑，好奇地问道。沙明之笑着点了点头说道：“不错，这是我得到的剑，算是极品宝器，可惜不是灵剑，不过也很好了。毕竟我之前那柄剑只是中品宝器而已。”沙明之心满意足地笑道。“下一个谁来？”大长老看着剩下的4人问道。“我去。”杨淼开口说了一句，随即直接朝着剑种之内走了进去。杨淼这次进去的时间与沙明之差不多，同样是1刻钟左右的时间从剑种之中走了出来。不过杨淼看起来气色并没有什么变化，很明显并没有受伤，手中也多出了一柄长剑。“怎么样？”沙明之立刻迎了上去，满脸关心地看着杨淼，开口询问道：“怎么样？”“还好，只是我也没有得到灵剑，这柄剑只是极品宝器。”杨淼有些遗憾地说了一句。“好了，下一个是谁？”大长老看着剩下的叶晨等人问道。叶晨倒是不急，看向了一旁的端木迥师姐，笑道：“师姐你去吧。”正有此意，端木迥点了点头，随即直接朝着剑种内走了进去。端木迥这一次进去的时间比较长，足足半个时辰才从里面走出来。此刻的端木迥脸色有些发白，不仅嘴角有血迹，身上的衣服也被剑气划开了几道口子，皮肤也被剑气划开，好在只是皮外伤，并没有伤到筋骨。端木迥看着有些狼狈，但整个人的眼神却是显得异常的兴奋，手持着一柄火红色的长剑，嘴角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端木师姐受伤这么严重？叶晨有些诧异地看着端木迥，立刻上前关心道：“师姐怎么样？还好吗？”“没事，一点小伤罢了。不过我可是得到了一柄不错的剑。”端木迥说着晃晃了晃手中的长剑。“这是？”叶晨等人一脸疑惑地看着这柄剑，能够看出来这柄剑的材质很不错，气息也很强。难道这柄剑是灵器？杨淼有些不愿意相信地问道。“是也不是。”端木迥沉声说道。“究竟怎么回事？”沙明之好奇地问道。他能够察觉到端木迥手中这柄剑比他的剑要强，比极品宝器还强，难道还不是灵器？大长老在一旁解释道：“这柄剑之前是灵剑，只是剑身之中的剑灵被毁了，现在只剩下了空壳。若是有机会补上剑灵的话，这柄剑还会成为灵剑。即便现在缺少剑灵，也依然比宝器强了很多，也算是不错。”原来如此。沙明之和杨淼等人闻言，这才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为何端木迥会如此高兴了。原来这柄剑之前是灵剑。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便现在没有了剑灵，那也比宝器强了很多。下一个谁去？大长老看着叶晨3人问道。“我来。”徒儿笑着说了一句，紧接着直接朝着剑种之中走了进去。徒儿这一次进去的时间比端木迥还要长，快1个时辰才从里面走出来。只见到徒儿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一个乞丐一样，浑身上下的衣服已经被剑气割破，变成一条一条的破布条，浑身布满了剑伤。徒儿手中拎着一柄剑，这柄剑的气息很平常，看起来就不是灵气，只是宝器级别。“你这家伙在里面那么长时间，就只拿出一柄宝器？”沙明之有些诧异地看着徒儿说道。徒儿嘿嘿一笑说道：“这里面剑气纵横，正好可以用来磨砺我的肉身，我忍不住在里面修炼了一下。至于剑嘛，我随手取了一柄极品宝器，比我之前的那柄剑好就行，反正我也不怎么用剑。”徒儿满不在乎地说道。“你可真是一个人才，在剑种内借助剑气修炼，当真是只有你能够干得出来。”沙明之忍不住吐槽道。大长老没有说什么，看向一旁的叶晨和谭卢问道：“剩你们2个了，谁来？”叶晨微笑着对谭卢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谭卢也不客气，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直接朝着剑种内走了进去。不知道谭卢师兄能够在里面坚持多久，能够走多远？杨淼有些好奇地看着剑种，喃喃自语地说道：“谭卢师兄实力比我们强，在里面坚持的时间肯定更长，能走得更远，说不定能够拿出一柄灵剑出来。”沙明之开口说道。众人都以为谭卢在里面待时间会长一些，然而谭卢不到1刻钟的时间就从里面出来了，用的时间反而是最短的。众人纷纷好奇地看向了谭卢手中的剑，很明显这柄剑不是之前那柄佩剑。
只见到谭卢怀中抱着的这柄剑，而这柄剑的剑身之上散发着强烈的剑气。这是灵剑？沙明之瞪大了眼睛，咽了口水，开口询问道。谭卢点了点头，说道：人阶低级灵剑，寒霜剑，竟然真的是灵剑！沙明之等人闻言，顿时眼前一亮，一脸羡慕地看着谭卢怀中的寒霜剑，杨淼甚至伸出手想要摸一下，然而刚伸出手，就被寒霜剑上释放出来的剑气给震退了一步。谭卢冷声说道：别碰我的剑，不碰就不碰，有什么了不起的？杨淼哼了一声，有些嫉妒地撇嘴道：不错，没想到你得到了寒霜剑，很适合你。大长老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看向了一旁的叶晨，笑道：就剩你了，去吧。叶晨点了点头，随即朝着剑冢内走了进去。叶晨倒是对这剑冢有些期待，毕竟谭卢可是从其中拿出了一柄灵剑，自己怎么也不能比他差。叶晨穿过小路，走了几步之后，眼前的景色突然间发生了转变，从之前的树林变成了一处山谷的两侧峭壁，仿佛是有人一剑将这里展开，形成了一条很长的峡谷，而两侧峭壁之上则是密密麻麻的插满了剑。由于有阵法遮挡，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这里面的景象，只有走进来才能够真正见到。叶晨粗略地看了一眼，这些剑最起码也有上万柄，一想到自己之前说怎么也有上千柄剑，叶晨忍不住心里发笑，自己还真是太没有见识了。剑冢之中的剑，那倒是历代天剑宗长老弟子们的佩剑，这些长老弟子们身死之后，佩剑会葬在这剑冢之中，当作纪念，也给后人一份机缘。叶晨往前迈了一步，踏入了峡谷之中。这峡谷并不是很长，看起来也就只有100米的距离而已，而峡谷之中散发着凌厉剑气。叶晨刚刚迈入其中，迎面就是一道剑气朝着他冲击了过来。叶晨见状倒是没有畏惧，随手一道剑气释放出去，就将这道剑气给抵挡了下来。这道剑气的威力顶多只有先天境一重剑修的一击，对于叶晨构不成任何威胁。而叶晨也看不上两侧峡谷上插着的剑，毕竟他来这里是奔着传说中的名剑而来。传说天剑圣地有4大名剑，一柄在宗主的手中，一柄在圣女的手中，还有一柄遗失了上千年，始终没有找回来，还有一柄则是在剑冢之中，至今都没有人能够从剑冢之中将其带出来。叶晨身为先天剑体，自然是想要进去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带出来这柄传说中的名剑。打定主意的叶晨根本不去理会四周的剑，迎着剑气朝着峡谷深处走去。峡谷之中不断有着剑气形成的罡风朝着叶晨这边刮来，罡风有强有弱，其中蕴藏的剑气同样如此。不过这些剑气在叶晨面前根本不够看，叶晨甚至都不需要出手，凭借着身法就轻松躲过了这些剑气，顺利来到了峡谷的另一侧。走出峡谷的叶晨只感觉眼前豁然开朗，整个山谷都尽收眼底。而在这山谷之中，地上密密麻麻的插着一柄柄宝剑，数都数不清。有的宝剑已经由于年代太过久远，摆放的时间太长，剑身已经生锈，更是有的剑已经锈成了破铁片。而有的宝剑则是光洁如新，其上泛着逼人寒光。有的宝剑剑身之上散发着凌厉剑气，让人无法靠近。叶晨一步迈出，真正迈入山谷之中，下一刻，只见到山谷之中的那些宝剑开始颤鸣不止。一时间，整个山谷发生了异动，无数柄宝剑颤鸣不止，剑身之上更是释放出了剑气，最终剑气汇聚于一处，在山谷之中形成了剑气风暴。这一刻，整个剑冢之中剑鸣如龙吟，剑气冲九霄。怎么回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剑冢之中如此大的动静，就连外面的大长老等人也察觉到了。大长老顿时皱起了眉头，朝着远处大声询问道：叶晨在里面干了什么？怎么弄出这么大的动静？端木迥皱着眉头，一脸疑惑地问道：这家伙总是能做一些让人震惊的事情出来。杨淼在一旁淡淡地说道：剑冢内剑气暴动，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们也不清楚，不过那名弟子暂时安全。一道苍老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正是看守剑宗的长老。大长老闻言这才松了一口气，想必是叶晨的先天剑体引起了剑冢之中的剑气共鸣。大长老心中也满怀期待，不知道叶晨能不能取走那柄剑。剑冢内，叶晨看着眼前的剑气风暴，却是并没有慌张，因为他察觉到这些剑气并没有敌意，剑气在四周盘旋，没有一道剑气攻击他。伴随着叶晨朝着剑冢深处走去，四周剑气开始逐渐平息，插在地上的灵剑剧烈颤动，紧接着主动从地上拔地而起，化作一道流光朝着叶晨这边飞了过来。叶晨站在原地没有动，眼睁睁地看着距离自己最近的这柄灵剑飞过来。灵剑快速飞到叶晨面前，紧接着悬停在了叶晨的眼前，像是讨好叶晨一样，绕着叶晨转圈飞。人阶低级灵剑不是我的目标，不要。叶晨摇了摇头，当场拒绝了这柄主动飞过来的飞剑。这柄飞剑不甘心的在叶晨面前飞了飞，然而还是被叶晨随手一挥，弹飞了出去。飞剑无奈之下只能重新插回了地上。紧接着又是第二柄飞剑，第三柄飞剑，一柄接着一柄飞剑从四面八方朝着叶晨这边飞了过来，纷纷围绕着叶晨快速飞行。叶晨像是在选妃子一样，挑选着眼前这些飞剑。人阶低级灵剑都说了不要，走开。人阶中级灵剑也不行，不要。人阶高级灵剑可以考虑一下，不过也不行。那边有地阶灵剑。叶晨一边挑选一边挥手，
没被选中的飞剑，很识相的重新飞了回去。叶晨打量着眼前10几柄飞剑，十分硬气的说道：“换一批。”这批飞剑无奈之下只能离去，重新插回原位，等待着有缘人的挑选。下一刻，又有一批飞剑朝着叶晨这边飞了过来，等待着叶晨的挑选。然而叶晨还是不满意，挥了挥手，示意再换一批。这一幕若是被外人看到的话，恐怕会惊掉下巴。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灵剑，费尽千辛万苦都得不到的灵剑，在叶晨这里却是唾手可得。然而即便是如此，叶晨却是根本看不上在这里挑肥拣瘦。叶晨一连换了几批，都没有找到他想要的那柄剑，索性直接运转体内先天剑气，将先天剑体彻底激活，完全释放体内剑气。磅礴剑气从叶晨体内释放了出来，瞬间弥漫全场，朝着四周的飞剑冲击了过去。四周的飞剑察觉到了叶晨的剑气，纷纷颤鸣不止，与叶晨的剑气交相呼应。叶晨的先天剑体在这一刻彻底与剑种内的藏剑形成了共鸣。叶晨则是一步一步朝着前方走去，一直走到了剑种最中心的位置，在跨越了无数柄剑之后，来到了中间的一处巨石前。这块石头之上插着一柄剑，剑身完全插在了石头之中，只剩下剑柄露在外面。在这柄剑的身边则是有着3个孔，很明显那是另外3柄剑所在的位置，只不过已经被人给取走了。叶晨看着这柄剑，心想还挺高冷，整个剑种内的剑都颤鸣不止，想要成为他的配剑，只有这柄剑没有任何动静，像是陷入了沉睡。不过这柄剑也没有释放出强大的剑气来排斥叶晨，只是静静地插在石头之中，没有任何反应。叶晨也不废话，抬手握住了剑柄，手臂用力，准备将这柄剑从石头之中拔出来。然而让叶晨没想到的是，不管他用多大的力量，这柄剑竟然纹丝未动。叶晨见状皱起了眉头，竟然没拔出来，这倒是让他有些意外。叶晨顿时收敛四周剑气，体内剑气也施展到了极致，剑气凝聚于右手手掌之中，直接朝着这柄剑灌输了过去。这柄剑像是无底洞一般，在那里疯狂地吞噬着叶晨体内的剑气。叶晨也不服气，体内剑气源源不断地朝着其中灌输过去。好在叶晨乃是先天剑体，体内修炼出来的先天剑气十分庞大，源源不断地为叶晨提供剑气，任凭这柄剑如何吞噬，都无法抽干叶晨。若是换成别人的话，即便是先天境9重的剑修，恐怕也会被抽干了。足足过了1刻钟，石头中插着的这柄剑突然间颤动了一下，紧接着就听到了一声剑鸣声传来，其声犹如龙吟，震耳欲聋。这一声剑鸣传出，剑种内的其他剑瞬间安静了下来，整个剑种只有这一道剑鸣。叶晨见状，顿时眼前一亮，随即手上用力，将这柄剑缓缓从石头之中拔了出来。这柄剑被拔出来之后，剑身剧烈颤抖，紧接着直接挣脱开叶晨的手掌，朝着远处快速飞去。这柄剑就像是被困许久的孩子，终于被释放了出来，开始在剑种内上下翻飞，欢快不已。飞了片刻之后，这柄剑重新飞回叶晨的面前，悬浮在那里，等待着叶晨握住它。叶晨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伸出手握住了这柄剑的剑柄，伸出手摸了摸这柄剑的剑身，剑身顿时颤动了一下，仿佛在回应叶晨。紧接着叶晨的手指被剑刃划破，鲜血滴落在剑身之上，紧接着直接被剑身吸收，滴血认主。下一刻，叶晨与这柄剑取得了联系，而这柄剑正是天剑圣地4大名剑之一，地阶极品灵剑斩天剑。叶晨有些激动地抚摸着斩天剑，心满意足地笑道：“以后你就是我的本命飞剑了。”斩天剑闻言显得十分激动，颤鸣不止。叶晨随手将腰间的清风剑给拔了出来，紧接着将斩天剑给插了回去。正好，叶晨拍了拍腰间的剑鞘，笑了笑，随即拿着清风剑朝着外面走去。等走到峡谷峭壁中的时候，这才随手将清风剑插入峭壁之中，留在这里等有缘人吧。叶晨淡淡的说了一句，随即径直走出了剑种。从叶晨拔出斩天剑的那一刻，剑种内就变得异常安静，直到叶晨走出剑种，剑种才重新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剑种外的众人一直在耐心的等待着叶晨从里面出来，他们也很想知道叶晨能够从其中得到一柄什么样的剑。谭卢从其中得到了人阶低级灵剑，叶晨的实力比谭卢要强一些，想必最差也会得到一柄人阶低级灵剑。我觉得叶晨师弟肯定能够得到一柄灵剑，就是不知道会是什么品剑。杨淼在一旁盯着剑种的方向沉声说道，估计是人阶低级灵剑，跟谭卢师兄的差不多。端木炯在一旁开口说道。沙明之则是摇了摇头说道，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人阶中级灵剑，甚至人阶高级灵剑也说不定，毕竟剑种内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不可能只是人阶低级灵剑。一旁的众人闻言也都点了点头，觉得沙明之分析的很有道理，等他出来就知道了。端木炯有些不相信的说道，他的实力确实比较强，不过剑种内充斥着灵力剑气，他走不多远。端木炯此刻心情不是很好，原本以为自己这柄剑就很不错了，没想到谭卢竟然拿出了一柄灵剑，这让他羡慕不已。而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叶晨从剑种之中走了出来。由于叶晨将斩天剑收入剑鞘之中，加上斩天剑认主之后气息内敛不催动的情况下，与普通的宝器一样，看不出任何区别。出来了，出来了！众人顿时激动不已，
纷纷朝着叶晨看了过去。当看到叶晨腰间依然挂着那柄剑的时候，众人顿时一脸的疑惑，心想叶晨竟然失败了，难道他没有从剑种之中得到灵剑？那为何弄出那么大的动静？不过叶晨出来的时间也很快，倒是让众人觉得有可能没有得到好的剑，所以叶晨没选。然而当大长老看到叶晨腰间斩天剑剑柄上的斩天二字之时，顿时浑身一颤，整个人瞪大了眼睛，眼中满是震惊之色。不过紧接着就被激动给取代了。大长老激动得热泪盈眶，没想到斩天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主人，天剑圣地又出示了一柄名剑，还是4大名剑之中威力最强的一柄，实在是太好了。叶晨师弟，你没有从里面得到合适的配件？沙明之一脸疑惑地看着叶晨问道。端木迥等人也是满脸好奇地盯着叶晨，叶晨则是笑着拍了拍腰间挂着的斩天剑，说道：得到了，这柄剑就是我从剑种之中得到的，以后就是我的本命飞剑了。本命飞剑如此草率的吗？沙明之一脸诧异地看着叶晨说道，剑修的本命飞剑可是十分重要的，叶晨师弟还是要慎重选择。这我当然知道，不过这柄剑我很满意。叶晨笑着说道。快拔出来让我看看。大长老十分激动地看着叶晨，有些急切地催促道。斩天剑已经有太多年没有出现过了，以至于大长老都忘记斩天剑的样子了。一旁的众人见状有些诧异地看着大长老，不明白大长老为何如此激动。叶晨闻言立刻将斩天剑给拔了出来，拿在手中随意地挥动了2下，笑道，这就是了。没错，就是他，我们天剑圣地4大名剑之一的斩天。真是没想到有生之年竟然见到了斩天剑出世，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见到4大名剑齐聚的场面。大长老此刻显得十分激动，眼睛都湿润了。什么？斩天剑？这柄剑是传说中的斩天剑？天剑圣地4大名剑之一，地阶极品的灵剑斩天剑。在场的众人闻言彻底的愣住了，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叶晨手中的斩天剑，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柄看起来不起眼的剑竟然就是传说中的4大名剑之一的斩天，这怎么可能？众人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没想到叶晨竟然从剑种之中取出了斩天剑，这可是只存在于传说之中，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名剑，没想到就这么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了。快让我摸一摸，我想要看看这斩天剑到底是什么手感。沙明之立刻上前想要亲手摸一下斩天剑，然而他刚刚靠近斩天剑就被一道剑气给震退了10几步，险些被剑气震伤。沙明之顿时大吃一惊，这才想起来灵剑有灵，不是剑主很难接近。端木迥此刻也是满脸羡慕地看着叶晨，没想到叶晨竟然将斩天剑取了出来，真不愧是先天剑体。甚至就连始终没有什么表情的谭卢此刻也是死死盯着叶晨手中的斩天剑，眼中满是羡慕之色。没办法，斩天剑可是天剑圣地所有弟子们的梦中情剑，没想到被叶晨给取了出来。好了，这件事情最好不要宣扬出去，毕竟斩天剑事关重大，一旦被有心人知道的话，可能对叶晨不利。大长老在一旁提醒道。是。众人闻言纷纷点头。你既然得到了斩天剑的认可，那就努力修炼，争取将斩天剑发扬光大，重现其昔日的风采。大长老满意的拍了拍叶晨的肩膀，满怀期待的说道。不过最主要的是守护好这柄剑，如此名剑在你手中，难免会有人觊觎，千万要小心行事。大长老告诫道。叶晨闻言点了点头说道，弟子明白，肯定会保护好斩天剑，毕竟这可是我的本命飞剑。斩天剑毕竟是身外之物，你自己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大长老沉声说道。好了，既然都取到适合自己的配件了，那就回去吧，回去努力修炼，争取早日突破。大长老笑着说了一句，随即带着众人起身离开了剑冢，返回了天剑峰。回到天剑峰之后，原地解散，众人相继离去。叶晨则是追上了端木迥，满脸微笑的看着他说道，端木师姐，是不是该履行我们之间的约定了？若是你不想去我那里的话，洗干净等我，今晚我去找你。叶晨坏笑着说道。端木迥闻言则是满脸羞红的白了叶晨一眼，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只是径直朝着自己的洞府飞了回去，留下一脸疑惑的叶晨在那里猜测端木师姐到底是什么意思。想了一下之后，叶晨顿时眼前一亮，嘴角泛起了一丝淫笑，心想端木师姐虽然没有答应，但也没有拒绝，既然没有拒绝，那就是答应了。不管怎么样，今晚去试试。叶晨回到住处之后，直接开始祭炼斩天剑。现在的斩天剑只是滴血认主了，想要让其成为自己的本命飞剑，还需要重新用精血祭炼一番。这个过程有些缓慢，比较消耗气血，不过叶晨倒是也不着急，配合上自己的先天剑体，要不了多久就能够完成祭炼，让其成为自己的本命飞剑。不过当叶晨真正开始祭炼，发现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一直到了晚上也才完成了一半。叶晨见天夜已晚，立刻停止了祭炼斩天剑，起身收拾好了之后，离开了自己的洞府，直奔着端木迥的洞府飞了过去。丹峰，叶晨也是第一次来，在丹峰晃悠了许久，这才找到端木迥的洞府。师姐，我来了。叶晨站在端木迥的洞府前，冲着端木迥的洞府内喊了一句，不过紧接着就想起来这里有阵法隔绝，内外听不到动静。叶晨索性直接朝着洞府走了过去，站在门外用力敲门，同时触发了阵法。
洞府内的端木迥自然是察觉到了外面的异动，一开始还有些犹豫害羞，不过若是继续让叶晨这么下去的话，恐怕得将他的洞府给砸了。叶晨弄出的动静越来越大，再不让他进来的话，就会被别人听到了。想到这里，端木迥立刻打开了洞府的大门，将叶晨给放了进来。叶晨进门之后，脸上露出了一抹坏笑，眼睛则是一直在端木迥的脸上和身前扫视。没办法，实在是太大太吸睛了，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再看把你眼睛挖掉。端木迥冷哼了一声，狠狠瞪了叶晨一眼，威胁道。叶晨嘿嘿一笑道，没办法，实在是师姐你太迷人了，快师姐让我检查检查，你白了吗？叶晨色眯眯地盯着端木迥，坏笑着问道。你滚，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端木迥白了叶晨一眼，随即冷声说道，我可没说答应你。那师姐你还将我给放进来了，你这不是引狼入室吗？叶晨嘿嘿一笑道。端木迥则是沉声说道，我那是怕你在外面弄出太大的动静，被别人给发现了就不好了，让你进来只是我想要近距离看看斩天剑，想要摸一下它。端木迥沉声说道，我身上有个比斩天剑还要吸引人的东西，摸完之后再摸斩天剑也不迟。叶晨坏笑着说了一句，随即立刻上前一把将端木迥给搂在了怀中，不给端木迥逃跑的机会。你快放开我，你这个流氓大色狼！端木迥羞红着脸不敢看叶晨，只能用小拳头无助的在叶晨的肩膀上捶打。我就是色狼，是师姐你自己引狼入室。叶晨嘿嘿一笑，随即直接将端木迥给拦腰抱了起来，大踏步的朝着端木迥洞府深处走去。端木迥在叶晨的怀中还在挣扎，只是挣扎的力道不是很大，反倒是让叶晨越来越兴奋。叶晨坏笑着将端木迥放在了床上，随即直接扑了上去。端木迥轻声说了一句，随即也不再反抗，而是逐渐开始回应了起来。二人在床上不断的翻滚，叶晨身上的衣服早就被他脱光了，甚至端木迥都没有发现叶晨是何时脱的衣服。至于端木迥身上的衣服，在自己洞府之中本就穿的单薄，加上刚刚洗完澡不久的他，身上只有一层薄纱，外面临时穿的外套。叶晨将外套脱掉之后，里面就已经是一览无余了，薄纱非但遮不住身体，反而有种朦胧美，让人更加兴奋。叶晨迫不及待地压了上去，与端木迥激战在了一起。端木迥的洞府内声音逐渐变大，端木迥也从一开始的害羞开始变得逐渐放得开，最后彻底放飞自我，主动与叶晨交战，甚至在累了之后开始动用自己的巨大优势来与叶晨激战。叶晨也是第一次享受到了如此巨大的好处，实在是让叶晨一直爱不释手。二人激战了一夜，一直到清晨，叶晨这才搂着端木迥沉沉的睡去。二人这一觉直接睡到了傍晚，外面都快要黑天了，这才悠悠转醒。叶晨醒来之后，满脸得意地看着怀中的端木迥，经过昨夜的激战，阴阳造化鼎之中积攒了300造化之力，加在一起就是3250造化之力。端木迥睁开眼睛，打掉了自己身上的大手，风情万种的白了叶晨一眼，说道，都摸了一夜了，还没摸够。叶晨将手放了上去，一边笑道，当然不够了，永远也摸不够，少来了，赶紧将斩天剑拿过来，让我摸一摸。端木迥翻了个白眼，没好气的说道。叶晨闻言心念一动，斩天剑直接从地上的剑鞘之中飞了出来，悬停在了二人的面前。让端木师姐摸一摸，你老实点。叶晨警告道。斩天剑点了点头，随即来到了端木迥的面前，横在其面前。灵气就是好，这么有灵性，不像是我那柄剑，缺失了剑灵，没有了灵性。端木迥见状，顿时眼前一亮，一脸羡慕地看着斩天剑。端木迥十分激动地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朝着斩天剑摸了过去。哇，这就是传说中的斩天剑，真是没想到，有朝一日我能够亲手摸到斩天剑。端木迥一脸认真地看着斩天剑，一边抚摸，一边忍不住发出感叹，不知道我的剑什么时候能够生出剑灵，重新成为灵剑。端木迥有些期待地说道。叶晨手上一边揉捏着，一边笑着说道，放心吧师姐，找机会我一定帮你把这柄剑给重新打造成灵剑。真的？端木迥闻言顿时眼前一亮，十分兴奋地看着叶晨问道，你还懂炼器？那倒是不会，不过我有办法，相信我。叶晨笑着拍了拍端木迥的俏脸，我听说抓一只实力强大的妖兽，可以将其魂魄收入剑中，成为剑灵，有机会去抓一只就好了。叶晨沉声说道。抓一只妖兽谈何容易，要知道那妖兽的实力弱，无法成为剑灵，而实力强大的妖兽我们根本不是对手，别说抓其当剑灵了，我们去只能是送死，给人当晚餐。端木迥十分无奈地说道。没事，我会想办法的，这件事情交给我，保证让你这柄剑成为灵剑。叶晨拍着胸脯保证道。端木迥一脸狐疑地看着叶晨，看到叶晨如此认真诚恳，随即点了点头说道，我相信你，若是你真给我弄好了，有奖励哦。端木迥说着话在叶晨的身上蹭了蹭，在叶晨的耳边吐着香气。叶晨顿时气血上冲，就想要翻身将端木迥压在身下，不过却是被端木迥给用力推开了。不行，我不来了，太累了，你赶紧走吧。端木迥直接拒绝了叶晨，下了逐客令。叶晨一脸的无奈，只能起身穿好衣服。不过离开之前，叶晨则是按照约定拿出了月华草，笑着说道，师姐这月华草给你，你留着炼丹用吧。真的舍得给我？端木迥见状顿时眼前一亮，目光瞬间被月华草吸引，
盯着月华草说道：“这可是月华草，价值不菲。师姐说的是什么话？我岂会言而无信？”叶晨十分大气的说道：“说给你就给你，何况师姐你都跟了我了，我岂会亏待我的女人？别说是月华草了，以后得到更好的灵药，我也会给你拿来。”叶晨拍着胸脯说道：“呸！谁是你的女人？臭美！”端木炯闻言顿时俏脸通红，有些感动，但嘴上却是不承认。叶晨嘿嘿一笑道：“师姐累了一夜，你好好休息吧，我要回去闭关修炼去了。想我的话，随时来我的洞府找我，我的床又大又软。”叶晨坏笑着说道：“谁会想你？”端木炯哼了一声，俏脸微红。叶晨起身离开了端木炯的洞府，朝着自己的住处飞了回去。回到住处的叶晨也没有闲着，开始继续祭炼斩天剑。经过叶晨一天一夜的祭炼，终于将斩天剑给祭炼成功，成为了自己的本命飞剑。成为本命飞剑的斩天剑，犹如叶晨身体的一部分，如臂挥使，更是可以直接收入自己的丹田之中，随时祭出。叶晨心念一动，斩天剑就收入丹田之中，躺在先天剑气中央，被丹田内的先天剑气包裹，不断的淬炼。不错，叶晨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开始继续闭关修炼。他现在的修为境界还不够，还需要抓紧时间突破。趁着他的先天剑体在先天境内没有瓶颈，叶晨自然要抓紧时间修炼，追上那些修为比他高的人。只是没有了灵药加持，叶晨修炼的速度也变慢了许多，但相比较普通修士还是要快上很多，毕竟他是先天剑体。不过这速度叶晨也不满意，还是太慢。若是这么修炼下去的话，要多久才能达到先天境巅峰？更不要说突破金丹境了。无奈之下，叶晨先是将自己积攒的灵石拿了出来，先用这些灵石辅助修炼，等灵石用光了再想办法。有着灵石加持，叶晨房间内的天地灵气开始逐渐变得浓郁了你起来。叶晨运转养剑诀，开始疯狂地吸收灵石内的精纯灵气。伴随着叶晨不断的修炼，其体内灵力逐渐增多，丹田内凝聚出的先天剑气从一开始的7道逐渐变成了8道，这也代表着叶晨的修为成功突破到了先天境8种。只是这还远远不够，叶晨想要的是尽快突破至金丹境，毕竟苏苏那边可是很有可能比他先突破至金丹境。一旦苏苏突破了金丹境，那下一次相遇的话，叶晨还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而苏苏那个疯女人，叶晨觉得若是自己不是他的对手，他很有可能真的杀了自己，毕竟每次苏苏对他的杀意都是很真实的。然而伴随着叶晨修为越来越高，突破境界所需要的灵力也越来越多，即便是有着数百块灵石帮助，短时间内也无法快速突破，甚至一直到灵石都耗光了，叶晨的修为也只是停留在先天境8重巅峰，距离先天境9重还有一步之遥，更不要说突破金丹境了。叶晨看着空空如也的隐灵剑，一时间有些无奈了，这一次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能用的都被他给用了。就在叶晨一筹莫展，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之时，洞府外的阵法传来了异动，有人来找他。叶晨有些疑惑地关闭了阵法，结果就听到了红烛师姐的声音。红烛一脸焦急地冲着叶晨喊道：“叶晨，快出来，我有急事找你。”叶晨见状，立刻起身来到了洞府外，看着满脸焦急的红烛问道：“怎么了师姐？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跟竹青青外出历练，发现了一处秘境，那里面肯定有好东西，只是我们实力有限，走到一半就退了回来。我们想着找你跟我们一起进去，这样一来能更有把握一些。”秘境。叶晨闻言顿时眼前一亮，没想到自己这边刚瞌睡，红烛师姐就来送枕头，秘境之中肯定会有天才地宝，这种好事他肯定不会错过。竹青青师姐呢？她没跟你一起回来？叶晨一脸疑惑地看着红烛师姐问道。她在秘境入口处盯着呢，那处秘境暂时发现的人很少，不过要不了多久就会被众人知道，我们得赶紧过去。叶晨闻言点了点头，秘境中的宝物自然是先到先得，我们走。叶晨直接跟红烛一起御剑朝着天剑圣地外飞了出去。师姐，你御剑飞行的速度太慢了，还是我带着你飞过去吧。叶晨嫌弃红烛御剑飞行的速度太慢，索性直接搂住了红烛那纤细的腰肢，稍微一用力，将红烛抱起来放在了斩天剑上，御剑直奔着远处快速飞去。红烛也没想到，同样是御剑飞行，叶晨御剑飞行的速度竟然比他快了这么多，甚至是他的1倍不止，这速度实在是太惊人了。虽说修为越高，御剑飞行的速度越快，可这差距也太大了吧。殊不知叶晨御剑飞行速度快，根本不是因为修为高，而是他修炼的御剑术。叶晨闻言，红烛师姐身上传来的香味，搂着她那盈盈一握的纤细腰肢，一时间有些心猿意马，忍不住开口夸赞道：“师姐，你的腰好像又细了，是不是最近在外面累瘦了？等这次外出历练回去，一定要上我那里给你好好检查检查身体，顺便给你烤点妖瘦肉，补一补身子。”叶晨笑着说道：“你给我老实点，专心御剑飞行。”红烛俏脸通红，没好气的说道。叶晨闻言连忙说道：“我很专心的在御剑飞行了，比你御剑飞行快了很多，不是吗？那你还拿东西顶我？”红烛哼了一声，害羞的不好意思回头，大声质问道。叶晨闻言嘿嘿一笑，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情不自禁，情不自禁，没办法，谁让师姐你这么诱人，我们又靠得这么近，我难免会有所反应，毕竟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嘛。若是我没有反应，那才不对呢。”叶晨强词夺理的笑道。红烛闻言嘴角露出了一抹笑容，随即哼了一声说道：“老实点，
再乱动我给你那坏东西给切下来。叶晨闻言只觉得当下一紧，立刻停止了乱动，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搂着红烛朝着远处快速飞去。红烛掌控着方向，叶晨只管全力飞行，二人犹如一道长虹划破天际，快如流星，不到1个时辰的时间就飞到了秘境所在的位置——烈焰山脉。烈焰山脉中央有一座活火山，时不时的就会喷发一下，岩浆所到之处，将整个山脉都染成了红色，仿佛燃烧着烈焰。烈焰山脉之中生长着2品灵药火焰花，因此许多修士都前来寻找火焰花。这里也是附近许多修士的历练场所，来的比较多的是天剑圣地和天妖宗的人。毕竟烈焰山脉距离这2个宗门比较近，叶晨二人直接朝着烈焰山脉深处御剑飞了过去。还没等他们到地方呢，烈焰山脉中央的火山突然间发生了暴动，轰隆隆，轰隆隆，声声巨响传来，仿佛打雷一样，甚至整个烈焰山脉都开始剧烈颤动了起来。总是来这里历练的修士见状立刻明白了，这是火山要喷发了。火山喷发会有大量炙热岩浆流出来，最主要的是此处火山会喷出许多熔岩，熔岩之上燃烧着炙热火焰，直接被喷出数百米高，紧接着又朝着山脉各处砸落下去，仿佛天降陨石一般，威力更是堪比先天境修士一击。普通先天境修士都承受不住熔岩的威力，所以一旦火山开始喷发，众人就朝着烈焰山脉外围跑去，距离火山越远越安全。等到这一轮火山喷发结束之后，众人再进去寻找灵药。然而叶晨和红烛管不了那么多，趁着火山没喷发，先找到竹青青再说。二人加快了速度，朝着山脉深处飞去。不到片刻之后，就来到了红烛指定的地方。竹青青师姐呢？怎么没见到他人？叶晨有些疑惑地皱起了眉头。这里并没有发现竹青青的身影，不过倒是能够探查到一点他之前留下来的气息，证明他之前的确来过这里。会不会是他先进去了？毕竟这火山即将喷发了，他待在这里等着实在是太危险了。红烛说话间，用手指向了一旁的一处深坑。很有可能。叶晨点了点头，随即来到了一旁的深坑旁，低头朝着里面看去，却发现深不见底，什么都看不到。这里就是秘境入口？叶晨一脸疑惑地问道。红烛点了点头说道，是的，这里就是秘境入口，我们2个人也是误打误撞才发现的。当时火山喷发，我们没来得及跑出去，只能在这里躲避熔岩的砸落，结果碰巧见到熔岩砸在此处地上，将地面砸出一个深坑。我们2个人也比较好奇，就跳下去看看情况，结果发现里面别有洞天，竟然是一处秘境。红烛有些激动地说道，那我们先下去看看，估计竹青青师姐就在里面呢。叶晨点了点头，随即跟着红烛一起朝着洞口下方跳了下去。洞口很深，二人跳下去飞了足足有上100米，这才落在了地上。炙热的气息从远处扑面而来，顺着热气看过去，只见到地下有一条暗河从远处流淌过来，途径脚下不远处。而这条暗河之中流淌的并不是河水，而是岩浆，岩浆流动的速度并不是很快，朝着远处流去，一眼望不到尽头。那边有路，穿过去别有洞天。红烛随手指着岩浆流淌过来的方向说道。叶晨闻言点了点头，二人运转着体内灵力，抵挡着岩浆的热气，顺着岩浆河流逆流而上。不到片刻，转过了一个弯之后，前方豁然开朗，在这地下竟然还能有一处树林，这可真是太难得了。叶晨有些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一片树林，完全没想到这种场景会出现在地下100米深处，尤其是这四周还有着岩浆环绕，竟然让这里出现一片树林，实在是难得。叶晨和红烛一起飞过岩浆，来到了树林之中，沿着树林朝着深处走了过去。我跟竹青青之前来过这里，在这树林之中有着一只火焰狮子，我们怕不是其对手，所以才退了出来。红烛沉声说道。我们过去看看，若是遇到的话，直接斩杀了，回去烤着吃。叶晨笑着点了点头，二人加快了速度，朝着前方飞了过去。然而让他们有些意外的是，飞了片刻之后，眼前的树林竟然大面积的被摧毁了，四周还残留着强大的灵力波动，这是有人来过，还在这里发生了战斗。叶晨皱着眉头说了一句，随即立刻加快了速度，朝着前方飞了过去。他们怕竹青青遇到危险。然而刚刚飞出去没有多久，二人顿时停了下来，一脸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只见到火焰狮子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躺在地上，头和身子已经分开，仿佛是被人一刀给斩断了头颅，滚落在一旁。红烛见状顿时瞪大了眼睛，十分震惊地说道，好强的实力，竟然如此轻松将火焰狮子给杀了，看样子只是一招。叶晨点了点头，出手之人的实力最少也是先天境9重，否则不可能一招秒杀了火焰狮子。不知道竹青青怎么样，我们赶紧追上去看看吧。红烛有些担忧地催促道。叶晨应了一声，随手将火焰狮子的尸体给收了起来，随即加快速度朝着前方赶去。二人穿过树林之后，前方出现了一处广场，广场的尽头则是一块巨大的石壁阻隔着前路，石壁之上雕龙画凤，雕刻着许多妖兽，同时还有一些叶晨也看不懂的纹路。而在石壁的正中央有着一扇巨大的石门，石门足足有数丈高，看起来厚重无比。而在广场之上则是站着一伙人，这伙人一共6个人，竹青青赫然在列。是竹青青。红烛见状顿时眼前一亮，
随即十分激动地想要冲过去，然而却是被一旁的叶晨给拉住了。叶晨伸出一根手指放在自己的嘴前，对红烛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随即小声说道：“看看情况再说。”对面那5个人他们都不认识，叶晨自然不能让红烛贸然行事，尤其是竹青青看起来就像是被人给胁迫了，完全不是自愿，这5个人肯定不怀好意。叶晨仔细探查了一下这5个人的气息，发现这5名男子当中，1人是聚气境，3人是先天境，还有1名身穿黑袍的男子气息要更强，给叶晨一种十分危险的感觉。你回去叫人将这里出现秘境的消息散播出去，最好通知一下大长老。按照现在的情况，光是我们2个人的话，恐怕想要救出竹青青师姐都很难。叶晨分析了一下局势，随即立刻做出了判断。那你呢？红烛一脸担忧地看着叶晨问道。我在这里见机行事，若是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好出手救竹青青师姐。叶晨沉声说道。那你千万要小心。红烛看了眼远处的竹青青，又看了眼叶晨，随即转身离开，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天剑圣地报信。叶晨假装跟着红烛一起转身离开，走了一段距离之后，动用隐灵界隐匿了自己的气息，随即又悄悄地折返了回去，躲在暗中观察着这伙人。这伙人刚刚也察觉到了叶晨和红烛的气息，刚准备对2人动手，结果发现这2个家伙竟然转身跑了，真是2个胆小鬼，竟然被吓跑了。其中1名男子一脸不屑地吐槽道，那名黑袍男子则是冷声说道：“2只老鼠罢了，无妨，我们赶紧想办法打开这扇石门，这后面一定有了不得的宝藏。”刚刚他们已经施展全力朝着石门攻击了过去，奈何石门太过坚硬，任凭他们如何攻击，石门纹丝未动，蛮力突破不了石门，他们只能另外想别的办法。5个人开始朝着石壁走过去，仔细地打量着眼前巨大的石壁。说吧，这里要如何进去？据气境的那名年轻男子色眯眯地盯着竹青青，出声询问道。竹青青闻言连忙摆手，楚楚可怜地说道：“我哪里知道，我也只是偶然间发现了这里，在那里想着要不要进来，结果就被你们给抓到了。这么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了？那我留着你有什么用？”男子冷哼了一声，随即眼中闪过了一道寒光。竹青青闻言顿时神色慌乱，连忙说道：“我可是天剑圣地的内门弟子，你们若是杀了我的话，天剑圣地绝对不会放过你们。何况我师姐已经回去找帮手去了，若是她回来发现我不在的话，也一定会怀疑到你们的身上。你以为你搬出天剑圣地来，我们就会怕你们不成？”一旁的男子一脸不屑地看着竹青青，冷声说道：“不杀你也可以，美人长得这么漂亮，跟着我去一旁的树林之中，我们去玩玩怎么样？”年轻男子色眯眯的伸手要去摸竹青青的脸，竹青青下意识地向后退，想要躲开男子的手。这名男子看起来太令人恶心了，若不是有一旁的人在，凭他一个具气境修士，竹青青随手就杀了他。你给我老实点，现在是想这些的时候吗？赶紧过来找进去的办法，先打开这扇门，取出门口的宝藏，之后你爱干什么没人管你。一旁的男子忍不住开口说道。竹青青闻言松了一口气，暂时逃过一劫，只是等一下还是要遭遇毒手。竹青青心中不禁开始祈祷叶晨赶紧来救自己。叶晨在暗中观察，刚刚在那名男子准备动手的时候，叶晨就有些按耐不住，随时准备出手斩了那名男子。不过见到竹青青暂时安全，叶晨又忍住了。叶晨躲在暗处密切关注着这边的情况，只见到这5个人都在打量着石壁，寻找着石壁上的机关，看看能否从这里找到打开石门的方式。竹青青趁着这5个人将目光放在石壁上的时候，悄悄地朝着后面退去，一直退到广场的边缘，这才转身朝着树林之中飞了过去。他可不管那么多了，为了活命，只能趁着这个机会逃跑。至于能不能跑得掉，那就要看运气了。反正他不想坐以待毙。想跑，5个人立刻察觉到了竹青青想要逃跑。那名具气境男子顿时不干了，大喝了一声，朝着竹青青追了上去。另外1名男子见状也紧随其后，朝着竹青青逃跑的方向追去。具气境男子竹青青不怕，而其身后的男子实力比他强大，他不是对手，只能加快速度朝着远处飞去。然而让竹青青没想到的是，那名男子的速度比他快了许多，刚刚跑到树林深处，结果就被那名男子给追上了。男子拦住了竹青青的去路，冷声说道：“这里的消息暂时还不能泄露，你现在不能离开。”具气境男子从后方跑了过来，看着男子说道：“已将他的丹田给封住，让其无法调动灵力，我在这里看着他，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动作快点。”男子哼了一声，随即动用自己的灵力将竹青青的丹田给封住，让其无法调动灵力。一旁的具气境男子见状顿时眼前一亮，色眯眯地看着竹青青，舔着舌头说道：“美人，乖乖从了我吧，跟我走，别回天剑圣地那个破地方了，我保证不会亏待你。我警告你，不要碰我，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竹青青一脸害怕地看着眼前男子，色厉内荏的大声威胁道：“你怎么个不客气？我倒是想要领教领教。”男子嘴角挂着淫笑，紧接着朝着竹青青扑了过去。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寒光一闪，男子顿时被摸了脖子。男子瞬间愣在当场，紧接着用手握住了自己的脖子，鲜血顺着手指缝隙快速流出。男子眼神中满是惊恐与不甘之色，完全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死在这里，甚至连是谁出手杀的他都不清楚。
啊！竹青青见状，下意识的惊呼出声，随即彻底愣住了。他也没想到这个恶心人的家伙竟然被杀了。师姐，还好我来得及时。叶晨笑着出现在了竹青青的面前，柔声说道：“叶晨师弟。”竹青青见状，顿时憋着嘴，满脸委屈的看着叶晨，直接扑到了叶晨的怀中，一边哭一边说道：“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放心，我这不是来救你了吗？”叶晨拍了拍竹青青的后背，紧接着运转灵力冲开了竹青青的封印。我一直跟着你，就是在找机会救你，还好你机智，跑到了这里。若是在广场上的话，我还真找不到机会救你。毕竟那个黑袍男子实力不容小觑。叶晨沉声说道：“我也是怕他们杀我灭口，所以找到个机会就只能拼命跑。没想到你真的出现了。”竹青青哭诉道：“好了，你赶紧离开这里，等一下他们察觉到这边不对劲，肯定会来找你。”叶晨看着竹青青催促道：“你呢？你不跟我一起离开吗？”竹青青一脸疑惑地看着叶晨问道。叶晨摇了摇头说道：“红竹师姐刚刚也在，她被我派回去搬救兵去了。你也赶紧出去吧，我在这里很安全，放心好了。那你自己一定要小心。”竹青青担忧地看着叶晨叮嘱道。叶晨点了点头，催促道：“赶紧走吧，若是有机会帮我杀了他们，我在宗门等你，等你回来好好感谢你。”竹青青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随即转身离去。他很清楚这里不是他这点修为能够待的地方，还是尽快回宗门休息，这样才最安全。叶晨则是隐匿气息，藏在了树林之中，随时准备偷袭这伙人。“你怎么回来了？邓檀呢？”为首的黑袍男子看着独自返回的男子，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冷声问道：“他在与那名女子办事，我懒得看，就先回来了。放心吧，那名女子的修为被我封住了，不是邓檀的对手。等一会儿他玩够了，自己就回来了。”男子开口说道：“谁让你留他一个人的？”黑袍男子闻言瞬间瞪起了眼睛，大声呵斥道：“你过去看着他点，他毕竟修为低，独自一人在树林中十分危险，若是他有事，我拿你试问。”男子返回树林中的时候，心中却是有些心惊了，因为他察觉不到邓檀的气息了。男子顿时慌了，心想这个家伙可千万不要出事，他可是邓长老的亲侄子，若是因为自己的疏忽让他出事了的话，邓长老绝对不会放过他。男子越靠近刚刚地方，越是心惊，最后更是心都凉了半截，因为他完全察觉不到邓檀的气息了。邓檀，完事了吗？说话，你可别吓我！男子有些不确定地冲着前方大喊了一声。等了片刻，没有任何回应，男子顿时眉头紧皱，连忙朝着刚刚的地方冲了过去。邓檀，你干什么呢？这么慢！然而，当他穿过树林来到地点的时候，赫然发现邓檀的尸体躺在了血泊之中。邓檀，男脸色大变，大声惊呼了一声，整个人只感觉到脑袋嗡的一下，直奔着邓檀的尸体跑了过去。他怎么也没想到，邓檀竟然会死在这里，这回去要如何跟邓长老交代？然而，就在他愣神之际，一道寒光一闪，一柄飞剑化作一道流光，从其身后飞了过来，瞬间贯穿了他的身体。男子顿时僵在原地，低头看着胸前流着血的洞，体内生机正在快速的流逝，最后重重倒在了地上，死在了邓檀的身旁。他甚至到死都没有见到是谁出的手，连反应都来不及，就被人飞剑秒杀了。叶晨躲在暗处，心满意足地收起了斩天剑，随即立刻朝着一旁的树林之中跑去，重新躲藏了起来。不到片刻，刚刚5人之中的另外2人也朝着这边走了过来。2人一边走还一边不忿地说道：“怎么回事？这么长时间也不过去，你们2个家伙有没有点出息？在一个女人身上浪费时间，我们时间很宝贵，得尽快在别人发现这里之前将石门打开，取出里面的宝藏。”2人骂骂咧咧地朝着这边快速地飞了过来，显得十分不耐烦，心想邓檀这家伙总是惹是生非，让他们跟着操心。若不是邓长老在这里，他们岂会理会一个小小的聚气境修士？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邓檀、张林2人见到眼前这一幕，顿时愣住了。万万没想到，邓檀和张林竟然死在了这里，这怎么可能？邓檀只是聚气境修为，被人杀了也很正常。可张林乃是先天境8重修为，那名女子不可能是张林的对手。究竟是谁干的？2人相互对视了一眼，看出了各自眼神之中的担忧之色。他们能够感觉到大事不妙了。2人吓得立刻转身就跑，先回去禀报消息再说。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柄飞剑化作一道流光，瞬间划破了空气，当场将其中一名男子的脖子斩了过去，直接将其脑袋给斩了下来。另外一名男子见状，整个人都吓傻了，拼了命的朝着远处飞去，一边飞一边大喊道：“邓长老，救命！”叶晨出手毫不留情，飞剑斩杀1人之后，在空中转了一个弯，直接朝着这名男子快速飞去。飞剑速度快如闪电，男子根本躲不开，跑也跑不过，无奈之下只能全力出手抵挡叶晨的飞剑。然而飞剑的威力实在是太强，男子全力运转体内灵力，即便是有着先天境9重修为的他，在叶晨的飞剑面前也根本不够看。只见到男子体内灵力汇聚身前，形成一道护盾，结果被斩天剑瞬间刺破。男子只来得及惊呼一声，紧接着就见到斩天剑在眼前快速放大，瞬间刺穿了他的喉咙。男子当场从空中坠落了下去，重重砸在了地面之上。找死！就在这个时候，一声暴喝传来，那名被称为邓长老的黑袍男子冲了过来，
原本还想要出手拦住叶晨，结果叶晨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以最快速度秒杀了男子之后，直接转身就跑，瞬间隐藏在了树林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邓长老看着眼前这一幕，顿时目眦欲裂，尤其是见到自己亲侄子惨死在了眼前，瞬间让他暴怒：我要杀了你！邓长老怎么也没想到邓谭竟然会死，这回去如何跟大哥交代？邓长老飞上了空中，朝着四周扫视了过去，同时仔细探查着四周的气息，寻找着叶晨的气息波动。出来，今日不杀了你，我邓福是不为人！邓长老暴怒大吼，周身气势大涨，狂暴的气息朝着四周冲击开来，恐怖的灵力冲击波犹如潮水一般，朝着四周的树林冲击过去。四周的树木纷纷被强大的灵力冲击波给摧毁，以邓福为中心，朝着四周快速扩散开来。邓福此刻彻底疯狂了，不管不顾，一心只想要将叶晨给找出来，亲手杀了叶晨。既然找不到叶晨的气息，那就将碍眼的这些树都摧毁了，没有了遮挡，叶晨自然无处可藏。躲在暗中的叶晨也没想到，这家伙竟然如此疯狂，准备将整个树林给摧毁来找出自己。不过更让叶晨震惊的是，这家伙果然是金丹境强者，实力强大无比，他根本不是其对手。无奈之下，叶晨只能以最快的速度朝着树林外围方向退去，反正石壁暂时打不开，里面的宝藏也取不出来，还是先离开这里再说。邓福的气势还在快速攀升，灵力冲击波朝着四周快速的冲击开来，树林仿佛被巨浪吞噬一般，快速的被摧毁。叶晨眼看着灵力冲击波就要追上自己，索性也就不藏着掖着了，直接御剑飞行，朝着出口方向快速飞去。小贼，哪里跑？邓福敏锐地察觉到了叶晨的身影，随即直接朝着叶晨追了上去，隔空就是一掌朝着叶晨轰出。一道灵力凝聚而成的手掌直奔着叶晨攻击过去，巨大的手掌遮天蔽日，完全将叶晨给罩了起来，让叶晨无所遁形。叶晨见状也不敢怠慢，将御剑飞行的速度施展到了极致，身形犹如一道闪电，瞬间消失在了原地，直奔着远处快速飞去。轰！一声巨响传来，邓福这一掌将地面轰出一个深坑，形成了一道巨大的掌印。然而叶晨却是并没有被击中，整个人犹如一道长虹，御剑飞了出去。可恶！邓福见状不由得暗骂了一声，整个人愤怒至极，没想到这一掌竟然没能够解决掉眼前这个小子。他也没想到这小子御剑飞行的速度竟然这么快，一时间他一个金丹境竟然追不上他这个先天境修士。去死！邓福怒吼了一声，一掌接着一掌的朝着叶晨轰了过去，灵力手掌朝着叶晨不断的攻击，彻底封锁了叶晨的所有逃跑路线。叶晨在空中闪转腾挪，躲过了2道攻击，但最后一掌他实在是躲不开了。眼看着这一掌朝着自己拍过来，叶晨无奈之下只能全力出手，运转体内灵力，将体内先天剑气汇聚于斩天剑之中，一剑朝着这只巨大的灵力手掌斩了过去。叶晨这一剑斩出，剑气灵力无比，尤其是有着斩天剑的加持，剑气威力明显比之前要大了许多。剑气如长虹，一剑斩出，瞬间将这只灵力手掌给从中展开。轰！一声巨响传来，这一掌直接轰在了叶晨身后的岩浆河流之中，一旦激起千层浪，岩浆河流当场喷发了出来，岩浆四溅，无数岩浆朝着叶晨的后背冲击了过去。不过在距离叶晨不到1米距离的时候，被剑气给挡了下来，无法靠近叶晨。什么？已经放慢动作的邓福原本以为叶晨挨了他这一掌必死无疑，甚至直接会被轰成渣。然而当他见到自己这一掌被展开的时候，整个人顿时大吃一惊，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的叶晨。邓福怎么也没想到，叶晨一个先天境修士竟然能够挡住自己这一掌，这怎么可能？这家伙怎么会释放出如此强大的剑气？叶晨手持着斩天剑，死死盯着远处追过来的邓福，冷哼了一声，一脸不屑地说道：金丹境也不过如此。叶晨说完话，转身御剑朝着出口方向快速飞了过去。本就气愤不已的邓福听到叶晨这句话，更是被气得暴跳如雷，恨不得将叶晨给挫骨扬灰。小子，被我抓到，我会将你抽筋扒皮，挫骨扬灰。邓福死死盯着叶晨，一边朝着叶晨快速追去，一边咬牙切齿地说道：等你先追上我再说吧。叶晨头也不回地嘲讽了一句，随即加快速度飞了出去。叶晨这边刚刚从地下冲了出来，身后的洞穴之中一道巨大的灵力手掌攻击紧随其后轰出，直接轰在了空中。叶晨出来之后就准备朝着烈焰山脉外飞去，只是还没等他有所行动呢，就见到一名女子从远处飞了过来。叶晨见到这名女子，顿时眼前一亮，没想到在这里竟然遇到了苏苏。苏苏快跑，这家伙是金丹境，这家伙疯了，小心他攻击你。叶晨冲着苏苏大喊了一声，随即直接朝着苏苏那边飞了过去。然而让叶晨有些疑惑的是，苏苏看他的目光显得有些诧异，甚至可以说是陌生。苏苏在那里歪着头打量他，像是第一次见到他一样。叶晨也没想那么多，直接开口说道：别愣着了，赶紧跑吧，先离开这里再说，这家伙疯了，见到人就要杀。你认识苏苏？被叶晨当作是苏苏的女子闻言突然间开口，一脸疑惑地打量着叶晨问道。叶晨闻言顿时一愣，
心想苏苏怎么不认识自己了，还是在这里假装不认识自己，来帮手了又如何？都得给我死！邓福从洞穴之中冲了出来，见到叶晨二人在那里说话，顿时红了眼睛，准备将两个人一起给杀了。只见到邓福再一次运转体内灵力，又是一掌冲着叶晨二人攻击了过去。天玄宗的人，烈火掌！女子从男子出手就认出了他的宗门，眼看着这一掌朝着自己这边轰了过来，女子冷哼了一声，眼中闪过一道寒光，道：找死！而叶晨这个时候已经躲在了一旁。只见到女子缓缓抬起手臂，伸出一根手指，指尖凝聚出一道灵力，这道灵力犹如一道长虹，直接射了出去。灵力瞬间贯穿了男子的手掌，在空中将其击碎，同时这道灵力去势不减，直奔着男子的眉心射去。男子见状，顿时脸色大变，一脸惊恐地看着远处的女子，他这才知道自己招惹了极为恐怖的人。饶命！我是天玄宗的长老，你不能杀！男子最后一个我字还没说出口，就被女子这道随手释放出来的灵力贯穿了眉心。男子瞪大着眼睛，眼中满是惊恐与不甘之色，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气息皆无，当场毙命。叶晨见状顿时一愣，随即下意识地朝着身边这名女子看了过去。他现在已经可以确定，这名女子不是苏苏，毕竟苏苏不可能有这么强的实力，金丹境的高手竟然被他给随手秒杀了，这实力实在是恐怖。只是眼前这名女子长得与苏苏极为相似，同样是一袭紫色紧身旗袍，将性感火辣的身材勾勒得凹凸有致。二人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就像是双胞胎姐妹一样，都有着一双修长美腿以及一对紫色瞳孔，哪怕是站在一起，恐怕也无法分辨出谁是谁。不过叶晨对苏苏那可是知根知底，仔细看打量一下，凭着他对苏苏的了解，还是看出了一些不同。眼前这名女子身材与苏苏差不多，不过个子好像更高一些，一双修长美腿也就更长一些，这恐怕就是二人外观长相上最大的差别了。二人最大的差别主要是在气质上，这名女子看起来更加的妖媚，给人一种更加危险的感觉，就像是一条毒蛇，不过是美女蛇。苏苏相对而言更加善良单纯一些。女子秒杀了邓福之后，转头看向了叶晨，好奇地问道：你认识苏苏？你是何人？叶晨闻言一愣，心中盘算着要如何回答，毕竟这名女子长得与苏苏这么像，肯定与苏苏有关，既然与苏苏有关，想必是天妖宗的弟子，而天妖宗与天剑圣地向来不和，一旦暴露自己天剑圣地的身份，这名女子要是对自己出手可怎么办？这可是随手就能秒杀金丹境高手的存在，自己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在下叶晨，一介散修，不过是与苏苏有过一面之缘，刚刚情急之下认错人了，有些唐突了，还请姑娘见谅。叶晨略显歉意地说道。叶晨，女子闻言顿时嘴角泛起了一丝邪魅的冷笑，冷声道：我看你不是散修叶晨，而是天剑圣地的那个先天剑体叶晨吧？怎么不敢说自己是天剑圣地的人，怕我杀了你？女子面带微笑地问道。叶晨闻言略显尴尬，心想太出名了也不好，被人认出来了，早知道就随便编一个名字好了，自己真是太蠢了。放心，天剑圣地与天妖宗虽然不和，但是我也没有到见一个天剑圣地弟子就杀一个的地步。女子笑着说道。叶晨闻言暗松了一口气，算是捡回一条命。然而就在叶晨刚刚放松下来的时候，女子接下来的一句话让他整个人如坠冰窖，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只见女子缓缓开口说道：不过你却是必须得死。叶晨闻言一愣，随即看着眼前与苏苏极为相似的女子，苦笑着问道：为什么？因为我是先天剑体，对天妖宗来说是一个威胁。当然不是，区区一个先天剑体罢了，真当我会害怕不成？女子闻言高傲地仰着头，一脸不屑地说了一句：那是为什么？总是要让我死个明白吧？叶晨一脸疑惑地问道。还有，你又是何人？为何与苏苏长得如此像？你对苏苏做了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女子眼中闪过了一道寒光，死死盯着叶晨，语气冰冷中带着杀意地说道：那个，我们都是自愿的，这你管不着吧？叶晨有些无力地辩解道：我是苏苏的姐姐，我叫夭夭，你说我管不管得着？女子杀意十足地瞪着叶晨说道。叶晨闻言顿时大吃一惊，没想到眼前这个人竟然是传说中的天妖宗夭夭，那位与天剑圣地圣女齐名的妖女。叶晨怎么也没想到苏苏竟然是夭夭的妹妹，他更没想到的是这两个人竟然长得如此相似。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信息传入叶晨的脑海之中，与夭夭双修可获得造化之力。这道信息一出，叶晨顿时眼前一亮。然而下一刻叶晨却是高兴不起来，眼前这个妖女很明显已经对自己起了杀心，自己能不能活着回天剑圣地都难说，更不要说什么双修的造化之力了。叶晨现在可不敢想那么多，此刻的他一心盘算着要如何才能活着离开这里，实在不行的话就只能将御剑术施展到极致，看看御剑飞行能不能跑掉了。不过夭夭暂时只是对他起了杀心，并没有对他动手，叶晨也没有急着逃跑，先看看情况再说，万一能够稳住局面呢？叶晨满脸堆笑地看着夭夭说道：姐姐，我跟苏苏之间真的是自愿的，我并没有强迫她，这男欢女爱人之常情，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就要杀了我吧？我当然知道是人之常情，不过你动了我妹妹，你还是天剑圣地的人，那你必须得死，即便是我妹妹不杀了你，
我也会亲手杀了你。夭夭说着话就准备动手，叶晨见状连忙摆手说道：“等一下，姐姐先不要急着动手，苏苏还跟我约定下一次要比试切磋呢。你在这里杀了我，那苏苏岂不是没有对手了？倒也是，留着你的狗命，可以给苏苏当磨刀石。”夭夭闻言点了点头，觉得叶晨说的也有些道理。现在的苏苏在天妖宗内同阶无敌，只有身为先天剑体的叶晨能够与苏苏一战。我倒是很想知道，你这先天剑体到底有多强？夭夭冷笑着说了一句，随即眼中闪过了一道寒光，紧接着直接对叶晨动手。只见到夭夭手中凝聚着灵力，抬手就是一指，朝着叶晨指了过去。指尖瞬间迸发出一道威力极强的灵力，直奔着叶晨的眉心攻击了过去。若是能够接得住这一击再说吧，接不住的话，那你就去死吧。夭夭冷笑着说道。叶晨见状顿时瞪大了眼睛，随即手持着斩天剑，一剑直接朝着夭夭这一击斩了过去。只见到叶晨体内剑气运转，瞬间汇聚于斩天剑之中，伴随着叶晨一剑挥出，磅礴剑气瞬间斩了出去。轰！伴随着一声巨响传来，两道强大的能量撞击在了一起，顿时形成了一道强大的冲击波，朝着四周冲击开来。等到灵力波动散去，叶晨依然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而夭夭刚刚那一击也被他给挡了下来。不错，不愧是先天剑体，先天境内能够接得住我刚刚随手一击之人，暂时只有你一人。夭夭看着完好无损的叶晨，忍不住点了点头，赞叹了一句：“侥幸罢了。”叶晨十分谦虚地笑着说道：“不过你手中这柄剑倒是不错。”夭夭说着话，忍不住打量起叶晨手中的斩天剑，仔细看了几眼之后，夭夭顿时瞪大了眼睛，有些震惊地看着叶晨，紫色双眸死死盯着斩天剑，十分惊讶地说道：“没想到传说中的名剑斩天竟然被你给得到了，天剑圣地还真是下了血本来培养你啊。”叶晨闻言嘿嘿一笑道：“我只是运气好，从剑种之中得到了这柄剑。”叶晨说着话，随手将斩天剑给收了起来，这可是名剑，他怕夭夭觊觎斩天剑。我改变主意了。夭夭妩媚一笑道：“将你手中的斩天剑给我，我就放过你，饶你一命。”果然还是被惦记上了，这就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叶晨连忙说道：“夭夭姐姐，你也不是剑修，要这柄剑也没有用，还是留给我吧，毕竟我是剑修，用起来得心应手。要不你看看你要点别的东西，只要我有，我都可以给你，哪怕是我没有，上刀山下火海我也给你找来，如何？”叶晨笑着商量道：“我的确不是剑修，不过这样拿着斩天剑才更能够羞辱你们天剑圣地的这些剑修，不是吗？”夭夭嘴角露出了一丝坏笑道：“叶晨闻言一脸的无奈，随即还想要说些什么，不过没等他开口呢，就被夭夭给打断了。夭夭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今日我只要两样中的一样，要么你的命，要么斩天剑，你自己选吧。”叶晨闻言一阵无语，这还有选择的余地吗？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也只能得罪了。叶晨冷哼了一声，随即彻底激发了自己的先天剑体，体内剑气全部释放了出来。这一刻，叶晨整个人仿佛化身成为了一柄利剑，锋芒毕露，气势逼人。哟，就凭你也想要跟我动手？我倒是想要看看你这先天剑体的最强一剑有多强。夭夭满不在乎地看着叶晨说道：“那就让你见识见识我这最强一剑。”叶晨大喝了一声，随即直接一剑朝着夭夭斩了过去。磅礴剑气凝聚在一起，化作一柄利剑，瞬间划破了空气，斩向夭夭。而叶晨在斩出这一剑之后，头也不回地转身就跑，直接将御剑术施展到了极致，整个人化作一道流光，朝着天剑圣地的方向快速飞去。刚刚那一剑只是幌子，叶晨的主要目的还是逃跑。至于那一剑能够延误夭夭一下，就算是成功了，毕竟夭夭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想跑？夭夭冷哼了一声，随即身上气势大涨，随手一挥，直接将叶晨全力斩出的剑气给震散。紧接着只见到夭夭身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朝着叶晨追了上去。不到片刻，叶晨就被夭夭追上。看着眼前御剑飞行的叶晨，夭夭倒是有些诧异，这小子的飞行速度还真是快，若是他再慢一些都要追不上这小子了。小子，你跑不掉的，既然不愿意交出斩天剑，那你就去死吧。夭夭杀意十足地说了一句，眼中闪过了一道寒光，随即直接一指朝着叶晨指了过去。这一次夭夭可是真的下杀心了，原本还在犹豫要不要留叶晨一条命，现在他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叶晨留着也是祸害，不如直接杀了省心，反正叶晨死了，斩天剑也是他的。叶晨见状为了保命，拼了命地朝着远处快速飞行。然而他与夭夭之间的修为差距实在是太大，即便是拼尽全力，他也飞不出夭夭的手掌心。面对着夭夭这随手一击，叶晨也要拼尽全力去抵挡，同时以自己最快速度躲过这一击。叶晨身形在空中不断变换方位，为了躲避夭夭的凌厉攻击，然而夭夭却是随手一挥，直接十几道攻击瞬间封锁住了叶晨的逃跑方向，让叶晨无处可逃。叶晨见状顿时一脸的绝望，一道凌厉攻击他勉强能够躲开，这十几道攻击他根本躲不开，只能硬抗。而夭夭的凌厉攻击威力实在是太强，叶晨根本抵挡不住。就在叶晨绝望之际，一道身影从远处飞来，瞬间来到了叶晨的身边，凌厉剑气从其身上释放了出来，当场将四周攻击过来的凌厉震散。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天剑圣地圣女瑶溪。叶晨见到突然间出现在自己身边的这道身影，整个人也是大吃一惊，没想到圣女殿下竟然亲自赶了过来。瑶溪站在叶晨的身前，将叶晨挡在身后，十分霸气地说道：“不用怕他，有我在这里，他杀不了你。多谢圣女出手相救，若不是你及时赶来，今日我恐怕就要死在这里了。”叶晨十分感激地看着瑶溪说道。瑶溪哼了一声，没有理会叶晨，而是死死盯着夭夭，杀意十足，咬牙切齿地说道：“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了，今天我们两个新仇旧恨一起算。”夭夭也十分意外地看着瑶溪，没想到这家伙竟然在这么关键的时刻赶来，出手坏了自己的好事。你这个家伙总是那么的招人烦。夭夭有些生气地哼了一声，随即盯着瑶溪问道：“上一次你与我交手，可是中了我的银龙毒，那可是需要在1个时辰内与男子双修，否则就会经脉紊乱，走火入魔，甚至爆体而亡。如今你完好无损地出现在这里，甚至连修为都增长了不少，想必当日是找到男人了。”夭夭一脸好奇地调笑道：“就是不知道你当时找了何人？那个人长得如何？多大年纪？能够跟我们冰清玉洁、圣洁无比的圣女结合？那名男子的运气倒是很不错。”夭夭一脸嘲笑地看着瑶溪说道。瑶溪闻言顿时满脸通红，哪怕是戴着面纱也能够看出来，毕竟他的脖子都红了。若是没有叶晨在这里的话，他倒是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如今叶晨这个正主就在这里，夭夭还问他这样的话，怎么能不让他害羞？叶晨闻言顿时瞪大了眼睛看着夭夭，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万万没想到，给瑶溪圣女下药的人竟然就是眼前这个妖女夭夭，怪不得被称之为妖女，行事果然很不同寻常。不过叶晨倒是应该感谢他，毕竟若是没有他的话，叶晨一介蝼蚁岂能有机会一尝天剑圣地圣女的芳泽？甚至往大了说，若是没有夭夭给瑶溪下药，甚至都不能有现在的叶晨。原来如此，叶晨站在瑶溪的身后，恍然大悟，随即刚想要张嘴，却是被瑶溪给呵斥住了。瑶溪红着脸说道：“你给我闭嘴！我与这个妖女之间的仇跟你无关，你站在一旁看着就好了，好吧？”叶晨闻言点了点头，随即将到嘴边的话给咽了回去。叶晨清楚，瑶溪肯定是不想让夭夭知道那个人是他。当时若不是你卑鄙无耻给我下药，你早就死在我的剑下了。今日你别想逃！瑶溪死死盯着夭夭，杀意十足地说道。瑶溪说着话，直接祭出了自己的本命飞剑，也正是天剑圣地4大名剑之一的流云剑。瑶溪手持着流云剑，剑身之上剑气流转，让流云剑看起来仿佛有光华在剑身之上流动，十分光彩夺目。叶晨见状也是眼前一亮，这流云剑倒是很漂亮，光是这一点，斩天剑就比不过。而流云剑可不是华而不实，同为4大名家之一，流云剑与斩天剑乃是同一级别的灵剑，威力丝毫不输给斩天剑。要动手，以为我怕你不成？夭夭见状哼了一声，随即直接祭出了自己的匕首。他的兵器看起来与苏苏使用的相同，甚至从造型上来看，夭夭和苏苏2个人使用的匕首像是一对，看起来像是蛟龙的2颗牙被拔了下来，制作成了匕首。夭夭手持着匕首严阵以待，甚至一脸挑衅地看着瑶溪说道：“不怕中银龙毒，你就过来试一试，我倒是想要看看，这一次你会去找谁来帮助你？你找死！”夭夭一直在那里调侃瑶溪，让瑶溪羞愤不已，再也忍不住的瑶溪顿时勃然大怒，大喝了一声之后，毫不犹豫的一剑直奔着夭夭斩了过去。磅礴剑气犹如天际流云滚滚而来，直奔着夭夭冲击而去。我倒是想要看看你这天妖体能不能挡住我的流云剑。瑶溪冷哼了一声，杀意十足的盯着夭夭说道。夭夭面对瑶溪的这一剑不敢有丝毫大意，毕竟瑶溪的实力摆在这里，他之前就险些吃亏。只见到夭夭体内灵力运转，强大的灵力朝着手中匕首之上汇聚，眼看着剑气冲击而来，直接用匕首挡在了身前，横着斩了出去。轰！强大的灵力波动朝着四周扩散开来，一瞬间剑气四溢，充斥着全场。剑气冲击之下，夭夭手握着匕首艰难的抵挡，整个人不断的向后退去。瑶溪的剑气一波接着一波朝着夭夭冲击了过去，夭夭咬牙抵挡，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抵挡住，被剑气给冲击的倒飞了出去。夭夭重撞在了地上，将地面砸出一个深坑。叶晨见状也是瞪大了眼睛，没想到瑶溪的实力这么强，竟然将夭夭给一剑击退了。叶晨也松了一口气，有瑶溪保护，最起码自己现在是安全的了。然而就在叶晨以为夭夭被瑶溪这一剑给重创，失去战斗力的时候，夭夭却是从下面直接冲了出来，整个人犹如离弦之箭，直奔着瑶溪射了过来。叶晨见状顿时瞪大了眼睛，没想到瑶溪刚刚那么强的一剑竟然没有能够重创夭夭，甚至夭夭身上连伤口都没有，剑气并没有伤到他的肉身，只不过将他身上的衣服给划出10几道扣子而已。这让原本就性感的夭夭看起来更是添了一些凌乱美，尤其是身上露的地方更多，让叶晨大饱眼福。下一刻，夭夭已经冲到了瑶溪的近前，哼了一声，一匕首直奔着瑶溪的俏脸刺了过去。哪怕是杀不死瑶溪，他也要先将瑶溪给毁容了再说。瑶溪见状皱起了眉头，毕竟夭夭是天妖体，十分难缠，尤其是近战的时候，这几次交手都是因为近战而吃亏。你躲开！
姚希对叶晨喊了一声，随即身上气势大涨，剑气再次爆发。我还没走远呢，叶晨无奈地吐槽了一句，他还没等退开呢，就直接被姚希身上爆发出来的剑气给震飞了出去。好在叶晨的肉身也十分强悍，否则没等被夭夭给杀了，就先被姚希身上的剑气给震伤了。夭夭此刻冲了上来，与姚希疯狂交战在了一起。姚希身上的气势更盛，剑气更强，但夭夭仗着自己的天妖体，还是跟姚希不断的周旋。一时间二人激战，一起不分胜负。叶晨站在远处看得有些眼花缭乱，不得不感叹，这两个人不仅长得好看，修为实力还如此强大。叶晨看着不分上下的两个人，不由得开口劝说道：“两位，不如我们暂时先握手言和如何？这洞穴下面可是一处秘境，其中说不定有了不得的宝藏。趁着现在还没有人来，我们不如联手下去一探究竟，等取出里面的宝物，你们二人再分胜负如何？”哼，我今日就是要杀了他！姚希冷哼了一声，身上剑气大涨，凭借着强横的修为，想要强势镇压夭夭。夭夭嘴角泛起一丝不屑的冷笑，冷哼了一声说道：“谁杀谁还不一定呢。你以为我会没有对付你的手段？别以为你修为突破了，我就对付不了你。若是继续下去的话，你可是会爆体而亡的。”夭夭嘴角泛起了一丝得意的笑容，一脸坏笑的看着姚希。姚希闻言顿时皱起了眉头，随即一脸惊恐的表情看着夭夭，满脸愤怒的喊道：“你又给我下了银龙毒！不错，银龙毒，刚刚接近你的时候给你下的毒，毕竟你现在修为比我高，若是不下毒的话，我还真就不好对付你。”夭夭满脸得意的笑道：“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姚希伸出纤纤玉指指着夭夭，忍不住破口大骂道：“哈哈，谁让你蠢，中了一次还能中第二次！”夭夭哈哈大笑了起来，整个人显得十分得意。然而下一刻，姚希却是脸色一变，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笑着问道：“你难道就没有察觉到自己身体有些异常吗？是不是觉得气血上冲，浑身有些燥热，热血沸腾？”原本还得意的夭夭闻言顿时脸色大变，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仔细感受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原本以为是刚刚激烈战斗所致的气血上涌，如今看来他也中招了。你！夭夭顿时瞪大了眼睛看向姚希，气愤地问道：“你何时给我下的毒？这银龙毒你从何处得来的？”夭夭大声质问道。姚希得意地笑道：“自从上次被你阴了之后，我就一直在想办法阴你一次，终于被我找到机会了。你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可以悄无声息地给我下毒，殊不知我同样可以借此机会给你下毒。银龙毒无色无味，准确说甚至都不算是毒药，自然不会被人察觉。”姚希满脸笑意地说道：“你这个疯子，为了给我下毒，不惜牺牲自己，让自己也中毒。”夭夭一脸愤怒地指责姚希。姚希哈哈笑道：“反正我中过一次毒，再中一次也无妨。倒是你，我很好奇，你会怎么办呢？你是硬扛着让自己爆体而亡，还是找人给你解毒呢？你又要找谁呢？”姚希一脸好奇地看着夭夭，幸灾乐祸地说道。夭夭闻言下意识地看向了一旁的叶晨，叶晨则是眼前一亮，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难道要便宜自己了？叶晨怎么也不会想到，事情竟然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姚希和夭夭竟然都中了银龙毒，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好事。甚至叶晨已经开始幻想为这两位绝世美人解毒的场景了。圣女姚希叶晨自然是为其解过一次毒，只是那一次叶晨还是一个新手，略显生疏，叶晨一直觉得自己没发挥好，这一次若是有机会的话，一定好好发挥，让姚希圣女在他面前求饶。至于眼前的夭夭，叶晨倒是很想知道他与苏苏有何不同，不过叶晨现在可不敢轻举妄动，生怕惹这两位不高兴，毕竟这两个人的实力太强，碾死叶晨就如同碾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姚希此刻面色有些红润，整个人呼吸也变得略显急促，气血开始翻涌，很明显是银龙毒开始发作了。姚希强压体内情欲，一脸得意地看着夭夭，这一次他要让夭夭也品尝一下银龙毒的滋味。这银龙毒可是他花费了很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只有这一份。为了能够让夭夭中毒，姚希不惜牺牲自己，拿自己当诱饵，故意勾引夭夭接近他。他趁着夭夭给他下毒的时候，看着时机，夭夭没有防备，也被他给下了毒。一想到夭夭这个妖女即将与当初的自己一样，面临着生死抉择，他就觉得内心很爽，终于出了这口恶气。夭夭一开始咬牙切齿地看着姚希，恨不得将姚希给生吞活剥了。不过对于妖女的他，转念就不去想这件事情了。既然已经无法挽回，那自然是要享受了。反正中了银龙毒，为了活命，只能找一名男子了。夭夭看向了一旁的叶晨，冲着叶晨妩媚一笑，这一笑摄魂勾魄，恐怕没有人能够抵挡住夭夭的诱惑。夭夭伸出纤纤玉指，冲着叶晨勾了勾手指，妖媚十足地说道：“叶晨，想不想跟我风花雪月一场？只要你替我解了毒，我就不杀你。”好。叶晨闻言顿时眼前一亮，连忙点头答应。这种好事若是还犹豫的话，那他叶晨就不是男人了。好什么好？我不允许你跟他！姚希闻言顿时大声反驳了一句，气得他瞪大了眼睛，狠狠瞪了叶晨一眼。叶晨闻言顿时闭上了嘴，就连迈出去的腿都收了回来，笑呵呵地看着姚希说道：“一切全凭圣女做主，你说了算。”这还差不多。姚希有些傲娇地哼了一声，随即看着夭夭警告道：“
你这个妖女要发骚也去找别人发骚，别打叶晨的主意。怎么？我想要找叶晨你不愿意？这么说你想要找叶晨？夭夭有些疑惑地看了瑶溪一眼，随口问了一句，紧接着夭夭顿时瞪大了眼睛，恍然大悟道：难道说上一次你中了银龙毒，就是找叶晨给你解的毒？怪不得你这么护着叶晨，原来是你养的小白脸啊！夭夭笑着调侃道。瑶溪被夭夭说的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俏脸通红的她憋了半天，仰着头十分硬气地说道：是又如何？我跟叶晨之间什么关系？用不着你管。总之你今日别想让叶晨给你解毒，你要么等死，要么在这里随便找个人给你解毒吧。瑶溪冷笑着说了一句。我们走。不管他，瑶溪直接准备带着叶晨离开此处。叶晨闻言自然不敢怠慢，即便是不能睡夭夭，能跟瑶溪睡一觉那可是更好，毕竟夭夭在叶晨的心中顶多算是96分，而瑶溪可是100分，跟夭夭随时有可能丢掉性命，瑶溪可不会。两个人选一个的话，那自然是选瑶溪。你不让我跟叶晨睡，我偏要跟。夭夭哼了一声，看着瑶溪与叶晨离去的身影，嘴角闪过了一丝冷笑，随即直接追了上去。瑶溪一边压制着体内的银龙毒，一边带着叶晨朝着天剑圣地的方向飞去。然而毒性越压制，爆发的越猛烈，时间越来越长，瑶溪的反应也越来越大，根本到不了天剑圣地，他就要压制不住了。瑶溪此刻呼吸急促，眼睛都快要喷火了，浑身浴血沸腾，实在是压制不住了。叶晨也察觉到了一旁瑶溪的异样，不由得开口说道：圣女，不如我们还是跟第一次那样，找个山洞吧，现在回宗门有些来不及了，何况宗门内人多眼杂，若是被别人看到的话还不好解释。瑶溪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此刻的他浑身上下白皙的皮肤全部都泛起了粉红色，脖子和耳朵都红了。虽然与叶晨有过一次关系，但一想到还要发生关系，瑶溪害羞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奈何为了活命，他只能与叶晨发生关系。瑶溪不断地在心里告诉自己，反正都发生过一次关系了，再发生一次也没有什么，何况上一次感觉还不错。叶晨和瑶溪随便找了一处山脉，瑶溪随手一剑斩出了一个山洞，二人直接钻了进去。这里四下无人，很合适。到了洞口的时候，瑶溪反而是有些害羞了，站在那里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不过叶晨能够看出来，瑶溪压制得很痛苦，呼吸也变得越来越急促。叶晨可不是第一次的新兵蛋子，直接上前一把将瑶溪给搂住。瑶溪下意识的想要推开叶晨，结果没有推动，加上叶晨搂住她之后直接吻了上来，瑶溪顿时浑身瘫软，毫无反抗之力。瑶溪发出一声叮咛，随即整个人瘫软在了叶晨的怀中。这个时候银龙毒也彻底发作了，瑶溪再也不去压制，开始热烈的回应起来。叶晨则是一边吻着瑶溪，一边将其身上的衣服褪下，同时将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放在地上当垫子用。紧接着叶晨和瑶溪二人就抱在一起，在垫子上滚了起来。叶晨看着眼前完美无瑕的绝色美人，一时间内心激动不已，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能够与瑶溪双修了。叶晨早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叶晨了，当初叶晨还是一个新兵蛋子，根本没有发挥好。这一次叶晨全力以赴，使出了浑身解数来与瑶溪一战，无论如何这一次他都要好好表现，万一瑶溪这一次体验特别好，食髓知味，以后都想要与他双修，那可就太好了。此刻虽然是白天，但山洞内的二人却是在忘我的激烈战斗，战斗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不过瑶溪怕被别人听到，还在刻意的压制着自己的声音，只是到后面情到深处，完全忘记了一切，彻底放开了。二人刚刚战斗了一个回合，叶晨正准备继续战斗，只见到一道身影出现在了洞口，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强忍着情欲的夭夭。此刻的夭夭体内银龙毒也快要压制不住了，他一直跟踪叶晨二人，刚刚也是在洞外听声，本就压制银龙毒压制得很辛苦的他，听到洞内的动静实在是受不了了，直接闯了进去。夭夭此刻目光灼热地盯着叶晨和瑶溪，浑身散发着妖媚的气息，眼神迷离。夭夭不管那么多，直接将自己的衣服给脱光了，从后面抱住了叶晨。他的银龙毒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了，若是再不想办法的话，那他可就真的要爆体而亡了。快给我，我要！夭夭冲着叶晨的耳朵轻轻吹了一口气，吐气如兰的娇声说道。叶晨此刻正在兴头上，血气方刚的他岂能忍受住夭夭这样的诱惑，尤其是感受到后背贴着的柔软和滑腻，叶晨瞬间激动了起来。正好此刻的瑶溪还没回过神来，在那里享受着余韵，叶晨直接转身抱住了夭夭。夭夭一双修长美腿直接盘在了叶晨的腰上，十分主动地迎了上去。在这方面，夭夭比苏苏还要狂野，十分疯狂地与叶晨站在了一起。快，再快！夭夭身为天妖体，肉身强悍无比，战斗力也比瑶溪强了很多，甚至强行变被动为主动，牢牢将叶晨给压制住。叶晨想要反抗，奈何他修为实力有限，现在的他即便是有先天剑体，也不是拥有天妖体的夭夭对手。叶晨能够压制苏苏，但在夭夭面前完全不够看，只能任人宰割。就在二人激烈战斗的时候，一旁的瑶溪停止抽搐，缓缓回过神来。回过神来的瑶溪只感觉神清气爽，除了有些累之外，精气神十足，银龙毒也减弱了许多，不过并没有完全去除，
反倒是让他气血翻涌，更加的想要。只是当他看到叶晨和夭夭在面前激战的画面之时，瑶汐顿时傻眼了。瑶汐大声质问道：“怎么回事？你们在干什么？”“当然是在干你之前干的事情了。”瑶汐一边喘息着，一边说道：“叶晨，我不是说你不准碰他吗？”耀喜白顿时大怒，大声质问道。叶晨一脸无奈的说道：“我修为实力低，根本无法反抗，现在我才是被动的那个人。你这个妖女，竟然胆敢侵犯我天剑圣地的弟子，我饶不了你！”瑶汐冲着夭夭大声骂道。夭夭则是呵呵笑道：“怎么，只允许你享受？你不让我找叶晨，我非要找叶晨，我也要好好享受享受。”夭夭妩媚一笑，随即根本不去管瑶汐，完全沉浸在了与叶晨的战斗之中。瑶汐在一旁看的也是热血沸腾，气血翻涌，眼神逐渐迷离，呼吸也变得急促了起来。银龙毒彻底被引了出来，瑶汐直接扑了上去，与夭夭抢夺叶晨。叶晨是我的，今天他只能跟我。瑶汐不甘心的大喝道。夭夭却是哼了一声说道：“当然是跟谁舒服才会跟谁，很明显叶晨跟着我才会更舒服，你的床上功夫跟我比差远了，笑话，我会不如你。”瑶汐闻言顿时怒了，随即上前贴了上去。叶晨在一旁只能是任人摆布，完全没有还手之力。现在的他只恨自己修为实力太低，若是实力比他们强的话，叶晨直接让他们乖乖听话，在那里等着自己灵性。如今的他只能乖乖听话，任凭二人在那里争夺他的所属权，一会儿服侍夭夭，一会儿服侍瑶汐。叶晨现在只恨自己不能分身，否则就不需要两位绝世美女因为争抢他而打仗了。三人混战在了一起，而叶晨感觉自己完全被当成了工具，虽然也很爽，但心里有些不是滋味。这一战因为夭夭和瑶汐不和，也并没有战斗很久，只是持续了2个时辰。二人身上的毒都被解了之后，立刻停了下来。不过这一次二人并没有继续动手，而是静静地躺在那里，像是在思考什么。叶晨则是有些意犹未尽，毕竟这种场面可不多见。不过这种局面他不敢多说一句话，生怕惹怒了其中一人，被当场做掉。叶晨缓缓站起身，将身上的衣服穿好，只是在穿衣服的时候，眼睛不断地在2个人身上乱看，实在是太性感诱人了。这2位都是绝世美女，谁都忍不住看几眼，更不要说还都没有穿衣服。瑶汐率先起身，将身上的衣服穿好，随即瞪了叶晨一眼，说道：“今日的事情绝对不能说出去，若是泄露半个字，有你好看。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说出去。”叶晨嘿嘿一笑道。夭夭此刻也起身穿衣服，一边穿还一边在那里搔首弄姿，诱惑叶晨。叶晨，你说跟谁比较舒服？夭夭一脸妩媚地看着叶晨，瞪着一双紫色的眼睛问道。瑶汐闻言立刻看向了叶晨，心想若是叶晨敢说夭夭的话，他就死定了。叶晨则是笑着说道：“都很舒服，不过这一次时间太短了，无法分出胜负。”“怎么，你还没享受够，还想要让我们2个人一起陪你？”夭夭闻言嘴角邪魅一笑地问道。“那是当然了。”叶晨闻言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不过刚说完这句话他就后悔了，立刻捂住了自己的嘴，快速地摇头。瑶汐和夭夭2个人的目光死死盯着叶晨，眼神都快要能够杀人了。夭夭伸出长腿在叶晨的面前笑道：“你要是说我比他强，我就让你再摸摸。”叶晨见状顿时目不转睛地盯着夭夭的修长美腿，这一双腿真是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瘦，恰到好处，实在是太美了。叶晨忍不住咽了口水，随即嘿嘿一笑道：“2位就不要在这里逗我了，我们还是赶紧去秘境之中看看吧。那里有一处石门，石门后面应该是有宝藏，若是我们去晚了的话，那些宝藏可就要被别人给拿走了。”叶晨着急地说道。“说得对，我将秘境的事情给忘了。”瑶汐闻言立刻点了点头，随即看着叶晨说道：“我们走。”瑶汐临走前看了夭夭一眼，冷声说道：“这一次就算是我们扯平了，下次见面再分胜负。”夭夭哼了一声，不服气地说道：“下一次见面我会杀了你们。”叶晨闻言只觉得脊背发凉，有些无奈地苦笑道：“你这也太善变了吧，刚刚还说我好，让我用力呢，怎么现在又要杀我了？你再说，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夭夭闻言顿时瞪了叶晨一眼，眼中闪过了一道寒光，不过脸上却是有一丝红晕。夭夭笑着说道：“我这个人行事向来随心所欲，不择手段，放心，有我在，他杀不了你。”瑶汐说着话也不去理会夭夭，直接带着叶晨离开了山洞，朝着秘境的方向飞了过去。夭夭也紧随其后，在2人的身后跟着。“你还跟着我们干什么？”瑶汐皱着眉头问道。夭夭笑着说道：“看在我们今天2个人坦诚相见的份上，我决定暂时跟你们组队，一起秘境之中，到时候若是有宝物的话，我们平分。我觉得可以，毕竟不知道那边有多危险呢，说不定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那里了。”叶晨闻言眼前一亮，连忙说道。毕竟夭夭和瑶汐实力接近，这2大高手联手的话，自然更加稳妥。3个人一路无话，直奔着秘境方向飞了回去。而叶晨则是满脸笑容，一边回味着刚刚跟2位美女的风花雪月，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刚刚得到的造化之力。这次叶晨获得了4000造化之力，夭夭和瑶汐分别给他提供了2000造化之力，这完全出乎了叶晨的预料。叶晨怎么也没想到，这2人提供的造化之力竟然这么多，加上之前积攒的造化之力，叶晨的阴阳造化鼎之中已经有了足足7250造化之力了。看着这么多的造化之力，
叶晨笑得都快要合不拢嘴了，距离10000造化之力就差一步之遥了。你小子笑什么？夭夭瞪了一眼在一旁一直笑盈盈的叶晨，他以为叶晨还在回味刚刚的事情，虽然他也忍不住在心里回味，但是见到叶晨那贱兮兮的笑容，他就忍不住想要打叶晨。叶晨闻言连忙收敛笑容，正色道：没什么，不过是想到一些好笑的事情罢了。是吗？要不要来摸摸我的腿？夭夭冲着叶晨妩媚一笑，随即将他那又白又长又直的大长腿伸了出来。叶晨的目光瞬间被这条腿给吸引了，一时间挪不开视线。叶晨下意识的就想要伸出手去摸夭夭的腿，然而夭夭却是眼中闪过一道寒光，随手就是一指，一道灵力朝着叶晨的裆部射了过去。叶晨只觉得浑身发凉，吓得冷汗直冒，瞬间闪身躲开了这一击。叶晨擦了擦额头的汗水，一脸委屈的说道：是你说让我摸的，怎么又反悔了？真是善变的女人！哼，再敢想那些事情，我下次可是会真的阉了你。夭夭哼了一声，瞪了叶晨一眼。叶晨闻言撇了撇嘴，没有说话，只是在心里想着这夭夭还是太难对付了，不如苏苏，还是苏苏好。一想到苏苏，叶晨不由得又打量了几眼夭夭，心中不由得想着，若是能够让两姐妹一起的话。不过这个想法刚刚冒出来，叶晨就立刻摇头否定了，现在实力太低，若是如此的话，自己纯粹就是在找死了。一旁的瑶溪瞥了夭夭一眼，哼了一声吐槽道：真是不正经。你正经？夭夭撇了撇嘴，忍不住开口反驳道：呀正经。哼。瑶溪懒得跟夭夭争辩，浪费口舌，哼了一声不去理会夭夭。夭夭则是看向叶晨，好奇地问道：你小子当时用的什么手段？我妹妹将我留给她的那滴天妖血都给服下了，竟然还不是你的对手。叶晨闻言这才知道，原来在天妖秘境之中，苏苏服下的那滴血竟然来自夭夭。叶晨嘿嘿一笑道：倒是也没有什么手段，可能是我的先天剑体发挥的比较好，加上我专门修炼了身法，速度比较快。这么说你的先天剑体比我的天妖体还要强了？夭夭说着话，眼中闪过了一道寒光，随即冷声说道：下一次遇到你，苏苏肯定能够亲手杀了你，我看你的先天剑体也不过如此。夭夭不屑地说道。叶晨呵呵一笑，没有说话，说那么多也没有用，反正同境界他不怕苏苏。然而夭夭修为实力太高，他肯定不是其对手。烈焰山脉此刻已经聚集了许多修士，地底秘境的消息已经传了出来，引得众多修士蜂拥而至，纷纷跳下了洞穴，前去寻找秘境之中的宝物。而此刻洞穴入口却是被人给围住了，一伙人严阵以待，占据了整个洞穴，不让外人靠近。那些赶来的修士此刻都只能在一旁看着，谁也不敢靠近，毕竟这些人之中大部分都是散修，没有靠山的他们自然不敢与强大的宗门势力叫板。我天玄宗的长老和弟子都死在了里面，现在天玄宗要封锁这里，彻查此事，不找到凶手誓不罢休。为首的天玄宗男子冷哼了一声，大声告诫道。众人闻言也是不敢靠近，只能在一旁围观，议论纷纷。这里面这么危险，天玄宗的长老和弟子都死在里面了，可不是吗？这么看来，这里面相当凶险，我们还是不要进去送死了。你没听到吗？天玄宗的长老和弟子是被其他修士给杀死的，跟这秘境没有关系，说不定是抢夺宝物，不敌对方，被人给杀了。此人敢对天玄宗的人杀手，想必秘境中的宝物肯定不少，否则不会起争执。我看天玄宗这就是在找借口，什么长老和弟子死在里面了，完全就是为了霸占这里编造的借口。有人忍不住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猜测，一旁众人闻言也是眼前一亮，觉得此人说得很对，纷纷点头肯定道：没错，天玄宗就是想要将这个秘境占为己有，不想让我们染指。天玄宗未免也太过分了，凭什么占据着秘境不让我们进去？就是天玄宗如此行事，未免太霸道了一点吧。反应过来的众人开始在那里抗议，一开始声音还比较小，随着抗议的人越来越多，众人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声音也越来越大，甚至有人仗着胆子往前迈了一步，只不过这一步刚刚迈出去，当场被一道灵力击中了眉心，瞬间被秒杀。出手之人正是为首的天玄宗的长老。男子冷哼了一声说道：谁胆敢上前一步，下场就跟他一样。今日无论如何，我天玄宗都要找到凶手，为死去的弟子和长老报仇雪恨。天玄宗好大的威风，这里可不是你们天玄宗的地盘，行事如此嚣张，这是不将我们天剑圣地放在眼里。叶晨三人来到了此处，见到天玄宗如此嚣张，叶晨不由得开口说了一句。夭夭也在一旁开口说道：怎么欺负我天妖宗无人，今日我就要进去，我看你们天玄宗谁敢阻拦我。天玄宗的男子闻言不由得打量着叶晨三人，在场众人见到夭夭和瑶溪的时候顿时一愣，一瞬间呆愣在原地，目不转睛，看傻眼了。这也太美了吧，这两位美女简直就是天仙一样，这小子是谁？竟然有如此艳福，跟两位天仙同行。众人一脸嫉妒地看向了叶晨，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能够这两位美女同行。一旁有人开口说道：这不是天剑圣地的圣女和天妖宗的妖女吗？他们两个人不是一直不对付，见面就要打仗的吗？为何他们会一起来这里？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剑圣地圣女，难怪这么美。天妖宗的圣女夭夭也不差，若是能够一清芳泽，死了也值得呀。有人一脸色眯眯的样子看着夭夭和瑶溪，
下意识地脱口而出道。然而下一刻，一道灵力直接射了过来，瞬间贯穿了男子的眉心，在人群中精准地将其给击杀。夭夭冷哼了一声说道：“竟然敢说出如此污言秽语，该死！”一旁的众人见状，顿时吓得捂住了嘴，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生怕被夭夭给杀了。毕竟这夭夭可是天妖宗的妖女，行事向来随心所欲，杀人不眨眼。为首的天玄宗男子确认了二人的身份之后，立刻上前打招呼道：“没想到是天剑圣地和天妖宗的2位圣女，你们在一起倒是让人有些意外。你们可以进去，毕竟天妖宗的人和天剑圣地的人已经在里面了。此次秘境我们3方势力联手，我负责在这里寻找杀我天玄宗长老和弟子的凶手，那你慢慢找吧。”夭夭淡淡的说了一句，随即直接朝着洞穴之中飞了进去。殊不知，杀天玄宗弟子和长老的人就是叶晨和夭夭，叶晨和瑶汐紧随其后。没想到天剑圣地的人已经到了，不过也正常，毕竟他们在山洞之中待了那么久，已经失了先机。二女在叶晨的带领下，朝着秘境深处飞了进去，径直来到了之前的广场前。此刻的广场上已经多出了10几具尸体，这些尸体之中3个宗门的人都有，而原本关着的巨大石门此刻已经被打开，石门内气不断有炙热的气息传来。怎么回事？为何会有这么多人死在这里？瑶汐看着地上众多尸体，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有些疑惑地问道。夭夭此刻也满脸疑惑地朝着四周看了过去，仔细探查着四周的气息，这里面到处都充斥着打斗的气息，一时间根本分辨不出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叶晨也在寻找着眼前这些尸体，没有发现红烛和竹青青，这才松了一口气。叶晨心想，他们可千万不要在这里，红烛和竹青青最好去找人将消息传递出去，就没有回来，千万不要回来。也不清楚这石门是怎么打开的，之前天玄宗的长老和弟子们先到的这里，我也紧随其后，可是这石门根本打不开。叶晨有些好奇地看着眼前被打开的石门，沉声说道：“管他呢，我们能进去就行了，先看看这石门后面是什么东西。”夭夭沉声说了一句，随即直接朝着里面走去。“你小心一些，若是遇到危险，你先跑。”瑶汐有些担忧地看了眼叶晨，告诫道。叶晨虽然在先天境内没有对手，但毕竟只是先天境修士，在瑶汐面前还是太弱了。叶晨点了点头：“你自己也小心一些，实在不行就撤。不知道天剑圣地这一次来的人都有谁？外面死的这些人可都是我们内门弟子，甚至还有一名外门长老。”瑶汐有些担忧地说道。叶晨紧跟在瑶汐身后，朝着石门内走了进去。刚刚走到石门旁边的时候，就感觉到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进入石门内部，热气更盛。叶晨朝着石门内看了过去，只见到石门内有一条青石铺设而成的道路，道路两旁流淌着炙热的岩浆，这些岩浆朝着地底深处流去，不知道流向何处。神奇的是，这条青石路像是分界线一样，将岩浆从中间分开，而青石路不受任何影响，只是走在上面，让人觉得炙烤无比。由于温度实在是太高，叶晨3人只能运转体内灵力，在四周撑起了灵力护盾，保护自己不受高温影响。青石路上零零散散的出现了许多尸体，3大宗门弟子的尸体都有，有的尸体甚至还缺胳膊少腿，残缺不全。这尸体看起来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咬掉的。叶晨看着其中一具没有了上半身尸体，很明显是被一张大嘴从腰部给咬断了，甚至腰部那里还有牙齿的印记。看来这秘境之中有守护兽，我们的人来这里遇到了守护兽，而这守护兽的实力看样子不弱，竟然杀了这么多人。瑶汐皱着眉头说道。夭夭在一旁说道，既然有守护兽，说明此地非同寻常，一定有宝藏，否则不会有守护兽在这里守护。看样子这里像是一处大能的墓葬，说不定这里有着大能的传承，亦或是生前所用的宝物。夭夭有些期待地说道。3人沿着青石路朝着里面快速走去，夭夭想要直接飞过去，看看这青石路的尽头究竟是什么，结果纵身一跃，随即又坠落了下来。这里竟然有禁制，无法御空飞行。夭夭顿时皱起了眉头，有些诧异地说道。3人也不管那么多，尽可能快地朝着远处跑去，不到片刻就走到了青石路的尽头。青石路尽头是一处岩浆瀑布，岩浆从上方流下来，只是在青石路上面2米处的地方有一个缺口，并没有滴落在青石之上，这里就是入口了。叶晨沉声说道。进去看看。夭夭毫不犹豫地直接冲了进去。叶晨刚想要提醒他们小心一些，结果夭夭已经冲进去了，瑶汐也紧随其后。他担心里面的天剑圣地长老和弟子们，至于夭夭，完全是怕里面有宝物被人捷足先登了。叶晨这边也不能落后，紧跟在瑶汐身后，毕竟瑶汐的实力摆在这里，若是遇到强大的对手，瑶汐能保护他。3人穿过了岩浆之后，发现里面乃是一处石室，石室的尽头是一口石棺，而在这石棺的旁边趴着一只浑身燃烧着火焰的妖兽。这只妖兽看起来跟叶晨之前遇到的火焰狮子很像，不过体型要比火焰狮子小了一点，身上的毛发更红，此刻还燃烧着火焰。光是从气势上就能够看出来，这只妖兽要比之前遇到的火焰狮子强大得多。而在这只妖兽的脚下，此刻正躺着10几具尸体，这些尸体正是进入这里的3大宗门的长老和弟子们。让叶晨3人意外的是，这些人竟然无一人幸免，
全部死在了这只妖兽的利爪之下。甚至这只妖兽此刻趴在那里，嘴里还在咀嚼着其中一个人的尸体，鲜血顺着他的嘴角流了下来，滴落在了地上。而这些鲜血却是沿着火晶石建造的台阶逆流而上，被石阶上的那口青石棺材给吸收了。鲜血汇聚于青石棺材之上，青石棺材的颜色也逐渐开始发生转变，由下至上开始逐渐变成血红色。这是烈焰酸泥，拥有着上古凶兽酸泥血脉，即没有成年也有着堪比金丹境修士的实力，实力十分强大，很危险，要小心了。瑶溪看着眼前这只妖兽，不由得开口提醒道：“那口棺材有些奇怪，里面估计有了不得的东西，要多加小心。”叶晨看着远处那口石棺，小声提醒道：“先杀了这只烈焰酸泥再说。”看着烈焰酸泥吃了一个人之后，又一口咬另外一具尸体，而这具尸体正是天剑圣地的长老。瑶溪顿时忍不住了。叶晨看着也是杀意十足，若不是实力有限，他真想过去一剑秒杀了这只烈焰酸泥。瑶溪祭出流云剑，一剑直接朝着烈焰酸泥斩去，磅礴剑气瞬间释放了出来，犹如一道利刃，瞬间划过了空气，直奔着烈焰酸泥斩去。烈焰酸泥早就察觉到了门口的三人，见到瑶溪敢对自己出手，顿时怒吼了一声，紧接着纵身一跃，躲开了瑶溪这一剑。烈焰酸泥直接朝着叶晨三人这边扑了过来，准备先将这三个人给解决掉，到时候再去将外面那些尸体都叼这里吃了。哼！夭夭冷哼了一声，直接迎着烈焰酸泥冲了过去，身影一闪出现在其身侧，匕首之上泛着寒光，朝着烈焰酸泥的脖子刺了过去。好！烈焰酸泥在空中转了个身，一爪子朝着夭夭抓了过去，同时躲开了夭夭的这一击。夭夭的手自然没有他的爪子长，无奈之下只能闪身躲避烈焰酸泥的攻击。而烈焰酸泥在即将落地的那一刻，一道剑气直接斩了过来，这一次烈焰酸泥根本躲不开，当场被这道剑气给斩在了身上。而出手之人正是瑶溪。瑶溪和夭夭的配合十分默契，趁着夭夭牵制住烈焰酸泥的一瞬间，瑶溪就已经看准机会一剑斩了过去。烈焰酸泥顿时哀嚎了一声，紧接着向后倒退了出去，只见到其脸上露出了一道深可见骨的剑伤，鲜血顺着伤口快速流了出来。瑶溪见状有些诧异的看了眼这只烈焰酸泥，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能够扛得住他那一剑，这倒是完全出乎了他的预料。怎么回事？刚刚跟叶晨累着了吗？还没缓过来，怎么这一剑这么无力，竟然没能斩杀了他？夭夭见状顿时开口嘲讽道。瑶溪被夭夭调侃的俏脸一红，随即开口说道：“这家伙的防御力比想象中的要强了很多，要小心了。”好！烈焰酸泥瞬间暴怒，怒吼了一声，呲着牙死死盯着瑶溪三人。与此同时，烈焰酸泥身的火焰开始剧烈燃烧了起来。这家伙看样子是发狂了。叶晨在一旁出声提醒道：“管他呢，发狂也照杀。”夭夭冷哼了一声，没等烈焰酸泥冲过来，他就已经二话不说直接朝着烈焰酸泥冲了过去。叶晨见状也不得不感慨一句：“天妖体真是生猛！”好！烈焰酸泥怒吼了一声，直接朝着夭夭扑了上去。然而刚刚扑上去就被夭夭一击给震了回去，夭夭也被这一击震得向后倒飞了出去，整个人气血有些翻涌，不过并没有受伤，只是有些诧异的看了眼这只烈焰酸泥。这家伙的防御力的确有些强悍，超出了他的预料。而烈焰酸泥刚刚站稳，又是一道凌厉剑气袭来，烈焰酸泥再一次被这一道威力十足的剑气斩得向后倒飞了出去。只见到烈焰酸泥重重砸在了石阶之上，将火晶石打造的石阶险些给撞碎了。烈焰酸泥身上燃烧着的火焰让其防御力大增，刚刚还能够一剑轻松将其斩伤，如今这一剑却只是让其受了点轻伤，并没有太大的影响。烈焰酸泥发狂的怒吼了一声，眼中都泛着怒火，准备再一次朝着三人冲过来。而这个时候，一旁的夭夭和瑶溪一同出手，剑气与灵力汇聚在一起，朝着烈焰酸泥攻击了过去。烈焰酸泥刚刚冲到半空中，又一次被轰了回去。这一次烈焰酸泥重砸在了石阶之上，将火晶石砸碎，朝着四周飞溅了起来。烈焰酸泥晃动着脑袋，刚刚站起身，还没等他继续发狂呢，只见到一道寒光从远处射来，这道寒光速度奇快，瞬间就到了烈焰酸泥的近前。这道寒光正是叶晨手中的斩天剑。烈焰酸泥甚至没有任何防备，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呢，斩天剑就已经到了他眼前，直奔着其左眼刺了上去。斩天剑中蕴含着叶晨体内磅礴剑气，加上有着斩天剑自身的加持，配合上御剑术，威力瞬间大涨。只见到斩天剑瞬间刺入了烈焰酸泥的眼睛，将其眼球瞬间刺破。烈焰酸泥顿时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哀嚎，伸出爪子想要抓斩天剑，而斩天剑却是在叶晨的控制之下，朝着里面继续刺了进去。而就在这个时候，夭夭已经到了烈焰酸泥的面前，一匕首直接插在了其另外一只眼睛之中，灵力爆发，烈焰酸泥的另外一只眼球当场被震碎，甚至眼眶都震得裂开了。不过烈焰酸泥的生命力十分顽强，依然没有死，而是怒吼了一声，胡乱挥动着爪子攻击眼前的夭夭。夭夭一击得手之后，立刻向后退去，躲开了烈焰酸泥的攻击。瑶溪则是趁着这个机会，一剑斩出，凌厉剑气当场将烈焰酸泥的脑袋给斩了下来。干得不错！夭夭冲着叶晨竖起了大拇指。没想到叶晨一个先天境修士，
竟然能够在关键时刻帮上大忙。叶晨嘿嘿一笑，随即一挥手，斩天剑重新飞回手中，被叶晨收了起来。姚希则是瞪大了眼睛看着叶晨手中的斩天剑，之前他都没有注意到叶晨手中这柄剑竟然是传说中的斩天剑，天剑圣地4大名剑排名第1的斩天剑。你小子何时得到的斩天剑？姚希十分诧异地问道。叶晨笑着回应道，来这里之前进入了一次剑冢，在里面碰巧得到了斩天剑。你这家伙的运气怎么这么好？姚希深深看了眼叶晨，随即说道，不过这应该跟你的先天剑体有关，毕竟这么多年来进入剑冢的天才很多，真正取出这柄剑的人只有你。你们2个就别在那里闲聊了，看看这口石棺吧，看样子有点不对劲。夭夭在一旁开口提醒道。叶晨和姚希闻言这才朝着石棺看了过去，只见到烈焰酸泥身上的血也都流入石棺之中，石棺彻底被鲜血染红，紧接着就见到石棺外的鲜血瞬间消失不见，全部被吸入石棺之中。夭夭胆子大，直接快速冲到了石棺近前，握紧了手中的匕首，将匕首插入石棺的棺材盖下面缝隙之中，手上用力准备将棺材盖给撬开。然而任凭其使出多大的力气，棺材盖纹丝不动。怎么回事？这棺材盖这么重？夭夭一脸的疑惑，紧接着体内灵力运转，将自身实力发挥到了极致，他就不信这棺材盖打不开。然而即便是如此，棺材盖依然没有任何反应，大不了直接展开。姚希冷哼了一声，随即手上流云剑剑气流转，一剑直接朝着石棺斩了过去。轰！一声巨响传来，剑气爆发，然而石棺却是硬扛住了剑气的冲击，一直到剑气消散，石棺也没有任何变化。这石棺竟然这么硬！叶晨皱着眉头，满脸诧异地说道。这石棺上刻着阵法，否则不会如此。夭夭在一旁开口说道。而就在3人研究这口石棺如何才能打开的时候，石棺已经彻底变成了血红色，完全成为了一口血棺。下一刻，血棺之中一道强大的血红色能量冲击开来，当场将叶晨3人给震飞了出去。叶晨当场被震得吐出一口鲜血，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还好叶晨乃是先天剑体，关键时刻运转体内剑气抵挡住了一部分冲击力，加上肉身比寻常修士强悍许多，否则刚刚那一击之下，经脉都得遭受重创。而一旁的夭夭和姚希并没有受伤，2个人只是有些气血翻涌。3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石棺，想要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下一刻，只见到石棺上的棺材盖突然间被打开，紧接着一道身影从石棺之中坐了起来。诈尸了！3人见状顿时瞪大了眼睛，一脸惊恐地看着眼前这一幕。这石棺在这里都不知道多少岁月了，这里面的人都死多久了，竟然还能坐起来。而就在这个时候，外面聚集的众人见到里面一直没有动静，也都跟着冲了进来。天玄宗的人带着一群散修，众人刚刚冲进来，就见到了眼前这一幕。看着坐起来的那道身影，众人顿时懵了。众人一时间愣在原地，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眼前石棺中坐起来的人。只见到此人身穿一袭红衣，戴着一张黄金面具遮盖住面容，只能够看到一双猩红双眼，眼中泛着红光。这是血尸？有人忍不住声音颤抖地说道。不，看起来像是一个人，活着的人。一旁有人开口说道。活着的人？因为他的身上没有死线。就在众人打量着这名红衣人的时候，此人突然间从棺材之中飞了出来。叶晨这才发现这是一名女子。只见到这名红衣女子赤着脚踩在了火晶石石阶上，一双眼睛扫视在场众人，缓缓开口问道，是你们唤醒了我？你是何人？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这里可有什么宝藏？人群中的天玄宗长老忍不住开口询问道。我是何人？我是谁？我是谁？红衣女子突然间愣住了，随即抱着脑袋在那里凄厉喊叫了起来，整个人显得异常痛苦。这是疯了！叶晨有些诧异地看着眼前红衣女子，吵醒我，你们都得死！红衣女子突然间发疯了一样怒吼了一声，随即一挥手，无数道血红色的细线从其手中释放了出来，直奔着在场众人攻击了过去。仅仅只是一瞬间，在场众人只剩下了叶晨3人，还有天玄宗的长老，其余修为实力不足金丹境的人尽数被红线秒杀。红线乃是灵力汇聚而成，威力极强，金丹境以下修为的修士根本抵挡不住，当场被贯穿了眉心。不仅如此，这些人开始快速的干枯，身上的精血沿着红线朝着女子身上快速的流了过去，竟然是被女子给吸干了。叶晨之所以没有事情，是因为他站在了瑶溪和夭夭的身后，2人出手帮助他挡住了红线的攻击。天玄宗长老则是凭借着手中的长刀挡住了红线，不过红线却是缠在了他手中的长刀之上，让其动弹不得。天玄宗长老只能在那里拼了命的运转体内灵力，想要将手中长刀给收回来，却是根本办不到，甚至想要斩断红线也办不到，只能站在原地与红线僵持不下。不好，他的气息在变强。叶晨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立刻出声提醒道。瑶溪抬手就是一剑，直接朝着红衣女子斩了过去。这名红衣女子的气势在不断攀升，若是让她继续这么下去的话，他们都得死在这里。瑶溪身上剑气爆发，直奔着一旁的红线斩了过去，剑气冲击之下，红线尽数被斩断，
女子身上的气势也停止了攀升。夭夭趁机冲到了女子的面前，手中匕首直奔着女子的喉咙刺了过去。这名红衣女子甚至都来不及反应，当场被夭夭摸了脖子。只是让人意外的是，红衣女子的脖子处并没有鲜血流出来，反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愈合。不死之身，这怎么可能？夭夭见状，顿时大吃一惊，一脸惊恐地看着眼前这名女子，随即快速后退。瑶溪则是在一旁说道：“她并不是活的人，而是一缕杀念在控制的尸体。不过若是被她吸够了鲜血的话，恐怕会真的复活。这是什么手段？人死后还会复活？”叶晨闻言，顿时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红衣女子。远处的天玄宗长老此刻也忍不住开口说道：“圣女说的对，我也听说过一点，这是某种借尸还魂的手段，只不过通常需要某种特定的条件才能够复活。想来此人复活的条件就是需要血迹。若是让他走出这里，他将会大开杀戒，屠戮众生，以鲜血来滋养自己的尸身，最终彻底复活。彻底复活？难道还能够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叶晨一脸疑惑地问道。“恐怕不能，他埋葬在这里太久了，亦或是别的原因。此刻的他只剩下一缕残存的杀念支撑着他的尸体，无法彻底恢复。”瑶溪十分认真地分析道：“我们得想办法彻底杀了他。”瑶溪沉声说道。叶晨则是看向了一旁的石棺，猜测道：“那口石棺会不会就是封印他的？我们不小心将封印给打开了，若是将他再次装入其中，会不会重新封印？试一试，没准可以。”瑶溪闻言点头说道。夭夭看着叶晨命令道：“我们两个人联手对付他，你去看看石棺到底是怎么回事，若是有机会就试一试。”叶晨闻言点了点头，而一旁的天玄宗长老则是二话不说，转身就跑。这种情况，他一个金丹境修士留在这里只能是等死，他可不跟这三个疯子在这里玩命，对方根本就是杀不死的存在，何况这里没有任何宝物，亏他还是天玄宗的长老，竟然跑了，真是垃圾。叶晨见状，满脸不屑地看了眼天玄宗的男子，然而下一刻，只见到这名红衣女子却是直接飞了出去，在叶晨三人的面前飞了出去，直接朝着逃跑的天玄宗长老追了上去。这里无法飞行的禁制竟然对他不起作用。叶晨见状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趁现在赶紧过去看看石棺。”叶晨顿时眼前一亮，随即也不管那么多，直接朝着石棺冲了过去。夭夭和瑶溪则是站在石阶下方，将叶晨保护在身后，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跟红衣女子一战。然而当叶晨来到石棺前，扶着石棺低头朝着里面看去的时候，整个人顿时瞪大了眼睛。见鬼了！叶晨下意识地惊呼出声。他明明看到红衣女子去追杀天玄宗长老了，可为何现在又出现在石棺之中了？不对，难道不是一个人？叶晨此刻满脸的疑惑，仔细打量着石棺中躺着的红衣女子，可怎么看两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甚至脸上戴着的黄金面具都一样。叶晨也不管那么多，这黄金面具看起来不错，先拿到手中再说，顺便看看这面具之下的女子究竟长什么样。叶晨想到这里，直接伸出手想要将女子脸上的黄金面具摘下来，然而这张面具就像是镶嵌在女子脸上一样，任凭叶晨如何动手都无法将其摘下来。就在这个时候，石棺中的女子突然间睁开了眼睛，叶晨被吓得浑身一颤，下意识的就想要抽身离开，只是还没等他抬起头呢，女子突然间伸出双手，直接搂住了叶晨的脖子。叶晨只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力量传来，任凭他如何挣扎都无法挣脱开。下一刻，叶晨直接被女子拉入石棺之中，一头栽了进去。好巧不巧，叶晨的嘴正好亲在了黄金面具之上，与女子面具下露出的嘴碰到了一起。叶晨挣扎着想要站起来，但却根本办不到，女子那双手将他牢牢搂住。紧接着一股吸力从女子的嘴中传来，叶晨只觉得自己的精气顺着嘴流入女子的口中，采阳补阴。叶晨顿时脸色大变，若是这么下去的话，自己岂不是要被吸干了？而就在这个时候，石棺的盖子突然间动了，直接将叶晨给关在了石棺之中。叶晨，瑶溪见状顿时大惊失色，连忙闪身来到了石棺旁，一剑斩出去，想要将石棺给展开，救出被困在其中的叶晨。然而石棺坚硬无比，瑶溪的剑也根本展不开。夭夭在一旁说道：“别白费力气了，还是想想怎么对付这个家伙吧。”瑶溪转身看去，只见到刚刚飞出去的红衣女子又飞了回来，天玄宗的男子已经被其斩杀。女子此刻一双猩红的眼睛死死盯着石棺，下一刻，红衣女子直奔着石棺冲了过去，看样子是想要进入石棺之中。然而瑶溪和夭夭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直接出手阻拦，二人联手与红衣女子激战在一起。红衣女子不是二人的对手，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虽然愈合得很快，但消耗也很大，伴随着不断受伤恢复，其身上的气息也越来越弱，最后更是在瑶溪磅礴剑气的洗礼下当场消散。而此刻的石棺之中，搂着叶晨的红衣女子突然间睁开了眼睛，叶晨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女子身上逐渐有了温度。你是谁？你怎么在这里？你对我干了什么？女子瞪大着眼睛盯着叶晨，随即一把将叶晨推开，大声质问道。石棺中的空间狭窄，叶晨的脑袋撞在了石棺上，紧接着又弹了回去，再一次与女子的嘴唇来了一次亲密接触。叶晨感觉到
自身的精气不再流失，而他也被身下的女子再一次推了起来。叶晨撑起手臂在女子脸庞，不让自己贴上去，看着眼前戴着黄金面具的红衣女子，十分无奈地说道：“不是我要亲你，是你将我从棺材外面拽了进来，我是被动的。棺材，我死了。”女子闻言顿时一愣，随即努力回忆，却是怎么也想不起来。我是谁？我在哪里？发生了什么？女子双眼有些空洞，喃喃自语了起来。片刻之后，女子一挥手，直接打开了石棺。叶晨见状，连忙从石棺之中爬了出来，跳出石棺之后，一脸戒备地看向了石棺之中。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怎么脸色这么不好？姚希一脸担忧地看着叶晨，有些疑惑地问道。夭夭则是看着石棺，沉声提醒道：“里面还有人。”夭夭说着话，握紧了手中的匕首，就准备继续战斗，不过却是被一旁的叶晨给拦了下来。叶晨连忙说道：“北面那个才是红衣女子的真身，不过她并没有杀意，想必不会对我们出手。”叶晨的话刚说完，红衣女子从棺材之中坐了起来，这一幕与之前一般无二，让夭夭和姚希顿时紧张了起来，随时准备出手。这里是什么地方？红衣女子疑惑地打量了一眼四周，随即直接朝着入口方向飞了出去。她怎么回事？姚希有些疑惑地看着红衣女子的背影，好奇地问道。叶晨摇了摇头说道：“我也不清楚，不过看样子是失去了记忆，现在的她应该是根据本能出去寻找记忆了。之前的红衣女子是她的杀念，根本不是血肉之身，也不是尸体。”叶晨沉声说道。姚希点了点头说道：“那是她凝结如实质一般的杀气，我之前还以为是尸身，是我看错了。现在这名女子没有了杀意，已经不会杀人了，就让她离去吧，也是一个可怜人。”姚希叹了口气说道：“就是不知道是谁布置的这一切，难道就是为了复活她？她究竟是何人？”姚希有些疑惑地说了一句，紧接着看向一旁的叶晨说道：“我们走吧。”此刻的叶晨正在收起地上散落的火晶石，这可是好东西，不拿走岂不是浪费了？叶晨将火晶石打包带走，紧接着又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石棺。这石棺非同一般，不能留在这里，得拿走。只是叶晨刚想要动手，就被一旁的夭夭给伸手拦住了。火晶石你拿走就拿走了，这石棺得给我留下，我要了。夭夭直截了当地说道：“这一口破棺材，你拿走有什么用？不如还是给我吧，我不嫌弃。”叶晨嘿嘿一笑，有些不甘心地说道：“你少来，这棺材我要定了，你若是敢觊觎，信不信我杀了你？”夭夭瞪了叶晨一眼，出言威胁道。叶晨无奈收回了手，心中在那里想着，等我修为实力超过你，到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你，到时候你跪地求饶我都不放过你，到时候你们姐妹两个人谁都跑不掉，一起收拾，狠狠收拾。你那是什么眼神？是不是不服气？刚刚在心里骂我了？夭夭瞥了叶晨一眼，随即瞪着眼睛问道。叶晨闻言连忙满脸堆笑道：“我怎么会骂你呢？你这么好，我疼你还来不及呢。”哼！夭夭哼了一声，随即眯着眼睛说道：“下一次让我碰到你，我不杀你也要给你阉了。”叶晨闻言顿时当下一紧，下意识地用手捂住。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夭夭见状捂嘴大笑了起来，随即夭夭伸出手想要将石棺给收走，然而一旁的姚希却是说道：“见面分一半，我此行也什么都没有得到，不如这石棺我们一人一半吧，我只要盖。”姚希说着话也不给夭夭拒绝的机会，直接动手将石棺的盖给收入自己的储物戒指之中。你夭夭见状顿时瞪了姚希一眼，不过也没有多说什么，毕竟来的时候已经约定好了。最主要的是棺材盖已经被收走了，到了他手中的东西肯定抢不回来了。我们走。姚希看着叶晨说了一句，随即转身离去。叶晨临走之时还将一旁烈焰酸泥的尸体给收入囊中，一并带走。这可是好东西，回去之后找师姐们喝酒吃肉，顺便好好沟通沟通。姚希与叶晨从地下出来，四下打量，也没有见到那名红衣女子，没有发现她的踪迹，索性也就不管了。姚希和叶晨将天剑圣地死去长老和弟子们遗落的佩剑捡了起来，由姚希带回天剑圣地，放入剑冢之中。二人直接御剑朝着天剑圣地飞了回去。此次秘境之行，原本以为会有所收获，可没想到天剑圣地损失了好几位长老、十几名弟子，最终却是一无所获，损失惨重。不过损失最大的是天玄宗，来的人最多，却是一个活着回去的人都没有。至于后续还有修士前来此处，只能看到空空如也的秘境，什么都得不到。甚至不久之后，秘境崩塌，完全被岩浆覆盖，洞穴之中灌满了岩浆，谁也进不去了。这一次姚希倒是有一点收获，那就是出了一口恶气，终于阴了夭夭一次。只是便宜了叶晨这小子，不仅让他又睡了自己一次，还让他睡了夭夭，甚至一次睡了他们俩。姚希看着叶晨警告道：“我与你的事情不许说出去，否则我不会放过你，我肯定会守口如瓶的。”叶晨笑着说道：“还有你，不要忘记了我们之间的约定，若是到时候你办不到的话，不用夭夭杀你，我就会亲手杀了你。”姚希盯着叶晨提醒道。叶晨闻言自信笑道：“这你大可放心，以我现在的修炼速度，要不了多久就会追上你，到时候你就等着做我的女人吧。不过你到时候也得答应我一件事情。”叶晨沉声说道。姚希哼了一声说道：“若是你做到了，别说一件事情，以后什么都你说了算，那可真是太好了。”叶晨闻言哈哈大笑了起来，整个人显得异常兴奋。此刻的叶晨迫切的希望自己能够尽快突破，到时候好让姚希心甘情愿跟自己在一起。
我去找大长老将今日的事情禀报一下，你自己回去吧。姚希说了一句，随即转身朝着天剑峰飞去。叶晨则是直接朝着自己的洞府方向飞去。这一次秘境之行看似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宝物，但实际上叶晨得到的东西可比任何宝物都要珍贵。这次不仅睡了夭夭和姚希，享受了一次奇人之福，最主要的是获得了4000造化之力，这对他来说才是最好的东西。唯一遗憾的是，这一次全程都被动，完全被夭夭和姚希压制，而且没能尽兴，让叶晨有些意犹未尽。叶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努力修炼，等修为实力超过他们的时候，到时候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厉害。叶晨回到自己的洞府，结果就见到红烛和竹青青坐在他的洞府外，正焦急地等待着他的消息。师弟，你可算是回来了，我们都担心死你了。红烛和竹青青见到叶晨安然无恙地飞了回来，顿时眼前一亮，随即二人直接迎了上去。二人围着叶晨转了一圈，上下打量了一下，发现没有缺什么，没有受伤的地方，这才松了一口气。两位师姐一直在这里等我。叶晨见状也是一愣，内心有些感动，没想到他们这么担心自己。我怕你出事，我实力又不够，在那里也是添麻烦，所以就回来找人，顺便在这里等你回来。红烛点了点头说道，这次若不是师弟你，我就要被人给侮辱了。竹青青撅着嘴说道，我担心你的安危，怕不能第一时间知道你的消息，所以就在这里等你了，这样你回来我们就能第一时间见到你了，看到你没事我们也就放心了。竹青青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你快跟我们说说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红烛和竹青青一脸好奇地盯着叶晨问道。我们边吃边聊，我可是带回来了顶级食材。叶晨嘿嘿一笑，随即直接将烈焰酸泥的尸体拿了出来。这是烈焰酸泥？红烛见状顿时瞪大了眼睛，这可是3级妖兽，实力十分强大，血肉更是大补，之前吃的火焰狮子在他面前简直不值一提。叶晨一边轻车熟路的烤肉，一边给二女讲述里面发生的事情，至于他与夭夭和瑶溪之间的事情，自然是被他给省略了。二女听得也是十分入神，没想到那名红衣女子的实力那么强。竹青青也在得知叶晨为了她险些命丧于天玄宗长老之手，顿时自责无比，瞪着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看着叶晨，都怪我，他们来的时候我躲起来就好了，我若是不被抓的话，也不会让你身陷险境。竹青青自责道，不怪你，是他们见色起意，要怪只能怪你长得太美了。叶晨坏笑着说道。哼！竹青青闻言哼了一声，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叶晨则是坏笑道，师姐若是觉得过意不去的话，晚上就卖力气，好好服侍我，算是对我的报答了。你这坏家伙，不理你了。竹青青顿时俏脸通红，随即不去看叶晨，而是看向了一旁的烤肉，口水都快流出来了。红烛闻言在一旁抿嘴笑，取笑道，你可真得好好报答一下叶晨，否则你这条小命就没了，今晚我可有戏看了。你以为你能跑得掉？竹青青哼了一声，瞥了红烛一眼。红烛闻言立刻起身，我还有事得先回去了，今晚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师姐来都来了，怎么能走呢？还是陪我在这里喝酒吃肉，给我压压惊，顺便多吃点烈焰酸泥的肉，补补身子。叶晨坏笑着拉住了红烛的手，将他给拉住了。叶晨手上稍微一用力，刚刚站起身的红烛就被拽到了叶晨的怀中，叶晨手上顿时不老实了起来。老实点，这是在外面。红烛将叶晨的手拍掉，紧接着从叶晨怀中坐起来，坐到一旁跟竹青青一起吃起了烤肉。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身影从远处飞了过来，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刚刚得到消息的端木迥。叶晨见到端木迥来了，顿时眼前一亮，心想要不今晚3位师姐一起。端木师姐。红烛和竹青青见到端木师姐来找叶晨，顿时一愣，随即一脸疑惑地看向了叶晨，直觉告诉他们这2个人之间肯定有事。端木迥一直在闭关炼制丹药，如今刚刚出来就听到了关于烈焰山脉秘境的消息，担心叶晨的安危，这才直奔着叶晨的洞府赶来。结果让他没想到的是，叶晨非但没有事，还在那里喝酒吃肉，甚至左拥右抱。端木迥甚至都不准备跟叶晨说话，转身就准备离开。然而叶晨却是开口叫住了端木迥，笑着说道，师姐既然来了，不妨坐下来一起喝酒吃肉，这可是我从秘境中刚刚带回来的烈焰酸泥，这可是大补的好东西啊，对于肉身和修炼都有好处。我不吃了，你们吃吧。端木迥淡淡的说了一句道，我只是刚刚炼制完丹药出关，想要问问你身上还有没有多余的灵药跟我兑换。叶晨知道端木迥是看到红烛和竹青青在这里，有些不好意思，不由得笑着说道，师姐你坐下说，我们边吃边聊，正好我在秘境之中还得到了一些火晶石，你今日来了，我就当面给你，省得我还得去找你。叶晨说着话，直接将火晶石拿了出来。火晶石！端木迥闻言立刻停了下来，转身朝着叶晨看了过去。当看到叶晨手中的火晶石，顿时眼前一亮。这火晶石可是3品天才地宝，价值不菲。最主要的是可以用来辅助他炼丹，能够大大的增加成丹几率，这可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一旁的红烛和竹青青见状也是大吃一惊，没想到叶晨竟然弄到了火晶石。端木迥来到了叶晨的身边，看着叶晨手中的火晶石，满意的笑道，不错，这火晶石可是好东西，正好我能用得上。这火晶石放在你那柄佩剑旁，可以温养你的佩剑，
对于生出剑灵有很大的帮助。叶晨沉声说道。说得对。端木迥闻言立刻点头，他刚刚光顾着炼丹的事情，忘记了这火晶石还可以文言配件。你们每个人10块，省得说我厚此薄彼。叶晨笑着说了一句，随即给3人1人分了10块火晶石。见过端木师姐，红烛和竹青青异口同声的打招呼道。端木迥闻言冲着2人展颜一笑，随即笑着问道：你们2人是何人？为何我之前在内门没怎么见过你们？我们是刚晋升内门弟子不久，我叫红烛，这是竹青青。红烛连忙笑着回应道。叶晨则是在一旁说道：这一次秘境就是他们2人发现的，若不是他们告诉我，我也不会得到火晶石，还有这烈焰酸泥的尸体。别管那么多了，我们先吃肉喝酒。叶晨豪爽地笑了起来，随即拉着端木迥坐下，就开始给端木迥拿酒。红烛和竹青青对视了一眼，立刻明白叶晨打的什么主意了。这家伙肯定没安好心，在那里打端木师姐的主意。叶晨这家伙的心思太明显，就是想要将端木师姐给灌醉，图谋不轨。端木迥对于这烈焰酸泥的肉也很眼馋，索性坐下来与叶晨3人大口吃肉，把酒言欢。一坛酒下肚，原本还有些拘谨的3名女子逐渐开始放得开，甚至越聊越兴奋。3个人仿佛有着说不完的话一样，完全不像是刚认识的样子。3人的话题也从一开始的修炼、炼丹等方面转到了叶晨的身上，开始在那里疯狂的吐槽叶晨。叶晨听着也是一脸的无奈，没想到这3个人成一伙的了。不过叶晨也不管那么多，尽管在一旁烤肉，时不时的举起手中酒敬他们3人。竹青青和红烛也在那里劝酒，2人拉着端木迥的手在那里一直喝，根本不给端木迥离开的机会。叶晨见状顿时明白了，2位师姐这是在帮自己，想必是对自己这一次进入秘境的奖励。4个人从白天喝到了晚上，直到最快要不省人事了，这才停了下来。叶晨也有些喝多了，不过还保持着一些清醒，起身准备将3个人给搀扶进入自己的洞府。然而他只有2只手，一次最多只能搀扶2个人。无奈之下，叶晨将个子最矮最轻的竹青青给背了起来，让其趴在自己的背上，紧接着一手搂着红烛，一手搂着端木迥，朝着自己的洞府内走了进去。谢谢你救了我，师弟，我要报答你，报答你。竹青青搂着叶晨的脖子，在那里闭着眼睛说着酒话。红烛则是在一旁说道：你得怎么感谢我们，这一次便宜你了。叶晨嘿嘿一笑道：我就知道2位师姐是为了我，等一下我好好感谢你们。感谢什么？什么感谢？一旁喝醉了的端木迥闻言问了一句，随即摇摇晃晃地走入了叶晨的洞府内。还没等他开始呢，开始在一旁脱衣服准备睡觉，瞬间吸引了叶晨的目光，看得叶晨有些直眼了，让叶晨觉得格外的累。若不是有着先天剑体，不过这一夜的收获也很大，又增加了900造化之力。现在叶晨已经积攒了8150造化之力，距离1万造化之力更进一步。只是在尝试过圣女和夭夭的好处之后，叶晨觉得这900造化之力有点少，那给他提供的造化之力也会更多。最有希望突破修为的就是先天境9重修为的端木迥。叶晨想到这里，心中开始盘算了起来。叶晨正美美的睡着，叶晨顿时惊醒，手指掐着他的肉，咬牙切齿的在那里旋转着。让你睡，你这坏家伙，竟然趁着我们醉酒，疼疼疼！下次保证不趁着你们醉酒干这种事情了。叶晨吃痛，连连求饶道，不由得白了叶晨一眼，说道。竹青青哼了一声，一拳头捶在了叶晨的胸口上，撅着嘴说道：这一次是看在你救了我的份上，我才配合你，还想有下一次？你想得美！叶晨嘿嘿一笑，没有反驳。昨晚上不是很开心吗？今天就别提其他的事情了，以后若是有机会想要开心放松一下的话，我们在一起喝酒吃肉。那炼酸泥的肉可是还有1多半呢，够我们吃几顿的了。不如3位世界杯别走了，今晚就留下来，我们继续吃烤肉喝酒，如何？叶晨一脸真诚的笑问道。不了，我不来了，我得回去休息了，太累了。竹青青连忙摇了摇头，随即起身就准备穿衣服离开。红烛也起身，一边穿衣服一边说道：我腰都快要断了，得回去好好养养。那这烈焰酸泥肉你们带回去一些，饿了的时候可以烤着吃，对身体好。叶晨说着话，将烈焰酸泥的肉砍下来一些给2人带上。我们先走了，端木师姐，你若是想继续的话，你们就继续吧，我们不打扰你们了。竹青青嘿嘿一笑，调侃了一句，随即起身离开了叶晨的洞府。端木迥闻言则是脸色涨红，躲在被窝里不肯出来，毕竟他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多少还是有些害羞。第一次总是会害羞，以后次数多了你就不害羞了。叶晨嘿嘿一笑，伸出手搂住了端木迥。你看看你，脸都有些白了。端木迥拍掉了叶晨不老实的手，哼了一声说道。叶晨连忙说道：我那是在秘境之中受了点伤，精气有些受损，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怎么？端木迥撇嘴问道。还真是。叶晨闻言点了点头，不过也没有过多的解释，而是看着端木迥问道：师姐，你服用过破镜丹吗？破镜丹？没吃过，那可是3品丹药，我不会炼制，也买不起。端木迥摇了摇头说道。那若是我给你1颗破镜丹的话，你有信心突破至金丹境吗？叶晨笑呵呵地看着端木迥，开口询问道。真的？你有破镜丹？端木迥闻言顿时眼前一亮，整个人显得异常兴奋，甚至直接从被窝里坐了起来。叶晨看着没穿衣服的端木迥，
不由得咽了口水，晃得他都快要直眼了，目光实在是移不开。端木迥见状也没有过多理会，只是双眼放光地看着叶晨，满怀期待地问道：“你真的有破金丹？”叶晨笑着点了点头，说道：“有，快拿来，让我试一试，看看我能不能突破至金丹境。我在这仙天境已经困了许久了，就等这一刻了。”端木迥十分激动地伸出手，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起来。叶晨笑着说道：“别着急，暂时还没有。你先给我一颗聚气丹，3日之内我会给你一颗破金丹。你会炼丹？”端木迥一脸疑惑地看着叶晨问道。叶晨笑着说道：“这是秘密，师姐你回去等着就行了。”好，那我回去等你。端木迥十分开心地给叶晨一颗聚气丹，随即穿好衣服起身离开。等到端木迥离开之后，叶晨祭出了阴阳造化鼎，直接将手中的聚气丹给扔了进去，将聚气丹强化成破镜丹。叶晨心念一动，只见到阴阳造化鼎之中顿时金光大作，造化之力开始运转，不断强化着聚气丹。不到片刻，金光消失不见，一颗丹药从阴阳造化鼎之中飞了出来，悬浮在叶晨的面前。这正是一颗极品破镜丹。下一刻，一道信息出现在了叶晨的脑海之中：消耗50造化之力，成功将聚气丹强化至破镜丹。叶晨将这颗极品破镜丹拿在手中，嘴角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不过叶晨并没有急着去找端木迥，毕竟这么快就过去找他的话，实在是太惊世骇俗了，还是先等等。叶晨直接来到洞府外面，架起火开始继续烤肉吃。这烈焰酸泥的肉可是大补之物，多吃一些，正好帮助他补充消耗的精气。吃饱喝足了之后，叶晨回去又美美的睡上一觉。这一觉睡得十分舒爽，身体也彻底恢复到了巅峰状态。叶晨只觉得现在的自己龙精虎猛，精气神十足。叶晨起身看了一眼洞府，又看了一眼这张床，于是起身离开了洞府，重新找材料制作一张更大的床。这张床还是有点小，得扩大一些。不仅如此，叶晨还在洞府之中挖了一个用来洗澡的水池，池水是用宗门灵泉水灌满，水池四周和底部则是镶嵌了许多火晶石，有着火晶石不断散发热量，整个水池直接被叶晨打造成了温泉，甚至四周还种了一些聚气草，让整个洞府内的灵气都变得更加充盈。叶晨心满意足地看着自己布置的洞府，只可惜洞府还是有点小，加上自己身上的天材地宝不够多，暂时只能打造成这样，只能等以后有好东西再来不断升级改造。不过这张大床倒是变得更大，容纳的人更多，床上铺着的是烈焰酸泥的皮毛，柔软舒适。弄好之后，叶晨直接离开了洞府，直奔着端木迥的洞府御剑飞去。端木迥这3日一直在洞府内调整自己的状态，毕竟要冲击金丹境，他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不能有失。师姐在吗？叶晨站在端木迥的洞府门前，冲着里面喊了一声。端木迥察觉到了阵法波动，立刻从洞府内跑了出去，满怀期待地看着叶晨问道：“你带来破镜丹了？”叶晨闻言一副伤心欲绝的表情，看着端木迥道：“师姐真是太令人伤心了，难道你就不想我吗？怎么就知道惦记破镜丹？想你，行了吧？”端木迥敷衍地说了一句，随即看着叶晨问道：“破镜丹炼制成功了吗？”“当然，我出手岂能不成功？”叶晨拍了拍胸脯，笑着点了点头，随即看着端木迥说道：“跟我走吧，师姐，我带你去我的洞府。我的洞府被我重新布置了一下，比之前更好了。顺便我为你护法，保护你。你是不是又在打什么坏主意？”端木迥一脸狐疑地看着叶晨问道：“天地良心，我可是真心为师姐你好，想着帮你护法。”叶晨连忙说道：“行吧，那我就跟你过去，看看你的洞府布置成了什么样。”端木迥也不再说什么，跟叶晨一起朝着他的洞府飞了过去。进入叶晨的洞府之后，端木迥顿时眼前一亮，忍不住直接扑到叶晨的床上，在床上打了个滚，真舒服。真是没想到，你竟然在这里打造出了温泉。端木迥一脸震惊地瞪大了眼睛，盯着一旁的温泉说道：“要不先泡个澡？”叶晨嘿嘿一笑，挑了挑眉说道：“泡个澡，再舒舒服服地睡一觉。”端木迥脱掉鞋，赤着脚来到了温泉旁，忍不住用脚试了试水温，很不错，温度刚刚好。端木迥撩起了自己的裙摆，随即将腿伸了进去，不过只是伸到膝盖位置又拿了出来。先别管这些，赶紧拿出破镜丹给我，我好突破金丹境。端木迥伸出手示意叶晨将破镜丹拿出来。真不先享受一下？叶晨不怀好意的笑问道。不，我现在心里只有破镜丹。端木迥迫不及待的说道。叶晨闻言笑着将破镜丹拿了出来，递给端木迥说道：“那好吧，这破镜丹给你，你先突破，等你突破完了，我们再好好庆祝一下。”这竟然是极品破镜丹！端木迥见状顿时瞪大了眼睛，眼中满是震惊之色。他怎么也没想到叶晨竟然拿出了极品破镜丹，这可是要比普通破镜丹珍贵数倍不止，可遇不可求。你这家伙难不成是很厉害的炼丹师？端木迥瞪大着眼睛看着叶晨，一脸好奇地问道。叶晨笑着说道：“师姐就别问那么多了，赶紧服用破镜丹，努力突破吧。”好。端木迥闻言点了点头，随即将破镜丹拿在手中，紧接着看了眼一旁的大床，又看了眼一旁的温泉。端木迥最终还是选择了温泉，直接脱掉外衣，只穿着肚兜坐在了温泉之中，服下破镜丹之后开始修炼。叶晨看着眼前这一幕，忍不住在一旁直咽口水。端木师姐的身材实在是太顶了，肚兜根本遮不住什么，
这可是让叶晨大饱眼福。叶晨甚至有些按耐不住，想要扑进去跟端木师姐来一个鸳鸯浴。不过为了让端木师姐安心突破，叶晨还是忍住了。叶晨则是脱光了，躺在了温泉之中，一边舒舒服服的泡澡，一边欣赏着端木师姐，等待着端木师姐突破金丹境。只要她突破金丹境，那对叶晨的帮助可就太大了。端木迥服下破金丹之后，周身灵气运转，四周的天地灵气朝着端木迥体内涌入，端木迥的气息也在开始缓慢的发生变化。叶晨在一旁看着，倒是没觉得什么，只是端木师姐修炼的动静比他要小了许多，估计是体质不同的原因。端木迥这一修炼就是7天的时间，整整7天没有任何动静，一直在那里努力突破。叶晨则是在一旁的温泉之中休息，他想要修炼也不敢，怕影响到端木迥突破，索性就在一旁的床上舒舒服服的躺着睡觉。只是看着端木师姐就那么坐在温泉之中修炼，看着如此性感的身材，让叶晨欲罢不能，恨不得直接扑过去。不过为了端木师姐能够突破，叶晨只能在一旁强行忍着，压制着自己胸中的火焰，心想等你突破之后，看我怎么收拾你。一直到第10天的时候，端木迥身上的气息开始剧烈波动了起来，四周的天地灵气也在朝着端木迥体内疯狂汇聚。叶晨正躺在床上养精蓄锐，察觉到洞府内天地灵气变动，立刻睁开了眼睛，朝着一旁的端木迥看了过去。师姐，你可一定要成功啊！叶晨看着此刻正处在关键时刻的端木迥，心中不免也担心了起来，一脸紧张地看着端木迥。端木迥身上的气息波动越来越强，四周的天地灵气疯狂地涌动，一时间整个温泉中的水都开始跟着翻滚了起来，像是开锅了一般。伴随着端木迥身上气息越来越强，一股强大的气势从其体内释放了出来。叶晨在一旁险些被这股强大的气势冲击给掀翻在地。叶晨有些惊讶地看向了端木迥，心想这突破金丹境竟然有这么大的阵仗。再看端木迥身上的气势爆发出来之后，紧接着便平息了下来，整个人的气息也恢复到了之前的状态，四周的天地灵气也归于平静。端木迥缓缓睁开了眼睛，周身气息也收敛了起来，整个人看起来与之前一般无二，甚至气势上要更弱一些，更能达到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叶晨连忙闪身来到了温泉旁，双眼忍不住在端木迥的身上上下打量了起来。怎么样，师姐，突破了吗？叶晨一脸关切地问道。端木迥此刻眼神之中也满是兴奋之色，用力点了点头，满脸开心地说道：成功了，我突破金丹境了。没想到我真的突破金丹境了。端木迥高兴地直接从温泉之中站了起来，由于动作比较快，沉甸甸的上下颤动。叶晨顿时瞪大了眼睛，一双眼睛死死盯着端木迥，忍不住开口说道：师姐，你这样实在是太诱人了。端木迥闻言这才知道自己失态了，尤其是上身只穿了肚兜，而此刻肚兜一边的肩带也已经掉了下去，露出了大半个身子。不过端木迥也没有理会那么多，现在的他已经被兴奋冲昏了头脑，一心只想要分享自己突破金丹境的喜悦。再说叶晨又不是没见过，有什么可遮挡的？想开了的端木迥冲着叶晨妩媚一笑，破天荒地伸出手对着叶晨勾了勾手，笑道：来啊，还在那里看什么呢？难道你不想亲手体验一下吗？想。叶晨看的口水都要淌出来了，点了点头，随即立刻脱光了自己的衣服，二人抱在一起倒在了温泉之中。谢谢你师弟。端木迥双手捧起了叶晨埋在身前的脑袋，二人四目相对，端木迥一脸感激地说道：师姐跟我还客气什么？叶晨嘿嘿一笑道：再说你要谢我也不能光是用嘴啊，那你想让我用什么？端木迥上身浮在水面上，风情万种地看着叶晨，抬起头到叶晨的耳边，轻轻吹叶晨的耳朵，吐气如兰地说道。端木迥风情万种地白了叶晨一眼，端木迥十分高兴。一直到第2日下午，叶晨二人这才缓缓睁开了眼睛。端木迥俏脸微红，起身朝着温泉池子走了过去，准备去泡个澡，毕竟之前出了一身的汗。叶晨嘴角挂着坏笑，紧随其后来到了温泉之中，二人紧贴着在那里泡澡。你给我老实点。端木迥瞪了叶晨一眼，打掉了叶晨不老实的手。不可以了，太累了，我得缓缓。端木迥开口说道。叶晨笑道：我只是摸摸什么都不干，师姐你不要想歪了。师姐你突破到了金丹境，这么好的事情，不如我去叫红烛和竹青青2位师姐过来，我们一起庆祝庆祝，怎么样？叶晨忍不住开口问道。你这坏家伙又在打什么坏主意？端木迥闻言白了叶晨一眼，随即哼了一声说道：上一次是我喝醉了，这次我可没喝醉，你休想再干坏事。师姐不是说要感谢我吗？怎么又不行了呢？叶晨在一旁说道。我昨晚不是已经感谢过你了吗？你不要得寸进尺。端木迥瞪了叶晨一眼说道。那好吧，那就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叶晨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端木迥看着叶晨说道。你还说都怪你。端木迥闻言伸出粉拳捶了叶晨一拳，一脸娇羞地说道。叶晨哈哈大笑了起来，随即将端木迥搂在怀中，二人就那么静静地泡着温泉。叶晨则是盘算着如何能继续积攒造化之力，阴阳造化鼎之中多了1000造化之力，现在已经是9100造化之力，距离1万造化之力就差900了。越是差的少，叶晨越是着急。正在叶晨盘算着要如何将端木师姐留下，让她同意找红烛和竹青青师姐来的时候，
门外的阵法却是传来了异动。叶晨立刻停止了阵法运转，外面传来了2道熟悉的声音。叶晨闻言顿时眼前一亮，真是想什么来什么，没想到正念到2位师姐呢，结果他们自己找上门来了。叶晨看了眼一旁的端木师姐，笑着说道：“我去将来他们带进来，你先在这里泡着。”“不要，我才不要！”端木炯有些害羞地说道。“怕什么？你们又不是没有坦诚相见过，不仅坦诚相见，你们可是通力合作过呢。”叶晨嘿嘿坏笑道。端木炯闻言顿时满脸通红，一想到之前醉酒时候的疯狂，端木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叶晨也不管那么多，随便在身上披了个外套就走了出去。“2位师姐，我正想要去找你们呢，你们就自己来了，真是太好了，快进来看看我新布置的洞府，保证你们喜欢。”叶晨满脸笑容地看着红烛和竹青青说道。“你少来，又想要骗我们进去？”竹青青哼了一声，一脸狐疑地看着叶晨说道。红烛则是开口说道：“我们这次来找你是有正经事，我这也是正经事，赶紧进来吧，保证不骗你们，有惊喜。而且有什么事情我们进来详谈。”叶晨笑着说了一句，随即上前拉着2人的手就往里面走。“看我这洞府布置的怎么样？不仅有泡澡的温泉，还有舒服的大床。”叶晨十分自豪地介绍道。“哇，你竟然在洞府内挖了一个温泉！”竹青青见状顿时眼前一亮，红烛的目光也被眼前的温泉给吸引了。而透过温泉上的雾气，2人也见到了在温泉中泡澡的端木炯。“端木师姐，你也在这里？”红烛有些诧异地看了眼端木炯，随即笑着打招呼。端木炯连忙打招呼道：“你们别误会，我也是被这家伙找来看他的洞府，顺便在这里闭关突破，叶晨帮我护法。”竹青青则是一副我懂的表情说道：“这家伙最坏了，总是变招法的坑我们。”“怎么能叫坑呢？我这是关心你们，毕竟每日闭关修炼多么的枯燥，在这里泡泡温泉，喝酒吃肉，放松放松，多好。”叶晨连忙说道。“对了，端木师姐，你说你突破金丹境了？”红烛和竹青青此刻才反应过来，立刻瞪大了眼睛，一脸震惊地看着端木炯问道。端木炯闻言点了点头说道：“刚刚突破金丹境，所以在这里泡泡温泉，放松放松。”红烛闻言一脸的震惊，随即无奈地说道：“我们2个跟师姐你的天赋实力差距太大，师姐都已经是金丹境了，而我们才刚刚先天境2重境界，不要灰心，只要坚持修炼，有叶晨在一旁帮助，早晚你们也能够突破至金丹境。”端木炯鼓励道。叶晨闻言十分认真地点了点头说道：“说得对，有我在，保证让2位师姐突破至金丹境，甚至修为会更高，毕竟只有2位师姐修为提升了，才能够给他提供更多的造化之力。”“我们相信叶晨师弟，我们自己也会努力修炼。”红烛闻言点了点头。“泡温泉也不用脱光了泡吧？你们2个人是不是背着我们干坏事了？”一旁的竹青青察觉到了不对劲，一脸狐疑地看着端木炯问道。端木炯闻言顿时俏脸通红，没有承认也没有反驳。泡温泉哪有不脱光的道理？不脱光怎么能泡得舒服？叶晨连忙大声说了一句，随即将自己的外套扔到了一旁，直接跳入池水之中。“2位师姐快来，这温泉水可是由火晶石而形成，泡一泡对身体好。”叶晨冲着2人摆手说道。竹青青早就等不及了，迫不及待地将衣服脱光，慢慢走入了温泉之中。青青师妹皮肤像是瓷娃娃一样，不仅白还嫩，手感真好。端木炯摸了摸竹青青的后背，有些羡慕地说道。竹青青则是一脸羡慕地盯着端木炯身前说道：“端木师姐，你才令人羡慕，竟然长得这么大。”红烛扭动着纤细的腰肢也走入了温泉之中，一脸享受地坐在水中。叶晨则是在一旁嘿嘿笑道：“你们就不要在那里互相恭维了，你们各有千秋，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美。”油嘴滑舌，红烛瞥了叶晨一眼，随即又闭上了眼睛。“啊，你竟然敢掐我！”端木炯惊呼一声，随即瞪了竹青青一眼。竹青青在一旁咯咯直笑道：“我是试手感，怎么样？”叶晨一挑眉问道。“真大，真软。”竹青青赞叹道。端木炯则是趁机从后面搂住了竹青青，控制住竹青青的上半身，对着叶晨喊道：“快来，快来收拾他，我给你按住了。”“好嘞！”叶晨见状顿时眼前一亮，随即立刻冲了过去。“啊！”竹青青见状惊声尖叫了一声，随即努力挣扎，只是不管怎么挣扎都挣不脱，无奈之下只能伸出脚去踹叶晨。只见到竹青青伸出一双白皙玉足，直接踹在了叶晨的脸上，与叶晨保持距离。“不准过来！”竹青青大喊道。叶晨连忙握住了竹青青的脚，控制住竹青青的腿，立刻靠了上去。竹青青尖叫了一声，象征性的挣扎了几下，紧接着便与叶晨激战在了一起。红烛看着打闹的3人，不由得摇了摇头，随即闭上眼睛，在一旁继续泡温泉。然而不到片刻，红烛也没能独善其身，被竹青青和端木炯给拉下水。叶晨奋战了许久，这才心满意足地停了下来。而这一次端木炯还是没能逃过叶晨的魔爪，4个人在温泉中疯狂了许久，最后才躺在床上睡了过去。而这一次叶晨也是心满意足了。经过这次奋战，叶晨足足积攒了1600造化之力，加一起总共积攒了10700造化之力，终于攒够了。叶晨心满意足地笑了笑，随即沉沉睡了过去。连续这么长时间的奋战，叶晨的灵体也吃不消，累得有些腰酸背痛。叶晨心中感叹，果然印证了那句老话，只有累死的牛，没有耕坏的田。
日上三竿。叶晨悠悠醒来，醒过来的叶晨没有睁开眼，就伸出手摸了一下身旁，用手捏了捏，发现尺寸不对，这才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只见到竹青青和红竹正坐在那里盯着他，而端木炯的身影却是已经不见了。两位师姐醒了。叶晨嘿嘿笑了笑，随即坐起身问道：端木师姐人呢？端木师姐先走了，她突破了金丹境，要去大长老那里禀报一下，顺便领取她成为核心弟子的奖励。端木师姐说她刚刚突破金丹境，怕境界不稳，回去闭关一段时间，稳固一下境界。红竹沉声说道。叶晨闻言点了点头，随即看着眼前的二人问道：对了师姐，你们昨天不是说有事情找我吗？什么事？你还知道啊？一来你就使坏。红竹白了叶晨一眼。竹青青开口说道：我们之前外出历练，不小心遇到了秘境，不仅没有得到什么东西，还险些死在里面。这次我们想要让你陪着我们一起去历练，这样一来也好有个照应。竹青青笑着说道。红竹则是开口说道：你都帮助端木师姐突破金丹境了，可不能厚此薄彼，我们也想要尽快快速提升修为，尽快突破金丹境，在这里一味的闭关苦修也不是办法，毕竟我们两个人天赋不行。红竹十分无奈地说道。不过你若是有要紧事不方便的话，那也没有关系。竹青青在一旁说道。叶晨闻言则是笑道：方便，我也发现了，一直在这里苦修也不是办法，修为提升的速度很慢，我身上的灵药也都用光了，想要快速提升修为，还是要去多找一些灵药回来，正好我们去历练一番，碰碰运气。真的？那太好了。竹青青闻言顿时眼前一亮，开心地笑了起来。红竹脸上也露出了笑容，看着叶晨问道：到我们什么时候出发？你们先回去准备一下，我也准备一下，等我准备好了，我去找你们。这种事情也不急于这一天两天。叶晨想了一下说道。好，那我们就先回去准备了。红竹和竹青青点了点头，随即起身穿好衣服离开了叶晨的洞府。叶晨这一次出奇的没有耍流氓，甚至连嘴上也没有多说什么，这倒是让二人有些意外。不过他们只以为叶晨是真的累了，还没有缓过来，毕竟跟他们三个人奋战了那么久。殊不知叶晨此刻的心思全放在了自己的造化之力上，心心念念的10000造化之力终于让叶晨给凑够了。等到二女离开洞府之后，叶晨迫不及待地祭出了阴阳造化鼎。叶晨心念一动道：我要强化我的身体。下一刻，只见到阴阳造化鼎之中绽放出了耀眼的金光，金光瞬间将叶晨给笼罩在了其中。紧接着叶晨直接被吸入阴阳造化鼎之后中。叶晨只觉得一阵阵金光闪烁，让其看不清四周，只能看到一片混沌之中有着造化之力所化作的金光笼罩着他。而叶晨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肉身在发生改变，造化之力在侵入自己的身体，游走于身体各处，由内而外地强化着他身体的每一处。叶晨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金光消失不见，叶晨也从阴阳造化鼎之中出来，重新出现在了洞府之中。叶晨脑海之中多出了一道信息：肉身强化成功，当前肉身从先天剑体强化至星河剑体，消耗10000造化之力。叶晨顿时眼前一亮，脸上露出了抑制不住的笑容，终于强化成功了。此刻的他已经从灵体变成了黄体，星河剑体，黄体之中杀伤力最强的体质，修炼时可引动星河之力，借助星辰之力修炼，强化肉身的同时更可以强化自身剑气的威力。最主要的是，星河剑体还有着本命神通，一剑破星河，凝聚星辰之力汇聚于己身，与剑气融合，最终爆发出最强一击，一剑出星河亦可展开。叶晨没想到这星河剑体还有着本命神通，这可是保命的手段，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施展。这本命神通的威力可是大过他所学的任何玄技，最主要是不需要领悟，叶晨现在已经能够施展出这一剑，这一剑甚至可以让叶晨越级战斗。至于威力究竟有多大，试过才知道。而叶晨能够感觉到自己此刻的肉身已经得到了全面强化，无论是力量还是速度，比之前强大了10倍不止。叶晨心想，不愧是黄体，比灵体就是要强大的多。现在的叶晨若是同境界下，完全不怕苏苏跟他近身战斗，天妖体在此刻的他面前根本不够看。拥有了星河剑体之后，叶晨开始不满足养剑诀了。养剑诀只是玄级低阶地功法，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叶晨星河剑体的修炼速度，毕竟强大的肉身也需要配上强大的修炼功法，否则无法将肉身的强大发挥到极致，修炼速度自然会慢一些。叶晨将养剑诀扔到了阴阳造化鼎之中，开口说道：强化养剑诀。下一刻，只见到阴阳造化鼎之中金光大作，紧接着一道信息出现在了叶晨的脑海之中，这些信息仿佛烙印在其脑海之中一般，已经彻底领悟。片刻之后，阴阳造化鼎之中的金光消失，一道信息出现在叶晨的脑海之中：消耗700造化之力，养剑诀成功，强化至地集中阶功法星辰炼气诀。叶晨见状顿时眼前一亮，星辰炼气诀地集中阶功法，修炼之时可吸收一丝星辰之力入体，强化自身灵力，提升修炼速度。叶晨就猜到了阴阳造化鼎会根据他的肉身来匹配功法，这次的星辰炼气诀正适合他的星河剑体，有着星河剑体可以让叶晨修炼起来事半功倍。叶晨想到这里，甚至忍不住盘膝坐在了地上，
开始运转星辰炼气诀，试试这地级功法究竟有多强。毕竟整个天剑圣地内门弟子最多只能接触到玄级功法，至于地级功法，那可是联合新弟子都不一定能够接触到地功法。毕竟功法相差一个级别，那就有着天壤之别。星辰炼气诀运转，疯狂吸收四周的天地灵气，其速度要比之前的养剑诀快了1倍不止。只是叶晨在洞府之中被遮盖住了，沟通天地的能力比较弱，但即便是如此，依然有着淡淡星辰之力伴随着四周的天地灵气流入叶晨的体内。通过星辰炼气诀的运转，将这些天地灵气和星辰之力凝聚成灵力，汇聚于叶晨的体内，增强叶晨体内的先天剑气。而这些先天剑气也逐渐吸收星辰之力，变得比之前更强。叶晨修炼了片刻之后便停了下来，他有些无奈地发现自己的肉身强化成了黄体级别的星河剑体之后，的确比灵体级别的先天剑体强大了许多，但是修炼起来却是需要更多的天地灵气，需要凝聚更多的灵力才能够突破，甚至可以说是成倍增长。这也倒是叶晨现在突破一个境界需要的天才地宝是之前的1倍，甚至需要更多。不过这也导致在相同境界之中，叶晨的实力要远超其他人，甚至可以越级战斗。看来还真的需要去外面游历一番，最起码也要多找一些天才地宝、灵丹妙药回来，不然想要将星河剑体修炼至更高境界，光是靠闭关苦修的话，那得猴年马月。叶晨喃喃自语了一句，紧接着站起身，朝着洞府外走去。叶晨先是去了端木迥的洞府，想着问问端木迥去不去历练一番。然而叶晨也不清楚端木迥是在闭关修炼，还是没在洞府。他站在外面叫了许久，里面一直没有动静。无奈之下，叶晨只好放弃，转身朝着红烛和竹青青2位师姐的洞府走了过去。2位师姐，我来了，你们有没有洗白白等我啊？叶晨站在2人的洞府前，冲着里面大声喊道。由于2人的洞府紧挨着，叶晨的声音他们2人都听到了。2人一直在等叶晨，听到叶晨的动静之后，立刻走了出来。红烛站在洞府前，斜靠在一旁的石壁上，笑道：“洗白白了，你来吧，我们洞府内一叙。”真的？叶晨闻言，顿时眼前一亮。阴阳造化鼎内的造化之力已经消耗光了，正愁没有造化之力呢。这种好机会，他当然不能错过了。就在叶晨迈步想要奔着红烛走过去的时候，一旁的竹青青则是掀起了自己的裙摆到大腿，露出了大半截的白皙美腿。看着那白嫩光滑如白瓷一样的腿，叶晨顿时双眼放光。竹青青冲着叶晨抛了个媚眼，诱惑道：“看我洗的白吗？快来吧！”叶晨闻言，再一次眼前一亮，坏笑着说道：“既然2位师姐都如此有兴致，不如我们一起吧，如何？”不要。然而这一次出乎叶晨的预料，红烛和竹青青异口同声地拒绝了叶晨的提议。红烛看着叶晨说道：“我们2个人，你只能选一个，你是进他的洞府还是我的呢？”叶晨师弟当然是进我的了。竹青青咯咯笑道：“你选一个吧。”红烛看着叶晨笑道。叶晨闻言顿时愣住了，这简直就是世纪难题，这2个人选哪一个都会得罪另外一个，何况这种局面压根就不是选一个的事情，这分明就是2位师姐在这里拿他寻开心，逗他玩呢。叶晨没好气地说道：“2位就不要在这里逗我了，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这就出发吧，去外面历练一番。”哈哈哈！红烛和竹青青2人闻言立刻捂嘴大笑了起来。好了，不逗你了，我们走吧。红烛笑着说了一句，随即跟竹青青一起与叶晨直奔着天剑圣地外域剑飞去。2位师姐，可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叶晨好奇地询问道。红烛点了点头说道：“这一次我们决定先去天妖山脉，先去猎杀一些妖兽，顺便在那里寻找一些天才地宝，碰碰运气。”天妖山脉？叶晨闻言皱起了眉头，那里可是天妖宗的地盘，虽然外围天妖宗不管，但是外围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若是深入的话，可是容易碰上天妖宗的人。天妖宗与天剑圣地素来不和，一旦碰上很容易起摩擦。叶晨倒是不怕天妖宗的人，但现在的他不是夭夭的对手，一旦遇到夭夭的话，那可就不好办了。毕竟叶晨不清楚夭夭会不会跟苏苏一样，见面就想弄死他。若真的想要弄死他的话，那他还是暂避锋芒比较好。不去天妖山脉的话，那就是更远一些的藏仙渊了，只是那里可是禁地，十分凶险。红烛皱着眉头，有些担忧地说道。竹青青也在一旁点头说道：“据说藏仙渊之中埋藏着传说中的仙人，其中天才地宝无数，机缘更是多的数不胜数。”叶晨闻言顿时眼前一亮，藏仙渊这可是10大禁地之一的存在，他自然也是听说过，估计没有人不知道藏仙渊的存在。之所以被列为禁地，就是因为其凶险异常，进入其中可以说是九死一生，甚至据说就连最顶尖的大能进入其中都有去无回。那里不仅埋葬着传说中的仙，更是埋葬了许多进入其中的前辈大能。不过即便是如此，依然有许多人进入其中，毕竟藏仙渊中拥有着大量天才地宝，许多人都想要进入其中碰一碰运气，万一自己运气好，得到了天大的机缘，某位大能的传承，亦或是品级很高的灵药，那都是说不定的事情。毕竟这种事情之前出现过，真的有人从其中获得了大能传承，原本寂寂无名，从藏仙渊历练回来之后，闭关一段时间，一出关就实力大涨，最后成为一方巨擘。甚至有传言，
天玄宗的第一任宗主就是从藏仙渊中得到了某位大能的传承，出来之后便创立了天玄宗。这也导致明知道藏仙渊内凶险异常，但依然有许多人趋之若鹜，梦想着能够获得大机缘，从此一飞冲天。叶晨想了一下，说道：“危险与机遇并存，我们只是在藏仙渊外围转一转，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实在不行就回来，毕竟去哪里都是碰运气，还不如去藏仙渊之中碰运气。”叶晨笑道：“不入虎穴不得虎子，说得对，那我们就去藏仙渊，去那里碰碰运气。”红烛点了点头，赞同叶晨的想法。竹青青也点头说道：“只要跟着你，哪里我都敢去。那我们就去藏仙渊，两位师姐跟紧我。”叶晨大笑了一声，随即加快速度，御剑朝着藏仙渊的方向飞了过去。灵仙城，一座距离藏仙渊入口最近的城池，整座城池十分庞大，占据着藏仙渊入口不远处的整个平原，面积足足有青年城的数十倍大小。这灵仙城是叶晨暂时见到过的最大的城池。叶晨远远的看去，不由得感叹道：“这灵仙城还真是大，好壮观。”红烛在一旁笑着说道：“灵仙城是东荒数一数二的大城，乃是一处修士聚集之地，城内几乎没有普通人，都是修士，最差的也是具气境。这灵仙城大部分都是一些前往藏仙渊的修士，暂时居住在这里歇脚，还有一些人则是专门去藏仙渊中冒险，得到东西回来这里卖。这也导致了灵仙城成为了附近方圆万里之内最大的交易场所，许多修士都来这里交易修炼资源。”竹青青闻言点头说道：“原来如此，看来我们真是来对地方了，这里说不定还能淘到宝贝呢。那你就别想了，不被骗就不错了。”红烛闻言哼了一声说道：“怎么说？”竹青青好奇地问道。叶晨在一旁笑道：“在这里买卖东西的人都是常年混迹于这里的，对天材地宝、灵丹妙药那自然是了如指掌，什么东西是什么价值，他们心里清楚得很，岂会让你捡到便宜？顶多是在这里能够买到一些外面买不到藏仙渊毒有的一些灵药什么的，不过现在我们手上也没有那么多灵石，根本买不起。”叶晨一脸无奈地说道。红烛点了点头说道：“叶晨说得很对，我们现在只有进入藏仙渊，从里面得到一些好东西，出来这里卖，也许能卖个高价，其余的事情就不要想了，容易上当受骗，毕竟这里鱼龙混杂。”“我知道了。”竹青青点了点头，随即说道：“那我们就进去不买任何东西，只吃东西。”一提到吃的，竹青青双眼放光，馋得嘴角都快要流口水了。叶晨则是笑道：“那我们就去这灵仙城歇脚，吃点好东西，调整好状态，再出发进藏仙渊。”三人遇见飞行距离灵仙城还有一段距离就下来步行，一旁的人也都是如此，众人都是在一定距离之后就下来步行，不敢直接飞过去，毕竟直接飞进去那相当于是在挑衅灵仙城的权威，谁敢这么做的话，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灵仙城有灵仙城的规矩，不管是谁来了这里都要遵守规矩。叶晨三人来到了灵仙城的城门前，看守城门的守卫则是伸出手说道：“一人一块下品灵石，进城还要灵石。”竹青青闻言顿时瞪大了眼睛，没想到进去还要交灵石，这倒是第一次遇到过。灵仙城内不允许私自动武，无论实力强弱都不行，而这一块灵石就是灵仙城的保护费，只要进了灵仙城就没有人敢动你。守卫态度十分强硬而又自豪地说道：“原来如此，那这一块灵石很值得呀。”叶晨笑着点了点头，随即拿出3块下品灵石交了上去。这每天往来这么多人，灵仙城光是收灵石就收好多呀。竹青青忍不住感叹了一句。叶晨笑着说道：“若是真如守卫说的那样，这一块灵石交的也很值，毕竟在这里交易的话也不会怕别人动作抢，那还是很不错的。”三人进入灵仙城，看着宽阔的青石板街道以及道路两旁的亭台楼阁，一时间有些看得花眼了。这灵仙城实在是太繁华了，可以说卖什么的都有，只有你想不到没有灵仙城没有的东西。而许多店铺都挂着牌子，上面写着收天材地宝、灵丹妙药，价格公道，童叟无欺。这里有家酒楼，我们去好好吃一顿，填饱肚子好去藏仙渊。竹青青指着前方的3层酒楼，一脸期待地说道：“走！”叶晨笑着说了一句，随即三人刚准备过去，就被一名瞎眼老者给拦住了。瞎眼老者一手拿着拐杖，一手拿着张画了图的纸，拦在了叶晨三人面前，笑着说道：“三位，既然有缘，不如买一张我亲手绘制的藏仙渊地图如何？只需要10块灵石，即可保你在藏仙渊中不迷路。”10块灵石，这也太贵了点吧？竹青青在一旁皱着眉头说道。红烛则是疑惑地看着眼前的瞎眼老者，怀疑地问道：“老人家，你眼睛都看不见，你是怎么能绘制出地图的？”“对啊，你都看不见，你怎么知道藏仙渊中是什么样？”竹青青此刻也反应了过来，一脸疑惑地看着眼前瞎眼老人。瞎眼老人闻言呵呵一笑道：“我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我可以用心去看这个世界，用心看往往比用眼睛看还清楚，还是不要了吧，10块灵石太贵了，我们买不起。”叶晨直接哭穷道：“没关系，我可以便宜卖给你。”瞎眼老者直接伸出一根手指道：“1块灵石，1块。”竹青青和红烛闻言顿时瞪大了眼睛，没想到老者竟然如此随意。叶晨直接拿出1块灵石递给了老者道：“成交，算你们眼光好，不像是老头子我瞎了眼。”老者呵呵一笑，随即将手中地图递给了叶晨，同时将1块灵石收了起来。
三位，既然要去藏仙渊的话，不如跟我们一起组队，如何？人多力量大，也更安全一些。远处的一名男子走了过来，冲着叶晨三人笑着说道。这名男子一袭青衫，手持着一把折扇，给人一种翩翩公子的感觉。至于长相，不得不说五官十分端正，与他相比，叶晨觉得自己也没有他帅。不过叶晨倒是觉得这家伙缺少点阳刚之气，没有自己看起来男人，倒是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感觉。两位美女这么好看，还未请教芳名？男子笑着问道。这是想要跟自己抢女人？叶晨见状，顿时皱起了眉头，一脸敌意地看着眼前男子，哼了一声说道：“这位公子，问别人之前，你是不是应该自报家门？这样未免太没有礼貌了。”男子闻言，用手中折扇敲了一下脑袋，笑着说道：“你看看我，光顾着欣赏两位美女的容貌了，忘记自我介绍了。”男子抱拳施礼道：“在下无双，见过两位姑娘。”而这个时候，叶晨的脑海中却是出现了一道信息：与无双双修，可获得造化之力。叶晨顿时一愣，一脸诧异地打量着眼前的无双，心中第一个反应就是男人也行。不过转念一想，就觉得不对劲，随即仔细盯着无双，心想难不成这家伙是女扮男装？无双见到叶晨一直在打量着自己，不由得冲着叶晨笑了笑，说道：“在下无双，也见过这位兄弟。”叶晨笑着说道：“在下叶晨，这是我两位师姐红竹和竹青青。”红竹和竹青青冲着无双点了点头，有些戒备地看着无双，毕竟刚来这里就被人给找上了，谁知道这个无双安的什么心？不过这无双倒是长得很好看，作为女人的她们都有些嫉妒。一旁的竹青青则是忍不住地说道：“无双公子，你长得也太好看了，只可惜你是一名男子，若是女子的话，想必容貌必定倾国倾城，美若天仙。”原本对无双还充满了敌意的叶晨，此刻也放下了敌意，因为叶晨断定这个无双肯定是女子，不过是女扮男装罢了。叶晨在一旁开口调侃道：“是啊，无双公子若是女子的话，一定貌若天仙，甚至我觉得你看起来就有些娘，该不会是女扮男装的吧？”瞎说，我这是优雅，我可是纯爷们。无双瞪了叶晨一眼，怒道：“不知道无双公子为何要找我们？”红竹有些疑惑地看着无双问道。无双笑着说道：“当然是看两位姑娘生得貌美，在下想要与两位认识一下，交个朋友。毕竟我这个人最喜欢的就是看美女了。”无双说着话，打开了手中的折扇，拿在身前扇动了两下，只见到无双手中的折扇之上写着两个字：风流。叶晨见状，不由得一撇嘴，这家伙扇子上竟然写了这两个字，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好色。红竹和竹青青见状，更加一脸嫌弃了，心想这家伙不仅没安好心，看样子也不是什么好人。我们要去酒楼吃饭，公子请便吧。红竹笑着拒绝了无双的好意，随即拉着竹青青一起朝着酒楼走去。我正好也饿了，不如这顿饭我请你们吧，如何？无双不死心的紧跟在红竹和竹青青身后，满脸笑容的说道：“行啊，既然无双兄这么客气，那我们自然是不好推辞。”叶晨笑着说了一句，生怕红竹和竹青青拒绝无双，有冤大头送上门让他们宰，当然不能客气了。红竹和竹青青一脸疑惑地看向了叶晨，不明白叶晨为何不将无双给赶走，还答应了他。叶晨则是对二人使了一个眼色，二人立刻明白了叶晨的用意，随即笑着说道：“既然如此的话，那就走吧。”四个人直接奔着一旁的酒楼走了进去。四位客官想要吃点什么？店小二见到四人走了进来，立刻笑脸相迎，满脸微笑的点头哈腰，问道：“好酒好菜往上端，这位公子请客，他有的是钱，你们店里什么拿手就上什么。”叶晨说着话，拍了拍无双的肩膀，笑问道：“无双公子应该不会介意吧？”“当然了，区区一顿饭而已，我请得起。”无双无所谓的笑了笑。“好嘞，四位客官楼上请，楼上有雅间。”店小二闻言顿时眼前一亮，没想到来了四个有钱的主，立刻将叶晨四人给迎到了2楼雅间。不到片刻，好酒好菜端了上来，叶晨三人也不客气，直接开始大快朵颐了起来。无双则是好奇地问道：“三位也是听说了藏仙渊异洞的事情，所以才会前来藏仙渊碰碰运气？”藏仙渊异洞。叶晨闻言放下了手中的酒杯，一脸好奇地看着无双问道：“藏仙渊内发生了什么？怎么会发生异洞？你们不知道？”无双一脸诧异地看着叶晨三人。叶晨三人摇了摇头，不清楚，我们只是来藏仙渊历练一番，看看能不能在里面寻找到一些灵药，好用来修炼。那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藏仙渊此刻发生了异动，里面此刻特别危险，谁都不敢进去。无双沉声说道。是吗？这么危险？叶晨闻言一脸好奇地看着无双。竹青青则是说道，那我们岂不是白来一趟了？无双连忙笑道，倒是也不白来，你们可以说来的正是时候。根据以往的经验，有人估计3日之后藏仙渊异动就会平息，到时候就可以进入其中了。这次算是你们运气好，误打误撞被你们给遇到了，这可是100年难得一遇的事情。无双忍不住说道。运气好？叶晨一脸疑惑地看着无双问道，还请无双兄为我们解惑，何来运气好一说呢？无双闻言清了清嗓子，随即讲述道，藏仙渊每次异动都预示着里面有大机缘出世，而这一次据说是一位远古圣人的传承现世。这藏仙渊异动已经有快要1个月的时间了，这几日异动即将消失，到时候整个灵仙城内的人不说都去吧，最起码也得有半数甚至更多的人进入其中，毕竟这些人来这里就是为了藏仙渊内的传承，
如今有圣人传承现世，谁不想进去碰一碰运气？他们可得到消息之后赶来这里，就等着藏仙渊异动平息，好进去呢。我原本以为你们3个人也是，结果是我想多了。3位单纯是运气好，碰上了。无双呵呵笑道。叶晨3人闻言也是大吃一惊，没想到竟然会有圣人传承。不管怎么说，既然碰上了，那自然要进去碰碰运气。万一这圣人传承被我们给得到了呢？叶晨在一旁笑着说道。圣人传承，我觉得你们还是不要想了，毕竟这次来了许多前辈大能，甚至就连天玄宗的宗主都亲自过来了。你觉得我们能抢得过他们吗？无双在一旁笑问道。红烛和竹青青闻言一脸无奈的摇了摇头说道，自然是抢不过他们，我们在他们面前就是一只蝼蚁。那也不一定，梦想总归是要有的嘛，何况圣人的传承不都讲究一个缘字吗？万一我们与圣人传承有缘，不需要我们去抢夺，机缘主动找上我们呢？叶晨十分乐观的笑着说道。那你是纯粹在做白日梦了。无双没好气的看着叶晨说道。叶晨闻言也是哈哈一笑，随即说道，不管怎么样，反正进去碰碰运气就是了，即便是得不到圣人传承，得到一些天材地宝、灵丹妙药，那也是很不错的。这倒是很有可能得到的，毕竟有诸多大势力的人出手，藏仙渊外围肯定会十分安全。无双点了点头说道。红烛则是在一旁说道，你别我们啊，你是你，我们是我们，我们也没说要跟你组队一起进入其中。不是吧，我都请你们吃饭喝酒了，你们竟然还不想让我加入？你们就这么对待朋友的吗？无双摇着头伤心欲绝的说道。别，我们才刚见面没多久，还谈不上是朋友，若是你想要坑我们怎么办？我们可信不过你。红烛连忙摆手说道。无双无奈摇头道，不要说的这么直白，怪令人伤心的，我都已经对3位掏心掏肺了，你们还信不过我？组队倒是也行，只不过无双兄你的修为实力如何？叶晨一脸好奇的看着无双问道。无双闻言笑道，先天境9重，距离金丹也只是一步之遥，我这次出来历练就是想要找机会突破金丹境。好，那就组队进藏仙渊。叶晨点了点头。红烛和竹青青则是有些诧异的看了眼叶晨，不明白叶晨为何会答应这家伙，毕竟一看这家伙就不安好心，对他们2个人意图不轨。4个人把酒言欢，酒足饭饱之后，一起去逛灵仙城。在灵仙城逛了一圈之后，叶晨3人随便找了一个酒楼住下，无双也跟着3人一起住下。叶晨原本想要跟2位师姐住一间房，美其名曰节省零食，不过被红烛和竹青青给拒绝了，毕竟这里是酒楼，弄出太大动静不好，何况他们还要去藏仙渊中历练，要保持体力，时刻保持最佳状态，一旦藏仙渊平静了，他们好在第一时间进入其中。一夜无话，第二天天刚亮，叶晨3人还没有起来，无双就已经早早的在敲红烛和竹青青的房门了。叶晨听到动静，推开房门，皱着眉头问道，这么早是要干什么？快别睡了，藏仙渊异洞消失了，我们得抓紧时间进去，若是去晚了的话，里面的好东西就都被别人给取走了。什么？藏仙渊异洞消失了？这么快？叶晨闻言顿时瞪大了眼睛，没想到这么快，连忙穿好衣服走了出来。红烛和竹青青此刻也推门走了出来，4个人一起朝着外面走去。而此刻的灵仙城外已经聚集了大量修士，众人站在灵仙城外的草原之上，看着远处已经归于平静的藏仙渊。原本那里有着黑雾在剧烈翻滚，像是一锅开水在不断的沸腾，又像是有风暴在聚集，让人忘了生畏。不过好在藏仙渊的范围始终那么大，没有往外扩散，但从灵仙城看过去，还是让人震撼不已。这些黑雾就像是一道横亘在众人面前的城墙一般，将整个藏仙渊笼罩在了其中，令人看不清里面。有人说是当年有人在藏仙渊4周布下了禁制，让这些渗人的黑雾无法扩散出来。叶晨4人来到了灵仙城外，朝着眼前看去，原本不断翻滚的黑雾已经彻底平息，看起来安静的可怕。这藏仙渊看起来像是一只妖兽的血盆大口，随时将我们这些进去的人给吞噬了。竹青青有些害怕的说道。红烛闻言也在一旁点了点头，这藏仙渊可是禁地，不仅来历神秘，关于其中的传说更是恐怖，可以说是危机四伏。不过看着藏仙渊外聚集的这么多人，他们还稍微安心一些，毕竟这么多人进去，怎么也会安全许多。这些人身上的气息好强，先天境恐怕是最弱的存在了。红烛打量着4周众人，忍不住开口说道。叶晨闻言点了点头说道，确实，这里很多人实力深不可测，我们得多加小心。放心吧，没有人会理会我们这些先天境修士，他们这些高手都是奔着里面的圣人传承而去，没有时间搭理我们，我们跟着在后面捡捡便宜就可以了。一旁的无双笑着说道，快看，天玄宗的人来了，那是天玄大长老。有人大喊了一声，随即众人纷纷朝着头顶上方看了过去，只见到一群人乘坐着飞舟从众人头顶飞了过去，直奔着藏仙渊内飞去。那位是天玄宗的圣子，据说其天生灵体，实力强横，年纪轻轻就已经是金丹境巅峰的修为，只差一步就迈入元婴了。有人指着非洲头部大长老身旁的那名年轻男子开口说道，然而有人却是幸灾乐祸地说道，天玄宗据说前段时间在烈焰山脉中损失了数名长老和众多弟子，最终却是一无所获。这天玄宗真是好大的排场，直接乘坐非洲飞进去，胆子太大了。有人忍不住开口说道。
据说天玄宗的初代宗主就是从藏仙渊中得到的传承，想必天玄宗对于藏仙渊肯定十分熟悉，他们对于这次的圣人传承也是势在必得。我们也赶紧跟上，跟紧天玄宗的步伐，说不定能够捡到些好处。有人说了一句，紧接着朝着藏仙渊内飞了进去。在场众人紧随其后，争先恐后的朝着藏仙渊内冲了进去。有天玄宗的人在前面开路，他们自然要跟上，这样一来可是会省去很多麻烦。最主要的是，众人都觉得天玄宗一定是知道些什么，跟着天玄宗走一定不会错。叶晨四人对视了一眼，无双笑着说道：“我倒是觉得我们不用这么着急，毕竟天玄宗可是开着战船进去的，速度很快，我们根本追不上。这些人想要追上天玄宗的人，那不过是痴心妄想。那无双兄，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叶晨好奇地问道。无双笑着说道：“等他们都进去了，我们再进去也不迟，让他们在前面探探路。英雄所见略同。”叶晨笑着拍了拍无双的肩膀，这次直接搂住了无双的肩膀，而无双被叶晨的动作吓了一跳，下意识的想要挣脱，不过紧接着又忍住了，任凭叶晨搂着他的肩膀。二人勾肩搭背，若是不说的话，还以为这两个人是多年的好友，没有人会知道这两个人刚刚认识不到3天的时间。眼看着众人冲向藏仙渊，四人也没有着急，直到只剩下10几个人的时候，他们4个人这才动身，朝着藏仙渊的方向飞了过去。叶晨4人通过一马平川的草地，紧接着就见到一块只有1人多高的石碑，石碑上刻着藏仙渊3个大字。这个石碑像是一道分水岭，隔绝了黑雾，石碑的另一面被黑雾笼罩，站在外面什么都看不到，而这一面却是一马平川的草原，还有繁华无比的灵仙城。叶晨4人踏入藏仙渊之后，顿时被黑雾笼罩，视线瞬间受阻，只能看到几百米远。4人紧挨着朝着里面走去，越是深入藏仙渊，四周的黑雾越浓，能见度越低，看的距离也越来越近。4人不知道走了多久，只知道走着走着，只能够看到前方不到50米的距离了。而更让人疑惑的是，四周的黑雾还在不断侵蚀他们的肉身，需要时刻运转灵力来抵挡这些黑雾，这也导致了修为弱势不足的人恐怕会被黑雾给吞噬，根本坚持不到走出黑雾的范围。4位，交出你们身上的东西，我们可以饶你们一命。就在这个时候，紧跟着叶晨4人进入这里的一伙人追了上来，为首的男子大喝了一声，大声威胁道。另外2名男子则是色眯眯地盯着红烛和竹青青，淫笑着说道：“至于你们2位美女，陪我们兄弟一夜，好好服侍我们兄弟，我们可以不杀你们。”叶晨闻言顿时皱起了眉头，转身看向了这伙人，一脸不解地问道：“我说几位，你们来藏仙渊不去寻找宝物和机缘，在这里打我们的主意？寻找宝物机缘也不耽误我们先杀了你们，毕竟来这里的人都是对手，杀一个就少一个。”为首的男子冷哼了一声，眼中闪过了一道寒光。另外1名男子说道：“抢劫你们可是比寻找宝物更简单，真当我们好欺负？以为你们人多势众就可以不将我们4个人放在眼里？”无双冷哼了一声，嘴角泛起了一丝不屑的冷笑。只见到无双和叶晨对视了一眼，笑道：“叶晨兄，对面一共8个人，我们1人4个，怎么样？看谁快？”无双一挑眉道：“好。”叶晨点了点头，不过并没有急着出手，而是在一旁等着无双出手。他很想看看无双的实力有多强。哎呀，这么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兄弟们上，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为首的男子见到叶晨2人竟然如此不将他们放在眼里，顿时怒了，直接一挥手，示意众人杀了叶晨和无双。他们8个人都是先天境，岂会怕叶晨他们4个人？何况红烛和竹青青的修为还很低，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相当于是8个人对付叶晨和无双2个人而已，根本没有输的可能性。然而没等这8个人动手呢，只见到无双的手中多出了一张雕刻精美的绿色宝弓。无双直接拉动弓弦，弓弦之上由灵力凝聚出4支箭矢，无双一松手，4支箭矢瞬间破空而去，朝着眼前的4个人射了过去。这4个人见状顿时大吃一惊，脸色瞬间大变，这箭矢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瞬间就到面前了，他们不得不全力抵挡。然而这箭矢的威力，他们即便是使出全力也抵挡不住，当场被箭矢射中眉心而殒命。至于剩下的4个人，还没等冲过来呢，叶晨已经挥动着手中的斩天剑，4道剑气直奔着这4个人斩了过去。面对着叶晨的剑气，4个人同样全力出手抵挡，可他们的修为根本挡不住叶晨的剑气，瞬间就被剑气斩杀。叶晨没想到无双这么强，无双同样没想到叶晨的实力也这么强，完全出乎了他的预料。2个人对视一眼，皆看出了对方眼神之中的诧异之色。区区几个先天境修士，也敢在我们面前这么嚣张，简直是不知死活。无双一脸不屑地说了一句，随即一挥手，宝弓收了起来，拿出折扇扇动了2下。没想到叶晨兄的剑气威力这么强，倒是让我有些意外。无双笑着说道。无双兄的实力也着实令我意外。叶晨笑着恭维道。一旁的红烛和竹青青也是十分震惊，这2个人的实力都很强，叶晨的实力强他们很清楚，毕竟叶晨可是先天剑体，而无双刚刚展露出来的实力可是丝毫不输给叶晨，这倒是出乎他们的预料。这无双到底是什么人？这帮家伙身上说不定有好东西，你们打扫一下战场。叶晨看着一旁的红烛和竹青青说道。好。
竹青青和红竹闻言顿时眼前一亮，这个工作他们喜欢。二人立刻上前将这些人身上的储物袋给收了起来，至于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回去再分。走吧，我们继续往里走。无双淡淡的说了一句，随即一马当先在前面领路。叶晨则是拿出了之前从那名老瞎子那里得到的地图，看了一眼地图，辨别了一下方向，说道：我们走的路线好像还真跟地图上的路线对上了，难不成那名老前辈当真是世外高人，不是骗子？叶晨有些诧异的说道。无双闻言却是笑道：藏仙渊存在无尽岁月，每日进出藏仙渊的人不计其数，这藏仙渊外围黑雾的情况，还有一些不是特别危险的地方，早就被进出藏仙渊的人给摸清楚了。这地图早就制作出来了，甚至可以说人手一份，许多人不需要地图，对这里也是了如指掌。那我们岂不是被骗了？竹青青一脸气愤地说道。那倒不至于，一块零食而已，对于你们第一次进入藏仙渊的人来说，还是很值得的，毕竟这地图不是假的，也的确可以给你们引路。无双在一旁说道。叶晨闻言则是好奇地看着无双问道：听无双兄你的口气，你好像并不是第一次进入藏仙渊啊？的确不是第一次，算上这一次，我已经是第3次进入藏仙渊了。无双笑了笑，随即叹了口气说道：只可惜前2次都是无功而返，什么也没有得到，希望这次跟你们同行，运气能够好一些。无双满脸期待地说道。叶晨3人在无双的带领下，十分轻松地通过了黑雾。走出黑雾范围之后，没有了黑雾的侵蚀，就不需要一直维持灵力护盾，这样一来，对于红竹和竹青青2人的消耗就少了很多。2人立刻感觉一身轻松。走这边，天玄宗的人应该也是奔着这个方向赶过去的。无双辨别了一下方向，紧接着带着叶晨3人快速朝着前方走去。叶晨3人一边走一边打量着四周，这藏仙渊完全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阴森恐怖，危机四伏，四周树木林立，郁郁葱葱，天地灵气十足，反倒是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我们好像一直在往地下走，是不是？红竹有些疑惑的开口询问道。叶晨点了点头，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是明显在走下坡路。无双点了点头说道：当然了，藏仙渊是一处巨大的深渊，有人说是仙人陨落在这里，将地面砸出了一个深坑，这个深坑太大，犹如一道深渊，所以被取名为藏仙渊。还有人说是那位仙人被人一掌拍死，这藏仙渊就是那一掌形成的。不管这2种说法的哪一种，这里都是一处深渊，越是下面越暗无天日，只不过我们现在是在外围。原来如此。叶晨3人闻言点了点头。竹青青则是忍不住开口询问道：世上真有仙人？不知道，那太过遥远了，不过我相信真有仙人，否则我们修炼的尽头是什么？只有仙人才能长生，不是吗？无双笑着说道。叶晨闻言也点头说道：我也觉得世上真有仙人，而我一定会得到成仙。没看出来叶晨兄竟然有如此壮志，倒是令人敬佩。无双有些诧异的看了眼叶晨，由衷的赞叹道。叶晨自信的说道：大道就在脚下，只要我一直走下去，终究会走到尽头。4个人快速赶路，朝着前方先进入藏仙渊的人追了上去，而则一路上众人时不时的就能够看到许多飞禽从头顶上方飞过，那好像是一只雷鸟，好恐怖的气息，距离这么远都令人觉得心惊胆战。红竹指着远处空中盘旋的巨大雷鸟，一脸震惊的说道：这可是4级妖兽，实力堪比元婴期的高手，没想到在这藏仙渊的外围就有如此恐怖的妖兽。竹青青一脸惊恐的看着远处的雷鸟，那个方向好像是我们要去的方向，是不是前面的人惹到了雷鸟？无双皱起了眉头，沉声说道：管他呢，过去看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估计是有宝物，不然不会惊动雷鸟。叶晨说了一句，随即一起朝着前方赶去。4人加快脚步朝着前方赶去，来到前方的时候，正见到雷鸟在与一众人缠斗，不断攻击着在场众人，而前方这群人之中已经有几具尸体成为了焦炭，还有几具尸体被雷鸟的利爪给撕成了2半。叶晨4人看着眼前这一幕，也没想到这群人死伤惨重，不过这些人也没有白死，倒是拼死了一只雷鸟。现在这只雷鸟看样子身上也有伤，不过这群人现在也只剩下3名老者，这3名老者中的1人也已经身受重伤，手臂断了一条。3人在与雷鸟纠缠，而在3人身旁不远处则是放着一颗雷鸟蛋，很明显这群人是准备偷雷鸟蛋，惹怒了雷鸟。这群人以为人多势众，可以轻松斩杀这只雷鸟，没想到还有一只雷鸟外出回来，他们不是2只雷鸟的对手，落得如此惨烈的下场。这雷鸟蛋倒是不错，若是能够拿回去的话，可以孵化出雷鸟来养，也可以拿去卖，能卖一个好价钱。红竹看着远处的雷鸟蛋，轻声说道。叶晨点了点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雷鸟蛋。若是将这雷鸟蛋弄回去，用造化之力强化一下的话，那能得到什么样的宠物蛋？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这3个人不是雷鸟的对手，雷鸟此刻已经发狂了，若是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可能会被牵连。无双提议道。就这么走了？叶晨有些不甘心地说道。会不会可惜了一点？毕竟雷鸟蛋就在眼前，可以我们现在的实力，连雷鸟的一击都接不住。毕竟雷鸟的实力可是堪比元婴修士。无双在一旁说道。叶晨点了点头，但还是不死心的说道：富贵险中求，你们先走，在前面等我尝试一下，不行就跑。那你可要注意安全，我们去前面等你。无双点了点头，
也不管叶晨，带着红烛和竹青青绕开这里，朝着前方继续前进。你可千万要小心，不行就赶紧走。红烛和竹青青则是一脸担忧地看着叶晨说道：“放心吧，我不傻。”叶晨笑着点了点头，随即静静地躲在草丛之中，等待着时机。片刻之后，就在三人与雷鸟缠斗，雷鸟再次飞起，准备发出下一次攻击的间隙。就是现在，叶晨趁着雷鸟没有看下面，那3个人也在抬头观察着雷鸟，谁都没有注意到他的时候，叶晨将自己的身法速度施展到了极致，直接贴着地面御剑飞行，整个人化作一道流光，直奔着雷鸟弹冲去。